蓝星、夏国、江南市二中觉醒广场处，近500名高三学子正站在这里，进行着一场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仪式——职业觉醒仪式。300年前，游戏与现实融合，异能、异兽、秘境相继出现，蓝星由此开始了全民觉醒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神秘仪式来觉醒体内隐藏的天赋，成为一名职业者。职业：剑士，评级1级，定位普通剑士，天赋拔剑4股。一名身着紫金袍的金发青年通过水晶球反馈的信息，将身前那名学生的觉醒情况公布了出来。他是本次觉醒仪式的鉴定人，来自官方的神明月。听到自己的职业和评级，那名学生如同魔怔了一般，呆呆傻傻地走下了觉醒台。1级职业，不出意外，他此生是不会有太大的成就了。职业根据天赋的能力与作用，分出了9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F、E、D、C、B、A、S、SS、SSS。1级已经是相当差劲的等级了，仅次于 F 级，而比1级高1级的 D 级才是蓝星大多数人觉醒职业的等级，以此越往上则越稀有。至于 F 级，那是废物级，同样十分罕见，一般正常人觉醒不出这样等级的职业。职业：龙羽歌姬，评级 A 级，定位远程法师，天赋龙系魔法精通。神明月继续念道，在他的身前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正是二中的校花楚梦瑶，是 A 级，好厉害！这是我们二中第2个 A 吧？第一个好像也是个女孩。台下同学们议论纷纷。对 A， 要不起，嘿嘿。一个胖嘟嘟的少年笑呵呵地说道：“准备到我们班排队了，嗨嘿，我还结呢，快起来！”小胖子身后一位帅气小伙直接给了他一掌。小胖子转头看向那帅气少年，倒也不恼，反而继续笑嘻嘻地问道：“方叶，你文化成绩这么好，体能也不差，你觉得你会觉醒什么职业？”虽说职业的觉醒方向跟身体素质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100%准确，只要不给我低于D级的天赋，我就很满足了。帅气少年方叶想了想，答道。表面虽然这么说，但方叶心里其实还是很期待的。毕竟按照普遍理论来说，今天他该觉醒自己的金手指或者童子了。没错，方叶是一名穿越者，而且还是直接穿成婴儿，从头再来那种。可惜的是，这一世他仍然活得很艰难，在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如今的他已是一名无父无母更无金钱的苦逼孤儿。希望今天老天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自己曾亲自选召却遗落下的天命之子吧。方叶暗自祈祷。职业：千面修罗，评级 S 级，定位刺客，天赋取死之道。神明月毫无感情的平静声音响起，引起了全场的哗然。只因当中的信息相当的爆炸。S 级，那可是整个江南市都极为罕见的超强天赋等级。那人是谁？这样牛逼？方叶的好基友小胖子周浩好奇地问道。不认识。方叶看了看台上那位蓝发少年，摇了摇头。那是天海家的人，好像叫天海翼。两人身旁的一位男同学说道。方叶和周浩点了点头，将那人的样貌记了下来。S 级职业，以后必定是一位大人物，若是能结交一下，还是很有好处的。就在这时，神明月的平静声音再次响起，只不过这次他的声量明显大了几分。职业：爆炎圣地，评级 SS 级，定位近战法师，天赋异火吞噬，爆炸艺术。哇！台下听取蛙声一片。SS 级，这可是江南市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D级职业，而且还是拥有超高爆发能力的爆炎圣地。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定定地看着神明月身前的那位沐浴着金光的瘦削少年，久久不能平静。是他？方叶看着那人，心中同样震惊不已。那个木讷的，即使被霸凌被殴打也毫不吭声的可怜少年，竟然觉醒了 SS 级的天赋。方叶仿佛看到了那少年未来大杀四方，让所有欺负过他的人都跪地求饶的场景。而台下曾经欺负过那木讷少年的人，此刻确实已经在瑟瑟发抖了。这便是职业觉醒带来的恐怖效应。18岁前的人生和18岁后的人生，或许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S 级和 SS 级职业者带来的震动持续了很久，才慢慢平复下来。觉醒继续，后面觉醒的人没有再出现 S 级及以上的职业者，就连 A 级也只有2-3位。临近黄昏，觉醒仪式只剩下最后一个班，7班。方叶就在这个班里。很快排到了小胖子周浩。周浩将手放在水晶球上，顿时一股血红色的光芒直冲天际，直接捅破了寰宇。这是校里校外的人皆惊疑不定。而主持觉醒仪式的神明月在看到周浩的信息后，声音竟然罕见的颤抖了起来。神级唯一性职业洪荒之主，评级 SSS 级，定位石器御兽师，
全能战士，绝世剑神，天赋十凶洞天，自在化身，剑断万骨。神明月终于无法再平静下去了，这可是举世罕见的 SSS 至尊神话及职业。今年的江南12中什么情况？神明月看似无波无澜的眼神中蕴含着深深的震撼，而方叶则同样瞪着夸张的大眼睛看向前方的好基友，仿佛今天第一天认识他一样。这还是那个好吃懒做的周浩 ，SSS 级啊！卧槽卧槽卧槽啊！很快红光散尽，周浩知道自己的信息后，直接跳了起来。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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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叶，我帅不帅？周浩跳完还摆了个 pose， 十分骚气的说道：“帅帅帅！”方叶笑了，这家伙即使觉醒了这么强的职业，竟然还是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起码说明他们之间不会因为职业的差距就疏远了友谊。方叶加油！这不，下一个就轮到方叶了。小胖子直接大声喊叫，为方叶加油鼓劲。方叶加油！台下也陆陆续续响起了鼓励的声音，都是与方叶相识或者欣赏他的朋友同学，就连一些老师和学校领导们也都在期待着。没办法，长得帅，成绩好，就是容易招人喜欢。方叶自恋地撩了撩自己的秀发，走进觉醒法阵内。终于到我了！方叶按捺心中的激动，将手缓缓放在了水晶球上。然而半分钟过去了，水晶球都没有任何光芒透出。神明月抬头，颇为奇怪地望了方叶一眼，而后淡淡地说道：“职业摸鱼达人，评级 F 级，定位生活辅助，天赋摸鱼，建议重开。”听到神明月的话语，方叶直接就萎了，而台下更是爆发出雷鸣般的轰动。二中万众瞩目的学霸，竟然成了觉醒仪式上最后的小丑，这就是欧皇与飞球之间的差距吗？第二章，躺着也能变强 F 级。许多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反复问了其他人后，才终于确定方叶真的觉醒了废物级职业摸鱼达人。哈哈，老天爷这是在开玩笑吗？笑死我了！哈哈，一些嫉妒方叶容颜的人开启了爆笑模式。方叶在二中素有平民校草之名，颜值之高也就只比各位观众老爷略差一线，加上方叶自身的性格不错，且文化课成绩常年位居第一，所以他在二中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喜方叶的人同样存在，甚至并不少。这回他再也装不了逼了吧？呵呵，一位拽拽的男生歪嘴笑道：“你们别说了，他已经够可怜了。”一位善良的女同学小声说道。说完，他还看向了一旁的校花楚梦瑶。据说楚梦瑶和方叶一直存在着暧昧不清的关系，也不知道当得知方叶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材后，他会怎么想。可惜楚梦瑶的神色从始至终都很平静，没有人能获知他的想法。面对众人或怜悯或讥讽的目光，方叶一阵苦涩，果然跟他想的不太一样啊。而且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或者系统都没有来，可如果出生的时候没来，觉醒职业时也没来的话，那他要什么时候来？难道这一世还要跟前世一样碌碌无为，直至悲催猝死？就在这时，负责主持觉醒仪式的神明月上前拍了拍方叶的肩膀。这世上没有废物的职业，只有废物的人。哪怕 F 级也有他特殊的地方，用心去感受吧，你会发现他的滑点的。这还是他在台上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对别人说除觉醒信息之外的话。方叶看到了神明月眼中闪动的光芒，忽然心中升起了一个荒谬的想法。他这是在提醒暗示我什么？难道说还有救？可他刚刚不是还在建议让我重开吗？方叶疑惑地点了点头，最终走下了台。你没事吧？台下周浩直接勾上了方叶的肩膀，关心地问道。没事。方叶摇了摇头。没事就吃66枚。周浩掏出一包酸话梅，笑嘻嘻地递给了方叶。方叶苦笑，这家伙还真是没心没肺。不过他也不是神妖矫情的人，不需要什么安慰，既然结果出来了，他只能接受了。F 就 F 吧，我倒要看看 F 级的天赋到底能菜到什么地步。于是方叶开始正式查看自己觉醒职业之后的属性面板。职业摸鱼达人，等级1，经验值01000，体质11，力量9，精神10，物抗8，法抗7，敏捷9，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 F 级，建议重开 F 级，技能无，装备无。摸鱼通过摆烂、躺平、摸鱼、出丑等消极行为，使别人产生失望、嫌弃、厌恶、尴尬、恨铁不成钢等负面心理，将获得失望值。注：对你的摸鱼行为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数量越多，获得的失望值越高。觉醒该天赋起，
每半个小时为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内最多只能获得30点失望值。此外，一天最多只能获取100点失望值，每10点失望值可兑换成1点自由属性点。当前失望值为30。建议重开。本体死亡后进入涅槃状态，涅槃成功，本体将获得重生，并开启新的天赋，而原有的天赋也将变得更强。原来神明月说的建议重开其实是个天赋啊。可是 F 级职业什么时候能有2个天赋了？还有这个摸鱼，这是正经的天赋吗？怎么感觉有种系统的怪味？不过这效果好像相当不错啊。而且刚刚的觉醒仪式似乎就触发了一次摸鱼效果，有不少人对他产生了负面情绪，使他现在有了30点失望值。这是想让他躺着变强？方叶愣住了。方叶，你怎么了？被刺激到了？不要紧的， F 级就 F 级呗，以后我罩着你就是了。周浩先是晃了晃方叶的眼睛，随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毫无情商地安慰道：我没事。方叶回过神来，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是教导主任走到了两人的身前。周浩同学，恭喜你成为了历史罕见的 SSS 神级职业者。正副校长以及今日前来观礼的龙国官方有些话想对你说，能否一步一下？教导主任和声和气地问道。周浩先是看了眼方叶，随后转回头看向教导主任，可以，走吧。说完，他便拉着方叶，让教导主任带路。教导主任面露难色，这个，方叶同学，我也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们2个还是分开谈话吧。周浩皱眉，正欲说话，方叶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主任，我们往哪走？你们2个的谈话地点，一个在校长室，一个在我的办公室，走吧，我分别带你们去。教导主任又换上了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10分钟后，教导主任办公室内，方叶同学，你知道的，我们并不是为难你，但是嘛，我们这里毕竟是2中，江南市最好的3所高中之一，我们不可能养闲人，尤其是高3年级这种，我们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听着教导主任冰冷的话语，方叶的眼睛不由得眯了起来。好一副嘴脸，刚刚还在台下殷勤盼望着，现在却直接就想劝退了。教导主任话都说到这了，方叶也不想给他好脸色了，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语。主任，您重音是为了升学率吧？ F 级职业就是社会底层中的底层，所有人都恨不得踩2脚。拥有这种垃圾天赋的人是不可能顺利毕业的，说不定还会搞臭学校的名声，给上面对学校的资源倾斜带来不利的影响。我说的对吧？方叶一脸讽刺地说道。放肆，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方叶，这是你该说的话吗？啊，我们这是为了你的将来考虑，与其继续待在学校浪费时间蹉跎岁月，不如早点到社会上去发光发热，奉献自己仅有的一丝微薄力量。教导主任厉声说道，企图站在制高点训斥方叶的叛逆。方叶不想再说话，转身便走了。在夏国，学校是没有资格私自清退学生的，除非学生本人自愿退学，或者学生本人真的犯了重大的错误。因此，方叶并不在乎教导主任那略带威胁意味的告诫。既然觉醒了摸鱼，那学校这种这么好的发挥环境，他怎么可能错过，就这样一走了之呢？本来活出第2世，想着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弥补前世的遗憾的，结果混到现在还是一副鸟样。既然努力也无法完成心中的理想，那便摆烂吧。我不想卷了，我要一趟到底，躺出个无敌神话。第3章，刷怪升级。觉醒仪式结束时，正好到了放学时间。方叶在楼下等了30分钟，没有等到周浩，便自己一个人走回了家。路上，方叶又一次查看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他又获得了30点失望值。看来，即使不在身边，但只要有认识我的人心中对我产生负面情绪，就能直接增加失望值。方叶呢喃。如此一来，只要他造成的失望越大，影响越广，持续时间越长，那他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失望值了。现在的失望值有60点，他全部兑换成了自由属性点，而后直接梭哈都加在了力量上。职业摸鱼达人，等级1，经验值01000，体质11，力量9+6，精神10，物抗8，法抗7，敏捷9，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 F 级，建议重开 F 级，技能无，装备无。分配完毕，方叶的力量升至了15。水晶球给他的定位是没有什么卵用的生活辅助，这也就意味着他不用刻意去为哪个属性加点，只要他想往哪个方向加，那直接往哪个方向加就可以了。而他的选择是往战士的方向走，所以他全部加了力量。力量影响的是物理攻击力，通常每点力量能发挥出3至5点物理攻击力。体质影响生命值，物抗影响物理防御力，
法抗影响魔法防御力，敏捷影响行走速度和闪避速度，精神影响魔法攻击力。除了体质与生命值的比值为1.10分外，其他都是13至15之间。物穿、法穿、攻速和暴击等特殊属性应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列入基础属性面板内。之所以选择战士，是因为现在的他实在是太穷了，法师、刺客、射手等战斗职业的培养成本太高，他根本就供不起来，只能先往简单粗暴的战士方向发展。一般人觉醒时6维属性都在10左右，而他的力量现在达到了15点，已经超过了 99% 的初始1级职业觉醒者。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尝试进入新手秘境刷怪升级了。回到自己的小破屋，方叶翻箱倒柜，将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随后乘车前往了城外的新手秘境。江南市的新手秘境只有一个，名字叫做月影森林。月影森林的外围都是些1至5级的异兽，是新手刷怪升级最理想的场所。秘境的入口处有着不少的商铺，方叶来到这里后，直接去了一家有官方背景的杂货铺，在那里花300金币买了一把新手长剑。武器：新手长剑 LV1， 评分 F 级，属性攻击力加10，效果无。新手长剑是最简单的战士武器，10点的攻击力加成虽然不高，但聊胜于无。有了武器，方叶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了月影森林。进入月影森林后，方叶看了看自己的手背，发现那里多出了一个轮子一样的印记。此印名为轮回印，又叫复活币，据说是夏国的超级大佬 SSS 级的轮回之主制造出来的东西，只要有人进入秘境中，就会被自动打上这样的标记。这种标记可以让在秘境中因意外而死去的职业者自动传送回秘境入口，重新复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职业者的安全。但印记是有时间限制的，若是职业者同一天内在秘境待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轮回印将会自动消失。因此，大多数人都在即将达到3小时的时候回到秘境入口，以防止意外的发生。不然没了轮回印，你在秘境里被异兽或者其他人杀死，那可就是真的死了。刚走几步，方叶便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悲鸣，他极目远眺，发现是一只钢牙鼠倒在了一名巨剑士的巨剑之下。嗖！一支羽箭从不远处呼啸而过，刺进了一只莽牛的体内。另一个方向，一道火光从天而降，砸在了一具腐败僵尸的身上。看到进入口处就有这么多人在练级，方叶也是心神一震，情绪立马被带动了起来。他四处走动，终于走到了一处与其他人间隔开来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刷怪之旅。呀嘿！方叶举起新手长剑，就像一条1米长的红色大蚯蚓砍去。异兽赤鬼蚯蚓 LV1， 体质7，生命值70，力量5，物理攻击力15至25，精神1，魔法攻击力3至5，物抗3，物理防御力9至15，法抗3，魔法防御力9至15，敏捷5，速度15至25，技能缠绕。噗！新手长剑直接斩进了赤鬼蚯蚓的肉里，生命值42，只一剑，赤鬼蚯蚓便失去大半的生命值，这说明方叶的普攻伤害还是很可观的。赤鬼蚯蚓那可怜的3点物抗根本不顶用，方叶又是一剑，赤鬼蚯蚓直接断成2截，挣扎一会儿后便死翘翘了。经验加5，还不错，2剑一只小异兽，哪怕不学习技能，只靠普攻，我也根本不需拥有攻击技能的战斗职业者。方叶对自己的攻击力相当满意。赤鬼蚯蚓的尸体上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方叶直接开始寻找下一只异兽。1级的异兽只能加5点的经验，而他升级需要1000点经验，这意味着方叶需要杀200只1级异兽才能升到2级。为了提高效率，方叶陆续杀了10几只1级异兽，熟悉了新手长剑的手感后，便开始尝试挑战拥有10点经验值的2级异兽。2级异兽的生命值超过了100，方叶要砍3、4刀才能杀死一只2级异兽。但即使如此，他的杀怪效率也远远超过了正常觉醒者。2个半小时后，化身杀戮机器的方叶杀了近100只异兽，成功突破到了2级。职业摸鱼达人 F 级，等级2，经验值52000，体质11加2，力量15加2，精神10加1，物抗8加1，法抗7加1，敏捷9加1，自由属性点1，天赋摸鱼，建议重开，技能无，装备新手长剑。升级后，方叶的基础属性基本上都自动加了1点，而力量和体质则加了2点，此外还多送了1点自由属性点。这次方叶将它加在了法抗上。无他，强迫症，想让物抗和法抗处在同一数值上。
与此同时，方叶的失望值又获得了40点。一天能获取的失望值最多只有100点，也就是说，他今天所获得的失望值已经满了。方叶将它们兑换成了4点自由属性点，共5点自由属性点。他有3点加在了力量上，2点加在了体质上。觉醒职业的第一天，他的最终面板为职业摸鱼达人，等级2，经验值52000，体质15，力量20，精神11，物抗9，法抗9，敏捷10，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 F 级，建议重开 F 级，技能无，装备新手长剑。第4章旋风3连斩和暗影突袭。天色渐晚，方叶从月影森林的外围回到了秘境入口。将近3个小时的刷怪，除了升了1级外，他还得到了不少的异兽材料。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换钱的，之前他买进的官方杂货铺就能回收，虽然价钱会给的很低，但重在安全快捷。所以方叶也是直接来到了官方的杂货铺，将它们全部兑换成了金币。这些材料足足兑换了724枚金币，加上他带出来没用完的钱，一共1517枚金币。这些钱够他买一本最初级的技能书了。方叶在杂货铺扫了一圈，最终花了1500金币买了一本初级技能旋风3连斩。技能旋风3连斩黄阶，效果连续挥出3道斩击，第一、第2道斩击的攻击力为己方攻击力的 120%， 第3道斩击的攻击力为己方攻击力的 150%。技能分为5个等级，从低到高为黄阶、玄阶、地阶、天阶、神阶。旋风3连斩在黄阶技能中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连击类技能了。将技能书贴向脑门，一股信息便拖入了方叶的识海中，使其自动掌握了这门技能。技能拓印完毕，技能书变成了废纸，方叶直接将它还给了杂货铺的老板。小伙子，你是今天刚觉醒职业的高中生吧？杂货铺老板望着方叶，忽然问道。是啊。方叶也没多想，回道。刚刚这么多的材料，是你一个人打的？老板又问。方叶点了点头。老板笑了起来，小伙子，可以啊，你是我今天见到的最厉害的初级觉醒者了，你的职业天赋应该很高吧？ F 级。方叶回以微笑，没有再多说，转身便走了，只留下杂货铺的老板一脸呆滞地站在那里。辅级。3分钟后，方叶返回了月影森林。今日份的轮回印虽然已经失效，但他还不打算回去。一步快，步步快，他的属性面板已经领先了绝大多数的同学，他要趁热打铁，让自己快速升级，提升自己的战斗力，与同学们拉开差距。至于摸鱼，今天的失望值已经到上限，只能明天再摸了。没有了轮回印，当天内再进入月影森林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但新手秘境终究是新手秘境，只要多留意一下周围，被突然击杀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而且就算他真的不走运，意外的死亡了，他也还有个建议重开。按照这第2天赋的说明，他死去是会进入涅槃状态的，只要涅槃成功，他就能重生，甚至变得更强。虽然不知道涅槃究竟是怎么个事，怎么才算涅槃成功，但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反正已经活了2世，他怎么都不亏。达到2级后，他自身的物理攻击力已经来到了57左圆括号19乘以3右圆括号至95左圆括号19乘以5右圆括号之间，加上武器新手长剑以及技能的配合，他完全可以挑战3级和4级的异兽了。3级异兽的生命值一般在200左右，物理防御力也达到了50左右。换算下来，在不考虑穿透力和暴击等其他属性的情况下，方叶砍个3-4剑就能杀死一只3级异兽。物理伤害等于攻击方物理攻击力，防守方物理防御力。咕，一只3级的越野兔出现在方叶的视野中。异兽月影兔 LV3， 体质25，生命值250，力量12，物理攻击力36至60，精神3，魔法攻击力9至15，物抗10，物理防御力30至50，法抗10，魔法防御力30至50，敏捷12，速度36至60。技能暗影突袭。试一试技能。方叶提剑直接冲了上去。旋风3连斩，刷刷！方叶上去就是2剑，结果被月影兔利用暗影突袭迅速躲开了。方叶神色一凛，这只月影兔很快啊。然而还有第3剑，方叶第3剑斩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吭，-100。月影兔头上出现一道数字，它的生命值直接下降了1/3还要多。趁月影兔状态下滑，方叶又用普攻捅了他几剑。-39，
45、47，最后月影兔变成一道尸体，躺在了地上。麻辣兔头，烤兔子，今晚的宵夜有着落了。方叶笑了笑，虽说异兽作为游戏与现实的产物，来自于未知的世界，但是一样是能够作为食物来食用，甚至用正确的方法去料理，还有缓慢提升自身能力的效果。接下来的时间，方叶又开始了刷怪之旅。他就像不知疲倦的游戏宅，越打越兴奋，越刷越上头，最后竟然直接刷了整整一个大夜，也就是所谓的通宵。而结果也是相当惊人的，他足足升了3级，他现在已经是5级的新手大佬了。早晨，就在方叶击杀完一只5级的月影兔，想要离开月影森林时，叮！奇怪的声音响起，那只5级月影兔的身上竟然爆出了一块骨头，骨头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纹络，玄奥异常。方叶意识一扫而过，暗影突袭。方叶眼睛一亮，这只月影兔死后竟然给他爆出了技能，他终于时来运转了。技能暗影突袭，黄阶，效果化作一道暗影，瞬间发动一击袭杀，袭杀攻击力为己方攻击的 170%， 并有 30% 的可能触发暴击。好强力的爆发技能！方叶惊呼。方叶毫不犹豫就捡起了骨块，将其贴在了额头上。很快，方叶习得一个新的技能暗影袭杀。方叶随缘寻找一只3级异兽试了一下，一剑竟然打出了高达250的伤害。虽然是触发了暴击，己方攻击力的5倍效果，但即使没触发，基础伤害也肯定能达到150以上。到了5级，又分配完升级奖励的自由属性点后，方叶的新面板已经与之前有了巨大的变化。职业摸鱼达人，等级5，经验值75000，体质25，力量27，精神15，物抗13，法抗13，敏捷15，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 F 级，建议重开 F 级，技能旋风3连斩，暗影袭杀，装备新手长剑。仅是觉醒职业的第2天，他就达到了5级。他敢说，除了 S 级及以上的那几个变态，整个江南市的高3学生都没有他这么高的等级，甚至在属性这一块，他也一骑绝尘。第5章，课堂摸鱼。哈切，好累啊，天亮了，该去上学了。方叶拖着疲惫的身子往月影森林的出入口走去。虽然已经达到了5级，但方叶仍然不敢松懈，小心翼翼地在森林走着。昨晚过了12点后，方叶已经重新获得了轮回印的效果。可是现在已经是早上7点了，轮回印早就又一次用完了。2小时前，他刷怪刷上头，差点闯进了月影森林的深处，那里是5至10级的异兽的地盘，不是他撒野的地方。但他那时也没有选择往回走，这里的5级异兽比较多，能让他更快的升级，所以他一直在深处与外围之间反复横跳。好在他一直没有碰到5级以上的异兽，运气相当的不错。如今他要离开这里，自然也要小心一些。半个小时后，方叶安全回到了秘境出入口，将昨晚收集的异兽材料在官方杂货店卖了近1800块钱后，方叶乘车赶回了学校。回到学校已经是8点半了，刚好准备上第1节课，方叶也是马不停蹄走进了教室。刚一进去，几乎所有同学都看向了方叶，其中不少人都露出怜悯的目光。失望值加1，失望值加1，失望值加1。方叶看向自己的天赋面板，失望值正在不停的增加。方叶点了点头，欣喜的接受了大家的怜悯。他又扭头四顾，发现周浩并不在教室里，也许是天赋太过出众，被官方的人直接带走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他们以后可就很难再见到了。方叶，看你精神这么差，昨晚是不是一宿没睡好？一位同学路过方叶旁边的走道时，歪嘴笑道，脸上满是嘲讽意味。他是方叶在班上的死对头刘波，学习差，脾气臭，人品还坏，典型的校霸人设。听说他还霸凌过别的同学，许多同学看到他都会躲得远远的。但方叶不怕他，甚至因此2个还打过一架。刘波输了，输得很惨。他一直怀恨在心，想着有一天将对方羞辱回来。如今方叶觉醒了 F 级职业，他觉得这一天终于到了。风停了，雨晴了，我觉得我又行了。方叶瞥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两世为人的他，岂会将这种小屁孩的话放在心上？见到方叶不敢反驳刘波，不少曾经欣赏方叶的同学又是一阵失望。果然，那只昔日的猛虎已经不在了，他彻底失去了光芒。悠悠，不理我呀 ！F 在。刘波又是嗤笑一声。嘟嘟嘟，敲门声响起，班主任老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教室前门。不管觉醒了什么职业，只要你们还在这里一天，就要遵守这里的纪律。现在已经上课了，立刻回到你们自己的座位，保持安静。老李走上了讲台，平静地说道。刘波撇了撇嘴，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教室安静后，
老李敲了敲黑板，开始讲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职业觉醒后各类职业者所需要注意的事项。无论你们的定位是战斗职业者、辅助职业者还是生活职业者，都认真听一听，这关乎你们未来的发展。刚讲不到5分钟，一宿没睡的方叶就撑不住了，直接趴在了桌子上睡了起来。毕竟曾是班上的尖子生，老李很快就注意到了他。哎 ，F 级天赋果然还是让他意志消沉了吗？老天真是不公啊！这样对待这个曾经无比努力学习、拼命锻炼的孩子，老李心中不禁一叹，很是同情，但表面上还是走到了方叶的课桌前，喊了他一声：“方叶。”方叶无动于衷。方叶，班主任老李声量不由提升了几分。方叶还是没动，显然睡得很死。失望值加1，失望值加1，失望值加1。又有不少同学对方叶失望了，就连班主任老李也是如此。嘟嘟嘟，老李敲起了课桌。方叶终于发觉了动静，睡眼惺忪地抬起了头。老李十分不满地皱起眉头，但他还是忍住没有发火，反而劝慰道：“方叶，人生的精彩方式多种多样，没必要因为天赋不好而自暴自弃。”方叶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然而等老师走开，方叶又趴在了课桌上。得，没救了。众人频频摇头，或怜悯，或失望。老李见此，又叹了口气，也懒得再管他了。失望值加1，失望值加1。方叶的失望值直接拉满了。今日份的摸鱼目标不知不觉就完成了。中午，方叶睡了个半饱，终于舍得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高3学生觉醒职业后，就不用一直待在学校上课了，只需要周1到周4的上午来听课就行了。周1到周4的下午以及3天周末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去新手秘境练级，也可以在学校或家里接受老师或者长辈的指点。方叶跑去食堂吃了个便宜的饭，正欲回家一趟，结果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拦住了他。楚梦瑶。方叶看着眼前的小美女，竟罕见的有些不好意思。今天的楚梦瑶穿着一身此前从未在学校穿过的蓝色长裙，上面绣珠雕花，龙飞凤舞，看上去十分的华丽。而她原本就绝美的容颜，同样经过了一番细致打扮。柳眉弯弯，大眼潺潺，皎洁如雪的皮肤，嫣红如樱桃般的嘴唇，小巧的琼鼻，娇嫩的脸蛋，加上举手投足间的优雅气质，竟给人一种画中仙子的错觉。方叶。楚梦瑶轻唤方叶的名字，但没有多说其他话。恭喜你了，龙羽歌姬，即使在 A 级职业里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一类。方叶发自内心的恭贺。但是你让我失望了。楚梦瑶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当中竟有泪光闪烁。对不起。方叶轻呼一口气，坦然说道。接下来应该便是俗套的拒绝剧情了吧？方叶这般想到。没错，方叶和楚梦瑶相互之间确实有着一些爱慕之情，他们的绯闻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楚梦瑶的身世，哪怕放在整个江南市，都是最顶级的那一类。方叶要想真的跟楚梦瑶交往，他的能力必须得匹配得上。可惜他终究是让楚梦瑶失望了。你知道我今天穿这一身是为了什么吗？楚梦瑶忽然问道。是为了去见其他的 A 级或者更高级的职业觉醒者吧？方叶脱口而出。这很正常，职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遗传的。高级职业者和高级职业者结合，生出的小孩也是高级职业者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方叶觉得楚梦瑶的家里应该给他安排了不少的高级职业同龄人聚会。你果然什么都不懂。楚梦瑶眼含泪花，拂袖而去。第6章早用早 CD。女人还真难懂。方叶看着楚梦瑶的身影渐渐消失，摇了摇头，也转身离开了。哟，我们的 F 仔被女神抛弃了。方叶刚走2步，不合时宜的声音便响起，竟是死对头刘波。他好巧不巧看到了这一幕，于是走到方叶的面前，直接发动嘲讽技能。方叶瞥了他一眼，就这么上赶着找虐。哟 ，F 仔生气了。刘波挑了挑眉头，仍然一副很欠揍的样子，还想虐我？现在的你还不够我一拳喂的。刘波嗤笑。是。方叶冷冷地看着他。这可是你要试的。刘波冷笑，正愁找不到机会打你呢。他觉醒的是 C 级职业大力士，即使在班上也是中上的层次，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觉醒后的自己到底有多强了。于是乎，刘波一拳轰出，击向方叶的面门。方叶看着那又慢又笨的拳头，心中很是失望。就这，简直破绽百出。他微微偏头，轻松躲过。躲这么快啊？刘波瞳孔微缩，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预感很快便兑现了，只见一个拳头迅速放大，轰向他的面门。砰！刘波的脸部直接扭曲，随后带着他的身体倒飞了2米。噗！刘波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啊！周围看热闹的同学惊呼起来。这真是 F 级
职业者能打出的伤害。正常情况下，相近等级的职业者之间是可以看到对方的属性面板的，就像他们能够看到相近等级的异兽的属性面板一样。但是方叶为了隐藏自己的实力，刻意将自己的信息给锁了起来。这样一来，除非等级超过方叶太多，否则是看不到方叶的等级和属性面板的。这样做的代价会让方叶的精神处于持续的紧绷之中，会影响各类魔法的施法效率。不过方叶现在暂时并不往法师的方向走，不需要动用精神力，所以精神紧绷也就紧绷了。无法得悉方叶的信息，围观的同学们只能猜测他是用了一种拳法类的技能，否则凭他的 F 级天赋是不可能打败拥有 C 级天赋的刘波的。方叶也懒得解释，冷冷扫了一眼周围，把众人吓得纷纷倒退一步。其实他只是想看看有没有老师看到这里的场景而已，毕竟在校园内打架是要挨处分的。然而老师没看到，倒是看到了不远处停下脚步，转过头来的楚梦瑶。此时他的嘴张成 O 型，一副吃惊的样子。他看到了那一拳，很快，力量很足，这绝不是一个觉醒 F 级天赋1-2天的人能打出来的。他确信那不是技能，只是一拳普攻，能把刘波直接打飞，他的力量恐怕已经破15了。方叶深深看了楚梦瑶一眼，随后又收回了眼神。他没有蛇如躺在地上哀嚎的刘波，而是自顾自地离开了。时间宝贵，他得抓紧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去刷怪升级。其实他的摸鱼天赋确实只有 F 级，只不过所有职业者前期的属性面板都很差，所以才显得每天白嫖10个自由属性点很厉害罢了。到了后期，属性面板的数值动辄就是几千上万，每天10点属性点根本就不够看的，而且要想每天把那10点属性点刷满也并不容易，也就方叶这种本来万众瞩目而后突然被打下神坛的人才能轻松做到，典型的前期强势后期拉胯的天赋。所以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方叶必须抓紧时间迅速提升自己的等级，这样将来的差距也不至于被拉得太远。哎，说好的摸鱼摸到无敌呢？还是得努力升级啊，要是给我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就能升级变强的天赋就好了。对了，我还有建议重开呢，建议重开，我到底要不要死一死？回家的路上，方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根据描述，他的第2天赋是可以让他的天赋升级的，但是他实在是不敢尝试啊。万一他真的死了，没活过来，那他可就干了个大尬了。去找下院长吧。方叶想了想，没有回家，而是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他所说的院长指的是天使孤儿院的院长。来到这个世界后，方叶只享受了2年半的美好生活。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他的亲生父母一直带着他四处乱窜，开始了逃亡之旅。玩命逃亡半年后，他的父母深感逃脱不掉敌人的追杀，便把年仅3岁的方叶丢弃在了天使孤儿院的门口。他们自己则把敌人引往了另一个方向，至此生死不知。孤儿院院长在门口捡到他后，一直待他很好，将他拉扯长大。在他高中时，为了上学方便，甚至还在2中附近给他买了一间小房子。因此，院长是方叶在这个世界上最尊敬、最信赖的人。若真要涅槃，他也希望是在院长的守护下涅槃。哎，昨天没有跟他打电话说我的觉醒情况，想必他猜到我没有觉醒好职业了吧？方叶叹了一口气，他可以不在意任何人的失望，但院长，他实在不想看到他伤心的样子。天使孤儿院离这里不算近，所以方叶也是一路小跑起来，想尽快到达那边。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身后不远处的一栋楼上，一位包裹在紫金长袍中的男子一直在注视着他。正是昨天主持职业觉醒仪式的来自官方的神明月。涅槃，还好是在我主持的仪式下觉醒的职业，否则他那自动隐藏起来的第2天赋就被忽略掉了吧？这可是涅槃啊 ，SSS 级算什么？有了涅槃，他一个人便相当于10个 SSS 级。不过他也太怂了吧！建议重开可是越早用越好的，早用早 CD。不如我帮他一把。神明月自言自语道。说完，神明月的掌心发光，一柄光剑突兀地钻了出来。前方，奇怪，怎么周围这么安静？方叶边走边观察周围。按理说，就算没有人，也应该有鸟叫声、虫鸣声才对啊。忽然，方叶汗毛倒竖，身体发凉，仿佛一股致命的危机就要袭来。他迅速转身躲避，然而还没等他看清突袭而来的身影，一柄光剑便抹过了他的脖子。他的视野瞬间一黑，失去了意识。方叶卒。第7章，摸鱼之王。天使孤儿院，一间破旧简陋的房间中，方叶睁开了双眼。这里是院长的房间。方叶从床上坐起来，打量四周，发现这里正是他最敬爱的孤儿院院长的房间。踏踏踏，木棍敲击地面的声音传来。孩子，你醒了。苍老的声音响起，一位瘦削且佝偻的老爷爷一手拄着拐杖，另一手颤颤巍巍地拿着一碗药汤，从外面缓步走到房间里。我没事了，院长，是你救了我。方叶好奇地问道。按照失去意识前的那段记忆，
他似乎被抹喉了，可是他倒下的那个地方明明离天使孤儿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啊！院长是怎么发现他并带回来的？我是门口看到了你，那时你躺在血泊中，浑身上下被鲜血包成了一道诡异的茧子。我正想给医院打电话，结果你身上的血茧突然消失，还重新有了呼吸，于是我便把你抬回了房间。院长来到方叶的床边，将那碗药汤递给了方叶。我躺在孤儿院的门口，还有浑身被血茧包裹，难道……方叶心神一动，连忙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职业摸鱼之王，等级1，经验值01000，体质50，力量54，精神30，物抗26，法抗26，敏捷30，自由属性点10，天赋摸鱼1级，建议重开1级，掠劫之手1级，技能旋风三连斩，暗影袭杀，装备新手长剑，摸鱼1级。通过摸鱼、划水、摆烂、躺平、出丑等消极行为，使别人产生失望、怜悯、嫌弃、厌恶、尴尬、恨铁不成钢等负面心理，将获得失望值。注：对你的摸鱼行为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数量越多，获得的失望值越高。觉醒该天赋起，每个小时为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内最多只能获得100点失望值。此外，3天内最多只能获取500点失望值。每10点失望值可兑换成1点自由属性点，当前失望值为0。2. 开启自动挂机能力，每小时可自动获得500经验值。建议重开1级，本体死亡后进入涅槃状态，涅槃成功，本体将获得重生，并开启新的天赋，而原有的天赋也将变得更强。当前冷却中，不可触发效果，将在7天后重新刷新该天赋。掠劫之手1级。通过攻击、触碰等手段，无声无息夺取对方属性点，并将该属性点转化为自身的自由属性点。同一个目标1天只能进行1次夺取，每天只能夺取10个目标，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2. 获得麒麟臂状态，使用该状态时能拥有更快的手速，并增强自身 20% 的额外力量。果然，他重开了，他的等级重置了，回到了1级，但是他的基础属性没重置，甚至翻了1倍，还附赠了10点自由属性点。职业名称也改了，从 F 级的摸鱼达人变成了1级的摸鱼之王。更重要的是，他原有的2个天赋从 F 级变成了1级，而且还新增加了一个天赋掠劫之手，能通过触碰目标无声无息地获得目标的属性点。这种天赋简直闻所未闻，减弱敌人，增强自身，这可是相当霸道的天赋。还有摸鱼，循环周期变长了，但可获取的属性点也变多了，这样一来，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刷满失望值了。此外，摸鱼多出了一个效果，挂机。几个小时前，他还想着要是有个什么都不做就能直接变强的天赋就好了，没想到现在竟然就实现了。每小时自动获得500经验值，只要2个小时，他就能从1级升到2级，升回5级，只需要20小时。也就是说，哪怕不去刷怪，不去训练，他的等级也不会落后于其他职业者。这简直就是摸鱼佬的福音啊！最后是他变强的根源性天赋，建议重开，也就是涅槃，他还能继续使用，还能继续变强。这是一个无限进化类的天赋，同时也是一个保命的天赋。他现在正处于冷却之中，冷却时间为7天。这7天内，方叶必须得苟一苟了，否则一旦死了，就真的死了。看完属性面板，方叶高兴地回到了现实中。小叶，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傻笑？院长皱眉，这孩子生了一场病，变傻了。没事，院长爷爷，我就是见到你，太开心了。方叶嘻嘻笑道。你小子，对了，昨天不是你们高3年级统一的觉醒仪式吗？你的觉醒情况怎么样？无论好不好，你都我说一说。院长问道。其实不太好，才1级。方叶笑了笑，说道。1级啊？院长心中一叹，难怪这孩子昨天没跟我说呢。他拍了拍方叶的肩膀，安慰道，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俗话说得好，没有废物的职业，只有废物的人，只要找对方向，一样可以发光发热。院长，我明白的。方叶笑嘻嘻的点头，想让院长知道他没颓废，心态很好。然而院长看到他的笑脸，心中却又是一叹，哎，这孩子是在故意装坚强吧？老天真是不公啊！1级如此差劲的等级，小叶的心里一定很难过，一定在流泪吧？失望值+1。方叶，院长自然不会对方叶失望，但失望值的获取方式还有怜悯之类的其他情绪。方叶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透露关于自身天赋的秘密给院长爷爷，毕竟这件事一旦暴露，是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他不想把院长置于危险之地。
究竟是谁杀了我呢？仇家还是知道我天赋秘密的人？方叶其实很倾向于后者，毕竟对方没有强行打断他的涅槃过程，甚至还把他送到了孤儿院的门口。对方显然不是想杀死他，而是想触发他的剑意重开的效果。是敌是友，方叶想不明白，只能继续变强了。这样即使真遇到了强大的敌人，他也能有足够的反制手段。哎，即使有了挂机，也还是得去刷级，快速增强实力啊！要是能有个分身帮我打怪升级就好了。方叶又许下了一个美好心愿。掠劫之手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一天能夺取10点属性点，已经很 bug 了。若是继续升级下去，用在战场上，此消彼长之下，掠劫之手对战局绝对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方叶已经能想象到将来掠劫天下的场景了。第8章邪魔歪刀。在院长房间和院长聊了一会儿天，又在孤儿院里陪几个弟弟妹妹玩了半小时的捉迷藏后，方叶便带上所有钱财，再次往新手秘境去了。老板，这把新手长剑不太适合我了，能不能帮我换换？方叶来到官方杂货铺，跟老板嬉皮笑脸道：“看在你是个小天才的份上，我就得换换吧，仅此一次啊。”老板接过方叶递来的新手长剑，继续说道：“多加1500块，我给你换一把1级的新手长剑。”成交。方叶想了想，答道：“武器新手长剑 LV1， 评分1级，属性攻击力加30，效果无，只比原来的 F 级新手长剑多了20点攻击力。但他是个穷比，整副身家也只能换这把武器了。”再次进入月影森林，方叶直接往深处走，他的实力空前暴涨，哪怕是6、7级的异兽也完全不虚了。唰！方叶对着一只拦路的月影兔来了一剑，负250，月影兔血量清空，直接死去，一剑秒杀。将涅槃后赠送的10点自由属性点都加在力量上后，方叶的力量已经来到了64，物理攻击力192至320，比刚觉醒职业时翻了6倍有余。这等成长速度，就算是 S 级的超级天才也拍马不能及。而一剑秒杀了月影兔后，方叶的掠劫之手也触发了效果，他的自由属性点那一栏由0变成了1。掠劫之手掠劫的属性是随机的，可能是对方的体质，也可能是力量等，但无论是哪个属性，偷过来后都会转化为自身的自由属性点，可由他自己分配。偷来的自由属性点，方叶没有急于分配，他的力量已经暂时够用了，他决定先存着，后面再看看加在哪个属性上。接下来，方叶兔挡杀兔，猪挡杀猪，足足花了30来分钟，终于抵达了月影森林的内圈。这里都是5至10级的异兽。嗖！一道蛇影如同箭矢般激射而来。叮！方叶急忙格挡，用新手长剑将那条阴险之蛇拍在了地上。异兽四眼蝰蛇 LV5， 体质80，生命值800，力量20，物理攻击力60至100，精神25，魔法攻击力75至125，物抗20，物理防御力60至100，法抗20，魔法防御力60至100，敏捷25，速度75至125，技能暗影突袭，梦幻鬼毒。这是一条长达5米、长着4只眼睛的黑色狰狞蝰蛇。嗖！四眼蝰蛇化作阴影再度袭来。暗影突袭，方叶同样身化阴影，挥舞长剑攻去。暗影突袭，谁不会啊？负0，负350。四眼蝰蛇的物理攻击力还不如方叶的物抗高，只用一击，他根本就破不了方叶的防。而方叶一剑斩出，直接打出了350的伤害，四眼蝰蛇的生命值直接减了将近一半。就在这时，四眼蝰蛇的4只眼睛亮起白光，方叶遭受精神攻击，头脑一阵晕眩。嘶哈！紧接着，四眼蝰蛇喷出一道紫色荧光毒雾，直接侵蚀方叶的身体。正是四眼蝰蛇的绝招梦幻鬼毒。在梦幻鬼毒的影响下，方叶的意识瞬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昏暗之中。四眼蝰蛇又吐了吐舌头，正欲继续使用暗影突袭。噗！方叶先发制人，突兀的一剑斩来，将四眼蝰蛇力劈成了2截。负449。方叶的一剑触发了暴击，直接将四眼蝰蛇斩至只剩最后一滴血。方叶晃了晃头，恢复了意识。等级和精神属性的压制下，四眼蝰蛇的梦幻鬼毒对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哪怕意识陷入了短暂的黑暗中，他还是能挥动手中的长剑。在他的盲斩之下，他成功斩中了突袭而来的四眼蝰蛇。这波预判满分。方叶又补了一刀，四眼蝰蛇直接死翘翘了。经验值加50。接下来的时间，方叶一直在刷5、6级的怪，不过2个半小时便重新升回到了5级。职业摸鱼之王，等级5，经验值81000，
体质70，力量77，精神45，物抗32，法抗32，敏捷42，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1级，剑意重开1级，掠劫之手1级，技能旋风3连斩，暗影袭杀，装备新手长剑，属性面板再度暴涨。回去一趟吧。夜已深，方叶又回到了秘境出入口。你这么快就出来了？杂货铺老板一脸奇怪。方叶将一个麻袋丢给了他，这些材料再加上1级的新手长剑，能不能置换一把D级的新手长剑？方叶问道。还换？杂货铺老板挑了挑眉，感情你真把这里当成兑换中心了？我以后打到的材料优先给你，你就方便一下吧。方叶笑嘻嘻地说道。行行行。杂货铺老板清点了下方叶打的材料，发现材料加上1级新手长剑并不够置换一把D级的新手长剑。算了算了，就当结个善缘了。老板将方叶的东西都收了起来，并将一把D级的新手长剑递给了他。D级的新手长剑攻击力加成足有60，算是相当不错了。方叶把玩了一会儿，很是满意。你这样频繁换武器也不好，我这里新来了一把可成长的武器，你要不要？杂货铺老板看着方叶，忽然说道。方叶眼睛一亮，表示很感兴趣。杂货铺老板从柜台下掏出了一把造型奇特、歪歪扭扭的怪刀，就是它，名字叫做邪魔歪刀，是不知名炼器师用邪魔的骨骸和一些奇异金属铸造而成的，只要吸食血气和残魂，它便能一直成长，正常售价需要1万5。看你这么优秀，我卖你个面子，就当提前结识一位未来的大人物了。明天你可以用价值5000的异兽材料加上这把D级新手长剑来换。方叶看着那把黑漆漆且又丑又歪的刀，不知为何竟一阵心驰神往。真的可以吗？方叶不确定地问道。当然可以，我为你保留1天，明天要是不来换，我就卖给其他人了。来，肯定来，明天我一定换。方叶拍了拍胸脯，保证道。那祝你今晚能打到更多的材料。杂货铺老板笑道。老板，请问您贵姓？对方对他这么好，方叶觉得有必要知道对方的姓名。免贵姓万，他们都喜欢称我为万金油万老板，你叫我万老板就行。好的，万老板。方叶提着D级的新手长剑，又返回了月影森林。第9章，暗影狼群。清晨，月影森林中，一道身影正在阴影中左突右突，正是方叶。他的周围是一群缭绕黑岩的狰狞凶兽暗影狼。月影森林的暗影狼的等级普遍在7级和8级，少数到达9级。方叶面对的这群暗影狼足有7匹，1只8级，6只7级，配合起来作战，效果拔群。不一会儿，方叶的生命值变掉了1/5，这还是他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旋风3连斩，刷刷克！方叶快如旋风，用长剑将一只7级暗影狼挑起，一剑刷，2剑刷，那只暗影狼血线只剩1/3，3剑吭！方叶不顾其他暗影狼的围攻和阻挠，将那只暗影狼的榔头狠狠砍下。血量清零，7级暗影狼足！呼呼呼！方叶摆着架势，沉重的呼吸着，另外6匹狼也停下了攻击，跟方叶对峙起来。太难了，方叶心中一叹。在月影森林，单人作战时最不想遇到的就是暗影狼了，因为他们通常一同出没，每一群都至少有7只。方叶遇到的这群已经是最差的配置了。那边那人好像有危险，我们要不要去帮下忙？远处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犯不着，打不过，会有轮回印将他传回出入口的。一道冷淡的男子声音响起。万一他的轮回印已经过时了呢？轮回印没了还待在森林里，那他就是纯粹的找死了，我们更犯不着去救他。方叶循着声音看去，发现了一支小队，共有4人，看他们的装束似乎也是刚觉醒天赋的新手职业者。刚刚说话的是走在最前面的一男一女，方叶没见过他们，应该是江南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但他们身后的2人中的其中一个他认识，2中唯一的 S 级千面修罗天海翼。听说江南市觉醒了 S 级天赋的4位职业者以及周浩，还有那位爆炎圣帝都已经集中了起来，正在参加一个训练营。天海翼旁边的3人难道就是来自其他学校的3个 S 级职业者？那4人离方叶有些距离，方叶看不到他们的面板信息，只能这般猜测道。真不帮？头前的一位少女又问道。要帮自己帮。头前的那位冷漠少年瞥了少女一眼，又蔑视地看了看方叶，随后便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了。少女也不恼，看向另外2位职业者，他们都是男性，一个是天海翼，另一个则是个貌似憨厚的雄壮少年。天海翼认出了方叶，有些讶异他为啥闯入了月影森林的深处。以普遍常理来论，
刚觉醒2天，他满打满算现在应该不过3、4级罢了，怎么冲到了这里？愣头青。天海翼没有说话，倒是那憨厚少年开口了：“你们2个决定吧，李哥要走远了，我跟上他。”憨厚少年笑了笑，显然也不想管这档子事。说完，他跟上了冷漠少年。李哥，先看看吧。留在原地的天海翼淡淡的说道。少女看着2个都这么冷漠，不由抿了抿嘴。喂，那边的小帅哥，你行不行的？少女向方叶招手道。应该行。方叶笑了笑。你这什么问题？男人肯定不能说自己不行啊。哦，见对面的人类不打算加入战局，为首的那头8级暗影狼嗷吼一声，再次发起了进攻。嗷呜！另外5匹狼响应，继续围攻方叶。嗖！方叶身化暗影，向一个方向突围而去。暗影突袭！噗！方叶一剑斩过，将一只7级暗影狼劈翻在地。负390！暗影突袭触发了暴击，但暗影狼的双抗很高，方叶造成的伤害并不可观。方叶突出重围，向一个方向跑去，拉开战线。一匹暗影狼追去，方叶回头就是一脚，啪！又一头暗影狼被踢翻在地。嗷嗷！怪叫的是方叶，因为暗影狼的身躯太硬了，他就像踢到了铁板一样，连忙抱着脚转圈圈。又一只暗影狼追来，方叶只能忍住疼痛，继续逃跑。嗖！方叶跳上了一棵树，一只狼也想跳上来，方叶劈头盖脸就是一剑。负270！他好像很厉害。少女惊呼。方叶虽然隐藏了自己的信息，但他造成的伤害别人还是能看得到的，稍微换算一下就能推算出方叶大致的物理攻击力，比我们任何一人都高。天海翼同样震惊异常，这是那个觉醒了 F 级天赋的方叶？难道我们江南市除了周浩和林燕外还有高手？少女眨了眨眼。他是我们2中的。天海翼淡淡的回道。也是你们2中的？你们2中今年也太牛了吧。你也就罢了，江南市从未有过的 SSS 级和 SS 级都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神秘高手，你们2中想要称霸宇宙吗？少女一脸难以置信的捂嘴说道。天海翼无语的看了看面前的中二少女，随后指了指方叶，你再说下去他就要不行了。不远处，方叶被群狼逼下了树，正在浴血奋战中。该死的，真难缠！方叶愤愤地说道。他如今已经7级，力量达到了的恐怖的81，单杀一只暗影狼是很轻松的，但奈何对方成群结队，方叶想强杀任何一只都必须得承受其他暗影狼的阻挠与攻击。再度击杀2只暗影狼后，场上只剩下了1只8级暗影狼和3只7级暗影狼，而方叶的血线已经下降到了一半。就在这时，一支箭倏地飞了过来，击中了一只狼。正是那位少女出的手，她最终还是决定加入战局。谢谢了。方叶擦了擦嘴角的血，微笑致意。我可不是白帮的哦。少女跑过来，与方叶背靠背站在了一起。那杀光他们，材料分你一半。方叶笑道。好的，成交。少女笑呵呵的回应。另外，我还要你的联系方式，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没问题。嗷呜！领头的暗影狼见他们还有心思聊天，无视他们，顿时一怒。嗷呜！剩下的暗影狼一拥而上，方叶冲上前将他们拦下，少女则搭弓放冷箭，疯狂输出。刷刷刷！少女是一名 S 级的寒冰射手，射出的箭都附带减速和迟缓效果，还有一定概率冰冻敌方。冰雨连珠，少女往天空一瞄，一连串的冰箭飞出，冲向高天，随后如同冰雹般砸落。方叶迅速后撤，而场上的暗影狼反应不及时，全部被砸中，其中的2只瞬间被冰冻了起来，只剩下1只8级暗影狼和1只7级暗影狼还有行动能力。第10章会是主的刀。少女再次弯弓搭箭，冰魄箭，一道比先前要大上不少的冰箭射出，直接命中了那只还有行动能力的7级暗影狼。那只7级暗影狼瞬间就被冻住了。冰魄箭单体攻击100%冰冻。少女冻住了这只暗影狼后，场上就只剩下那只8级暗影狼还有行动能力了，剩下的交给你了。力竭的少女气喘吁吁地对方叶说道。好。方叶笑道。既然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么他一直留作后手没动的自由属性点就不用加在体质上了。他将昨晚通过掠劫之手偷来的10点自由属性点，加上今天偷来的5点，以及连升2级后得到的6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上。此时他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2。暗影突袭！方叶化作黑影向那只8级的暗影狼冲去。嗷呜！暗影狼不甘示弱，同样向方叶冲去。刷！负108。方叶的生命值又下降了一小部分。坑！负623。而8级暗影狼直接没了大半管血。
暗影狼被劈翻在地，遭受了重创，一时间竟无法起身。方叶趁势而上，刷刷2发普攻，直接解决了他。接下来，方叶又如法炮制，将其他被冻住的暗影狼全部杀死。做完这些，方叶终于力竭，险些倒在地上。就在这时，一大股经验入体，方叶直接原地升级，一股自体内白光绽放，他升到了8级。也就在那一瞬间，少女和天海翼看到了方叶的等级8级，觉醒仪式才2天多一点，他竟然达到了8级。少女和天海翼震撼莫名。升级后，方叶的状态刷新，疲劳顿时扫空。方叶对少女微微一笑，道：“真是谢谢你了，还不知你的名字。”“我叫艾希达，你呢？”虽然震惊，但少女还是伸出手与方叶轻轻一握。“我叫方叶，很高兴认识你。”方叶回应。“你这么强，真实天赋一定是 SS 级或者 SSS 级吧？”艾希达问出了自己的疑惑。方叶笑着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就在这时，一直站在原地的天海翼走了过来。“神明月主持的觉醒仪式不可能造假，所以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天海翼强装淡定地问道。虽然表情淡定，但是他眼神中的疑惑与不解还是被方叶看在了眼里。“只能说，我得到一个逆天机缘，再多的就不方便说了。”方叶一脸神秘地解释道。在这个充满着玄奇与梦幻的世界，任何怪诞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得到逆天机缘后一飞冲天的人。所以天海翼和艾希达半信半疑地勉强认同了方叶的说法。“对了，你们知道周浩在哪吗？”方叶问道。他已经快2天没有见到自己的好基友了。“你说的是我们训练营的那个周浩吗？他是历史罕见的 SSS 级，正在被从各地赶来的大佬调教呢，还有灵验也差不多，被安排了各种特训，而我们4个反倒被晾在了一旁，只有1个老师带着我们。”艾希达回答道。方叶点了点头，看来以后想要再见到周浩确实比较困难了。互加了联系方式后，方叶离开了月影森林，他得去上学了。而艾希达等人刚进来没多久，历练才刚刚开始。回到秘境出入口，方叶将一大堆异兽材料交给了杂货铺的老板。“老板，你都不睡觉的吗？怎么什么时候都能看到你？”方叶看着有些秃顶的老板，打趣道。“别想靠转移话题蒙混过关，你这些只值4000金币，还差1000呢。”老板一板一眼地说道。“哎呀，我得去上学，不能继续刷怪了，你就通融呗。放学后我立马过来，再给你刷一波材料，你就先给我那把刀吧。”方叶一脸渴望地问道。防止夜长梦多被别人截胡，方叶想提前将那把邪魔歪刀买下来。“哎，这可真是最后一次了啊，说好的今晚赶紧过来刷怪，把欠的材料钱补上。”老板最终还是松口了。嘿嘿，万老板生意兴隆。很快，方叶拿到了那把刀。这是一把形状十分怪异的刀，刀柄如同一只漆黑的手掌，握住刀柄就像在跟别人握手一般，手感既舒适又怪异。而它的刀身则呈现诡异的扭曲的锯齿形，单看表面似乎能刺能砍能锯，给人一种一刀下去能造成多种伤害的错觉。武器：邪魔歪刀 LV5。评分： D 级，可成长。属性：攻击力加70%，暴击率正 10%， 爆伤正 10%。效果：第一次攻击可附加重伤状态，下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正 30%， 并使目标持续性掉血，每次掉血伤害为上一次攻击的 5%。获悉邪魔歪刀的属性面板，方叶眼睛一亮，这刀牛啊！先抛开基础属性和可成长性不谈，单单是那重伤效果和持续性伤害就值得方叶去买。这刀真的只值15000。方叶不解地看向老板。可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啊，这邪魔歪刀是有魔性的，它会影响持有者的心神，严重时甚至还有一定的可能是主。刚开始它只是一把 F 级的垃圾刀，换了好几任主人，并杀了其中2人后，它才升到了 D 级。后来他被一家拍卖场接手拍卖，但是一直流拍，最近才落到我手上。万金油有些尴尬地说道。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白捡的便宜，不过方叶偏偏不信这个邪。拜托，我可是穿越者，怕这个影响心神？是主，这一听就是主角才能驾驭的顶级神器啊。可如果实在不敢用这把刀，你就还回来，我把材料钱和地级新生长剑还给你。万老板见方叶不说话，又说道。没事，这刀我很喜欢，我要了。方叶张开笑容说道。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还回去不存在的，就算自己不用也完全可以当收藏品。拿了刀和附赠的刀匣后，方叶乘坐出租车赶回了学校。然而进到班级，一件出乎方叶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第11章逼迫。刚进教室，方叶就看到了所有同学的目光都向他盯来，而当中的刘波更是一脸的坏笑。这家伙又欠揍。
当方叶往自己座位方向走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他的位置变得空空荡荡，他的课桌包括椅子没了。方叶皱眉看向周围，问道：“是谁搬走了我的桌椅？”无人回应，不少人都向方叶投去怜悯的目光。失望值加一，失望值加一，失望值加一。见没人回答，方叶直接走到了刘波的跟前。你想干嘛？刘波一缩脑袋，色厉内荏地问道。昨天被一拳打倒的事，仿佛就在刚刚。方叶也不打算对他客气，直接拎着他衣服的领口，问道：“我课桌呢？”班上的同学一阵惊呼：“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方叶吗？怎么变得如此陌生？一言不合就揪人，而且校霸刘波竟然还怕他，难道传闻都是真的？刘波昨天真的被一拳撂倒了？”刘波被方叶揪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他面色涨红，头脑一热下，竟然发狠，一拳打向方叶。昨天或许只是意外，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强。刘波期待着自己也能一拳将对方撂倒，然而方叶轻描淡写的伸出另一只手，将他的拳头给接了下来。看来昨天那一拳还没有给你足够的教训。方叶手肘用力，一下子把他提了起来。我错了。感受到方叶瘦削的身体里隐藏的距离，刘波一下子变慌了。昨天的那一拳滋味可不好受，现在他脸上还贴着药呢，再来一拳，那不是痛上加痛？说我的课桌呢？方叶再次问道。是。刘波正欲说话，一道肥胖的身影气势汹汹地走进了教室。砰！方叶，你住手！把刘同学放下来！教导主任拍了拍讲台，怒声道。方叶扫了他一眼，已是明白，很大可能是教导主任撤走了他的课桌。方叶松手，放开了刘波。教导主任见到对方如此听话，觉得对方的嚣张气焰已然下降，而自己气势正起，于是又大声训斥道：“方叶，你可真是让人心寒！老师平时怎么教导你，怎么对待你的？而你现在在干嘛？”呵呵。方叶自觉不擅长嘴炮，懒得反驳，而他的一系列行为被同学们看在眼里，心中纷纷或失望或怜悯。失望值加一，失望值加一。甚至有不少其他班的同学闻风而来，凑在教室外看热闹。失望值加一，失望值加一。方叶摸鱼天赋的一个循环内的100点失望值很快就满了。我让你退学的决定果然没错。教导主任继续训导。同学们一阵哗然和起哄。曾经的优秀学生果真要被退学了吗？真是让人唏嘘。在场其实有不少人看出了教导主任在故意刁难方叶，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得罪了教导主任，白的也能将你说成黑的。更何况方叶的 F 级天赋以及他自己后续的一系列负面表现确实都是事实。正好你的课桌已经被搬走，你也不需要再待在这里了，这样还能避免你的堕落和坏情绪影响到别人。现在你给我走出这个班级。教导主任指了指门外，厉声道：“滚出去，滚出去！”一些平时看方叶不爽的人纷纷起哄。就在这时，都给我安静！一道声音响起，压住了所有起哄的人。是方叶的班主任老李出现了。教导主任，你这样做是否有失偏颇？老李刚刚一直站在教室外，听着教导主任对方叶的训斥。教导主任的话语很无情，也很伤人。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他看不惯这样的行为，所以他决定站出来。李老师，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教导主任扭头，眼神中颇有威胁意味。我都快把对方逼走了，你这时候来凑什么热闹？嫌平时布置要写的教学材料不够多是吗？方叶没有犯下什么重大错误，甚至文化成绩一直很不错，学校是没有理由开除方叶的吧？老李鼓起勇气说道。其实他的心脏一直在砰砰跳，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勇。为了他曾经无比看好的学生，没有犯大错误。呵呵，他觉醒了 F 级天赋就是最大的错误。教导主任瞪了老李一眼，转身对方叶吼道。听到教导主任的话语，不少学生都一阵心寒。但这就是现实，他们已经18岁，觉醒了职业，不是什么血气方刚的小孩子了。F 级职业就是废物，而且是万中无一的那种，他不会有任何翻盘的机会，这是不争的事实。老李还想辩驳一番，谁知方叶抬手打断了他。老师，不需要你同情我，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处理。方叶冷冷地说道。其实方叶是在故意阻止老李继续说下去，否则得罪了教导主任，他这个老师可就不好当了。然而方叶的冰冷话语却使老李皱起了眉头。你这孩子这么不识抬举。不过既然方叶这么说，他也只能作罢了。方叶气人的表现再次被同学们看在眼里，又是一阵怜悯加失望。好端端的优秀学生，短短2天竟被逼成了这副模样，可见天赋与能力的重要性。无钱无权
没有能力，注定要被社会淘汰。这是一个被异兽不断压缩生存空间的内卷世界，不需要渣子。老壁灯，直到有一天，你会为你的决定后悔的。方叶冷冷盯了一眼教导主任，向教室外走去。你叫我什么？教导主任看着路过他的方叶，怒道：怎么，你想打学生？方叶瞥了他一眼。教导主任横肉乱颤，但最终忍住了。呼，赶走这瘟神就好，不气不气。教导主任安慰自己。然而他越想越气，这家伙竟然敢叫我老壁灯！教导主任不由跟上方叶，想确定他是否离校。谁知方叶直接来到了食堂，点了一碗粉，开始了一边刷抖音一边嗦粉的快乐时光。教导主任皱眉，这小壁灯竟然还不走，还想赖着。教导主任怕方叶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而且周围有不少学生都在围观，他便没有继续逼迫。看什么看，回去上课。赶走了学生们，他来到食堂窗口，吩咐打菜的阿姨们以后不许再给方叶打菜。哼，想在校园里跟我斗，我有的是办法搞你。第12章，我 SSS 级教训个教导主任不过分吧？食堂门口，没有资源，被所有人看不起，我看你能在这里赖到什么时候？教导主任看着不远处一脸悠闲嗦粉的方叶，心中愤愤道。而方叶则旁若无人的继续一边嗦粉一边刷短视频。走是不可能走的，那么好刷失望值的地方，不好好利用怎么行？方叶倒没在意今天发生的不公的事，两世为人的他，这点小屈辱根本影响不了他的心态。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还回来。好困啊，睡个觉吧。吃完饭，方叶在校园里游荡了一会儿，最后在小树林旁随便找了个躺椅，倒头便睡。很快，方叶的事传遍了学校，一部分人得知方叶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赖着不走后，纷纷跑到小树林瞻仰方叶的睡姿。唉，其实他也挺可怜的。一位女同学感叹道：这可是二中曾经的风云人物，如今却变成了这样。俗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要是肯乖乖退学，去找点别的事情做，发挥自己的余热，也比在这里赖着不走要好得多。另一位女同学发表不同的看法。方叶的特立独行终究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快与厌恶。以前是风云人物，现在还是风云人物，只不过是负面的，哈哈哈。一位男同学嘲讽道。他一直都看方叶不爽，如今机会来了，他自然忍不住挖苦一番。先前说方叶可怜的那位女同学，看到不少人都在说方叶坏话后，皱起了眉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同情是否太廉价了。也许方叶确实做错了，如今的下场是他应得的。太过分了！一道声音突兀响起，围观方叶睡觉的学生们朝那道声音的主人望去。那是一位长着极为符合大众审美的靓丽少女，白发、红瞳、瓜子脸、樱桃嘴、秀峰鼻、大熊熊、蚂蚁腰、蜜桃臀、螳螂腿搭配在一起，简直完美到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说的就是这样的人。最重要的是，透过白色长发，还能隐约看见当中的毛茸茸的兽耳。一位标准的白毛红瞳兽耳萝莉。此人正是江南市今年仅有的4个 S 级职业者之一，寒冰射手艾希达。而在少女的身后，还站着一位少年，赫然是另一位 S 级职业者千面修罗天海翼。在月影森林里历练了2个半小时后，他们趁着轮回印效果还在，走出了月影森林。随后，艾希达提出想要来二中见识一下这所学校到底有何神奇之处，竟然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天才。于是天海翼便带他来了。然而结果很明显，他失望了。一位远超 S 级的天才竟然被认为是废物，还被教导主任劝退，甚至动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而天才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之下，居然跑到了小树林旁的躺椅上睡觉。这种事情说出去，谁能信？谁敢信？艾希达无形中散发出的气场十分强劲，很多人一时间都被镇住了。只有那位刚刚嘲讽方叶的男同学鼓起了勇气，问道：请问您是？艾希达还未回应，另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了：咦，是你啊，艾希达，又见面了。方叶不知何时来到了那位男同学的身后，他轻轻拍了拍男同学的肩膀，又朝艾希达打招呼道。与此同时，掠劫之手发动，那位男同学被无声无息夺走了一点精神属性点。哇啊！那男同学被方叶这么突然一拍，顿时被吓了一大跳。方叶摇了摇头，真不惊吓。方叶同学，这里不要你，就去我们一中吧，我跟我们校长说一下就行。艾希达为方叶抱不平道。他身后的天海翼皱了下眉头，但最终还是没有说话。这件事确实是他们二中的领导做得太过了。那不行，这里怎么说也是我待了将近2年半的学校，怎能说走就走？方叶笑呵呵的回应。走是不可能走的啦，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怎么能轻易走呢？你还真死磕到底，彻底赖上了。众人无语，不过他们同时也十分震惊。那少女明显是和天海一个层次的天才，这样的人竟然愿意为方叶做担保。方叶有这么大的魅力，虽然长得确实挺帅的，但终究还是要比观众老爷们差上一些，不至于被这个白毛红瞳萝莉这么看重吧？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方叶，不如你跟我们去训练营吧。你若有真才实学，那里不会埋没你的。天海翼也站出来说道。众人再次震惊，竟然连他们学校的 S 级骄傲也为方叶说话。他可是天海家向来冷酷无情的小少爷啊，即使没有觉醒 S 级天赋，凭他的身世也足以傲视无数人。这样的人竟然也站在方叶这边，这方叶还男女通吃的？谢谢你们的好意，真的不需要。方叶笑着向他们走去，毫不客气地分别搭上了他们的肩膀。我打算在这里扮猪吃老虎呢，你们真不用帮我，我没事的。方叶贴着他们的耳朵轻声说道。听此，艾希达和天海翼只好作罢。值得一提的是，方叶贴着他们耳朵说话的亲密行为，使得两人不自觉的脸红起来。周围的人看在眼里，竟纷纷脑补了起来。看吧，这方叶果然男女通吃，魅惑人有一手的。下午，艾希达和天海翼回到了训练营，忍不住将二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正在特训中的周浩。什么？砰！周浩直接捏爆了手中的哑铃片。那该死的教导主任居然敢这么对待他的好兄弟！周浩怒了，后果很严重。以前在方叶面前，他确实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但当得知了自己的使命后，仅仅2天，他的性格就已经大变样了。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胖子了。教官，周浩冲负责训练他的一位官方人员喊道：“怎么了？”那教官扭头看向他：“我 SSS 级教训个高中的教导主任，不过分吧？”周涛问道。“不过分，不过分，当然不过分。”教官笑道。艾希达和天海一打小报告的事情，其实他听到了，不是什么大事。既然周浩想发泄一下情绪，那便让他去吧。毕竟周浩以后要面对的可是无穷无尽的异兽，他是注定要站在世界之巅，守望人类的终极强者。他想帮一下他的兄弟，摆平那不公之事，过分吗？不过分。第13章，力量破百。二中小树林旁，被围观的同学吵醒后，方叶自然无法再睡了，他只好选择暂离学校。反正快中午了，也该出去找个地方吃饭了。教导主任让食堂不给他东西吃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他不会自讨没趣，硬要在学校里抢饭。5分钟后，他在校门口不远处的一间快餐店坐下，点了个3菜1汤的套餐。随后，他便开始查看今天累积的失望值。经过上午3个小时的努力，他足足获得了300点失望值。他现在的摸鱼1个小时为一个小循环，3天为一个大循环，1小时内最多获得100点失望值，3天内最多获得500点失望值。也就是说，后面差不多2天半的时间，他总共只需要再刷200点失望值就够了，多的也刷不了了。他将所有的失望值都兑换成了自由属性点，而后进行了合理的分配。职业摸鱼之王，等级8，经验值2023 8000，体质70，力量100，精神50，物抗45，法抗45，敏捷50，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1级，建议重开1级，掠劫之手1级，技能旋风3连斩，暗影袭杀，装备邪魔歪刀。分配完毕后，方叶的各个属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他的力量正式突破到了100，而这只不过是他觉醒职业的第3天。这样的成绩恐怕就连 SS 级职业者都做不到，至少 S 级的天海翼和艾希达就被他拉开了不小的差距。方叶撸起袖子和衣服，看着鼓起的肱二头肌和线条分明的腹肌，不禁有些痴迷。越发帅气了，方叶自恋地说道。这是力量的暴涨带来的小幅的身体变化。不过接下来他不想再继续狂点力量了，其他属性他也得兼顾一下。毕竟他的职业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位，随着日后的涅槃天赋的增加，他或许才能真正的知道自己究竟适合往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力量暂时够用，就均衡发展好了，反正每个属性都有各自的作用。提升每个属性的上限，就是提升自己总体的上限，怎么点都不亏。吃完饭后，方叶又回到了学校，他想一鼓作气把剩余的200点失望值刷完。然而他被堵在了校门口，保安收到教导主任的指令，拦住了他。方叶，抱歉了，我也是奉命行事。值班保安有些愧疚地说道。他也算认识方叶，如今却不得不拦下方叶。方叶没有为难他，而是来到围墙边，猛地一跳，直接翻过围墙，进入了校园。
为了让职业觉醒者拥有更多的时间升级，高3学生下午是可以离校的，但得在上完中午的2节课之后。学校取消了午休时间，将午休时间换成了2节室外培训课。现在高3学生大多都聚集在学校训练场上课。再过1周，学校组织的第1次副本试炼就要开始了，老师们正在为同学们讲解副本的内容及各种应对方案与技巧。方叶来到训练场，偷偷溜到队伍中，听起了老师们的讲解。队伍最后方，楚梦瑶总感觉身后有人在看他，不禁回头。方叶，楚梦瑶看到让他既失望又盼望的人。方叶笑呵呵的点头致意。这边是战斗类的副本讲解，生活类和辅助类副本在那边。楚梦瑶先是看了他2眼，随后指了指另一个方队，提醒他道：“我就在这。”方叶回答。楚梦瑶心里瞬间复杂起来，他是故意来这里的，为了我。可是，听说教导主任为难你了，需不需要我帮你一下？楚梦瑶忍不住问道。他的老爸是江南市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名下产业更是与这所学校有不少合作项目。要是他出面为方叶说话，校长肯定会给几分薄面。不用，我自己能解决。方叶回以礼貌性的微笑。虽然情侣貌似是做不成了，但当个朋友也是可以的。楚梦瑶这人品挺好的。方叶这般想到。然而楚梦瑶看在眼里，却误解了他的微笑，以为对方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楚梦瑶抿了抿嘴，扭过头，不再理会。就在这时，一个梳着中分、衣着成熟的少年凑了过来。瑶瑶，这是谁？那少年问道。其实他知道方叶是谁，但他想要佯装不屑，羞辱对方。然而楚梦瑶没有回答他。瑶瑶，少年神色微冷。他同样是大集团的公子哥，家世并不比楚梦瑶差多少。蔡虚前，再说一次，不要叫我昵称。楚梦瑶冷声道。很好，那楚梦瑶，这人是谁？蔡虚前神色彻底冷了起来，看向方叶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早就听说楚梦瑶和方叶一直有暧昧不清的关系，如今他们站在一块聊天，等于承认了这件事。作为自己的梦中女神，蔡虚前绝不允许楚梦瑶被这种废物糟蹋。他人就在这，你自己不会问？楚梦瑶还是一脸冷淡的说道。蔡虚前接连吃瘪，却也不敢冲楚梦瑶发火，只得看向方叶。他眼含怒火的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方叶满是无语的看着蔡虚前，甚至翻了个白眼。你说，你非要跑过来整这出干嘛？你不觉得尴尬，我都觉得尴尬，脚趾头都要抠出3室一厅了。你问我名字，有事？方叶不咸不淡的回问道。让你说你就说，不说就滚蛋。蔡虚前怒声道。既然都尴尬成这样了，蔡虚前只好摊牌了，直接就发起火来。你是来搞笑的吗？方叶嗤笑一声，毫不畏惧。你找死！蔡虚前的眼睛仿佛能冒出火来了。你别在这里发癫。楚梦瑶看蔡虚前的架势，似乎想动手，直接将方叶护在身后。方叶心中一阵感动。我就说吧，校花人品还是不错的。果真是狗男女。蔡虚前心中怒吼，但是没有发作。先不说楚梦瑶背后的楚家他惹不起，单单是他的恐怖 A 级天赋能力就足以让他忌惮。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 C 级。这里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周围的注意。然而还没等同学们起哄，教导主任就闻着味过来了。方叶真是越来越嚣张了，目无尊长，践踏校规，欺负同学，今天必须要将你赶出学校。教导主任带着一干执勤人员气势汹汹地赶来。第14章，方叶是我兄弟，谁敢动他？方叶翻围墙进出学校，欺凌同学，辱骂老师，更屡次违抗校领导的安排，违反多项校纪校规。现在我要将你移交到神谕局教育部，给我拿下！教导主任大手一挥，命令身旁的执勤人员将方叶拿下。小样，我还拿捏不了你！教导主任心中冷笑，好大的帽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叶神色冰冷到了极点。既然都逼到这份上了，方叶也不想装了。他手指微动，就要将装着邪魔歪刀的刀匣从背包中取出来。觉醒职业后，职业者的体内会自动形成一个储物空间，人们将其命名为背包或者仓库，可以用来储存装备或者各种生活用品。背包的初始储存空间一般是10立方米，也就是长宽高皆为2.154米的立体空间。如果想要增大它的容量，则需要使用一些特殊道具来开拓它。方叶的背包自然没有经过扩容，目前只用来放置杀死异兽后得到的各种材料以及武器。就在方叶即将拔刀展现实力，执勤人员撸起袖子即将捉拿方叶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响亮登场。方叶是我兄弟，我看谁敢动他！轰！烟尘四起，牛人竟是周浩他自己。是周浩，南天行省今年唯一的 SSS 级。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无尽光环返校了。听说他和方叶关系不错，他该不会是为了方叶回来的吧？
废话，你没听到他刚刚的话吗？谁动方叶，他跟谁急。训练场无论学生还是老师皆议论纷纷起来。准备捉拿方叶的校方执勤人员看到周浩从烟雾中走出，一时间竟呆住了。2天没见，你好像瘦了不少啊。方叶停下手中动作，打量了周浩一番，打趣道：当然也帅了那么一丢丢。别提了，那帮老家伙表面上笑嘻嘻的，对我好极了，但训起我来时也是真的狠，天天都在魔鬼训练呢，能不瘦吗？周浩走到方叶跟前，幽怨道：谁能想到原来还是个吊儿郎当无人在意的小胖子，现在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天赋选手。周同学，你返校怎么不说一声，我们好列队迎接你啊。教导主任看到来者是周浩，连忙走上前来陪笑脸道。然而周浩根本不搭理他，反而指了指天空，向方叶炫耀道：看，我就是从那里跳下来的，厉害不？方叶抬头发现天空不知何时无声无息地停了一架充气飞艇在那里。厉害厉害。方叶一脸敷衍地笑道：哈哈，你也厉害，艾希达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很不错。周浩没有挑明方叶究竟什么方面厉害，通过艾希达和天海一的叙说，他了解到方叶似乎想在这里扮猪吃老虎，所以他是来帮他的，而不是来拆穿他的。也就在这时，他才终于将脸扭往一旁，看向一脸讪笑的教导主任。你为什么要刁难我兄弟？周浩懒得跟他客套，直接问道。这教导主任愣住了，他没想到周浩竟然真是为了方叶而来，而且一点都没给他这个校领导面子。周浩同学，或许你忘了，我是这里的教导主任，学生做错了事，我惩罚他，很合理吧？教导主任挺起腰杆提醒道。他好歹在江南市也算是号人物，既然周浩不卖他面子，他也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只是现在的周浩早已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胖子了，见识了那么多真正的大人物，一个小小的教导主任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只见他眯起眼厉声道：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我的战友都已经告诉我了。你身为教导主任，不教导学生也就罢了，竟然还逼迫学生退学，你说你这还算哪门子的教导主任？哦。训练场上学生们瞬间哄闹了起来。周浩竟然再叫板教导主任，好刺激。你教导主任神色也冷了起来。他虽然不是什么究极大佬，但好歹也是个基础属性面板全部破千的强者，现在居然被一个估计都没一样基础属性破百的小家伙蹬鼻子上脸，简直是奇耻大辱。周浩同学，不要仗着自己是 SSS 级就胡作非为，乱管闲事，你可还没成长起来呢。教导主任警告道。但说完他就后悔了，一个历史罕见的 SSS 级，一旦成长起来，他可都不够人家一根手指头撵的。而他现在得罪了一个 SSS 级，所以他也是连忙改口道：周浩同学，其实我的意思是，方叶究竟有没有犯错误，我们可以去验证，而不是单单听取一方的巧言，也许有人在利用你呢。教导主任觉得自己说得很明白了。没错，我说的就是方叶，他在利用你们之间的友谊来激发你的同情心，不要上当，快快站到我这边来。可惜是非曲直，周浩自有衡量，我不要你觉得，我觉得方叶没错，而错在你。周浩毫不留情地说道。周浩，你年纪还小，价值观还没树立起来，很多事情跟你说不清楚，不如你告诉我你现在的指导员的联系方式，我让他带你回去再学习学习。教导主任委婉地想将他送走。你还不配知道我老师的联系方式。周浩冷声道。而且我的一位教官就在浮空艇上，我下来时他就说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出了事他担着。周浩犀利的话语让教导主任十分不适，泥人还有3分火气，更何况他这个平常嚣张惯了的人，于是他直接就摊牌了。好好，这样完事吧。那你说你要怎么管这件事？教导主任昂头直接问道。你这个教导主任太过于势利眼，做事也率性而为，丝毫不考虑同学们的感受。为了避免你影响同学们的身心健康，依我看，你这教导主任就别做了吧。周浩撇了撇嘴，认真的说道。教导主任眉头紧锁起来，一股怒意从他心中缓缓涌出，眼看场面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在训练场另一侧暗中观察的校长连忙跑出来打圆场。别，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必为了这些事而闹得双方不愉快呢？不如这样，方叶同学照常上学，而刘主任以后则不得再干涉方叶的任何学业上的事情。周浩同学，觉得如何？校长笑呵呵地说道。第15章通天塔。不愧是校长，3言2语就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了呢。周浩拍手道。听着周浩蕴含嘲讽意味的话语，校长尴尬地笑了笑，接着说道：周浩同学，我带你去我的办公室谈谈如何？不必了，我只是来看方叶的，既然你想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按你说的做吧。
不过我可提醒你们，我会随时和方叶联系的。要是让我知道你们又逼迫他退学，以及刁难他，我还是会再来一趟的。放心，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校长陪笑道，而一旁的教导主任则一脸阴沉。周浩看在眼里，但也懒得理他了。他向方叶挥了挥手，道：“走，我们找个地方吃东西去。”我刚吃过。10分钟后，周浩，该回去了。一位教官突兀出现，站在周浩和方叶的身前说道：“哎，不用这么急吧？我刚出来还不到半小时，和方叶还没聊够呢。”周浩一脸无语。新手期最忌讳放松，时间紧，任务重，我劝你早点回去，不然你那几位老师可就要加大特训力度了。教官指出问题的重要性。啊！周浩一脸哀愁，一想到特训要加重，他立马就怂了。抱歉啊，方叶，我得回去了。周浩看向方叶，回吧回吧，咱们两个大男人也没啥好聊的，岁月漫长，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方叶笑道。行，那说好了，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啊。周浩一脸不舍。安了安了。方叶冲他摆了摆手。走了，拜拜。拜拜。方叶看着周浩走远，唏嘘了起来。周浩的变化其实挺大的，曾经的那个没心没肺的小胖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并没有告诉周浩自己的秘密，只跟他说自己得到了某种机缘，而周浩也十分识趣的没有多问。他们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顶峰相见的。现在高3学生也差不多放学了，他也就没有回去学校，而是再次前往月影森林。今天他要一鼓作气升到10级，只因到了10级，他的实力将会迎来质的飞跃。10级前虽然升级快，但是属性方面的增长并不大，它相当于是一个适应期，进步十分缓慢，就像人类婴儿的0至2岁一样，正处在一个适应世界的过程。而到了10级后，职业者才开始真正的进入战力的爆发期。届时，提升属性的药剂、增强能力的果实、更强的装备以及各种各样的增幅手段就都能使用了。此外，10级以后，职业者还能获得进入通天塔的资格。通天塔是游戏与现实融合的伟大产物，它具体位于何方，方叶不知，他只知道只要达到10级，所有职业者都能感受到它的召唤，只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坐下，凭借意念就能进入到通天塔内。通天塔就像一个超大型的闯关副本，据说目前已探索的层数有81层，每一层里都有异常丰厚的奖励。整个蓝星通天塔共有300座，而夏国坐拥其中的30座，基本上每个行省都有一座。方叶所在的江南市属于夏国南部的南天行省，所有南天行省的职业者只要达到10级及以上，就都能进入属于他们南天行省的通天塔。试试邪魔歪刀。进入月影森林，方叶将那把又丑又酷的黑色怪刀拿了出来。方叶来到森林深处，找了只7级的暗影狼，擦擦就是2刀。-541，-875，没有触发暴击，但仅是普攻伤害就已经破500，很不错了。最关键的是，第2刀必定比第1刀的伤害要高，因为邪魔歪刀的第1刀会给目标挂上重伤 buff， 后续的伤害都会提高3成左右。此外，邪魔歪刀的属性面板是有加暴击率和爆伤的。暴击的触发，除了击打目标弱点外，就是靠己方的暴击率触发了。职业觉醒者的基础暴击率通常在 1% 到 10% 之间，方叶也在这个区间里，甚至达到了比较上游的数值 7%。而邪魔歪刀直接提升了的 10% 的暴击率，使得方叶的暴击率接近了 20%， 每5刀就有1刀触发暴击，这已经算相当牛批了。至于爆伤，指的是暴击造成的伤害百分比。例如，你打人正常是100血，暴击时达到了150，那么你的爆伤就是 150%。所有职业觉醒者的基础爆伤都在 150% 到 200% 之间随机浮动，而邪魔歪刀加成 10% 的爆伤，这也就意味着方叶在持刀战斗情况下造成的暴击伤害变成了 160% 至 210%。看似增幅不大，但是邪魔歪刀是可成长型武器，随着它的升级，爆伤势必也会跟着暴涨。试想一下，若是暴击达到 100%， 爆伤达到 1000%， 那么邪魔歪刀所造成的伤害会有多高？那就相当于别人只打1下，而你打了10下，10倍的原有伤害，随便一发普攻都比别人释放技能还牛。方叶很期待那一刻的到来。至于邪魔歪刀走火入魔的副作用，拜托，我可是穿越者，甚至很有可能是此方世界这个时代的主角，根本没在怕的。话题扯远了，要想将邪魔歪刀升到那种地步，估计要很久以后了。而且能不能升到那种地步还说不定呢，甚至中途就遇到了更好的武器也说不准。几刀解决那只暗影狼后，暗影狼的尸体一红100两道能量注入了邪魔歪刀中，正是暗影狼的气血和灵魂碎片，
他们是邪魔歪刀升级的关键所在。接下来的时间，方叶照例刷怪，他现在已经开始刷8、9级的异兽了。随着他实力的持续飙升，这月影森林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异兽能对他造成威胁了。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月影森林最深处的那些10级 BOSS 和颇为难缠的数量在10只以上的暗影狼群了。经过1个多小时的血雨腥风，方叶终于达到了9级，战力再度小幅上涨。挑个10级 BOSS 试试，方叶自语道。既然有了想法，那就付诸行动。方叶直接提着刀向森林最深处走去。月影森林共有5只10级 BOSS， 而且一直有5只，只要有一只死了，那么很快就会有9级异兽成长为新的10级 BOSS。这似乎是秘境的某种神奇法则，保证着异兽秘境的兴盛不衰。第16章新手 BOSS 暗影狼王。月影森林最深处，这里的环境十分之昏暗，方叶的视线受阻，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当中行走。凭借他现在的属性面板，10级的 BOSS 也是可以战一战的。而且这月影森林的 BOSS 都极为傲娇，从不拉帮结派，更不会指挥小弟跟他一起作战，完全不用担心被车轮战。嗷呜！远处传来格外嘹亮的狼嚎声，这声量难道是狼王？方叶猜测，月影森林若论哪个 BOSS 最难打，那无疑是暗影狼的进阶版暗影狼王。暗影狼王速度快，攻击力高，双抗也极厚，除了生命值低了点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听说击杀狼王必定会掉落技能冲锋陷阵，这技能倒是挺适合现在的我的。方叶想了想，最终决定向传出狼嚎的地方走去。冲锋陷阵，向指定方向发起冲锋，一往无前，对第一个目标造成自身物理攻击力呈300百分号的伤害，后续若是命中其他目标，伤害将逐层削减。一个超级猛的技能，伤害嘎嘎高，就是对于反应能力快和速度较高的目标命中率有点低。走近，方叶终于看到了那道身影，威武的狼头，强壮的身躯，矫健的四肢，这是一只极为酷炫的巨狼，身高足有3米，体长足有5米，身上布满伤痕，看上去骁勇善战。方叶看着四下无人，便大摇大摆地向他走去。嗷呜！暗影狼王看见了方叶，仰天长啸，慵懒的身躯瞬间调整为战斗形态。凤！暗影狼王化作暗影，直接冲来。暗影突袭算是月影森林大部分异兽的标配技能了。方叶跳到树上，躲开了攻击。轰！暗影狼王的致命一击打在了大树上，那棵大树瞬间粉碎。方叶从树上跳下，对着暗影狼王的狼首直接一刀。当！邪魔歪刀如同击打在钢铁上。负525，承受住方叶的一击，暗影狼王猛地一顶，将方叶撞出了10米开外。方叶在地上划出一道长痕，直到用邪魔歪刀插进泥土中，才止住退势。这时，方叶终于有机会看到狼王的属性面板了。异兽 BOSS 暗影狼王 LV10， 体质300，生命值3000，力量60，物理攻击力180至300，精神30，魔法攻击力90至150，物抗30，物理防御力90至150，法抗30，魔法防御力90至150，敏捷50，速度150至250。技能利爪、暗影突袭、冲锋陷阵、嗜血狂怒，相当夸张的面板，尤其是生命值足有3000点。不过这也算是 BOSS 的标配了，血厚。和其他的10级 BOSS 比，暗影狼王的血量其实已经算低的了。不过其他10级 BOSS 的力量和敏捷岛也没暗影狼王那么高，基本都是在30左右。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是寻常的新手觉醒者能单挑得了的。新手觉醒者打 BOSS 通常都是组队打的，像方叶这样单刷的几乎没有。除了血比我厚，其他都不如我。方叶暗道。嗷呜！暗影狼王再次发起进攻，这次他使用了绝招冲锋陷阵。风！暗影狼王化作一道疾风，急速冲来。面对这一击，方叶不敢大意，只能继续躲。轰！方叶再次惊险躲过，暗影狼王又撞倒了几棵树，虽然又被躲开了，但狼王没有停下身形，继续进攻。利爪！狼王利用自己的急速，动用利爪技能，疯狂扑击方叶。方叶速度比狼王还要快，东躲西逃。待暗影狼王露出破绽时，方叶才开始反击。暗影突袭！方叶挥刀猛砍。负790！暗影狼王险些被砍翻在地。方叶趁他吃痛，再度进攻。旋风3连斩！方叶旋转跳跃，一刀两刀，在狼王的伤口继续挥砍。负799！负890！第3刀，方叶双手高举，狠狠一劈。负1997！方叶触发了暴击，打出了前所未有的伤害。暗影狼王生命值直接就要清空。
然而，就在狼王的生命值掉到最后一滴血时，竟然不动了。一股狂暴的力量瞬间席卷全场。BOSS 的标配技能撕血时才会触发的嗜血狂暴。嗜血狂暴，生命垂危时释放潜能，状态恢复至正常，一切负面效果清空，狂暴除外，生命值回至 20%， 战斗力上涨 100%。也就是说，现在的暗影狼王除生命值外的所有属性都翻了1倍。轰！暗影狼王化作暗影一冲而过，总算命中了方叶。负350，方叶直接遭受重创，生命值下降了将近一半。麒麟臂，方叶强撑身体，开始动用最后的手段——掠劫之手的麒麟臂形态。麒麟臂，整条手臂覆盖黑色的麒麟鳞片，获得更快的手速，且增强自身 20% 的额外力量。嗷吼！暗影狼王再次冲来，决一胜负吧！方叶眼睛微眯，暗影狼王现在的速度比他还快，他躲不掉对方的攻击了，只能硬刚对轰。暗影突袭，方叶化作暗影，微微一侧，使得头颅和心脏两个至关重要的部位躲过致命一击。随后，他对着暗影狼王脖子就是狠狠一刀，而暗影狼王则与方叶的老二擦肩而过，一爪拍在了他的大腿上。负777，负285。狼王虽然因为嗜血狂暴恢复了一定的生命值，但也只有600点。方叶一刀命中之下，他的生命值直接就清零了。而方叶再次中了一击，生命值同样只剩下不到100点，可谓惊险至极。还是小瞧 BOSS 级异兽了，下次得做好万分准备才行。方叶苦哈哈地说道。经验值加3000。杀掉暗影狼王后，方叶的经验值直接暴涨，距离升到10级不远了。与此同时，一股血气和残魂注入到了邪魔歪刀中。方叶查看了下信息，发现邪魔歪刀仍然没有升级，看来这把武器要想升级并没有那么容易，还需要大量的血气和残魂力量。方叶磕了几瓶从杂货铺老板那买来的便宜恢复药后，原地休息了好一会儿，等生命值缓慢恢复了将近1/3，他才站起身来分解狼王的尸体。很快，狼王的尸体被分解出了各种材料，其中最有用的是2颗蕴含神秘符号的石头和一块刻有纹路的眉心骨。眉心骨上铭刻的纹路自然是技能冲锋陷阵，方叶将它往脑袋一贴，直接刻印成功，得到了新技能。第17章10级，战力飙升。至于那2颗石头，那是极为罕见的技能升级时，获取方式很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击杀 BOSS， 但哪怕击杀成功，也只有很低的概率会掉落。而他面前的暗影狼王一下掉落了2颗，欧皇竟是我自己！方叶十分高兴，当即就使用了它们。技能升级时，顾名思义，能让技能升级效果变得更强。旋风3连斩和暗影突袭都只是黄阶技能中比较普通的那类，即使使用技能升级时，他们也不会突破黄阶达到玄阶。但方叶是个很舍得的人，旋风3连斩和暗影突袭是他最初的2个技能，他不想那么快就让他们蒙尘，于是他直接就将技能升级时用在了他们身上。升级后，技能效果变化如下：技能旋风3连斩，黄阶，效果连续挥出3道斩击，第1、第2道斩击的攻击力为自身攻击力的 150%， 第3道斩击的攻击力为自身攻击力的 200%。技能暗影突袭，黄阶，效果化作一道暗影，瞬间发动一击袭杀，袭杀攻击力为己方攻击的 250%， 并有 50% 的可能触发暴击。2个技能虽然还处在黄阶，但所能造成的伤害都已大幅提升，算是黄阶技能中较为变态的物理单体攻击技能了。至于冲锋陷阵，3倍于攻击力的伤害其实已经够得上玄阶技能了，但是因为它的命中率较低的问题，它仍然属于黄阶技能。它算是黄阶技能中的天花板存在。3个技能都是简单粗暴的战士类技能。清点完收获后，方叶离开了森林最深处。他的恢复药水已经用完了，只能靠身体自动恢复生命值和状态。为避免遭遇其他 BOSS， 他只好离开这里。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后，方叶再次杀起了8、9级的异兽。终于在半小时后，他的身体涌现大量的白光。他10级了。属性面板除体质外的所有属性直接翻倍，而体质则乘以3倍。这是职业觉醒者升到10级时都会发生的变化。每突破10级，所有体质外的属性都会翻倍，即乘2倍，而体质则乘3倍。属性大变后，连带着方叶的外貌形体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长高了，也更帅了，肌肉也更为匀称了，安全感爆棚。此外，升到10级后，他还得到了整整30点自由属性点。方叶想了想，将它们加在了精神上。他想战士和法师双修，战士机动性强，法师伤害高，两者结合起来，绝对是最完美强大的职业定位。新的属性面板如下：职业
摸鱼之王，等级10，经验值661000，体质270，力量220，精神150，物抗100，法抗100，敏捷120，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1级，建议重开1级，掠劫之手1级，技能旋风3连斩，暗影袭杀，冲锋陷阵，装备邪魔歪刀，所有属性都成功破百，体质和力量甚至突破了200，就连精神也达到了150，这在10级的职业觉醒者中是十分罕见的，就连 SSS 级职业者刚达到10级时都不一定能有这么高。当然，越往后天赋更高级的职业者成长起来只会越来越快，上限也更高，所以方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他需要更快更高更强，简而言之还得努力。与此同时，方叶感受到了来自通天塔的召唤，不过他现在在月影森林中，随时面临危险，自然不能抛弃肉体直接进入通天塔中，他得先回家一趟再说。到达10级后，月影森林便不再适合方叶了，高等级打低等级的地图爆出来的奖励会差很多，这是法则的限制，因此方叶没有留下来继续刷怪，而是返回秘境出入口。伙计，清点材料。方叶将这一趟打出来的不需要的材料一股脑堆给了官方杂货店的伙计。此时的杂货店正是最忙的时候，老板也在忙，所以方叶没有直接找老板清点。但是那伙计看到是老板看中的人来了，却自作主张的把老板找了过来。万老板看了眼方叶今天打出来的材料，心头一跳，这才觉醒第几天啊？你连 BOSS 都干掉了？组队杀的？万金油老板问道。虽然方叶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单刷，但你要说他单独击杀了 BOSS， 万老板是不太信的。难道是抢的？万老板想到了这个可能。对此，方叶选择闭麦。清点完材料，再扣掉方叶之前赖掉的一些账，他还足足得到了5万金币。没办法，8、9级的异兽材料和10级 BOSS 材料都太值钱了。方叶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暴富了。万老板看着方叶笑得合不拢嘴，友善地提醒道：“小兄弟，战斗职业越往后，需要消耗的钱财只会越多，5万金币根本不值一提。”方叶被当头泼了冷水，不再自傲，而是向店里的一些物件看去。要不要买些衣服首饰？我看你除了武器外什么装备都没有，这样子生存能力会差很多的，我建议你买些防具。万老板建议道。方叶点了点头，他也是这么认为的，打狼王的那一战就已经为他敲响警钟了。他没有防具，生存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哪怕到达10级后生命值暴涨，其实也还是不够的。20级的 BOSS、30级的 BOSS 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离谱。他走的又是近战法师路线，体质和双抗都不能太低。只是万老板的杂货店卖的防具基本都是新手防具，他现在10级了，新手防具的那点加成对他可有可无。万老板见方叶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由问为什么。方叶想了想，回问道：“有没有属性更强的防具？”说着，他还晃了晃手里的钱袋子，意思是我有钱了，需要好点的装备。万老板会意，笑道：“我这里有一套 C 级的 LV5 防具，要不要看看？”可以。方叶觉得他这里应该是没有 LV10的防具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 LV5 的防具如何。毕竟评级为 C 的 LV5 防具属性比 LV10，但评级为 E 或 F 的防具也不会差太多的。第18章命运转折，指数爆炸，通天值。装备青云山 LV5，评分 C 级，属性生命值加500，物理防御力加50，魔法防御力加50，效果无。装备青云裤 LV5，评分 C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0，物理防御力加50，魔法防御力加50，效果无。装备青云靴 LV5，评分 C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0，速度加50，效果无。特殊效果青云3件套，暴击正 10%。这防具居然有物理攻击力加成，凑够3件套还能加 10% 的暴击。方叶看着万老板从店铺内拿出的3件装备，眼睛不由一亮。不戳，很适合我。方叶点了点头，决定买下它。原价5万金币，给你打个95折，收你47500块吧。什么？你怎么不去抢？方叶心中怒吼，他刚挣了5万，还没捂热呢，就得还回给你。心中这般想，但表面上方叶还是得笑嘻嘻。老板，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我那把邪魔歪刀才1万多，这3件套怎么可能卖这么贵？方叶眨了眨眼，想看到万老板点头，证明他确实在开玩笑。然而他失望了，万老板并没有点头。邪魔歪刀的真正价值远不止1万多，
它算是我个人赏识你而交给你的武器，但我这终究是代表官方的店铺，我是要为官方赚钱的，总不可能每次都给你那么大的优惠，5万就是这3件套的真实价格。万老板解释道。原来如此。方叶点了点头，这么说来，万老板确实对他已经很好了，他不该每次都得寸进尺。那就47500吧，反正以后还能赚回来。方叶咬了咬牙，决定买下青云3件套。青云3件套加上邪魔歪刀，给予他的属性加成已经达到他自身属性面板的1/4左右，算是十分不错了。交完钱，方叶直接穿上青云3件套，确定合身后返回了家中。他的家很小，就一个小房间加一个厨房，一个阳台和一个卫生间。回到家，他直接闭起了门，将自己反锁在家中。升到10级，最重要的事情自然是通天塔。相比于翻倍的属性和更强的装备，通天塔对职业者的增幅才是最重要的。只因通天塔的奖励多种多样，技能、果实、药剂以及各类道具，应有尽有，他们都将会对职业者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自觉天赋不太好的职业者会把这里当做第二个改变命运的地方。运气好的话，在这里是可以让人生发生转折的。传说中的逆天造化在通天塔完全存在。关闭好门窗，确保自己的身体不会遭遇意外后，方叶的意识沉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他来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浩大恢宏，如同一片蛮荒战场，而他正站在这片战场的一座高山之巅上。山巅上有一座既像擂台又像棋盘的方台，方叶就站在其中。以检测职业者身份，数据正在匹配中。一道没有情感的声音凭空响起。听到电子音一般的声音，方叶愣了下。童子，是你吗？童子，方叶魔怔了。然而这道声音来源于通天塔的意志，属于某种玄妙法则，并不是方叶期盼的穿越者必备金手指系统。数据已匹配成功，职业者方叶幸运值高达100，是历代所有进入通天塔的职业者中唯一一个拥有满分幸运值的职业者。幸运值100，隐藏属性吗？方叶疑惑，连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都能检测出来，通天塔这样牛批的吗？恭喜职业者方叶成功登陆通天塔，正在为你抽取开局大礼包。来了，要来了！方叶瞬间激动了起来。第一次进入通天塔的职业者是可以享受一次通天塔赠送的开局大礼包的。据说大礼包里的东西都是随机抽取的，也不知道他能抽到什么，方叶很是期待。命运能否转折，就看这一波了。第一，抽取完毕，请职业者在以下3种奖励中选取1件作为出入通天塔的奖励。方叶的眼前出现了3道光球，方叶伸出手将前2个点开。初级力量果实成时，每颗初级力量果实可永久增加10点力量，上限为100点。麻痹戒指，特殊装备，物理攻击力加100，魔法攻击力加100，佩戴在身上，发动攻击时有 10% 的几率使对手进入麻痹状态3秒，被麻痹的目标无法移动和反击。前2个光球中，一个是能增强属性的果实，一个是拥有麻痹效果的特殊饰品装备，都很不错。尤其是麻痹戒指，初级力量果实以后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获得，但是麻痹戒指这样的特殊装备，错过这一次以后可就很难再碰到了。不过方叶没有急着选择，还有第3个光球没看。方叶点开第3个光球，顿时一道光柱冲天起，指数爆炸，通天指，技能指数爆炸，通天指，神阶，唯一性，效果牺牲所有力量和精神属性，将其降至底数2，并以指数1为始，每10秒指数增加1。蓄力完毕后，技能将通过通天指的方式发出，该技能伤害无视防御，为100%双防穿透力的真伤。该技能1天只能使用1次，可被打断。底数与等级相关，10至19级底数为2， 20至29级底数为3，以此类推。看完第3个光球里的东西，方叶久久不能语，因为实在是太震撼了。指数爆炸，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指数爆炸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作为一个穿越者，作为一个曾经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的3好生，他知道指数爆炸有多恐怖。举个例子，将一张无限大的厚度只有 0.1 毫米的纸对折，只需对折24次，这张纸的厚度就可达到1000米，而对折到42次后，这张纸的厚度直接就能突破天际。2、4、8、16、32、641亿2825万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方叶换算了一下，只要蓄力2分半多一点，通天指的伤害就可以突破10万。第19章通天塔第1层，高达10万的真伤，整个江南市估计都没几个人能做到吧。而且这还不是他的上限，
理论上只要一直蓄力下去，没有人打断他，连蓝星都能被他日洞穿。甚至随着等级的提升，底数变大，蓄力到高伤害的时间也将会变得更短。方叶眼睛发热，毫不犹豫，直接就选择了第3个光球。这可是超越天阶的神阶技能，也就是神技，而且是唯一性神技。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掌握这个技能，而这个人是他。这难道是满分幸运值带来的奖励？方叶想起通天塔的意志对他的介绍，幸运值100，满分。方叶将那光球直接印在了脑门上，只见一股庞大的能量涌入方叶的脑海，让他头晕目眩。过了不知多久，方叶才缓过神来。方叶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发现技能栏中果然多出了神技，指数爆炸，通天指。方叶高兴的手舞足蹈，跳了好一阵，方叶才开始眺望四野。通天塔有很多层，每一层都相当于一个小世界。第一层是一片莽荒山地，茫茫山地中隐约可见人影和异兽。刚刚装在通天指的光球发出了一道通天光柱，似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们都纷纷看向了方叶所在的山上，甚至不少人还往这里赶来。方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想惹人觊觎，于是趁还没有人赶到这里，他一溜烟跑下山了。他通过一些夹缝和山沟，成功逃出了包围圈，混进了人群中。这是一片小城池，似乎是一个供职业者联络的聚集地。你们看到了吗？刚刚那边有光柱冲天，可能是有什么异宝出事了。我们要不要也过去看看？虽然现在去有点晚了，但凑个热闹还是没问题的。走走走，那就走。城池中一堆人议论纷纷，有些人说着说着就往城外走了。很多人都被那道通天光柱给吸引了，纷纷离开。方叶混在城中，听着各种各样的消息。半小时后，方叶离开了中心小城。通天塔其实就是另类的秘境，或者说副本，这里一样是有异兽的，而且在通天塔死亡同样会被传送回安全点。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轮回印的3小时 CD， 即使在这里待上一整天，死亡后同样能回到安全点。不过在这里击杀异兽所得到的经验值只有外面秘境的1/5，低到可怜。所以说通天塔是个历练的好地方，但不是个升级的好地方。然而方叶并不在意，他有挂机，即使天天待在这里，升级起来也并不比其他人慢。果实、药剂还有法师技能，这些都是我目前最需要的。方叶心道。果实指的是属性果实，是用来堆叠自身属性的，像初级力量果实、初级体质果实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拥有特殊能力的果实，比如让人掌握化身为橡胶人的能力的橡胶果实，让人拥有不死之身的4分5裂果实等等。这类果实等同于让人多出一种天赋，十分之玄妙。而药剂则就更复杂了，它同样有永久增加基础属性的药剂，此外还有临时增幅战斗力的药剂、抗毒、抗寒等抗性药剂，治愈损伤恢复生命值的治疗药剂，就连像果实那样的让人掌握各种诡异能力的药剂也同样存在。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能力方叶不需要，他想要的只是那些永久提升属性的果实和药剂罢了。在绝对力量面前，任何的花里胡哨都是没有用的。方叶坚信这一点。每种属性果实和药剂都有服用上限，永久增加一定属性后再继续服用就没有效果了。不过果实和药剂都有多种级别，初级的到达上限了，可以去服用中级的，中级的也到达上限，还可以服用高级的。总之单种果实和药剂有上限，但氪老永远没有上限。方叶打算将初级的果实和药剂先拉满再说。这2种东西在通天塔都能得到。通天塔拥有积分系统，击杀通天塔里的怪物就能得到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果实、药剂、技能、装备以及各种其他道具。通天塔可以说是平民的福音了，只要你够强够努力，通天塔就能帮你圆梦。通天塔第1层除了一些用于交易和联系的城池外，其他地方都属于野外，都有怪刷，甚至在固定地点还有副本，副本的奖励比较丰厚，但也更加困难。方叶刚入10级，即使属性面板比正常的10级要高一大截，但他也还不想直接去副本历练，他想先在野外刷一波。蛮荒大山中异兽多种多样，都是方叶没有见过的类型。得到了技能冲锋陷阵后，方叶都没有怎么运用，他打算练练这个技能，增加他的熟练度。冲锋陷阵是个威力相当强的战士技能，而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触发群攻效果的。只要纵向方位的目标足够多，方叶就能一直冲下去，直到攻击力被削减为0。所以方叶是特意找了一波异兽群，他最终找到了一群铁皮猪。这种异兽喜欢群居，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喜欢挨在一起晒太阳，据说是阳光和热量能缓慢增强他们的护甲，要是有把长枪武器就好了。方叶看着一群像穿着铁甲一样的铁皮猪，自言自语道，像冲锋陷阵这样的技能适合长枪长戟类的武器，他的刀太短了。
不管了，先冲一波试试水。我冲！冲锋陷阵！方叶如同一道流星，提着刀长驱直入。负2577，负2333，负2023，负1777，一连串的数字浮现，一群猪当场被穿透，效果拔群。嘘嘘嘘，周围没被攻击到的铁皮猪纷纷叫喊，撑起护甲，进入战斗形态，使自己变得更硬。方叶一击得手就冲出了猪群，免得被围殴。通天塔的异兽似乎并不是真的异兽，所以他们死亡后会立即消失，并不会掉落材料。击杀他们只能得到积分，但方叶还有其他收获。他意外发现这些异兽竟然有灵魂碎片，他们死亡后灵魂碎片直接被邪魔歪刀吸收了。难道这些异兽和我们一样，都是意识体进入到了通天塔中？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代表着在某个地方有无数的异兽身躯正一动不动，永久失去了灵魂？细思极恐。第20章，第一人夜神。通天塔的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秘密，方叶无从得知。反正强大自己就完事了。刚刚的冲锋陷阵共串死了5只铁皮猪，一只铁皮猪分奖励1积分，方叶共得到了5点积分。接下来的时间，方叶继续使用冲锋陷阵刷怪。通过刷野怪得到的积分是有上限的，以方叶目前的等级，一天只能刷100分。杀够100只猪后，方叶离开了这片野猪丛林，回到了自己最初登陆的那座山，那里是他的安全点，积分兑换也将在这里进行。回到这座山，方叶才发现他其实是有编号的，他的编号是001，也就是整个通天塔第1层的最中心。从这里登陆通天塔的自然不止方叶一人，但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职业老人基本都已前往了更高层，而这一届的新觉醒者除了方叶外，还没有其他人到达10级。因此除了那些闲着没事从更高层下到第1层打酱油的老油条们，直接在通天塔第1层登陆的目前只有方叶一人。这也是他刚刚登陆时这座山上没有其他人的原因。而此时这座山正有不少人站着，或在交头接耳，或在寻找机缘。他们都是被通天光柱吸引来的，只是他们是注定得不到这份逆天机缘了。哎，新一届的职业者应该觉醒有2-3天了吧？你们说咱们南天行省最先达到10级的会是谁？一个男子询问众人。别咱们南天行省了，就算把整个夏国的通天塔都算上，我也敢打赌，第一个突破到10级的一定是那位 SSS 级的洪荒之主。一个瘦高个喊道，身边不少人都跟着附和。就是，只要不偷懒， SSS 级职业者的修炼速度是最快的。方叶在一旁莞尔一笑，按理说是这样的，但奈何还有他这个挂壁啊。我猜再过1-2天那位洪荒之主就上来了吧。不懂，反正到时候会全平台公布的，我们注意观看通天塔系统的消息就好了。第一个进通天塔的职业者会被公布。方叶眼睛一跳，他怎么没有收到这类提示？难道第一人已经出现了？但是不是他？那也不对啊，如果真正的第一人已经出现了，那为什么这帮人都没有一个知道的？方叶想不出答案，只好来到了山巅的高台上。高台上其实是有防偷窥结界的，方叶在这里面做什么，外面是看不到的。即使高台上存在2个人，这2个人相互之间也同样偷窥不了对方的信息。之前的通天光柱只是个意外，谁让他直接捅穿了结界？高台内有类似光脑的信息系统，方叶念头一动，便会有一块光幕凭空出现。方叶没有犹豫，直接点进了光幕中的兑换系统。初级力量果实乘1 50积分，初级体质药剂乘1 50积分，火球术技能书100积分，飞雷闪技能书5万积分，橡胶果实乘1 5万积分，电气鼠的蛋乘1 5万积分，战斗暴龙神套装999999积分。东西很多，琳琅满目，看得方叶心神荡漾，每一件都很想买。可惜的是他只有100积分。最终他选择了他目前最需要的基础法师技能火球术。技能火球术黄阶，效果凝聚一道火球并释放，击中目标将造成320己方魔法攻击力的伤害，一定概率附带灼伤效果。灼伤使目标持续性掉血，直至效果消失，每次掉血量为己方魔法攻击力的10%至15%。冷却时间5秒。虽然伤害加成高达320%，但是火球术仍然是黄阶技能。法师技能的爆发伤害通常较高，而且大多都适合群攻，不过缺点也很明显，释放法术需要时间，而且释放完毕后技能还会进入冷却期，冷却期内是不能再次动用该技能的。而战士、骑士一类的职业，他们的技能大多都简单粗暴，适合善打独斗，不太存在技能冷却的问题，有些技能甚至还可以连贯在一起形成连招。因此
同等级的魔法技能所能造成的伤害通常比物理技能的要高，但不如物理技能灵活。而方叶作为近战法师，根本不存在两者的问题，战士技能输出不够就换法师技能，法师技能处于冷却就用战士技能来回切换。这就是散人类职业定位的魅力，什么都能学，什么都能做。将来属性够全面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尝试其他职业定位，如射手、牧师、刺客、骑士、召唤师。兑换火球术后，方叶直接学习。火球术是最基础的魔法技能之一，通天塔是将其作为福利来设置价格的，所以需要的积分才这么少。学完技能后，方叶决定退出通天塔。今天的积分刷完了，而副本以及野外的一些 BOSS 他还不想刷，没事干了，只能退出这里。他才10级，副本里的异兽和野外的 BOSS 都是20级，他暂时没有把握一次通关。回到现实，方叶的肉身睁开了双眼，他吐出一口浊气，打开了门窗。此时已是凌晨3、4点，方叶打了下哈欠，直接躺倒。反正这2天刷不了失望值，干脆先不去上学了，好好睡个觉再说。自从觉醒天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美美的觉了。说好的躺着也能无敌呢？方叶叹了口气，最终闭上了双眼。通天塔内，此时正在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就在刚刚，一则系统公告传遍整个夏国的10座通天塔。恭喜夜神，为保护职业者隐私，系统自动命名，成为2077年第一位登陆通天塔的10级职业者。恭喜夜神，为保护职业者隐私，系统自动命名，成为2077年第一位登陆通天塔的10级职业者。恭喜夜神，为保护职业者隐私，系统自动命名，成为2077年第一位登陆通天塔的10级职业者。第21章永夜权杖。一觉睡到自然醒，方叶打开窗户，发现已是中午。洗漱了一下，出门买了些水果后，方叶便去了天使孤儿院探望院长爷爷。跟院长爷爷说了自己的大致情况后，院长爷爷很是欣慰。院长爷爷，等我有了钱，一定给咱们孤儿院修缮一番。好好好，我相信我能等到这一天的。院长爷爷捋了捋胡子，笑道：你这是哪的话，肯定能等到的。方叶瞪眼。探望完老人和小孩子们，方叶再次前往异兽秘境了。不过这次他去的是另一个秘境——哥布林山岭。那里的异兽都是11级至20级的，适合现在的他。哥布林山岭是一片绵延不绝的山岭，范围比月影森林大很多。它就位于月影森林的旁边。路过月影森林的官方杂货铺时，方叶跟万老板打了声招呼，又顺了几瓶疗伤药后，就往哥布林山岭出发了。哥布林山岭的入口有很多个，方叶进的是最靠近月影森林的那一个。哥布林是一种类人形的异兽，它们一般长着的尖尖的耳朵和鼻子，还瞪着一颗死鱼眼。它们狡猾阴险，善使工具，通常以獠牙大棒作为武器。方叶在山岭中走了将近5分钟，才终于看到一只绿色哥布林。异兽绿色哥布林 LV11， 体质150，生命值1500，力量55，物理攻击力36至60，精神30，魔法攻击力9至15，物抗40，物理防御力30至50，法抗40，魔法防御力30至50，敏捷50，速度36至60，技能捶胸顿足，当头一棒。看完绿色哥布林的面板信息，方叶决定试试刚学的火球术。经过将近1天的挂机和在通天塔刷怪，他的等级已经升到了11级。他将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精神上，此时他的精神已经来到了160点。没有魔法球、魔法书或法杖等法师武器，方叶只能直接用手施展魔法技能。他在心中吟唱法咒，沟通天地中的火元素。2秒后，一颗火球从他的手中凝聚并冉冉升起。火球术，去！方叶趁那绿色哥布林还没有发现他，将那火球用精神力投掷了出去。轰！火花绽放，一朵火云升腾而起。-2024，绿色哥布林躲闪不及，生命值瞬间清零，1招秒，甚至还溢出不少。方叶眼睛一亮，对火球术的威力很是满意。一般的11级职业者自然是做不到1招秒同级异兽的，这也间接说明了方叶如今的属性面板到底有多超模。但是这还不够，10级到30级是拉开距离的关键时期，天赋评级高的人想超回他是很简单的，他必须变得更强，堵住他们的道，让他们超无可超。洛风开始了他的刷怪之旅。哥布林山岭的异兽密集度比月影森林要高很多，而且哥布林是群居异兽，单独活动的并不多，但这对方叶来说都不是问题。只要找到一个绿色哥布林群，方叶就偷偷前进，然后丢一发火球术。轰！火花如艺术般绽放。一发火球术，一群绿色哥布林中能活下来的不多，剩余的再拿邪魔歪刀补2下就行了。
一直刷到傍晚，方叶的等级竟然来到了13级，相当惊人的升级速度。经过升级带来的属性点提升以及自由属性点分配，此时他的精神属性点已经来到了180，力量虽然没有分配自由属性点，但也来到了235，体质则达到了290。10级后升级给体质带来的自然提升要比其他属性多得多，怪不得有强者大战3天3夜的说法，原来等级越高越难杀是真的。杀了一下午，方叶想休息一下，便回到了入口。哥布林山岭这边同样有官方杂货店可进行交易，不过这次交易方叶戴上了面具，毕竟他实在是太年轻了，加上他本身就帅，皮肤贼好，看上去仿佛能掐出水，所以方叶为了不让太多人关注到他，引来杀身之祸，他决定在哥布林山岭这边不以真面目示人。绿色哥布林身上值钱的材料只有狼牙棒和兽精，以及他们佩戴的一些或金属或宝石的首饰。哥布林擅长使用工具，自然也擅长制造工具，他们身上佩戴的首饰大多都是可用于锻造的晶石材料，而兽精则是异兽一身的精华所在，很多药剂和丹药都以它作为主材料。除了这些基础的，方叶还得到了捶胸顿足和当头一棒的技能骨片，它们都是绿色哥布林的天赋技能，一个提供振奋效果，一个是攻击性技能，方叶都不太需要。捶胸顿足虽然能小幅提升战斗力，但有很明显的副作用，而当头一棒是战士类的强攻技能，他已经有旋风三连斩和暗影突袭以及冲锋陷阵了，不太需要类似的技能了。他现在还处在成长初期，太多杂七杂八的技能反而会影响他的战斗意识，除非是很珍贵或者对他很有用的技能，否则他是不会吸收的。所以今天的收获他全都卖给了杂货店，这些东西的总价值是144514金币。交易完毕，方叶收起钱返回了家中。夜深，方叶再次进入通天塔，刚一进来，他便被一道光球挡住了视线。这是什么？方叶好奇，忍不住点开一看，光球内是一把静静悬浮在空中的如同黑暗裂缝一样的黑色法杖。武器：永夜权杖 LV10， 评分 S 级，通天塔定制的夜神专属武器，达成星成就可继续成长。属性：魔法攻击力加500，魔法穿透率正 10%， 暗元素伤害正 10%。效果：1. 自带领域夜幕降临。夜幕降临，撑开一个方圆30米的夜幕领域，在领域内战斗时，目标的视野和判断力将受到影响，压缩领域攻击目标，甚至能使目标致盲。2. 加快魔法技能的吟唱速度，缩短1/3施法时间，并使魔法技能获得追踪效果，提升技能命中率。3. 自带技能无敌状态，施法吟唱时进入无敌状态，不可被打断施法，直至施法结束，只能在施法时使用，且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第22章，恐怖的火球术邪魔歪刀升级。这是给我的？方叶向两边张望，发现就他一个人。关键是这里本就是在登陆的高台上，每个人都处在独立的空间中，也不可能出现其他人。方叶只迟疑了一下，便伸手抓住了那柄法杖，感受到当中的力量与某种奇妙的羁绊。方叶相信这确实就是他的夜神的专属法杖。夜神是我吗？方叶再次查看永夜权杖的信息，愣了愣。走出高台，方叶将永夜权杖收了起来。他决定先找一个人多的城池查探查探。你们说，这第一人到底是谁？夜神有这个职业吗？还是化名？好像是系统自己命名的。那会儿全服公告时，我就在这里。神秘高手啊，这是。你们说他会不会不是 SSS 级职业者，而是 SS 级职业者？完全有可能啊。我们怎么没想到 SS 级职业者同样是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10级的。城池内许多人在议论纷纷。方叶走在街上，听着他们的话，终于是把事情了解清楚了。也就是说，他离开通天塔后，通天塔的意志公告了第一个突破至10级的职业者，也就是他。但是通天塔的意志为了保护他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给他取了化名夜神。据说异兽中的高智商种族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的地盘中，更有甚者还伪装成了人类，也许就隐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这貌似安全的社会，其实处处暗藏着危机。像我这样身边没有强者守护的人，确实不能暴露身份，只能猥琐发育。方叶摸了摸下巴处不存在的胡子，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记得每个出入通天塔的职业者是有一次易容机会的，我的易容机会还没用，也许意下容会好一点。方叶想了想，最终付出了行动。要是有认识他的老师或者其他熟人看到他这么早就出现在通天塔里，再联想到他名字里的那个夜字，他们肯定会觉得夜神就是他的。为了万无一失，他一个容确实会好一些。在高台内的操作光幕上，方叶将古早时期的胡歌、白骨、焦叔、炎族等著名帅哥的脸放在了脸部合成器中，最终合出了一张无比帅气的脸。
方叶将这张脸安在了自己的头上。跟我原来的颜值有的一比。方叶通过光幕的照相功能看了看自己的新脸庞，满意的点了点头。又一张仅次于观众老爷们的脸出现了。哎，一生得此二脸，夫复何求？方叶忍不住自恋了一波。随后他又开始了新的刷怪征程，先刷一波怪，将每日必挣的100积分打出来，随后尝试进副本刷副本的特殊奖励。方叶打开地图看了看，最后选定了一座名为骷髅岛的岛屿。骷髅岛上的怪物都是亡灵生物，基本上都惧怕火与光元素的魔法攻击。通天塔每一层都很大，但是有传送功能。方叶选定地点后就传送去了骷髅岛，先吸引一波怪物。骷髅岛边缘地带全都是些小僵尸和小骷髅。方叶在边缘地带四处游荡，倒也不杀他们，而是在不停地吸引仇恨。等吸引到近100具小骷髅和小僵尸，方叶才拿出法杖高举过天。火球术在永夜权杖的加持下，一颗巨大的火球成型。这是高达4500魔法攻击力的一击。轰！巨大的火球如天灾般降落，在骷髅僵尸群中猛然炸裂。-4399，-3996，-4283，一连串的伤害数值凭空出现，它们来自每一只小僵尸和小骷髅。近100只亡灵生物，有一半都被直接秒了，而剩下的方叶也没打算放过。他切换武器，持着邪魔歪刀朝火焰战场中杀去。旋风3连斩，刷刷刷，一刀一个小朋友。方叶在当中疯狂补刀，击杀残血的骷髅僵尸们。与此同时，被火球术和邪魔歪刀杀死的亡灵生物吸出的一块块灵魂碎片全都聚集在一起，汇入了邪魔歪刀中。战场的惨烈与暴乱使得岛屿四周有更多的亡灵生物汇聚而来。等又一波亡灵生物聚齐到100只，方叶再次释放了威力惊人的火球术，顺便还来了一次冲锋陷阵。很快100积分打满了，剩下的怪物就当是给邪魔歪刀刷灵魂碎片了。而在杀完了第二波亡灵生物后，邪魔歪刀也终于如愿以偿的升级了。武器：邪魔歪刀 LV10， 评分 C 级，可成长。属性：攻击力加200，暴击率正 15%， 暴伤正 20%。 效果：第一次攻击可附加重伤状态，下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正 35%， 并使目标持续性掉血，每次掉血伤害为上一次攻击的 5%。 虽然和 S 级的永夜权杖没法比，但也相当不错了。用了这么多天，你可算是升级了。方叶露出欣慰的笑容。再不升级，方叶都想把他淘汰了。毕竟他的等级提升太快了， LV5 的 D 级邪魔歪刀对他来说加成太少了。现在升级了一下，总算是勉强跟上他的步伐了。去副本。方叶回到骷髅岛的传送阵，定位了其中一个副本后，直接传送到了那里。这是一个名为尼德霍格的巢穴的副本。尼德霍格是西方神话中盘踞在世界树底部的绝望黑龙，他是黑暗与亡灵的皇帝，更是龙中之王，诸神黄昏的幸存者。在游戏与现实融合以后，许多神话中的生物都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上，成为了 BOSS 级怪物。尼德霍格就是其中之一。眼前这个副本需要挑战的最终 BOSS 便是 LV20 的尼德霍格。作为副本，入口处是有一扇大门的，这扇门只有吸收到一定的伤害才会打开。这算是一个战力衡量标准，战力不够是不配进入里面挑战副本的，不然进去也是送菜。此时副本入口处正站着几个人，其中2个是值守在这里的守卫，他们是官方派来维持秩序的。毕竟副本的奖励很丰盛，冲突、抢劫之类的事情在这里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除了2个守卫，入口处还有几个战斗职业者。哟，来了个帅哥！一位性感美妇眼睛一亮，一副要吃人的表情。小兄弟，组队刷副本吗？美妇旁边的一位壮汉笑呵呵地问道。第23章通天塔 BOSS 尼德霍格。不用，谢谢。方叶冷淡回应，拒绝组队邀请。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完全够了，组队不但要出最多的力，还要平摊奖励，他可不愿意。眼前这些人要么战力不够开启副本，要么就是可以开启但是却通不了关，所以才堵在这里，想拉多点人一起刷。不用，小兄弟，一个人来这，你是要单刷啊？另一位留着山羊胡的男子问道。方叶走到他们面前，想要穿过去，谁知他们居然不愿意让路，挡住了他的道。让！方叶皱眉。喂，小子，组个队吧，我们正好4缺1。那山羊胡男子不愿放弃，再次问道。有勇气单刷的人，要么是二愣子，要么就是真高手，就算不一定能刷过，战力肯定不俗，他们可不会放弃这样的抱大腿机会。就是啊，一起刷，效率高点，大不了奖励多分你一些就是了。那个美妇抛了下媚眼，对方叶说道。我说不组就不组，没必要拦我吧？方叶神情不悦起来。
前方的2名守卫看情况不对，往这边看来。那几人看到守卫的眼神，不由怂了，慢吞吞地让开了路。让他过去吧，我就不信他一个人能单刷副本。第4个人终于说话了，他是一位光头胖子。呵，可能连门都打不开呢。那位壮汉也阴阳怪气道。方叶瞥了那壮汉一眼，虎狼般的眼神竟让壮汉没来由的一缩。这其实是方叶精神属性点比对方高的缘故，在气势上就足以吓到对方。方叶收回眼神，来到大门前，抬起拳头，一拳轰出，一个标准的直拳。轰！巨大的力量直接让大门颤了3颤。过了2秒，大门自动打开了。他真的打开了副本的大门。美妇张开小嘴，一脸吃惊的表情。难道他是一位精通爆破攻击的拳师，亦或者是20级以上的大佬？可级别过了20级再来刷第1层的副本，奖励可是会大打折扣的呀。另外3人同样讶异，但是没有说话。他们因为某种原因错过了升级的黄金时间，现在30来岁了，还在10几级。他们打不开大门，只能再寻找一个强力队友。可惜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大多职业者都已经20级以上了，很少人来刷第1层的副本了。而新一届的职业者普遍都还没有成长到10级，他们同样是暂时指望不上了。等等，10级？这几人反应了过来，刚刚那人难道是夜神？此时方叶已经进入了副本中，大门再次关上了。眼前是一片昏暗的空间，除了一条很长的走道，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方叶只能沿着走道行走。呜！走到深处传来风的呜呜声，仔细听还有丝丝的吐气声。方叶手持邪魔歪刀，严阵以待。死！一条黑影快速窜出，如箭矢般冲向方叶。方叶快速一斩，将黑影斩成2半。他定睛一看，发现是一条黑影一样的蛇。这是一条黑暗属性的幽灵生物。按理说，方叶的物理攻击对他是无效的，但邪魔歪刀并不是普通的物理类兵器，它本身拥有着吞噬灵魂和气血的能力。而幽灵生物本质上就是灵魂能量的聚合体，邪魔歪刀对它同样有克制作用。暗影蛇被邪魔歪刀斩落后死亡，直接化作一团灵魂能量被邪魔歪刀吸收。嘶嘶嘶！一条条暗影蛇从走道深处窜出，企图强袭方叶。方叶早有准备，在斩落第1条暗影蛇时，他就已经取出了永夜权杖。暗影蛇发起群攻时，他的火球术已经吟唱完毕。轰！剧烈的火光蔓延，如岩浆洪流般冲刷着走道。待火光消失，走道上已没有了任何幽灵生物存在的痕迹，仿佛他们没出现过一样。炮灰小怪一招解决后，就只剩下 BOSS 了吧？方叶心中这般想到。然而，当他走到深处，又一群暗影蝙蝠飞了出来。方叶又是一个火球术，秒了他们。这回没了吧？方叶开始打量周围，他已经从走道出来了，来到了一片洞中世界。在头顶上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根根茎，那根茎十分粗大，四处蔓延，包围了整个空地。而空地的最里面一片漆黑，看不清当中的情况。尼德霍格或许就在那里。方叶看了眼手上的永夜权杖，心神一动，释放了法杖自带的领域夜幕降临。周围变得更黑了，但方叶作为永夜权杖的主人，在夜幕降临中，他拥有绝对的视野。他往空地最深处看去，那里果然隐藏着一条漆黑的魔龙，它正在啃咬树根。被夜幕领域侵袭，尼德霍格终于回过头，认真了起来。异兽 BOSS 尼德霍格 LV20， 体质3000，生命值3万，力量200，物理攻击力600至1000，精神200，魔法攻击力600至1000，物抗150，物理防御力450至750，法抗150，魔法防御力450至750，敏捷180，速度540至900，技能9重邪龙诀，邪龙异次元，邪龙摆尾，冥王斩。好强！方叶看到尼德霍格的信息面板，心中一惊。除了力量，他的其他属性竟然都比他高。这该不会真打不过吧？草率了呀！方叶咽了下口水。他小看了20级 BOSS 的实力，早知道进来前看看攻略了。吼！尼德霍格低吼着缓慢爬来，他长着标准的西方巨龙模样，不过要修长一些，介于蛇与巨龙之间。此外，他浑身漆黑，双眼散发危险的绿芒，四只爪子都格外锋利，而他的尾巴又细又长，末端还有着刀锋似的坚韧。火球术！方叶先发制人，直接轰出一道火球，打向傲慢的黑龙。-1879，连1/10的血线都没打到。黑龙遭受攻击，也被彻底激怒了起来。好，邪龙异次元！一颗比方叶的火球术还要大的黑色能量球被凝聚在尼德霍格的龙口之外，当中蕴含的力量绝对可怕至极。轰！黑色能量球向方叶砸去。
方叶灵活运用暗影突袭的增速，快速躲避。砰！黑暗的力量瞬间泯灭四周，整片空间剧烈摇晃起来。方叶虽然没有被直接击中，但还是受到了箭射伤害的影响。负577，算上装备的加成，方叶的生命值只有3000多，此时竟然没了将近1/6。第24章，捅破天，终极成就，巨龙克星。嗨嗨，该死的！方叶半跪在一簇树根旁，显然受了不小的伤。那记邪龙异次元实在是太恐怖了，要是被正面击中，他估计能掉一半的血。轰！又一记能量弹打来，方叶连忙躲到树根后。不，能量弹打到树根上，无声的消失了。这树根可以免伤。方叶眼睛一亮，好！尼德霍格冲到了近前，直爪如刀，直接划过。冥王斩！砰！周围空间剧烈晃动，但那树根却毫发无损。好坚硬的树干！方叶赞叹，看来打尼德霍格是有方法的，绕着树根走，躲避他的伤害就行了。这片空间中的树根纵横交错，有太多躲避的地方了。方叶边逃窜边寻找，终于被他发现了一个能完美躲避尼德霍格所有技能伤害的地方，一个隐藏在树根深处的小洞。方叶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果不其然，尼德霍格接连的攻击的都被洞外的树根挡住了，而尼德霍格的身体过于庞大，根本进不了被树根围拢的洞。唰！一只龙爪突然探进了洞中，把方叶吓了一跳。然而方叶贴在紧贴着最里面的地方，那龙爪的尖端距离他还有2-3米，根本够不着他。好险！方叶右手拍了拍胸脯，而他的左手此时正有诡异的光芒在当中闪动。他在蓄力，指数爆炸，通天值。若是其他人躲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用，杀不死尼德霍格，待在这里也只会是慢性死亡。但是他不同，他有霸哥级别的技能。早在树根中逃窜之时，他就已经开始蓄力通天指了。如今他已蓄力了1分半钟，数值已经达到了1024。尼德霍格的生命值有3万，他至少需要蓄力到2分0 10秒，伤害达到32768时才能杀掉他。尼德霍格见打不到方叶，只能守在外面，等着方叶自己出来。副本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到了不出来也一样会死。方叶见尼德霍格没了动静，开心了起来，正合他意。我在等技能，你在等什么？时间1分1秒的流逝，终于通天指蓄力了整整2分钟。好！尼德霍格不知是不耐烦了，还是预感到了危险，不停地攻击起树洞。方叶死死躲住。2分08秒，2分09秒，2分0 10秒。方叶激动万分，他能杀尼德霍格了。不过他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他想试试蓄力到更高。副本尼德霍格的巢穴的通关时间有10分钟，如今只过去了5分多钟，他至少还能再蓄力4分钟多一点。就当他是4分10秒，再加上之前的2分10秒，通天指总共能蓄力39次。再算上最初第0秒的2，通天指伤害的实际数值是2的40次方。方叶心中换算了一下，那将是一个恐怖至极的数字。通天塔只是我完成成就就能使永夜权杖进阶升级，那我打出前所未有的伤害，算不算完成了一个成就？方叶这般想到，这也是他继续凝聚通天指的原因。吼吼吼吼吼！尼德霍格在树根外疯狂进攻，那排树根渐渐的竟然有了崩溃的趋势。邪龙摆尾，尼德霍格如刀般的尾巴狠狠劈过，没入了树根中。树根离断裂不远了。9重邪龙诀，擒！9道如蛇般的能量黑龙疯狂冲击树根。轰隆隆，树根终于倒了一片。尼德霍格可以进去了。只见他伸出利爪，直捣洞穴。邪龙探洞，轰隆隆，周围空间剧烈摇晃。方叶眼看就要被龙爪灭杀，这时蓄力终于到了第39次，指数爆炸，通天指！方叶中2弟大叫道。一道恐怖至极的光柱从方叶左手的中指中激射而出，轰！整片空间被轰成了虚无。负10995116277776 1099511627776。尼德霍格瞬间被冲得连渣都不剩。这一天，一道光柱从南天行省所属通天塔的第1层射出，一路贯穿到第81层，而它的极限远不止81层。之所以说是81层，只是因为职业者们目前只能探索到第81层。恭喜职业者夜神击杀第1层副本 BOSS 绝望黑龙尼德霍格 LV20 刷新最高伤害。恭喜职业者夜神击杀第2层副本 BOSS 贪婪魔龙法夫尼尔 LV30 刷新最高伤害。恭喜职业者夜神击杀第3层副本 BOSS 恶龙之母提亚马特 LV40 刷新最高伤害。恭喜职业者夜神击杀第4层副本 BOSS 白手巨龙
提封 LV50，刷新最高伤害。恭喜！恭喜职业者夜神完成终极成就，巨龙克星，获得称号屠龙勇士。80多条系统公告一连串发出，占满公屏，响遍整个夏国的所有通天塔。这80多条公告在通天塔反复播放，足足响了一天。在通天塔里闯荡的职业者们愣住了，在现实世界听到消息的人也愣住了，在前线与异兽厮杀的强者们愣住了，管控世界局势的大佬们同样愣住了。他们的心里纷纷冒出一句话：什么鬼？同一时间把几十层的副本 BOSS 全杀了，而且还全是巨龙族 BOSS。你这是把巨龙族 BOSS 的副本地图全部串联贯通了？事实上，还真是贯通了。方叶的那一指串联了通天塔中的所有巨龙族 BOSS， 那道无匹的光柱从此成为了巨龙族所有巨龙的梦魇。这魔幻的一幕让无数人怀疑，他们是不是集体穿越到了一个怪诞世界，所以才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然而，对于方叶来说，这个世界本就是个无比怪诞的奇幻世界。我这一指直接把巨龙族的天给捅破了。方叶看了看自己的中指，眨巴起双眼。就在他疑惑之际，一道柔和的光从天而降，将他笼罩。下一刻，他失去了所有感知，就连身影都消失在了原地。当他再次获得视野时，他发现他来到了一片光之国度。这里是第25章 SSS 级大佬们的会议。夏国某地的未知深处，隐藏着一片迷蒙的混沌，一切不可见不可闻，恍若虚无。只有在混沌的中心，那一座古老的神殿内，一切才开始真实起来。神殿之中，火烛燃烧，却只亮起微弱的光芒。透过暗淡微光，隐约可见当中有一张圆桌，在圆桌的四周分别摆着12张椅子，大部分都是空椅，没有人坐。只有5张椅子上有人。坐在正中间的一位，额头上印着6道轮回印，看上去竟给人一种既诡异又神圣的感觉。轮回之主掌管生死轮回，是地狱世界的王。夏国各大秘境的轮回印正是他的手笔，一个掌握着法则力量的 SSS 神级职业者。蓝天行省通天塔的光柱事件，你们怎么看？轮回之主看向另外几位 SSS 级职业者。这是一场夏国神级职业者们紧急召开的会议。怎么看？这得问通天圣主吧，他可是我们夏国30座通天塔的管理者。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爷爷缓缓说道。在昏暗的烛光下，无人能看清他的神情。通天圣主是3大至高之一，若无要事，没必要打扰他。与会的唯一一位女性神职者说道，她的声音温婉动听，让人不自觉就会陷入进去。这还不是要事？这可是万亿级的伤害啊，都可以灭掉一头异兽之祖了。又一位神职者说话了，他是一位比较激进的神职者，坐在倒数第2的位置。他的身影飘忽不定，在烛光中摇摇摆摆，仿佛随时都会消失。光明之主，蓝天行省的觉醒仪式，有一部分是你的次生神明月主持的吧？而且，你最近也一直待在那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须发皆白的老者看向坐在末位上的人，问道。在第12张椅子上坐着的是一位浑身包裹在金袍之中的神职者，他的面容和方叶在觉醒仪式上见到的神明月一般无二。神明月是神明月，我是我，他虽然是我的次身，但我们却有着各自独立的思想。神明月直接受命于3大至高，他的很多事情我其实并不清楚。光明之主充满磁性的声音响起，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那个所谓的夜神应当已经被3至高发现了吧？他们选择隐藏夜神的身份，或许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光明之主说完，现场安静了片刻，直到须发皆白的老者再次说话，既然有3至高兜底，那我们就不用过多关注他了，就让他自我成长吧。白发老者袖袍一挥，显然是打算离开了。那就散了。那道摇摇晃晃的虚幻身影更是暴躁地喊了一声，似乎直接就要闪人了。也不怪他们这般，每位神职者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还要留着大半的精力去牵制敌方阵营的高端战力。能来这里已经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没看到另外7位连来都不来吗？他们4位冒着危险来这，不过是给轮回之主一点面子罢了。没错，会议发起者正是轮回之主，一个在整个夏国都有极为特殊意义的神职者。慢着，来都来了，虽然不用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他，但好歹也一起送点小礼物吧。轮回之主的话语一出，现场再次平静了下来，只有那道虚幻的身影摇晃得越发的剧烈了。不行了，我那边有狗贼搞事情，我得先回去了，送东西什么的，我到时候再亲自去一趟吧。到时候送他一份让他满意的见面礼。那道虚幻身影暴躁地说道。下一秒，他直接身化虚无，不见了。由他吧。白发老人缓缓说了一句。他其实也挺急的，但他还是暂时留了下来。我先说吧，我送夜神一道至真轮回印，可让他死而复生9次。轮回之主率先表态道。
那我就送他9道免死金牌，可帮他承受9次致命伤害。白发老人想了想，也决定好了，我送他太乙真水吧，既能回补状态，也能增加他的持久力。唯一的女性柔柔地说道：“光明之主，你们怎么都送保命的东西？有3大至高的关注，他不至于经历那么多次生死危机吧？这些东西他用得完吗？”光明之主略带幽怨地问道。“你不理，你就说你想送什么吧。”轮回之主傲娇的回应。我送主动装备圣光盾，动用时获得圣光护体，可抵挡任何低于10万的物理伤害和魔法伤害，若伤害为真实伤害，则造成的真实伤害量减半。光明之主莫名心虚。另外3神，合着你这不算保命的东西是吧？嗨嗨，夜神作为天选之子，上限很可能比我们还高，或许将来会成为仅次于3大至高的存在，甚至有希望与他们比肩。我们多为他提供些保命手段，让他安全成长起来，是应该的。光明之主尴尬地说道。那就这样吧，这样东西就提交给南天行省的通天塔意志吧，让他代为转交给夜神。轮回之主一锤定音，开始散会。南天行省通天塔内，方叶置身于无穷无尽的光明幻境中。这里是哪啊？方叶四处张望，什么也看不清。这是一片诡异的世界，可以行走，可以遨游，可以飞翔，但就是没有尽头。方叶飞了很久很久，忽然他的身上冒出了璀璨的白光，他升级了。啊，这！方叶愣了一下，而后反应过来，连忙内视自己的属性面板。片刻后，他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他的等级经验值正在不停的上涨，每分钟涨一次，一次100经验。是因为这个地方？方叶静下心来，重新感受这片奇妙的光明世界。这时，他才发现，原来这片世界的光是那么的温柔与和煦，就好像待在母亲的怀抱中一样。方叶缓缓闭上眼睛，静静享受着柔和光芒的洗礼。片刻后，他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道身影在光明世界中显现。他身穿紫金长袍，体态纤长，面容精致，一头金色长发恣意张扬。他缓步走来，举手投足间便有一股无匹的气势。除了眼神中那化不开的忧郁，他就如同一尊神明。而他的名字恰巧就叫神明月。第26章，神明月之大无语。神明月来到方叶的近前，看着熟睡的他，忧郁的眼神中竟罕见地露出温柔的神色，就连嘴角也不自觉地弯了起来。我终于调查清楚了，原来你是他的孩子。说着，神明月陷入了回忆之中。那段美好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良久，神明月才缓过神来，看着方叶的脸，神明月又笑了。虽然知道易了容，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要摸一把。就在他准备伸出罪恶的咸猪手时，光明幻境之外传来了动静。神明月蹙眉，身形一闪，走出了幻境。幻境之外是一片五彩缤纷的花园，而所谓的光明幻境其实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水池。方叶就泡在这水池中，它的名字叫做经验池。此时，一只2头4臂的厉鬼正捧着4道光团半跪在地上。它长有2个头，一个为牛头，一个为马头，皆狰狞诡异，加上4只粗壮的手臂和一条恶尾，若是走在街上，绝对能吓哭小孩。牛马，这是什么？神明月望着厉鬼问道。回月大人，这是轮回之主托我送来的给夜神的礼物。牛马厉鬼瓮声瓮气地回道。送给夜神的？4个都是？神明月疑惑。是轮回之主、炼金之主、落水之主以及光明之主一起送来的礼物。牛马回答。能打开让我看看吗？神明月问道。这……牛马脸色顿时如同便秘了一般，很是为难。给我康康，就一眼。神明月温柔地说道。牛马愣了一下，竟下意识地将4个光团交给了神明月。待他反应过来时，神明月已经将他赶出了神秘花园。糟了，月大人该不会是想占有各位神主送给夜神的礼物吧？牛马瞪大眼睛看着封闭起来的神秘花园，一时间慌张了起来。不行，我得回去告诉轮回大人。他是轮回之主的属下，眼下礼物入了其他人的手，他抢不回来，只能赶紧回去告状了。花园里，神明月将4个光球全部打开。至真轮回印、免死金牌、太一真水、圣光盾。看完4样礼物，神明月无语特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这是有多怕方叶死？不行，这些东西不能交给方叶。神明月皱起眉头。方叶要想越来越强大，涅槃是必须要进行的，但如果死不了，他又如何涅槃？这不是闹吗？神明月叹气道。能不能送点实用的，能增长实力的？送这么多保命的玩意干嘛？净给他添乱。尤其是光明之主，作为他的主身，就不能心有灵犀一点吗？整这么厚的护盾，让他以后怎么杀方叶？思索良久，
神明月只能含泪扣下4大保命神物。反正有他的暗中守护，方叶出不了什么意外。他甚至还渴望方叶多死几回呢。当然是在可以触发涅槃的时候死。光明幻境中，不知过了多久，方叶终于醒转。哈切！方叶起身，伸了个懒腰，发现还在光明世界中。方叶倒也没有慌忙，而是沉下心神内视自己的属性面板。职业摸鱼之王，等级19，经验值55000，55000，体质425，力量275，精神250，物抗145，法抗145，敏捷165，自由属性点25，天赋摸鱼1级，建议重开1级，掠劫之手1级，技能旋风3连斩，暗影袭杀，冲锋陷阵，火球术，装备邪魔歪刀，永夜权杖。19级，我是睡了多久？方叶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疑惑。你终于醒了。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突兀响起。方叶扭头望去，一位身穿金袍的超级大帅比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觉醒仪式的主持人神明月。方叶认出了他。神明月点头。你怎么在这？方叶疑惑。因为你在这，所以我在这。神明月微笑道。方叶，你搁这儿呢？那我为什么在这？方叶只能继续问道。你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通天塔意志决定奖励你一次进入经验池的机会，于是你便被传送到这里了。神明月解惑道。原来如此。方叶点头，随后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道，那我杀死尼德霍格的奖励呢？神明月方叶眨巴着眼睛，该不会没了吧？那我可亏待了。其实经验池就是你所有的奖励，其他奖励已经被经验池抵消掉了。神明月回应。果然。方叶心中哀嚎。据说通关尼德霍格的巢穴是有机会获得绝望黑龙，尼德霍格的技能的竟然被抵消掉了，那可是4个玄阶技能啊，每一个都能让他战力暴涨。你是想要尼德霍格的技能？神明月猜出了方叶的想法。方叶拼命点头。神明月这么问，一定是他有办法获取吧？一定吧，一定吧。方叶机灵的想到。你最想要哪个？神明月问道。果然。方叶瞬间激动起来，他的心理变化那叫一个跌宕起伏。邪龙异次元，我最想要这个。方叶叫道。邪龙异次元，伤害贼高的魔法技能，还附带箭射伤害，而且据说还能降低对手的防御，绝对是居家旅行的最佳必备杀怪绝招。行，明天给你吧。神明月想了想说道。你怎么给？方叶愣住了，他很想问，你是通天塔的管理者吗？尼德霍格的技能你想拿就拿。神明月再次猜出了方叶的疑惑，解释道，尼德霍格的技能并不是只有在通天塔才能拿到，在现实中存在着真正的绝望黑龙尼德霍格，他是盘踞在蓝星西方大陆北地那边的 SSS 级终极邪恶异兽，无论等级还是实力都突破了天际，他的技能也远远不止4个那么简单。尼德霍格虽然只有唯一的一只，但他的子嗣和下属还是有不少的，他们或多或少都掌握了尼德霍格的一部分能力，拥有邪龙异次元的异兽还是有一些的。而且通天塔里的邪龙异次元只是玄阶技能，我要送给你的是地阶的邪龙异次元。地阶？方叶瞪大眼睛，地阶的魔法技能加成怎么也有己方魔法攻击的1000%吧？这可是10倍的魔法伤害。第27章万老板的震惊。你真的能搞到？你为啥要帮我？方叶好奇。因为我欣赏你啊。神明月微微一笑。方叶，对了，为什么我的经验值不涨了？方叶又问。他的经验值似乎已经卡住了，无论是挂机还是这光明幻境都无法再让他上涨一点。因为你的第2天赋建议重开的缘故，你如今只能升到19级，要想突破就必须继续涅槃。神明月神秘的笑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方叶前所未有的震惊，他最大的秘密竟然有人知道，甚至比他了解的还要多。他下意识后退了几步。我给你觉醒的天赋，我当然一清二楚。神明月笑眯眯的靠近方叶，吓得方叶连连后退。况且这世上也只有我才能发现并觉醒你体内隐藏的涅槃天赋，没有我主持觉醒仪式，别人给你觉醒的就只会是摸鱼啊！原来是这样吗？方叶稍微松了一口气，停下了后退的步伐。你不用害怕我，这世上谁都有可能伤害你，但我不会。神明月又露出一个和煦的微笑。只是方叶怎么看怎么瘆人。对了，我在这里待多久了？挺久了的，你确实也该离去了。你等级还低，意识离开躯体太久会有迷失的风险。神明月提醒道。那你说的邪龙异次元
什么时候能给我？12小时后吧，那时候你再进通天塔，我会找到你的。方叶点了点头，闭上眼睛，让意识回归到了现实世界。回来后，方叶连忙查看时间，发现已经过去了整整2天半。完了，这2天掠劫之手的10点自由属性点没偷，血亏。方叶连连哀嚎。睡觉误事啊！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怎么敢睡这么久的啊？懊恼了一会儿后，方叶去洗漱了一番，而后立即赶往了哥布林山岭。错过了2天，今天可不能再错过了。只见他连连动用掠劫之手，迅速将今天的10点自由属性点给白嫖了。嫖完属性点，方叶便开始了日常刷怪之旅。反正这2天是周末，不用去上学，他直接杀进哥布林山岭的深处，连杀了几只20级 BOSS。哥布林山岭的20级 BOSS 都是蓝色哥布林，他达到20级后，属性点数基本上都比对方高了2倍有余，杀起来敢敢单单。蓝色哥布林杀腻了，他又跑回月影森林，将没杀过的 BOSS 都杀了一遍。虽然高等级杀低等级的怪奖励会少许多，但蚊子腿也是肉啊，说不定还能刷出些小技能呢。事实证明，方叶的幸运值100在现实中同样有效，在月影森林还真被他刷出了几块技能骨片，就连技能升级时也被他刷出了1块。加上在哥布林山岭刷的一大堆材料，以及另外几块技能骨片和2块技能升级时，方叶可谓收获满满。他直接来到了月影森林的官方杂货铺。小万，我来照顾你生意了。方叶大喇喇地对万金油喊道。2分钟后，万老板看着眼前堆成小山的琳琅满目的材料，目瞪口呆。你怎么刷的？跟大佬们组队一起刷的呀？方叶笑了笑，摊手道。你10级了？万金油又问。当然，昨天刚升上来的。方叶一脸傲然，不可一世。来之前，方叶上网查过了，前天开始，夏国已经陆陆续续有天才职业者达到10级，所以他说他昨天到了10级，也不算太夸张。毕竟在万金油眼里，他本就是个小天才。这块技能骨片也要卖吗？万金油眼睛一跳，这江南市2个初级秘境的异兽技能都快被他收集完了呀！哪个队伍这么大方？怎么感觉所有的收获全都给了这小子？这小子是来炫富的吧？可他2天前明明还是个穷的叮当响、抠抠搜搜的小乞丐啊！才1周多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卖都卖。方叶笑道，除了技能升级时，其他的东西对他都没什么用。刚好88万8，你有什么需要兑换的东西吗？万金油问道。初级属性果实和初级属性药剂，你这里有吗？方叶想了想，道：我这里贩卖的都是1至9级的东西，属性果实和药剂得去哥布林山岭那边的杂货店或者市里的专卖店才有。不过我可以申请调货，如果你想从我这里买的话。多久？我让伙计300里加急，半小时就行。我这些钱能买多少果实和药剂？差不多能喂买1项属性吧。万金油想了想，说道。方叶点了点头，倒也没有讶异，这种可以额外增加属性点的物品能在市场流通就已经很难得了，起码只要砸点钱就能获得。而像丹药那种更稀有的物品，根本就有价无市，想买都买不到。那就给我换精神属性的果实和药剂吧。单个属性的果实和药剂喂满的话，能各自增长100的属性点，也就是200点。如果全点在精神上，那他的精神属性就能达到450点了，这可是相当惊人的数值。还有摸鱼的大循环已经刷新了，虽然不知道是哪些王八蛋在想他，凭空给他刷了123点失望值，但也还有377没刷。若是刷完全部兑换成自由属性点的话，他就能再多出50点。半小时后，方叶如愿拿到了初级精神属性果实和初级精神属性药剂，它们一个是白花花如屁股蛋似的兽桃，一个则是装在试管里的乳白色液体。都挺奇怪的。方叶忍着不去想歪，一股脑将它们吞进了肚子。10分钟后，他面板内的精神属性开始蹭蹭上涨，直到涨至450才停下来。怎么样？万老板看着坐在一旁躺椅上的方叶，关切地问道。实力暴涨。方叶嘿嘿笑道，对于这个万金油老板，他是真的很感激。问了万老板的联系方式，并保证将来一定多关照他生意后，方叶便走了。晚上，方叶再次进入了通天塔。第28章，未满属性。再次进入副本，场景已有不同。入眼是一片五彩缤纷的花园，花园中间有一张石桌和4个石凳。此外，不远处还有一口反射光芒的水池，以及一座玄奥繁杂的法阵。你来了。神明月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方叶扭头，发现神明月就站在离他3米远的地方。这里是哪？方叶问道。我的秘密花园。神明月一脸神秘地笑道。你是通天塔的管理者吗？为什么能操控我的登录方式？方叶疑惑。神明月在通天塔也太行动自如了吧，而且通天塔的各种隐秘他也都知道，仿佛通天塔是他家开的一样。
就连方叶自身的秘密也在他的面前无所遁形。对方叶来说，神明月就是一团古怪的迷雾，神秘而又可怕。算是吧，总之我的权限挺高的，我已经将你的登录方式改为这里了，往后你都会在这里登录。那里有一座传送阵，它可以带你去往你想去的塔层。神明月指了指水池旁的法阵，说道。方叶望向那里，没太注意那法阵，倒是被水池给吸引了。那水池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那是你昨天待的地方。神明月猜出他心中所想，介绍道：啊，那个能增加经验的光明世界。它叫做经验池，第一次使用的效果是最好的，往后再进去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方叶挑眉，那他岂不是进早了？他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升级是很快的，但到了20级后，经验值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升级起来慢得很，那才是进经验池最好的时刻呀。一次待个10天半个月的，怎么也能升几级。他现在进来，经验值早早就一满不动了，简直亏死。神明月看着方叶便秘般的表情，摇了摇头，这孩子有强迫症吧？怎么啥都想拉满？拜托，你的天赋是摸鱼摆烂爱，你要的邪龙异次元。神明月十分好笑的将一本黑色的技能书递给了方叶，这就是地阶的邪龙异次元。方叶回过神，连忙接过。赶紧学习吧。神明月催促道。5分钟后，方叶成功将邪龙异次元的技能拓印进了体内。真的是地阶？方叶看了看面板信息，顿时激动了起来。他正想感谢神明月一番，然而神明月直接打断了他。你的属性果实和属性药剂喂满了没？神明月问道。没有。方叶摇头。这石桌是一张操作台，验证你的身份后可以从这里进入兑换页面，你用积分把没喂满的属性药剂和果实都兑换出来吧。神明月指示道。你想看我把所有属性都喂满？方叶问道。越早喂满越好。神明月回答道。虽然疑惑神明月的目的，不过方叶还是照做了。他相信神明月对他是没有恶意的。正常的沙野怪一天只能获得100积分，但 BOSS 关卡的积分是另外计算的。而方叶由于之前至少连杀81条巨龙 BOSS， 如今他的积分已经涨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足足有114514积分。一颗初级属性果实为50积分，喂满一种属性需要10颗，而基础属性一共有6种，除了精神已经满了外，兑换其他的5种果实一共需要2500积分。兑换初级属性药剂所需的积分同上，也就是说，方叶只需要花5000积分就能把所有属性喂满了。盖亚，早知道我有这么多积分，我就不用金币购买初级精神属性果实和药剂了呀。方叶又心疼了起来。这不，血亏。通天塔积分的用处比金币大得多，能用金币买的东西，最好还是用金币买吧。神明月持不同的意见。好吧，方叶还是有些闷闷，毕竟他现在是个没有金钱的穷光蛋啊。而通天塔积分他足足有10万多，用都用不完。想罢，方叶将除初级精神属性果实和药剂以外的其他属性果实和药剂兑换了个遍。10秒后，一大堆果子和药剂从石桌中吐了出来，并在桌子上堆成了小山。开始吃小零食吧。神明月弯眼笑道。方叶望着面前的小山，咽了下口水。别说，确实挺像新年时围在电视机前吃小零食的场景。通天塔虽然是以意念体的方式进入的，但一切体感和反馈都和现实世界一样，在这里学习的技能、兑换的装备、服用的属性果实和药剂所产生的效果都会反馈到现实世界中。话不多说，方叶直截了当、囫囵吞枣地吃了起来。5分钟后，一股庞大的能量涌遍全身，仿佛有热流要迸溅而出一般。方叶右双弱着变强了。职业摸鱼之王，等级19，经验值55000，55000，体质625，力量475，精神450，物抗345，法抗345，敏捷365，自由属性点25，天赋摸鱼1级，剑意重开1级，掠劫之手1级，技能旋风3连斩，暗影袭杀，冲锋陷阵，火球术，邪龙异次元，通天指，指数爆炸。装备邪魔歪刀，永夜权杖。方叶的各项属性直接就暴涨了一大截，这就是10级后使用各种属性果实和药剂所带来的效果。当然，其他氪佬其实也是能喂满所有属性果实和药剂的，这也就意味着方叶并没有彻底拉开和顶级氪佬间的差距，别人仍然有机会追上他的步伐。然而，真的有机会追上吗？神秘月表示，问过我的手里剑再说。只见他阴恻恻一笑，把方叶吓得连忙从石凳上跳了起来。刚提升一波所带来的喜悦瞬间就被冲散了。你这么笑是怎么回事？方叶心中忽然冒起不祥的预感，他怎么有种待宰羔羊的感觉？没事，
你先回去吧。神明月诡异的笑道。回去？可我今天的通天塔还没闯荡呢，不用什么东西都刷满的，差不多就得了。神明月实在受不了方叶的强迫症了，直接一掌将他推出了通天塔。方叶再次睁开眼时，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卧槽，这个老六！方叶不明所以，无语至极。然而更老六的还在后头呢。第29章摆烂达人。回到现实世界，方叶想了想，将技能升级石拿了出来。他现在一共有4颗技能升级石，除了刚得到的邪龙异次元外，他正好只有4个技能：旋风三连斩、暗影突袭、冲锋陷阵、火球术。地阶技能要想升级，他的升级条件可不仅仅是1颗技能升级石那么简单。现在的方叶根本升不起，只能把另外4个技能强化一遍。强化后效果如下：技能旋风三连斩，玄阶。效果连续挥出3道斩击，第1、第2道斩击的攻击力为自身攻击力的 200%， 第3道斩击的攻击力为自身攻击力的 250%， 已升至顶级。技能暗影突袭，玄阶。效果化作一道暗影，瞬间发动一击袭杀，袭杀攻击力为己方攻击的 300%， 并有 70% 的可能触发暴击，已升至顶级。技能冲锋陷阵，玄阶。效果向指定方向发起冲锋，一往无前，对第1个目标造成自身物理攻击力乘370百分号的伤害，后续若是命中其他目标，伤害将逐层削减。技能大火球术，玄阶。效果凝聚一道大火球并释放，击中目标将造成 390己方魔法攻击力的伤害，一定概率附带灼伤效果。灼伤使目标持续性掉血，直至效果消失，每次掉血量为己方魔法攻击力的 10% 至 15%。 冷却时间5秒。旋风三连斩和暗影突袭都已经升到了顶级状态，无法再进阶了。而冲锋陷阵和火球术还有进阶的空间，尤其是火球术，它现在变为了大火球术。以方叶掌握的知识，他以后还有可能升级成超级大火球术，它的上限是很高的，毕竟是最简单粗暴、泛用性最广的法式技能之一，它早已被开发到了极高的层次。无敌真是寂寞啊！方叶感慨了一声。就他现在的属性面板，同级之中几乎没有对手了，就算是 SSS 级，他也能碰上一碰。不过今年的夏国好像只有他的好基友周浩是 SSS 级，真要碰也只能跟周浩碰了。想想，方叶觉得还是算了，2个大男人有啥好计较？不是，有啥好碰的？趁天色还早，去看看院长爷爷吧。方叶心情大好，顶着凌晨2点半黑漆漆的天，往孤儿院的方向去了。呼，清风习习吹来，明明还没入秋，方叶却感觉背后凉飕飕的，周围的氛围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上次莫名被刀的时候，周围烘托的就是这样的氛围，相当的凄凉。正这样想着，方叶的汗毛忽然倒立竖了起来。不好！方叶连忙回头，只见一点寒芒先至，随后他便看到一道光刃切开了他的脖子。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他终于看到了那道略显模糊的紫金色身影。我特么，原来是你！说好的谁都有可能伤害我，只有你不会呢。芜湖！方叶惊得从床上跳起，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孩子，你醒了！苍老的声音响起。院长爷爷。方叶看着床边的人，一脸惊讶。我这是……方叶看着自己的身体，如几岁的小孩般，皮肤光滑圆润，吹弹可破，又重生了。应该是。院长爷爷点了点头。他知道方叶可以重生的秘密，上一次方叶也是在他这醒的。方叶忽然想起了失去意识前的那一幕。该死的老六！嘴上骂着神明月，但他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因为他成功涅槃，代表的就是实力的暴涨。职业摆烂达人，等级10，经验值0.10000，体质1875，力量950，精神900，物抗700，法抗700，敏捷750，自由属性点50，天赋摸鱼地级，剑意重开地级，掠劫之手地级，分身努力压地级。技能旋风三连斩，暗影袭杀，冲锋陷阵，大火球术，邪龙异次元，指数爆炸，通天指。装备邪魔歪刀，永夜权杖，青云3件套。摸鱼地级。1. 通过摸鱼、划水、摆烂、躺平、出丑等消极行为，使别人产生失望、怜悯、嫌弃、厌恶、尴尬、恨铁不成钢等负面心理，将获得失望值。注：对你的摸鱼行为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数量越多，获得的失望值越高。摸鱼的循环周期为7天，7天内最多获得1500点失望值，每10点失望值可兑换成1点自由属性点。当前失望值为
0。2、开启自动挂机能力，每小时可自动获得1000经验值。3、摆烂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都不做，当本体进入睡眠、假寐、发呆等安静状态时，每隔10分钟将获得1点摆烂值，每10点摆烂值可兑换成1点自由属性点，当前摆烂值为0。建议重开。地级，本体死亡后进入涅槃状态，涅槃成功，本体将获得重生并开启新的天赋，而原有的天赋也将变得更强。当前冷却中不可触发效果将在30天后重新刷新该天赋。掠劫之手，地级。1、通过攻击、触碰等手段，无声无息夺取对方属性点，并将该属性点转化为自身的自由属性点。同一个目标一天只能进行1次夺取，每天只能夺取20个目标，获得20点自由属性点。2、获得麒麟臂状态，使用该状态时能拥有更快的手速，并增强自身 30% 的额外力量。3、可临时夺取敌方的属性点，使敌方战斗力临时下降，一次最多临时夺取100点。分身，努力鸭，地级。继承本体 70% 战斗力的鸭型分身，可替代本体升级打怪，是既勤奋又努力、不知疲倦的热血战斗鸭。他成功回档了，不过这回没有降回1级，而且降到了10级。看来每次回档最多只会降9级。方叶暗自点了点头，不过属性仍然翻倍了，体质变成了原来的3倍，其他属性也翻了一番。这回属性暴涨带来的恐怖提升，10至19级他都绝对没有对手了。除了属性方面，他的天赋也都全面提升了，还多了一个类似分身的天赋努力呀。果然有求必应啊！上次还说要是有个分身能代替他升级打怪修炼就好了，结果真给他安排上了。方叶连忙闭上眼，做出祈祷状，许下新的愿望。而一旁的院长爷爷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哎，这可怜孩子每次历经生死磨难，醒来还不忘感谢上苍给了他新生，真是命苦啊！院长爷爷直接就想歪了。第30章，我成了全国偶像。下一次我想要一个 Q 弹娇小、白嫩顺滑、可爱到爆炸的软萌妹子当抱枕。方叶又许下了个美好心愿。接下来方叶继续查看另外3个旧天赋。涅槃不用说了，一如既往，它的作用就是让他下次变得更强。而摸鱼则是大变样。首先，他的摸鱼从大小双循环变成了单循环，周期变成了7天，7天内最多可获取1500点失望值，也就是150点属性点。周期变长了，奖励的属性点也更多了。如此一来，即使有急事来不及刷失望值，他也能过几天再刷，不用时时刻刻惦记着他。此外，挂机能力直接上涨了1倍，每小时能获得1000经验值，他的升级速度变得更快了。最后，摸鱼多出了第3个效果，摆烂。只要睡觉发呆就能获得摆烂值，而10点摆烂值能兑换1点自由属性点，简直不要太爽。除了摸鱼，掠劫之手的提升极为离谱，每次能掠劫的属性提升到了20点，而麒麟臂状态能让他的力量凭空增加 30%。而最重要的是掠劫之手的第3效果，临时夺取地方属性点，一次最多临时夺取100点。试想一下，和一个势均力敌的战士打架，本来还可以有来有回，但是你不断偷取他的力量，你越来越强，他越来越弱，那局势岂不是立马就能倒向他那边？100点啊！即使对于属性超模的他都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这老六来的真是时候。方叶忍不住骂赞了一声，看来第一次也是他动的手。知道是谁杀了他后，方叶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仍然坚信自己的观点，神明月不会害他。忽然方叶注意到了外面的天色，院长，现在几点了？早上8点。糟糕，该去上学了。方叶连忙起身，再不去上学，学校就真有理由劝退他了。哎，吃点东西再去啊！院长爷爷无奈地喊道。路上，方叶一边咬着大肉包子，一边奔跑，同时他还在思索多余的50点自由属性点如何分配。最终，强迫症的他还是将50自由属性点分给了精神，这样精神和力量就都是950了。10级，精神和力量就接近1000，这说出去谁敢信？比一些20多岁的老登都高了。凭借极为优秀的速度，方叶很快回到了学校。高3、7班，他回来了。走进教室，他一眼就看到了摆回原处的座位。在众人的惊诧声中，方叶3步并2步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之所以惊诧，一是因为方叶傍上了周浩这样的大佬，二则是今天的方叶更帅了。那皮肤，那样貌，那气质，简直秒杀一切校花校草啊！连楚梦瑶在他面前都会黯然失色吧？同学们纷纷想到。方叶的回归引起了一小阵子的轰动后，教室又重新平静下来。学校生活照旧，而方叶又开始了睡觉大夜。1节课过后，方叶醒转，
看了看自己的面板，摆烂值果然多了几点。课间，方叶闲着没事，开始偷听同学们讲话。哎，你听说了吗？昨天重点班的一位 A 级大佬进通天塔了。同学张三对李四说道。啊，这才第几天啊，就到了10级了，这么猛？李四讶异。确实挺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通天塔里听到了一个重磅消息，我们南天行省出了个比洪荒之主周浩还要猛的狠人。听说他长得牛高马大，还有3头6臂，第3条腿围起来更是可绕腰间3周。更可怕的是他的绝招，一道比破坏死光还要牛批无数倍的究极无敌宇宙射线，直接把通天塔从下至上给射穿了。被他射穿的位置上全都是巨龙类的 BOSS， 他还因此得了个屠龙勇士的称号。张三绘声绘色地说道。尊嘟假嘟，你是在开玩笑吧？李四双眼大睁，以为张三在发癫。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信你上网查查，挂了好几天热搜了。只是我们刚觉醒职业忙着升级没关注，才不知道这件事。在外界，这件事都传遍大江南北了。张三看李四不信，四处张望了2眼，见没有老师，直接就掏出了手机帮他查了起来。不远处的方叶一脸无语，什么牛高马大，3头6臂，3条腿，能绕腰间3周，敢不敢再夸张点？我明明帅到爆炸好不好？不过被吹的滋味还是挺爽的。而且按照张三所说，这波他似乎成为国民偶像了呀。暗自窃喜了一会儿，他又想起了张三刚刚提到的屠龙勇士称号，他确实得到了这个称号，只是他一直没来得及查看。他沉入密密麻麻的面板信息中，细细搜索，终于看到了他称号屠龙勇士，效果对巨龙类异兽造成的伤害正 15%， 且无视 10% 的物抗与法抗。呀，还挺不错的嘛。有了这称号，以后巨龙类异兽见到他不得绕道走。对了，还有法杖，完成新成就是可以给永夜权杖升级的。方叶顺势又点开了永夜权杖的信息。武器永夜权杖 LV20， 评分 SS 级，通天塔定制的夜神专属武器，达成新成就可继续成长。属性魔法攻击力加2500，魔法穿透率正 15%， 暗元素伤害正 15%。 效果1，自带领域夜幕降临。夜幕降临，撑开一个方圆50米的夜幕领域，在领域内战斗时，目标的视野和判断力将受到影响，压缩领域攻击目标，甚至能使目标致盲。2，加快魔法技能的吟唱速度，缩短1/3施法时间，并使魔法技能获得追踪效果，提升技能命中率。3，自带技能无敌状态，施法吟唱时进入无敌状态，不可被打断施法，直至施法结束，只能在施法时使用，且一天只能使用2次。LV20 SS 级，2500的魔法攻击力，魔法攻击力是原来的5倍，就连施法的无敌状态都从1天1次变成了1天2次。哎，我才10级啊，战斗力就超模成这样子，这让其他职业者怎么混啊？第31章，失望透顶的楚梦瑶。校长办公室，赵校长，听说了吗？咱们南天行省出了一个神级天才，比周浩那小子还牛。教导主任老李坐在课椅上，对面前的赵校长说道。听说了，而且说的还挺夸张，甚至有些离谱。赵校长回应，这不知道真的假的，离谱是离谱了点，但这个人肯定是有的。赵校长点头，不置可否。嘿嘿，总算是有个人能压制一下周浩的气焰了，觉醒个 SSS 级天赋，拽得跟个258万似的。刘主任邪魅一笑，很是开心。你要是也能觉醒 SSS 级天赋，你比他还拽。赵校长瞥了他一眼，是，校长说的是。刘主任连忙低头顺耳。周浩终究是我们学校的人，我们明年能不能多些教学资源，可就靠他和林燕了。你可万万不能得罪他们2个。赵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道。是。刘主任讪笑。对了，明天就是我们学校连同一中的第1次副本试炼了，进了训练营的那帮小家伙联系的如何？他们愿意回来参加试炼吗？赵校长问道。他们，老刘摇了摇头。行吧，我知道了。赵校长没有太意外，因为每年基本上都是这样，而他也只是出于尊重才派刘主任去邀请的。进了特殊训练营，便代表以后的际遇与寻常人不一样了，他们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更多的教学资源，确实不需要回来参加什么副本试炼了。就连学校，他们估计都不会再回来几趟了。这就是 S 级以上的天才与其他职业者的区别，他们以后注定是人族的栋梁，他们的责任很大，时间紧，任务重，自然要集中起来训练，才能更好的发扬他们的天赋能力。学校操场的角落，方叶再次见到了楚梦瑶。才几天不见就想我了。方叶嘻嘻笑道。楚梦瑶白了他一眼，这人明明这么帅，为什么还喜欢耍无赖？明天就是副本试炼了，你报名的生活副本
还是战斗副本？他耐住性子问道。当然是战斗副本了。方叶仍然一副笑嘻嘻的表情。你……楚梦瑶蹙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然而他想了想，最后还是将语气缓和了下来，尽量让自己不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他轻声地问道：“你还是不甘心吗？”啊，甘心啊，我挺甘心的。方叶歪嘴，一副不在乎的摆烂样子。楚梦瑶看着方叶的颓废模样，眉头锁得更深了。他思索片刻，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定，死死盯着方叶的眼神说道：“我家里人给了我一枚转职水晶，可让你转职一次，转职后天赋评级至少会升一个档次，我将它送给你。”方叶心中一暖，不想再逗他了，于是打断了他，一脸正色地对他说道：“其实我现在挺强的，不需要这玩意儿。”这么说他应该懂了吧？说完，方叶还对他挤眉弄眼，明颂秋波，一副俺其实很强的样子。然而楚梦瑶却误以为方叶在假装坚强，他顿了顿，让语气再次柔和了半分。他继续说道：“在我这里，你不用这样的，你可以放心卸下你的伪装。我知道现在的你一定很痛苦，很难过。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太贵重，不想收的话，你可以日后再努力赚钱还给我。这东西只要50万金币，凭你的能力，肯定很快就能赚到这笔钱的。”听完楚梦瑶的话，方叶的心里已经不是暖这么简单了，简直已经热到爆炸，且泪流满面了。50万这种话也说得出来的？我有那么傻吗？转职水晶这东西，别说平常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就是听说过也见不到，就算有幸见到，也不可能买得起。这东西根本就不是金钱能衡量的，它可是比技能升级时和属性丹药还要有价无市的超级珍稀物品。这是你家里人给你用的，我怎么能收？方叶还是婉拒了他的好意。有涅槃在，他完全能够无限进化，转职水晶对他根本没有大用，而且转职水晶甚至很大可能会将他的4种天赋全部换掉，换成单种作用不大的天赋。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可就亏到姥姥家了。楚梦瑶最终还是没有怪方叶不识抬举。算了，由他吧。楚梦瑶心中失望至极，觉得自己与方叶相去甚远了。F 级天赋的打击，终究让他变成一个堕落不堪的人。失望之一。感受到楚梦瑶的失落，方叶于心不忍，想了想，对他说道：“副本试炼的时候，你跟着我吧，你会让知道我现在有多厉害的。”楚梦瑶抬起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方叶：“你不愿意吗？”方叶小心翼翼地问道：“罢了罢了，就当满足他的小心愿吧，以后不再和他来往就是了。”楚梦瑶最终一脸无奈地答应了下来。方叶见他心情不太美妙，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你怎么这么丧？是觉得自己天赋不够好吗？不就是个 A 吗？振作一点，你条件这么好，发育肯定不止 A 的。再说，这不是还有转职水晶吗？”楚梦瑶，你到底是想说我只有 A， 还是想说我只有 A？ 下午，方叶回到了家，将房门紧锁后，方叶立马进入了通天塔。刚来到秘密花园，方叶就四处张望，发现神明月并不在这里后，他遗憾地走到了传送阵上。传送阵有提示层数，方叶直接选择了第1层。通天塔每一层都是有探索度奖励的，他第1层如今不过 15% 的探索度，现在有空，刚好能探索一番。通天塔终究是现实之物，方叶的指数爆炸技能造成的贯穿，如今已经修补了回来。方叶按照网络找来的攻略，先是在野外各种爬山涉水，将一些可兑换成积分的小道具给拾取了，然后便开始刷野怪和野外 BOSS。今天主要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实力如今强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他并没有召唤出努力鸭帮他战斗。通天塔的野外 BOSS 和现实中的秘境 BOSS 面板差不多，都比通天塔副本里的 BOSS 要弱一截。以方叶目前的夸张属性面板，杀起来轻轻松松。第32章，学校的第一次副本试炼。邪龙异次元，一只巨大的黑暗能量波凝聚而出，随后向一只巨大的攻击 BOSS 冲去。在永夜权杖的被动锁定之下，邪龙异次元轻易砸中了那只大公鸡，恐怖的暗元素释放，浸染虚空，直接就将大公鸡连同那片空间给泯灭了。负66666，搭配永夜权杖的至强一击，恐怖如斯。技能：邪龙异次元，地阶。效果：1. 恐怖的暗元素能量波爆炸时，将对方圆30米内的目标造成己方魔法攻击力乘1111500分号的伤害，并泯灭方圆30米内的空间。2. 爆炸导致的暗元素能量还将扩散至100米内的空间，并对该空间内的其他目标造成己方魔法攻击力乘32500分号的建设伤害，并使该空间塌陷。破坏力十足的暗元素技能，它也是除指数爆炸、通天指外，方叶当前伤害最高的技能。有点夸张过头了，看来在现实世界，我得适时隐藏一下自己法师方面的能力了。战士的实力虽然也夸张，但不至于完全说不过去。但若是法师方面的能力暴露的话，指定是要被切片研究的。
方叶忽然惊悚地想到，毕竟精神属性加上 SS 级永夜权杖所组成的魔法攻击力实在是太超模了，再加上玄阶大火球术和地阶邪龙异次元本身的加成就很高，造成的伤害很可能连20多级的职业者都做不到，而他现在才11级，唉，优秀也有优秀的苦恼啊。方叶叹了一声，又前往下一个地点刷怪去了，足足忙活到了大半夜。通天塔第1层的探索度终于达到了 70%， 回去睡一觉吧，明天还有副本试炼，小养一下精神。方叶没等到神明月在秘密花园留下了一张小纸条以及联系方式后，就离开了通天塔。第2天，方叶早早来到了天使孤儿院，学校举办副本试炼，家人和朋友是可以来观看的。而方叶一直把天使孤儿院的院长以及6个小孩当成他的家人，这次副本试炼自然要带上他们。哥哥，哥哥，哥哥！一来到天使孤儿院，方叶就看到了6个被打扮得干干净净、可爱、爱粉雕玉琢的小孩排着整齐的小队伍，对他喊 Gigi， 就像一群葫芦娃在喊爷爷一样。不过，他们如果是葫芦娃的话，那他自己不就是大娃了？方叶分别跟他们击了个掌，然后看向了一旁的院长爷爷。今天的院长同样穿得很正式，老西服虽然有些褪色，但起码干干净净，没有皱痕。大娃人生中的第1次大场合，他们作为家人代表，必须要给大娃长脸撑场，绝不让他落了威风，丢了面子。院长是这样想的。院长爷爷，你这也太隆重了，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方叶挠了挠头，一脸讪笑。这才哪到哪，常规操作。院长爷爷板着脸道：行，那就走吧，今天带你们去我学校。方叶大臂一挥，开怀地笑道。另一边，一座比足球场还大的大豪宅内，楚梦瑶正在试衣间里试着各种衣裙，而她的父母则在客厅里交头接耳。瑶瑶还没用转职水晶吗？这可是最后进入训练营的机会了。楚父问楚母，楚母无奈地摇了摇头。一中、二中作为江南市首屈一指的中学，今天的副本试炼自然是很重要的，就连官方训练营的代表都会来这里观战。楚父楚母本来是想让楚梦瑶通过转职水晶转至 S 级职业，让训练营的代表看到他，但是楚梦瑶一直不转职，引起了他们的忧虑。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转吗？楚父皱起眉头，我让人跟他的同学打听过，似乎是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但是那男孩天赋不太好。楚母没有继续往下说。那人人品如何？楚父又问。据说以前人品挺好的，就是最近觉醒天赋后有点颓废和小孩子气。楚父点了点头，思索了片刻，说道：瑶瑶不是没分寸的人，他能看中那小子，说明那小子是个可造之材。我们今天先跟过去看看，若是他真的还可以，我就再去求多一颗转职水晶，让他们一同转职。江南市二中觉醒广场，距离副本开始还有段时间，2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以及许多学生和学生的家人朋友都已经聚集在了这里。作为2个学校新一届职业觉醒者们的第1次试炼，此次副本的重要程度仅次于高考，很多时候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得到学校和老师甚至官方代表的关注，就看学生们今天的表现了。一中、二中的副本试炼向来是一起的，基本上是轮流作为主办方举办，而今年是二中作为主办方，所以副本的空间传送入口安置在了二中觉醒广场的正中间，而领导、老师、各界代表以及学生们的家人朋友则在觉醒广场的其他地方通过大屏幕观战。所谓的副本是一座已被官方完全控制的小型异兽秘境，在安全性方面不会有大问题。里面除了有官方人员维稳外，还有许多的浮空摄像头，摄像头拍摄到的场景会通过大屏幕播放。此时，领导和大人物们专属的席位上，2校的正副校长们正在攀谈。你们二中今年真厉害啊 ！SSS 级、SS 级、S 级各一个，简直羡煞我也。一中校长赞叹道：“哪里，你们一中也不差，3个 S 级，3个 A 级，也算是创历史新高了。”二中校长恭维回赞道。只是一中校长看着他面庞上止不住的笑意，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恭维还是假恭维。今年的副本试炼和往常一样， S 级及以上的超级天才都不回来参加，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主要还是那几个 A 级天才。对了，李校长，听说你们一中的刘巡同学特别厉害，甚至有向 S 级职业者挑战的能力，不知真的假的？二中副校长缓和气氛问道。他确实争气，比另外2个 A 级都要强不少，是本次试炼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一中校长笑道，显然对于自家学校的学生刘巡很是自信。切，什么狗屁刘巡，一个投机取巧的垃圾罢了。一道悦耳的嘲讽声音响起，直接引得4位校长纷纷回头。要我看，今年的冠军必是方牛逼。第33章拖家带口成何体统。一中李校长正要回头，
看看是谁敢说他意中小骄傲的坏话。结果他发现说话的人竟是他意中的大骄傲之一艾希达。没错，虽然 S 级的天才不回来参加副本试炼，但是他们却来观战了。在艾希达和周浩的共同请求下，训练营出于无奈只能放他们假，但只有半天，看完试炼的结果就走。艾希达，你也是一中的学生，你怎么说刘询的坏话？李校长稍显不悦。我又没说错，为什么不能说？职业觉醒前就是个偷奸耍滑的小人，觉醒职业后仍不改本性，要么打压同学，欺负曾经与他作对的人，要么就是去讨好老师领导，获取资源。这样的人我不耻。艾希达厉声厉色道。她听她的闺蜜同学说了，这刘询天天欺负同学，还没人管他，这让她这种正义感爆棚的人很是不爽。你可有依据？李校长皱眉。艾希达说不出话来了，他又不待在学校，哪来的依据？用啥依据？他一个 A 级就能随意欺负同学，那我们更高级别的也欺负他，不需要依据吧？一道百无聊赖的声音响起，众人望去，发现说话的人竟是今年夏国唯一的 SSS 级周浩。没错，我觉得他说的对。艾希达嘿嘿一笑，站到了大佬的身边。一中的2位校长对视，苦涩一笑，而2中的2位校长则眼睛一亮，正想上去打招呼。啪啪！结果一道身影鬼异地出现在周浩和艾希达的身后，分别拍了他们后脑勺一掌。我是让你们来观战的，不是让你们来耍嘴炮的。那人对周浩和艾希达骂道。知道了。艾希达捂着头，痛得眼泪直打转。就连周浩也咧了下嘴，显然有些害怕打他的人。此人是一位看起来病殃殃的瘦弱青年，然而他胸口处那一排排的勋章实在是太耀眼了，根本不会有人觉得他真是个病秧子。他是训练营的总负责人，也是今年几位超级天才的战术导师顾胜。回去坐着。是。2人低眉顺眼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打扰了。顾胜对4位校长微微颔首后便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4位校长对视，尴尬一笑。他们并不知道几位超级天才以及训练营总教头也来到了这里。本来今年的第一次副本试炼，训练营那边只是象征性的来几位教官，他们是来挑人的，若是有不弱于 S 级的天赋选手，他们可以将其招收回训练营。谁知竟然来了这位大人物，连带着几位超级天才也跟着来了。校门外，大娃和2、3、4、5、6、7娃以及爷爷终于来到了这里，然而他们被拦了下来。拦人者正是教导主任，他是负责接待一些贵宾的，结果看到了方叶带着6个小朋友和一位老爷爷过来，这不是胡闹吗？方叶，这不是幼儿园，也不是养老院，你拖家带口地是想干嘛？成何体统？教导主任语气不爽地说道。当然是来看我参加试炼啊，学校也没规定不能带这么多人吧？方叶淡淡地说道。是没规定，但谁会这么不要脸带这么多人啊？教导主任心中怒吼，但他表面上还是装作一副沉稳的样子。生活副本的镜头不多，你带他们也见不到你几个镜头。他提醒道。谁跟你说我要晋升活类的副本了？我参加的明明是战斗副本。方叶瞥了他一眼。嘎，你在开玩笑吗？教导主任仿佛听到了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一个拥有废物级天赋，定位为生活辅助的职业者去参加战斗类副本，这到底是世界疯了还是他疯了？信不信由你，总之你没有理由拦我。说完，方叶直接带着小队伍进入了学校。哥哥，那伯伯好讨厌。就是，为老不尊，我长大要揍扁他。还没走远，6个小朋友就叽叽喳喳起来，惹得教导主任嘴角乱颤。童言无忌，童言无忌。院长爷爷对教导主任呵呵一笑，也跟着走了进去。没事，今天我会让他大跌眼镜的。方叶分别摸了摸他们的头，温柔地说道。给他们安排好位置后，方叶打电话给了楚梦瑶。喂，你现在哪？我去找你，副本准备开始了，说好的，你得跟着我的。接通电话，方叶笑道。知道了。楚梦瑶幽怨的声音响起。此时他正站在父母的身旁，而他的父母则在跟各界名流攀谈。瑶，等会儿一起。一个梳着中分的少年凑了过来，笑嘻嘻地邀请道。正是蔡家少爷蔡虚前。他觉得双方父母都在，楚梦瑶应该不会拒绝他。谁知楚梦瑶直截了当地说道。已经有人了，学校最多只允许2个组队。谁啊？你闺蜜？蔡虚前一阵失落。不过她有闺蜜要陪的话，她也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就在这时，一位超级无敌大帅逼走了过来。这位美女，看你如此优容，是找不到组队的小伙伴吗？不如让我帮帮你。方叶开玩笑道。噗嗤！
楚梦瑶被他的调皮给逗笑了，蔡虚前的脸色直接就阴沉了起来。你算什么东西？瑶瑶已经有队友了，你哪来的滚哪去，别在这丢人现眼。蔡虚前犀利的话语直接就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哼，这回我还羞辱不了你。蔡虚前阴险地笑道，他仿佛能看到方叶涨红着脸落荒而逃的狼狈模样了。只是事情注定不会如他所愿。蔡虚前，请你说话有礼貌点，而且方叶就是我队友，你让他到哪去？楚梦瑶嗤声道。被楚梦瑶这么呵斥，蔡虚前本能地缩了脖子，随后脸色变得铁青起来。楚梦瑶竟然宁愿和方叶这个废物组队，也不和我，就这么看不起我是吧？蔡虚前心态逐渐扭曲了起来。怎么了瑶瑶？楚母见情况不对，走过来打圆场。没事了，妈妈，这是我的朋友方叶。楚梦瑶介绍道。你好。楚母冲方叶点了点头。这就是那个绯闻男孩吧？不得不说还挺帅的，比她老公年轻时候还帅几分，怪不得瑶瑶这么着迷呢。楚母心中暗自嘀咕。伯母好。方叶也冲他笑了笑。第34章赌泉水，我是专业的。副本快开始了，我和方叶去准备了。楚梦瑶对楚母道。去吧去吧。楚母摆了摆手，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爸爸，我走了。哎，好。楚父也是愣了愣，才回道。哼，臭小子，竟然比我年轻时还帅，不过要是品德不行的话，我也不会认可你的。楚父同样在暗自嘀咕。很快副本试炼要开始了，所有参加试炼的学生都分成了2支队伍，站在了觉醒广场的2个副本入口前。一个是生活副本，一个是战斗副本。生活副本主要是以探索和展示个人能力为主，观赏性不强，而战斗副本基本上都是打斗和竞赛，观赏性较高，所以大屏幕上大部分都是战斗副本的镜头。正常情况下，生活类职业者参加的都是生活副本，战斗类职业参加的都是战斗副本，而辅助类职业则看个人选择，如果有战斗类职业者带你跟你组队，可以去战斗副本，如果是孤身寡人，最好就是待在生活副本。但规矩是死的，所以总会有人喜欢搞事。比如方叶，一个 F 级生活辅助，竟然跑去战斗副本，而且还有人跟他组队。更离谱的是，和他组队的人竟然是试炼冠军大热门的楚梦瑶。也因此，广场上的一些摄像机直接就对准了他们，把他们投影到了大屏幕上。而方叶也是十分热情的挥手跟众人打招呼。哥哥上电视了，哥哥好帅，哥哥最帅，大娃大娃你最大。台下一群小孩叽叽喳喳的叫着，引来一阵侧目。好家伙，参加个试炼竟然还带了个粉丝团过来。一些人心里歪歪道。现在副本试炼正式开始，大门启动。随着一位作为主持人的老师的呐喊，2道副本光门同时开启，2支队伍的学生纷纷踏了进去。进副本后，位置上随机传送的，为了防止走散，组队的人需要手拉着手。还没轮到方叶和楚梦瑶，方叶就直接拉起了楚梦瑶的手。还没开始呢。楚梦瑶羞恼道。嘿嘿，提前尝试下手感，避免一会儿进入后手滑，松开了。方叶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很快，方叶和楚梦瑶踏进了光门中，随即他们短暂失去了视野。当他们获得视野时，他们来到了一片森林中。方叶的精神属性爆表，直接就探查出了他们位于森林的哪个位置。这里说是副本秘境，不如说是一片战斗地。这里其实是没有异兽的，真正的异兽需要从相邻的真正的副本秘境投放进来，所以这片地方面积不会太大，方叶完全能找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跟我走。方叶招手让楚梦瑶跟上。去哪啊？楚梦瑶无奈跟上。赌泉水。方叶怪笑道。你疯了？楚梦瑶大吃一惊。相信我一回。方叶拍了拍胸脯，向楚梦瑶保证，绝不会有任何危险。既然需要投放异兽，那自然有投放点，而这片战斗之地的投放点只有一个，那个地方被称为泉水，那里通常是不会有人被传送到那边的，也正因为如此，那里才会作为投放点。暴躁的异兽被投放到这里后，会四处乱窜到别的地方，战斗之地的新手职业者们只需要等候并击杀这些乱窜的异兽，展现自己的实力就可以了。而直接去赌泉水，那岂不是要承受所有异兽的攻击？楚梦瑶又一次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方叶，失望值+1。这里一样可以触发轮回印的，我们死不了。而且赌泉水，我是专业的。方叶再次劝说。行，最后一次，要是害我浪费掉这次副本试炼的机会，我日后定找你算账。楚梦瑶哼唧唧地说道。走走走，该我上场表演了，嘿嘿。方叶一脸不在乎楚梦瑶的警告，反而兴奋地说道。今天他要展露一部分实力，他想让真心待他的人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堕落。同时，他还要告诉一些人，
他不是什么可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当然，如果还能被官方训练营的代表看上，可以去训练营跟周浩以及艾希达做队友，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看，他们动了。外面觉醒广场下方，有人指着大屏幕正中间的方叶和楚梦瑶说道：“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那里是异兽投放点。疯了吧？他们跑去那里做什么？他们是怎么知道泉水的位置的？是不是走错了？快去通知投放员，让他们更换异兽投放点，避免直接把他们两个冲没。”负责督战和拥有裁判职权的校方人员面色铁青地说道：“不行，已经开始投放了，更改不了指令。”联络员泄气地说道：“糟了，楚家大小姐这回要毫无体验感的出来了。”那名校方人员心里骂起了马买批，楚家主要是来找他算账，他可承受不住啊。有趣，看他的神情似乎不是莽撞。观赛席上，顾胜坐在最中间的椅子上，淡淡的说了一句：“是吧？我兄弟很牛的，80万禁军总教头，你就收了他吧。”周浩试探性的问道：“就是。”艾希达跟着附和。再看看。顾胜瞥了两活宝一眼，回道：“秘境内，方叶终于带着楚梦瑶来到了泉水处。”叮！一把黑色的怪刀突兀出现，吓了楚梦瑶一跳。这是邪魔歪刀，我的武器。方叶对楚梦瑶笑了笑，然后紧盯前方的一道光门，那里光能涌动，即将有异兽冲出来。与此同时，楚梦瑶也拿出了一颗多彩水晶球，严阵以待。她的职业是龙羽歌姬，即掌握巨龙类炎灵魔法的少女。她的定位自然是法师，而多彩水晶球是父母花大代价为她淘到的彩色龙晶体。它是少有的龙系法器，可大幅度增强龙羽魔法的伤害。楚梦瑶刚升到10级没多久，各种属性果实和药剂都只氪了一点点，精神点数还不到150。而那些异兽虽然都只是8、9级的异兽，但数量一多起来的话，他也根本杀不完的。这方叶到底在想什么？拿着把歪歪扭扭的怪刀当一秒匣吗？然后剩下的全交给我？拜托，我是人，不是神啊！第35章大杀四方，震惊全场。吼！力！奥！喵！汪！光门内异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下一刻，一道道恐怖的身影从当中冲了出来。轰隆隆！冲在最前面的是数十头牛马，而后是一群豺狼虎豹，随后才是各种各样的其他异兽。此时，楚梦瑶的双腿已经开始打颤了。吭！该我上场表演了。方叶提着刀，一马当先，迎向兽巢。方叶！楚梦瑶惊呼，以为方叶要恶意送人头。他疯了！外界观战的人们同样在惊呼。这是打算以最华丽的方式落幕？教导主任嗤笑一声。基本上所有人都以为方叶在作死，准备要凉了。只有6只小娃不知从哪里借来了旗帜，摇旗呐喊为方叶助威。哥哥好勇，哥哥加油！当然，艾希达、天海翼和周浩这3个知道方叶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样在心中为他默默加油着。而处在风波中心的方叶，此时正凭借着优秀的速度和恐怖的力量，如一柄尖刀，带着炫目的光影特效，直接刺入了牛马群中。轰！轰！轰！负2999，负2987，负3213，一连串的数字冒出，一只只践踏大地，如脱缰野马般的凶猛异兽，顷刻间纷纷倒在地上。这一刀贯穿了兽巢，也震惊了全场。哗！爆表的伤害和夸张的表现，瞬间就引起了观战者们的哗然。这是什么技能？这么猛啊！有人惊愕地问道。重点难道不是他怎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他不是生活类职业吗？这伤害他至少10级了吧？观众们议论纷纷，就连学校的老师领导们都在交头接耳。如此恐怖的伤害，他的面板得有多夸张？而且他这是玄阶技能还是地阶技能啊？众人满脸问号。没错，在他们眼里，方叶是施展了技能才能拥有这么高的伤害，不然的话，他的伤害这么高却只是普攻的话，那也太离谱了。一个刚觉醒不到半个月的职业者，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恐怖的属性面板？这根本就不现实。只是方叶真的动用技能了吗？答案是没有，真的只是普攻。他刻意借助邪魔歪刀的奇异，制造出了各种光影特效，让别人误以为他施展了技能。实际上，他连力量都进行了压制，一点力量根据个人状态的表现，通常能发挥出3至5点物理攻击力。方叶刻意将其压制到了3点多，否则伤害只会更爆炸。方叶营造的技能假象，就连实力不俗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以及一些其他家族势力的强者都骗过了。除了顾胜和几位官方代表。有意思，有意思，他是叫方叶。顾胜看向一旁的周浩。对，总教头一定要将他收入营中啊。
他可是大才。周浩连忙说道。顾胜没管后面的话，确认方叶的姓名后，他便暗自嘀咕了起来。方叶，夜神，原来如此吗？秘境中，方叶的突兀进攻让异兽们都乱了阵脚，他们纷纷停止冲势，看向那个挑衅他们的人类。吼！厉！傲！喵！汪！杀了他！群兽激愤，攻向方叶。在他们眼里，方叶变为了头号大敌，而不远处的楚梦瑶早就已经吓傻了。吓到他的不仅仅是恐怖的异兽群，还有方叶。他现在就像一尊战神，来得正好。方叶兴奋地嗷嗷大叫，舞动邪魔歪刀，激发其内的血气和灵魂碎片，制造各种灯光效果，随后振臂一挥，杀向袭来的异兽们。噗噗噗！方叶如入无人之境，快刀斩乱麻，小葱拌豆腐。不是，总之，方叶就像一把镰刀一般，不断收割着韭菜。惊天动地霸王斩！方叶大叫一声，举起邪魔歪刀，对着一只大公鸡力劈而下，直接将它砍成了两半。好强的一刀！广场上众人惊呼，一旁观战的楚梦瑶一双美眸更是焕发神采，既惊又喜。他说要带我，竟然是认真的。楚梦瑶的心开始砰砰直跳。易贝界王拳！方叶喝的一声，一拳打飞一只大脑斧。九天雷霆三角蹬！方叶的两条大长腿再加一条看不见的硬蹭进来的小短腿一同踹出，蹬在一只犀牛的中巴上，直接将它蹬回了光门内。接着方叶又是几刀刷刷刷，将一众异兽杀得七零八落。厌反16刀！方叶一顿操作猛如虎，不过5分钟，冲出光门的异兽便被杀了个干净。而光门内的异兽听到外面的动静，竟然连冲都不敢冲出来了。光门内的异兽秘境中，一个中年人看着异兽都堵在光门旁不出去，一脸疑惑：怎么回事？我都赶了这么多遍了，他们怎么还有这么多留在这？中年人挥动手中的鞭子，一阵鞭打，想将异兽们继续赶出去。然而异兽们宁愿被皮鞭抽打，嗷嗷怪叫，也不愿意出去。毕竟在这里最多只是挨抽几下，要是出了去可是会死啊！没听到外面的惨叫吗？那可不是普通的吼叫，而是死亡来临时的悲鸣。哎呀，反了你们！中年人心一横，靠近光门，直接驱动精神念力，将他们一只只拱了出去。也就在这时，他终于听到了光门外面的声音。又来一批了，瑶瑶看好了。咦，这是人声？不对啊，泉水投放点怎么会有人？中年人瞪大眼睛，接着他听到了一段终生难忘的中二话语：必胜、剑王、灯、龙、剑、吭，噗噗噗噗噗，这是血液溅起的声音。随后一连串的数字凭空出现，还未被赶出光门外的异兽纷纷大叫，四散而逃。太可怕了，魔鬼啊！他们决定了，宁愿被打死在这里，也不要出去。负责投放异兽的中年人愣在了原地。觉醒广场上，顾胜和几位官方人员通过大屏幕听着方叶的中二话语，一阵头疼。假装用技能就假装用技能啊，除了我们没人看得出来的，非要乱喊什么？而且取的都是什么破名字啊？寻遍蓝星根本都找不到这些技能好不好？别人要是上网查不出来，看你怎么解释。顾胜在心中无奈地说道。只是方叶哪里管得了这么多，热血就完事了。第36章恶意刷分被警告。怎么样，瑶瑶还可以吧？方叶甩了一下刘海，又抛了个媚眼，问道。还行。楚梦瑶看着方叶烧气四射的神情，呵呵说道。好像没有异兽了，试炼应该结束了吧？方叶靠近楚梦瑶，疑惑道。或许吧。楚梦瑶嘴里抽了抽，结没结束不都一样？异兽还不是全被你一个人杀？真无趣。方叶撇了撇嘴，摊手道。这时楚梦瑶看了眼远处的无人机，为避免无人机将他们的对话内容传出去，他贴近方叶的耳朵轻声问道。你怎么做到的？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然而外界看到楚梦瑶的举动，却以为他吻了他。嚯！一瞬间广场上爆发雷鸣般的轰动。震惊！某某是某某高中一校花，竟然当众对一男子做这种事。我一直都很强啊，从来没弱过。方叶转头自恋地回应道。方叶的转头差点亲到楚梦瑶，把楚梦瑶吓了一跳，脸色通红起来。而这一幕被众人看在眼里，更是引起了又一轮的轰鸣。震惊！某某是某某高中一校草，竟然当众对一女子做这种事。不说算了，哼！楚梦瑶撇嘴。相比这里引起的全场关注，森林的其他地方倒是安安静静。奇怪，这么久了还没有异兽过来吗？还是我这位置选的不好？一位同学定定站在原地，疑惑地说道。而另一边，森林某个角落的蔡虚前更是等到心烦。什么鬼情况？异兽呢？
死奶去了！被楚梦瑶骂了一通，现在的他心情十分不爽，急需几只异兽发泄发泄。可能投放员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再等等吧。站在蔡虚前旁边的一位男同学说道，他是蔡虚前的狗腿之一，同样是 C 级职业，被蔡虚前拉来临时组队。两个人配合着打异兽，总比一个人打要好得多，这是共识。但总有猛兽是喜欢独行的，例如刘询。作为一中除 S 级外的第一人，他根本不屑于和其他人组队，反正对他来说都是拖油瓶。甚至在他看来，参加这次试炼的所有同学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包括其他的 A 级职业者。他的职业是 A 级的大格斗家，公认的前期无敌职业，就算是 S 级的职业者，他也未必不能碰一碰。他的拳头早已经饥渴难耐了。然而异兽呢？没有异兽我怎么装比啊？刘询在原地等不到异兽就开始四处走动，结果愣是看不到一只异兽。这都多久了？就算他被传送到了山旮旯，也该有异兽过来了吧？更何况他走了这么多地方，其他同学都看到好几个了，但就是没有异兽。我就不信你们能躲着不出来！刘询气愤地继续走动起来，而他行走的方向好巧不巧正是泉水的方向。泉水异兽投放处，方叶和楚梦瑶一直没等到新的异兽，于是方叶便开始处理异兽尸体。首先是灵魂碎片和他们一身的气血，方叶动用邪魔歪刀，很快就将他们给吸纳了。你这是邪物！楚梦瑶睁大眼睛，害怕的连连后退。没事的，邪不压正，不用怕。方叶笑嘻嘻道。楚梦瑶摇摇头，还是有些膈应。咱们取关键部位的材料吧，一人一半怎么样？方叶又问道。既然是试炼，自然有竞争与比试，而评分的标准除了通过大屏幕看到的表现外，还有异兽关键部位材料的收集情况。数量越多，质量越好，评分自然就更高。而所谓的关键部位材料，其实指的是该异兽身上最值钱的地方，只要割下那部分的材料，收集起来，到时候交给检察员检查就行了。我都没出力。楚梦瑶不好意思地说道。没关系的，反正也没异兽了，你总不能交白卷吧？方叶笑道。就在这时，楚梦瑶忽然指着光门，结巴道：有东西要出来了。方叶扭头看向光门，那里一道身影缓缓走出，结果竟然是一个人，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中年人。官方的人。方叶看到他的衣服，呢喃道：副本试炼的秘境是学校向官方申请来的，所以异兽投放员自然也是官方的人。就是你们两个在赌泉水？中年男子好奇地问道。他原本以为是有一堆人违反了规定，凑在了一起，在这里赌泉水，结果出来看到的只有2个人，就凭他们2个，能把异兽杀得满地都是？闹呢？是的，就是我们。方叶嘻嘻笑道。你们是今年的 S 级学员？中年男子皱眉，又有了其他猜想。他觉得这俩可能是今年唯一的女 S 级艾希达和另一位男 S 级学员，毕竟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他们为何这么厉害。可是他明明没收到训练营今年要参加副本试炼的通知啊，临时决定的。你们叫什么名字？投放员还是选择问清楚他们的身份。方叶、楚梦瑶。得知他们的身份，投放员愣了愣，终于是反应了过来。今年除了那几个进入训练营的超级天才外，还有高手。最终中年人警告了方叶和楚梦瑶，不许再恶意刷分赌泉水，影响其他同学的发挥。方叶见此，只好尴尬地挠了挠头，带楚梦瑶离开了这里。投放员则是回到光门内，重新投放了一批异兽出来，但只有一小波，而且也只剩这么些了。总得让其他同学表现一下，但也仅仅一下，多的也没有了。要怪就怪那俩小孩恶意刷分。投放员愤愤地说道。方叶摊手表示，怪我哥。没过多久，这场无聊的试炼就结束了。就算没结束，也没什么看点了。只因方叶一骑绝尘，他一个人便夺走了其他所有人的目光，成为了整个副本试炼的唯一焦点，而其他人注定只是背景板，或者说起衬托作用的绿叶。第37章，我不是夜神。真晦气，等了这么久就杀了一只异兽，能力都还没展示完呢。就是，也不知道这一届的副本试炼怎么搞的，会不会是领导们把经费都摊了，剩下的钱就只够放这么些异兽了？不至于吧，有官方人员督战的啊，不至于太岁头上动土吧？一道道身影从副本试炼的出口走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道。就在学生们差不多都出来玩之时，看，是方叶，他出来了。观众席上忽然响起一道声音：方叶，方叶，方叶！广场周边一道道声音此起彼伏，呐喊着同一个名字：方叶。什么情况？蔡虚前皱眉，
方叶的名字令他十分不适。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为方叶呐喊，但听到他们语气中的激昂，看到他们神色中的亢奋，不难猜出方叶一定是做了什么轰动全场的事。另一边，方叶是谁？意中的刘询眼中闪动危险的光芒，呐喊声和荣誉应该是属于他的才对，结果竟然有人抢了他的风头。他恨不得立马找到方叶，跟他大战一场，让大家知道到底谁才是本次试炼的最强者。其他的同学同样不明所以，一中的同学不认识方叶，还不至于太过疑惑，但二中同学谁不认识方叶啊？在听到方叶的名字后，他们仿佛回到了曾经，回到了那个职业觉醒前，方叶统治整个年纪的时代。难道他的时代又要回来了？而本次试炼的主角此时正站在广场的正中间，听到众人的呐喊，刚走出副本的方叶连忙摆手：“低调，低调，嘻嘻。”楚梦瑶跟在旁边，虽然有些害羞，但还是眉眼含笑的看向那道光芒万丈的身影。这不正是他最想看到的吗？好，我宣布，本次副本试炼第一名是方叶。台上，主持人拿着话筒喊道。台下，观众们爆发热烈的掌声。嚯！而台上，二中的同学们则纷纷惊奇起来。方叶竟然真的是冠军，这么魔幻的吗？低调低调。方叶继续笑着摆手。与此同时，他来到了舞台的正中央。待主持人宣布完结果后，他立马抢走了话筒。嗨嗨，感谢夏国 TV， 感谢院长爷爷将我抚养长大，感谢老师们的栽培，感谢一中、二中同学们绿叶般的衬托，感谢学校领导的劝退，感谢。卧槽，快上去拦住他！教导主任在下方暗道不妙，连忙让人上去抢话筒。如今方叶奇迹般战神归来，势必会得到官方人员的重视。这时候要是将他劝退方叶的事抖落出来，那他的职业生涯可就完了呀！在这个被异兽日益蚕食生存空间的时代，什么最重要？自然是新生力量，尤其是顶尖的新生力量。而方叶的离谱表现已经足以进入新生力量的最上游。然而，还未等教导主任派去抢话筒的人走到方叶面前，方叶就已经被打断了。等一下，我不服！刘询嘹亮的声音响起，直接盖过了话筒的声音。你有何不服？方叶悠呵一声，瞥了刘询一眼。今年副本释放的异兽太少了，根本就不足以衡量我们真正的实力。你这个冠军自然也就名不副实。刘询喊道。就是，不公平！蔡虚前和一些同学跟着喊道。那你们猜为什么异兽会这么少呢？方叶揶揄。台下见证方叶以一当百的观众们纷纷憋笑。确实有点不公平，但你要说冠军是方叶，那观众们还真没觉得不合理。我不理，我不服，我要跟你打一场！刘询指着方叶叫唤道。方叶看向主持人，主持人看向校方领导，校方领导又看向官方人员，官方人员又看向顾胜。那就打吧！顾胜歪嘴一笑道。在这打吗？方叶指了指舞台。怎么，你怕了？刘询冷笑。方叶鸟都没鸟他，而是看向顾胜。你觉得够你发挥就行。顾胜颇为欣赏的笑道。行，那就这吧。方叶点头。这回他才看向刘询。方大佬，狠狠教训他！就坐在顾胜旁边的艾希达大喊。结果顾胜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抬手轻轻一弹，艾希达便被爆了个脑瓜崩。呜 XX 好痛！刘询感受到氛围的不对，忽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那位明显是来自官方的大人物，似乎很看好方叶。还有那艾希达，怎么净跟他作对？他紧张了起来。来吧！方叶先是伸了个懒腰，随后冲刘询勾了勾手。你过来啊！你！刘询神色一冷，正好他的拳套还没脱下来，就让对方尝尝他一拳超人的厉害。呵呀！金刚八臂拳！刘询一拳轰出，犹如有8只拳头一起挥动一般，全部向方叶袭来。惊天动地霸王拳！方叶同样大吼一声，佯装他在使用技能，没有任何特效，朴实无华，但却蕴含惊人力量的一拳打出，与刘询的8条手臂击了在一起。轰！烟尘四起，一道身影弹射而出，重重砸在了舞台下，不省人事。一招秒杀，被秒的人自然是刘询。其实方叶已经放海了，不然刘询早就血量清零了，而不是现在的只剩1/5血的重伤状态。毕竟出了副本，可就没有轮回印的效果了。方叶可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现场一片寂静。对刚从副本出来的同学而言，他们不再疑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为方叶欢呼了。对其他人而言，他们算是真正见到了方叶的实力。刚才大屏幕里的炸裂场景都是真的。哗！寂静过后，
便是前所未有的欢呼。方叶，二中的唯一真神，回来了！方叶笑嘻了，正准备继续发言，自吹一波，然而一只手忽然搭在他的肩膀上，如同老鹰抓小鸡般，嗖的一下把他给带走了。哎，我还没说完呢！抓他的人正是顾胜。某个隐秘的角落，顾胜将方叶堵在了围墙边。你想干嘛？我可是宁死不屈的。方叶抱住弱小的自己，警惕地看着顾胜，说道：是吗？顾胜邪魅一笑，将方叶按在了墙上，来了个壁咚。啊！救命啊！伤害良家妇男了！方叶大叫。叫吧，我已经施展了屏蔽术，你算叫破喉咙也没有用。顾胜歪嘴说道。破喉咙，破喉咙。10秒后，行了好了，小屁孩一个，我抓你来是有事问你。顾胜放过了他，正色道：什么事？方叶整理了一下稍微凌乱的衣服，眨了眨眼，问道：你是不是午夜神？顾胜问道。啊？方叶愣了一下。我说你是不是夜神？夜神是什么？方叶装傻充愣地回道。其实他内心慌的一批，这就被发现了，我演技这么差的吗？别装了吧，你是夜神。顾胜淡淡地说道。我不是夜神。方叶摇头，矢口否认。这世上没有人在刚觉醒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拥有这么夸张的力量，就是 SSS 级也不行。你说你不是夜神，那你是谁？顾胜眯眼。方叶没辙了。果然，即使是用最小的力气，也已经到达了别人无法抵达的巅峰吗？我原来强到了这种地步。方叶摇了摇头，为自己的强大悲哀。顾胜神色古怪地看着方叶，眼前这家伙的表情好像很欠揍啊。你到底是不是？顾胜再一次问道。我不是。方叶咬着牙继续否认。算了，是不是都无所谓了，反正以后也是我的人。小子，你愿意来我们训练营的吧？你的好基友周浩，还有头号迷妹艾希达，都在我们这里。顾胜邀请道。第38章，守望者神明月。方叶眼睛一亮，愿意，我当然愿意。训练营啊，那可是能快速增长实力的地方，谁会不想去啊？就是有点可惜的，他如果离开学校，他再想收个失望值就很困难了，除非他可以再找到一个多人运动的大舞台。对了，有件事得跟你说一声，你是夜神的身份不要暴露，越少人知道，对你的成长越有好处。顾胜语重心长地说道。方叶神情一凛，果然，暴露身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吗？连官方都保不了他那种。内心这样想着，表面上他还是无奈地否认道：我真不是夜神。顾胜也懒得拆穿，继续说道：你的做法其实挺正确的，但是大喊技能名的模样逗了点，而且太中二了。你这些小伎俩骗骗你们学校那些糟老头子还可以，但遇到真正的强者是瞒不过的。那怎么整？方叶连忙问道。其实他也觉得他的演技拙劣了些。顾胜想了想道：这样吧，我回去找个可以压制你实力的道具，这样你即使使用技能，表现也不至于夸张到没边。方叶眼睛一亮，还有这种道具？那可真是太好了。5分钟后，就在顾胜准备送方叶回去时，远处忽然亮起了抹白光。顾胜皱了下眉，看了眼方叶，说道：行了，你先回去吧，学校还要颁发冠军奖励呢。你表现突出，奖励应该不错，该拿还是得拿的。你不送我？你刚刚不还说？方叶愣了愣，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你自己回去吧。方叶，至于训练营的事，后天我会叫人来接你，明天给你1天时间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等进了训练营，再想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行了，就这样吧，我有事先走了。下一秒，顾胜直接消失在原地，只留下方叶在风中凌乱。真是个始乱终弃的人。方叶一脸愤愤，继而又忽然反应过来道：话说这里是什么鬼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回去啊喂！一片无人的小树林中，一道身穿紫金长袍的神秘青年正站在阳光下，沐浴光辉，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尊光明天使。一道暗影悠悠而来，停在了他的身后。来者正是顾胜。神明月，你怎么还在江南市？顾胜看着眼前的青年，皱眉道。护道。神明月淡淡的说道。护道。顾胜神情凛然。周浩、林燕以及4位 S 级职业者，由他和另外几位强者守护已经足够了，完全不需要神明月也来此，所以他留在这只可能是为了方叶。顾胜，所以夜神。没错，方叶就是夜神，他是通天圣主看中的人，我在这是奉命守护他。神明月回答道。顾胜，那就意味着你不能带他进训练营，他也不需要去那里历练，他有更好的去向。
神明月直接把顾胜的话堵死了，不愧是他心通能力的拥有者，我话还没说出口呢，就知道我要说什么。顾胜苦笑，你守护好你那6位小卡拉米就行，方叶的成长不需要你插手，我会全程守护。神明月将自己话交代完毕后，就化作一抹微光消失了。顾胜摇了摇头，笑道：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有个性。2中觉醒广场，一番东窜西窜，方叶总算回到了学校。学校在觉醒广场为他举办了颁奖典礼，赠送了不少初级属性果实和药剂给他。然而方叶各种属性都已经喂满了，即使服用它们属性也不会得到任何提升，除非是更高级的属性果实和药剂。除了初级属性果实和药剂，学校还赠送了他一套 LV10的 C 级防具装备。可惜这套装备的3件套额外属性加的攻速，方叶觉得自己穿的青云3件套附带的暴击更好一些，只能拿去换钱了。方叶挠了挠头，自语道：冠军奖励虽然对他都没有什么直接作用，但是全部换成钱的话，还是可以给他换一身真正适合自己的装备的。毕竟他的青云3件套只是 LV5 的防具，已经不适合他穿了。我去找我爸妈了。试炼正式结束后，楚梦瑶对方叶说道：去吧。方叶挥了挥手，自己也往院长爷爷和6个小娃的方向走去。哥哥哥哥，你真棒！哥哥哥哥，你最棒！娃子们的口号响起，欢呼雀跃地迎接着方叶。方叶嘿嘿一笑，一个横抱将他们6个全部抱了起来，就像在抱着一扎稻草一样。哎，你可别把他们累坏了。院长爷爷笑骂：不会，我有分寸。走吧，咱们回家。在天使孤儿院里睡了个饱饱的下午觉后，方叶直接在院长房间里盘坐下，进入了通天塔中。刚进到神秘花园，方叶就大喊道：神明月，快出来！我知道你在。果不其然，很快一道光影凝聚而出，变成了神明月。你下次想杀我，能不能通知我一下？每次都搞偷袭，你个老六！一看到神明月，方叶就劈头盖脸的骂道：你就说香不香吧。神明月抱着胳膊淡淡的回应：方叶想了想道：真香。话说你是不是一直在监视我？过了一会儿，方叶又问道：神职者的事怎么能叫监视呢？我这叫守望。神明月仍然一副淡然自若的样子。神职者，你也是 SSS 级？方叶讶异，准确的说半个。第39章努力呀。半个？方叶疑惑。以后你就会知道的。神明月没有解释太多。所以你真的一直在偷窥我喽？那我岂不是什么秘密都没有了？方叶忽然扭捏了起来。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保护你，盯着你，你不用担心自己的一些奇怪爱好被我发现。神明月瞥了他一眼，说道。被神明月看穿心思，方叶顿时尴尬了起来。我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守在城市的边缘，防止强敌来犯。至于城市内部，并不存在既能杀你又能将你尸体掳走的人。只要你的肉身还在这座城市，哪怕人真的死了，灵魂消散了，我都有办法将你复活。神明月说道。那如果我被烧成渣了呢？方叶问道。你恐怕还不知道你的第2天赋建议重开的特性吧？因为涅槃的关系，你的身体是不死不灭的，既不会融成渣，也不会化为空气消散，怎么都会有一股精华留下。只要一身精华还在，我就有办法将你的灵魂牵引，重新凝聚回来。神明月又说道。尊都假都，你这么厉害？方叶呆了呆。听到方叶说他厉害，神明月不知为何忽然沉寂了下来。怎么了？方叶满脸问号，不明所以。过了好久，神明月才缓缓说道：是很厉害，但可惜的是我最想救的人没能救回来。神明月忽然发表伤感说说，加上他那本就忧郁的眼神，一股悲伤的氛围瞬间就弥漫向了四周。看来是有故事的人啊。方叶轻叹一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没事的，都过去了。就在这时，神明月突然抬头，把方叶吓了一跳。神明月死死地盯着方叶，只把方叶盯得发毛。我不会让悲剧延续下去。神明月眼睛发红的，一脸郑重地说道：好，我相信你。方叶愣愣地点头。行了，你去打怪升级吧。神明月摆了摆手，想让他离开这里。你有什么建议吗？我接下来的路。临走前，方叶又问道。自己的路自己走，我没什么好提点的。唯一要告诫你的是，通天塔积分不要乱花。因为幸运值的关系，你可兑换东西的价格和种类和其他职业者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的兑换商城上面都有什么东西，但想来不会缺乏很多对你很有用的东西。总之，别花在不重要的地方，要换就换外面买不到的，甚至只有这里才有的东西。神明月提醒道。那你上次还让我兑换各种属性果实和药剂。方叶撇嘴，他倒是想起了兑换商场的一些贵重的东西，比如战神暴龙套装，将近100万的积分。不用想都知道，
这肯定是某种神级套装。毕竟他连杀通天塔 BOSS 达成终极成就巨龙克星也才得到10万多的积分，距离战神暴龙套装还有将近9万，这足以说明这套装有多高级多强大。初级属性药剂和果实消耗掉的积分不多，很快就能赚回来，剩下的别再乱花就行了。神明月回答道。接下来方叶站上传送阵，离开了神秘花园，前往了通天塔第1层。今天和明天他主要有3个目标： 1. 让邪魔歪刀再升级一次； 2. 第1层探索度达 90% 以上； 3. 让等级升回到15级以上。而这一切他想让他的分身替他完成。出来吧，努力呀！方叶心神一动，一道阴影轮廓便从方叶的身体剥夺而出，最后化作了一只金黄色的小鸭子。努力鸭地级，继承本体 70% 战斗力的鸭型分身，可替代本体升级打怪，是既勤奋又努力，不知疲倦的热血战斗鸭。努力鸭是方叶第2次涅槃后觉醒的新天赋，此次算是方叶第1次将它召唤出来进行战斗。去吧，努力鸭，代替我行走世间。方叶说完打了个哈欠。至于我嘛，就睡觉吧。自从第1天赋摸鱼觉醒了第3阶段摆烂后，他就越来越是睡了。不过这也正符合他意，一边本体摸鱼偷懒刷摆烂值，一边分身帮他刷怪升等级，简直不要太快了。至于为什么不2个一起刷怪升级，这是因为努力鸭在处于召唤状态时，方叶是无法直接通过击杀怪物获得经验值的，也就是说他们间只能共享1份经验值。冲啊，努力鸭！嘎嘎嘎！草野中，一只呆头呆脑的金黄色小鸭正在摇摇摆摆地行进着，除了羽毛偏金黄色，脑袋比较大比较圆，脖子比较粗比较短，体型比较大外，它和正常鸭子没什么区别。当然了，它也挺拟人的，尤其是那双翅膀，活动起来简直与人的手掌一般无二。只见它一边拿着永夜权杖，一边拿着邪魔歪刀，模样十分滑稽地向不远处的4角羊群冲去。旋风3连斩，努力鸭旋转跳跃，如同一道疾风。刷负4213，一只羊。刷负4506，两只羊。刷负6666，三只羊。努力压一个连斩，直接灭掉了3只羊，效果拔群。即使只是 70% 的本体实力，也足够横扫第1层任何怪物了。方叶在一旁疯狂拍手。对了，如果我离开，努力鸭还能不能待在这里？有了疑问，便付诸行动。方叶意识下沉，回到了现实世界，最终得到的答案是可以。这样的话，可以让努力鸭一直刷了呀！我直接该干嘛就干嘛去好了。方叶眼睛一下子就发光了，他也是没想到努力鸭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便利，早知道这样，就早点把他放出来了。方叶想了想，决定去一趟万老板那里。半小时后，方叶小兄弟，你来了。1中2中的副本试炼我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就是我们江南市最天才的那一个。万金油看到方叶，直接就吹嘘道：过奖过奖。方叶一脸的腼腆与害羞。今天过来是想买东西？万金油问道。对，来照顾你生意。说着，方叶便把一堆初级属性药剂果实拿了出来，当然了，还有一副 LV10 的 C 级防具套装，这些不是试炼的奖励吗？万老板眼睛一跳。第40章，我又被唱衰了。我想用这些东西换一套类似青云3件套的 LV10或者 LV15的套装，你帮我找找呗。方叶对杂货铺老板说道。万金油把东西理了一遍，大概估算了下价格，道：行，我去官网帮你看看，有合适你的货色就调过来。方叶，你这话怎妖怪怪的？5分钟后，有一套 LV10的 B 级青云套，价格跟你这些东西差不多，要不？可以，就它吧。1小时后，方叶得到了新的青云3件套，装备青云衫 LV10，评分 B 级，属性生命值加2000，物理防御力加150，魔法防御力加150，效果无。装备青云裤 LV5，评分 B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150，魔法攻击力加150，物理防御力加150，魔法防御力加150，效果无。装备青云靴 LV5，评分 B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150，魔法攻击力加150，速度加150，效果无。特殊效果青云3件套暴击症 15%， 整体属性是之前的青云3件套3倍多。虽然跟方叶夸张的面板相比差距有点大，但也还可以了，算是锦上添花。第2天凌晨2点半，努力鸭代替方叶在通天塔第1层探索了将近6个小时后，
他第一层的探索度终于达到了90%，剩下的10%需要查找攻略才能探索完。具体过程会有些繁琐。努力鸭虽然继承了方叶70%的属性，但思维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许多复杂的东西都无法理解，所以方叶也就没让努力鸭继续探索通天塔，而是把他召唤了回来，将他放到了哥布林山岭中。反正努力鸭不知疲惫，不用休息，可以一直刷刷刷。也是从今晚开始，哥布林山岭多了一则关于鸭王的传说。早上，方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顺利达到了15级，职业摆烂达人，等级15，经验值12345350000，体质2000，力量1000，精神1000，物抗715，法抗715，敏捷770，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地级，剑意重开地级，掠劫之手地级，技能旋风3连斩，暗影袭杀，冲锋陷阵，火球术，邪龙异次元，装备邪魔歪刀，永夜权杖。所有属性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特别是力量和精神。在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大量自由属性点后，方叶终于如愿以偿，将它们全部升到了1000。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的邪魔歪刀终于再次升级了。武器邪魔歪刀 LV15， 评分 B 级，可成长。属性攻击力加500，暴击率正 20%， 爆伤正 35%。 效果第一次攻击可附加重伤状态，下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正 37%， 并使目标持续性掉血，每次掉血伤害为上一次攻击的 7%。 邪魔歪刀的武器等级达到了 LV15， 武器评分也达到了更高级的 B。 可以说邪魔歪刀一直没有落下进度，几乎在跟着方叶一同成长。而它的加成即使是对拥有超魔属性面板的方叶仍然有着不小的作用。现在的方叶在持刀以及穿着青云3件套的情况下，暴击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42%， 自身有 7% 的暴击率，基本上3刀就会有1刀暴击。而他的技能暗影突袭自身附带 70% 的暴击率，这意味着他使用暗影突袭时暴击率已经达到了 100%， 而他的暴击伤害也达到了 185%至 235%， 这在职业者的前期阶段可是相当惊人的。不是说这邪刀会影响人心神，让人走火入魔吗？我怎么一直都没感受到？方叶疑惑，他持有邪魔歪刀时间也不算短了，可以说是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难道跟我的满分幸运值有关？方叶想了想，只能推给那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的幸运值了。上午，方叶照常上学，按照约定，明天训练营才会有人来接他。训练营又叫精英训练营或者超级天才训练营，基本上每座城市都有。训练营招收的大多都是 S 级及以上评级的超级天才，以及一部分表现极为突出的 A 级职业者。每个城市的训练营学员学习满1个月后，会集合到省城去参加更高级的省级训练营。而在省级训练营里表现突出的，还会继续往上参加大区级训练营、国家级训练营，最终筛选出真正的领袖级大佬人物。方叶作为活出第2世的热血中二少年青年，自然不想错过这种既可以表现自己，又能让自己快速成长的地方。然而，刚走进教室，他就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方叶，听说你被取消了进入训练营的资格，是不是真的？一位名为张三的同学好奇地问道。方叶满脸问号，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原来你不知道啊。我也是听教导主任说的，他说学校收到了训练营发来的通知，今年的训练营只招收了楚梦瑶1个，而对于第1名的你，他们最终决定不予招收。张三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方叶的脸色，生怕他忽然生气，不小心一拳挥出将他打死。人的名数的影，方叶可从来都不是什么性格软弱的小男孩，现在他的实力这么近，性格稍微扭曲一点点，忽然暴起打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不，方叶果然皱着眉头从座位上噔的一下站了起来。这老东西又唱衰我，我去找他。方叶直接前往了教导主任办公室。第41章龙神大祭司。在路过其他班级时，方叶又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比如有人说他之所以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吃了楚梦瑶的软饭，使用了他赠予的转职水晶，成功觉醒了一个很牛叉的天赋和职业。又比如说他利用完楚梦瑶后，昨晚又对他始乱终弃，使得楚梦瑶伤心欲绝，生了场重病。而训练营得知了消息后，果断将方叶从名单上删除了。毕竟训练营招收的是夏国未来的栋梁，而不是劣迹斑斑的恶人。方叶若真是这样的人，训练营是万万不会接纳他的。只是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了。这也太离谱了！我说我今天的失望值怎么莫名其妙的在暴涨呢？感情是你在唱衰我？
方叶气呼呼地走进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指着刘主任骂道。而此时，刘主任正坐在电脑椅上和某个看不到脸的制服少妇嘿嘿嘿啊，气氛顿时陷入了尴尬中。3分钟后，刘主任，好雅兴啊！刚刚那是替自己求上位的同行，还是替儿女求前程的家长啊？方叶冷冷地问道。哼，与你无瓜，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刘主任同样冷哼。你是不是乱散播我谣言？方叶想起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愤愤道。什么谣言？教导主任愣了下。训练营的事。那个啊，那可不是谣言，你确实被训练营给拒了。教导主任忽然笑了起来，很是开心。你若不信，大可自己去训练营地找那边的负责人问问，或者你直接找校长。教导主任笑着笑着又说道。方叶皱眉，看教导主任这样子，似乎真不是谣言。他笑得实在是太开心了。那楚梦瑶同学的事呢？你恶意揣摩我利用他，又对他始乱终弃，这你没得说了吧？方叶又质问道。面对方叶的接连质疑，教导主任直接站了起来。方叶，你要搞清楚，我是教导主任，不是什么八卦佬。你觉得我会随意造谣一位学生吗？而且还是楚梦瑶同学。关于他的事，那不是我说的，哪里传来的消息就往哪里找去，别在我这里发癫。教导主任冲方叶吼道。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我惹不起楚家，我怎么可能敢败坏楚梦瑶的名声？方叶眉头紧锁，皱得更深了。太诡异了，怎么才过去1个晚上，风向就转变成这样了？他仿佛看到了一道无名的风云漩涡正在朝他汇聚过来。瑶瑶，对，我应该先去找他。方叶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往重点班教室的方向走去。觉醒职业后，高3年级成立了一个重点班，所有天赋在 B 级和 A 级的都去了那里，而其他同学则保持原班级不动。楚梦瑶是 A 级的龙羽歌姬，自然在重点班，她甚至还是重点班的班长。然而当他走到那里时，并没有看到楚梦瑶的身影。方叶，你竟然还有脸来这里？你把瑶瑶害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一道声音突兀响起，对着方叶怒骂道。方叶挑眉看向那人，竟是蔡虚前。他只是 C 级天赋，能待在重点班，似乎是动用了一些关系，走了后门。他怎么了？方叶盯着蔡虚前问道。你不知道他怎么了？他都被你害死了，你竟然还不知道他怎么了？你自己去他家看看啊！蔡虚前还在疯狂输出。出事了！方叶心中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他连忙离开学校，往楚梦瑶家的豪华宅院赶去。楚梦瑶之前生日时曾邀请过许多同学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很多人都知道她家在哪里，方叶自然也不例外。10分钟后，方叶赶到了那里。叮咚，方叶按起了门铃。方叶，出来开门的是一位面容哀愁的美妇，正是楚梦瑶的母亲。您是楚梦瑶的妈妈吧？方叶连忙问道。那请问瑶瑶她怎么了？虽然瑶瑶脱口而出，但方叶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继续问道。她，美妇神情悲戚，一脸痛苦。原来昨天楚梦瑶回家后，忽然对父母说她想将那转职水晶给使用了。楚父楚母高兴得不得了，连忙答应。于是在众多高手的守护下，楚梦瑶开始了转职。按理说转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很小，但为防止万一，楚父楚母请来了诸多高手护法。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那一刻，豪宅内传出了无穷无尽的龙吟声以及众多高手的哀嚎声。待风波停止时，楚父楚母赫然发现楚梦瑶连同一众高手的灵魂没了，现场只剩下一众尸体。楚父楚母虽然实力同样不俗，但没有参与护法，幸免于难。他们慌慌张张地将官方人员找来，后来甚至连顾胜都惊动了。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楚梦瑶觉醒了 SS 级职业龙神大祭司。龙神大祭司顾名思义，为巨龙族主持祭祀仪式，为巨龙族祈福，向龙神祈愿。所以楚梦瑶的灵魂直接被反向召唤到了巨龙族的大本营，成为了那里的大祭司，而那一众高手则是被献祭掉了。转职水晶是能让人重新获得天赋和职业的神秘之物，使用后获得的新职业基本上都比原来的要高1级，少数情况下会高2级甚至3级。像楚梦瑶这样的情况，就是从 A 级跳到了 SS 级，比原来高了2个档次。但不幸的是，他觉醒了具有危险性的职业，他的存在直接就被巨龙族的高层们给察觉到了，他们直接动用诡异手段，将他的灵魂牵引到了他们的大本营，以帮助他们完成各种祭祀活动。没有办法把瑶瑶的灵魂召唤回来吗？方叶问道。没有，顾教官说只能他自己想办法回来了。顾胜承诺，只要楚梦瑶能顺利回来，他将直接获得进入训练营的资格，并得到最高规格的对待。而顾胜本人更是会为他护道，
防止他再次被反向召唤。当然，前提是他回得来。第42章，至高之路。回到教室，方叶的失望值不知不觉又满了。接下来的1周都不用再考虑怎么刷失望值这件事了。可是方叶高兴不起来。虽然现在以变强为重，情感什么的谈不了一点，但楚梦瑶怎么说也是他好朋友，而且他或多或少也受到了自己的一点影响，他不可能置身事外，得找一下神明月，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把瑶瑶捞回来。方叶思索片刻，想到，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就属他最神秘与强大了，比顾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他可是连通天塔权限都能篡改的人，他的真实身份恐怕在整个夏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神明月此时正在遭受一个究极无敌至尊大佬的审判。通天塔内，一尊巨大无匹的人形虚影正出现在神秘花园的上空，他气势巍峨，浑身缭绕九彩神光，恍若一尊真正的神明。他恐怖、神秘、至高，他是通天塔意志的体现，也是通天塔的掌控者，通天圣主。当然，他只是通天圣主的一道投影，他的本体并不在这。但哪怕如此，他的气息及威势也足以震慑一切。月，你在玩火？圣主投影说道，他的声音如同雷鸣，嗡嗡作响，无形之间让人惊惧3分。然而，神明月仍旧是那副淡然的模样，那忧郁到怎么也化不开的眼神没有出现一点害怕的神色。圣主明鉴。神明月微微俯身回道，轮回之主、炼金之主、河洛之主，甚至你的主身光明之主都说你贪了他们送给夜神的礼物，可有此事？圣主投影问道。有我在，夜神不需要这些玩意儿。神明月仍旧一副淡然的样子。还有顾胜说你是我派去保护夜神的，夜神的一切安危由你负责，不需要其他人干涉他的成长，可有此事？圣主投影又问。我在3大至高的手底下做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所做的事便代表着3大至高的意见。他这么说也没错。神明月一点都没觉得有哪里不对。放肆！谁给你的权利？圣主投影怒了一下。难道是揣摩错你们的用意了？你们并不想让我保护夜神。神明月忽然歪头看向圣主投影。圣主投影沉寂了一会儿，才回道，并非不让你保护他，只是你觉得你自己一个够吗？怎么不够？没有人比我更懂守护。神明月一脸坦然。我只是不想那件事。圣主投影顿了下，似在叹息，随后才继续缓缓说道，再度发生。听到圣主投影的话，神明月的眼睛瞬间红了起来，仿佛有着无尽的不甘与懊恼。正是因为那时候我不在，我在执行你们刻意安排的秘密任务，所以他们才会被追杀致死。神明月用通红的眼睛瞪着圣主投影，一字一顿道。圣主投影继续沉默。是我们的疏忽。过了好一会儿，圣主投影才回道，不，你们没有错。你们作为夏国的3大至高，日理万机，通达寰宇，谋算众生，一切只为世间安宁，怎么可能会犯错呢？错的是我，都是我没有及时赶回来保护他们。神明月悲戚地说道，也不知是在讽刺3至高，还是在讽刺自己。总之，他的胆子很大。这件事是我们欠你的，但夜神的事，我们该怎么处理，还是得怎么处理。你一个人确实不足以守护他，让他安然成长。圣主投影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神明月摇头道，如果想杀他的人是至高级、根源级的存在，你能拦得住吗？圣主投影见神明月怎么都说不通，也是有些恼火了。神明月听到此话，明显愣了一下。你们想杀他？神明月抬头死死盯着通天圣主的投影。他有望成为我夏国的第4至高，我们没理由杀他，但其他国度的至高存在以及异兽阵营那边的根源级存在，如果他们发现了方叶这个好苗子，不排除会亲自动手灭杀他。圣主投影回道，就算如此，我一个人也够了，有我在，无论他死没死，怎么死，我都有办法将他整活。一说到整活，神明月就自信了起来，似乎这就是他的最强的领域，任何人都无法跟他媲美，包括根源级和至高级存在。我们可承受不了再次失去至高苗子的代价了，你可要想好。圣主投影定定看着神明月说道，首先你们过于小心翼翼了，哪位至高不是从尸山血海中摸爬滚打升上来的？你们当年不也没有那么多的保护吗？再者，你们太小看夜神了，他可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他的天赋，他的职业，最多只是锦上添花。他的品性，他的满分幸运值，以及他那无法探寻的、无法知道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的灵魂，才是能将他真正的推往至高之路的终极手段与底牌。最后，我说我能保他，就一定能保他。而且，你别忘了，夜神这个名字，还是身为通天塔意志的你
当初发现他实自己给起的呢？你自己选出来的神，自己都不愿相信吗？神明月的接连质问，竟然把圣主投影给唬住了。过了很久，圣主投影才回过神来，深深地望着神明月。是我小瞧你，也小瞧他了。圣主投影走了，为方叶护道的事，他最终还是交给了神明月一人全权代理。圣主投影走后没多久，方叶也终于趁着下课期间，意识沉入了通天塔中。神明月，神明月，快出来！我知道你在家。方叶一来到这就大喊大叫道，然后他一个转身，就在转角中看见了神明月。原来你真的在啊！楚梦瑶的事有点难，你确定要去救他？神明月通过他心通，直接获悉了方叶的想法，于是问道：这我果然全身上下都被你看穿了呀，这回甚至连底裤都不剩了呀！喂，第43章20集。其实我不太建议你现在去救他。通天塔秘密花园内，神明月坐在石凳上，对方叶说道。方叶也坐在石凳上，就在神明月的对面。此时他的手里正端着一只茶杯，茶杯上有茶，是神明月用经验池里的水晶焰泡出来的。方叶轻抿一口，问道：为什么？现在他在巨龙领地那边过得很好，身为龙神大祭司，无论地位、尊敬还是资源，巨龙族都不会少他半点。对他来说，目前的巨龙族领地百利而无一害。神明月同样抿了一口茶，回道：现在就去救他，反而会断送他的机缘。放下杯子，神明月又补了一句：确定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方叶还是有些担心。不会，至少目前不会。目前？方叶疑惑。总之，你先不用管这方面的事，他在那里成长，只会一日千里，修炼速度甚至不会慢你多少。你还是担心自己不被他超越吧？神明月瞥了方叶一眼，淡定地说道：想超我？哪有这么简单？方叶表示不信。喝完茶，知道了自己该知道的，方叶又回了现实。毕竟现在在课堂上呢。随着方叶的被拒，训练营、楚梦瑶的消失，生活又恢复了宁静。方叶虽然成为了二中名副其实的第一人，无论是学霸还是校霸，现在都是他。但由于每个职业者都时间紧、任务重，加上方叶自己又不爱表现，也不闯祸，所以二中并没有因为方叶的存在而变得波涛汹涌，反而有些风平浪静。哈欠，好困啊！到底是老师讲的内容容易让人犯困，还是我天赋的原因？怎么越来越是睡了？方叶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心想道：现在他一天不睡够10个小时，简直就没有精力。还好有努力鸭一直在帮他打怪升级。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怎么好意思睡这么多的？方叶想起了前世的一句名言，当然还有死不了就往死里干、996、007之类的话语。总之，前世的方叶就饱受资本家的摧残，而如今他觉醒了摸鱼天赋，睡觉摸鱼、插科打诨，反而能让他变强。忽然想一想，挺让他唏嘘的。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在方叶觉醒职业后的第27天，他终于成功达到了20级。他的基础属性面板再次暴涨，体质呈300百分号，其他基础属性呈200百分号。职业摆烂达人，等级20，经验值075000，体质6900，力量2400，精神2400，物抗1500，法抗1500，敏捷1700，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地级，建议重开地级，掠劫之手地级，努力鸭地级，技能旋风3连斩玄阶，暗影袭杀玄阶，冲锋陷阵玄阶，大火球术玄阶，邪龙异次元地阶，指数爆炸通天指神阶。装备邪魔歪刀 B 级，永夜权杖 SS 级，青云3件套 B 级。完了，彻底爆表了。方叶不止按耐住了激动，甚至还忧愁了起来。就他现在这面板，加上技能和武器的优势的话，恐怕就连教导主任这种修炼了这么多年的老东西都能碰上一碰了。这要是说出去，肯定是要被切片研究的。奈奈的，上次顾大叔说要给我送可以压制属性的道具，结果第2天不仅拒绝招收我进训练营，连道具也没给我送来。不行，必须得找他一趟。方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直接出门驱车前往训练营基地。没错，驱车。方叶最近一直在赚钱，其实是努力鸭在赚。如今他已经是一名身家100万的小富豪了，所以买一辆9号自行车很合理吧？相当合理。只见方叶骑着9号自行车咻地，不出半个钟就到达了所谓的训练营基地。训练营基地建在郊外，占地极广，有山有水，旁边甚至就是横跨各市，闻名全省第一哥布林山岭。训练营重地，闲人免进。2个士兵举着大菠萝对方叶说道：我就是来种地的啊，你们看
我种子都准备好了。方叶从背包里探了探，还真被他拿出了几枚种子。这是努力鸭在某次哥布林山岭刷怪时捡到的不知名种子，似乎很是不凡，所以方叶就让他带了回来。放肆！训练营重地，休得捣乱！一名士兵喝道。我真找顾胜有事，你们帮我把他叫出来呗。方叶将种子收了起来，认真的回答道。大胆！顾教头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你这小毛孩是来这里编排我们的吗？方叶听得头疼，只好掏出手机打给了艾希达。之所以没打给周浩，是因为他作为 SSS 级，训练强度很大，正常情况是没空接电话的。喂，谁啊？对面传来清澈如泉水叮咚的女声。你没备注？方叶问道。嘿嘿，当然有，我一看到牛逼二字就知道是你。这什么鬼备注？见方叶不说话，艾希达主动问道。大佬咋了？有什么事要找我帮忙吗？我想见你们的80万禁军总教头，但是我被拦在了训练营门外，进不去。方叶无奈地说道。啊，你在门外？你等等，我现在过去。嘟嘟嘟，艾希达直接挂掉了电话。真是毛毛躁躁。方叶笑着摇了摇头，而两位士兵则讶异地看着方叶，这人难道还真认识顾胜总教官？3分钟后，一道亮丽的身影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大佬，真的是你！艾希达高兴地跳了过来，差点扑进了方叶的怀里。还好方叶关键时刻闪了个身，才没让他得逞。扑通！艾希达与大地来个亲密接触。两位士兵，你没事吧？我以前在学校，许多女同学就经常想扑倒我，有时甚至好几个一起上，所以我为了自己的贞操，练就了一身躲避的功夫。刚刚完全是惯性使然，绝不是我不想被你扑倒。方叶解释道，毕竟有事求他，不能让他尴尬。只是他有些越解释越乱的意味。艾希达面色潮红的从地上爬了起来。没事，是我跑太快了没控制住自己，所以才飞扑了过来，没撞到你就好。艾希达尴尬的笑了笑。第44章，压制金箍，训练营闲逛。他是今年的副本试炼第1人，就是那个方叶。艾希达向守门的2位士兵介绍道。啊，你就是方叶？2位士兵瞪大眼睛。原来你们知道我呀？方叶无语，早知道报名字了。既然是你，那就进去吧。顾教头可是早就想让你来这里了，只是据说上面有人不想让你进这里，所以才没招收你。2位士兵立马换了态度，将方叶迎了进去。上面不想让我进？方叶心里一咯噔，难道有大佬看我不顺眼？那我岂不是处境很危险？在艾希达你带领下，方叶顺利见到了顾胜。3人在办公室里静静站了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最终还是可爱的艾希达打破了尴尬。你们怎么不说话呀？艾希达左右摆头看向2人。方叶和顾胜平静地看向艾希达，一切尽在不言中。嗨，不想让我听就直说嘛。艾希达撇了撇嘴，鼓着腮帮子走了。艾希达走后，方叶终于开口了。顾教头，我想要压制属性的道具。方叶直接说道。神秘月他不给你？顾胜疑惑，夜神的一切不应该有神秘月包办吗？啊，他也有这东西？方叶歪头。行吧，感情神秘月啥也不管啊。我可以给你，但你得跟他说清楚，是你想要的，不是我硬塞给你的呀。顾胜回答道。这事还需要他的同意，他又不是我的监护人。方叶疑惑之色更浓。总之，你想要就给你，不过有点大，你得忍一下。5分钟后，方叶头上多了个沉重的金箍。这是什么？压制金箍，内里附带紧箍咒，施展紧箍咒可以压制自身实力，压制多少由你自己决定。顾胜回答道。可是这东西有点丑啊，必须一直带着吗？方叶头脑沉重地看向顾胜。要不你往下掰掰，让他套到你脖子上，这样应该好看些。顾胜摸了摸下巴，撇嘴说道。那不就狗链圈子了吗？方叶翻了个白眼。哈哈哈哈！顾胜仿佛被戳中了笑点，一阵爆笑，笑了好久他才停下来，继续说道。其实他有隐藏功能，你与他绑定后，成为他的主人，再去操控他，让他隐去就行了。方叶点头，与其绑定。绑定后，压制金箍的诸多功能都映入他的脑海中。压制金箍可以压制自身1到9重的实力。方叶想了想，直接压制了7重，只让自己发挥出真实实力的3重。当然，即使只是3重，暴打艾希达也毫无问题。远在训练场上训练的艾希达忽然打了喷嚏。谁在想我？压制了实力后，方叶又将它隐藏了起来。当然，那份沉重感还是存在的，甚至后面方叶还会发现，戴上了压制金箍后，他的困意更严重了。2人又继续交流了好一会儿，才走出了办公室。顾教头，能带我逛逛这个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吗？方叶现在没什么事做，于是请求道。
顾胜想了想，答应了。训练营有5大区：拉练区、战斗区、生活区、功能区、宿舍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职业者并不是只能通过刷怪才能提升等级，一些十分有效的训练以及一些少见的特殊方式，同样是可以提升经验值的。拉练区和战斗区的作用，就是为了培养学员们的综合能力和战斗技巧而设立的。至于功能区，则是一些专项训练室、实验室以及功能性阵法了。专项训练室专门修炼单一属性以及技艺、身法，甚至各种花里胡哨能力的训练室。实验室则是做实验的，异兽实验、果实培育实验、魔法试剂实验，甚至是关于职业者身体的实验都有，是方业最害怕的地方。毕竟他秘密太多了，一旦被发现，很容易就会被端上病床解剖的。而功能性阵法指的是可以辅助修炼的阵法，一旦开启阵法，待在阵法内的人就和服用了运灵丹和双倍经验丹一样，效果拔群。就是开启一次要消耗海量的资源，所以基本上半个月都开不了几次。至于运灵丹和双倍经验丹是什么，这就得说到丹药了。丹药不同于药剂与果实，它要更加复杂的多。大多数丹药都是20级以后才能使用的，只有极少部分可以辅助修行的丹药才可以在20级以下时使用。例如运灵丹，这是一种十分温和的经验类丹药，吃了它，即使什么也不做，也可以缓慢提升自己的经验值。还有双倍经验丹，可以让职业者在刷怪时获得双倍经验值。这2种丹药产量极低，基本上牢牢把控在官方的手里，学生们要想使用，必须得通过参加训练营或者官方举办的比赛之类的方式才能获得。这也是很多学生挤破头都想进入训练营的原因，包括方叶。当然，现在他有了努力压每时每刻都在刷级，其实也不太需要增长经验的东西了。逛完一圈，天色渐浓，方叶正准备离去，忽然训练营各个区域传出了警鸣，呜呜呜，是3级戒备。顾胜神情凝重，对于江南市这种小城市来说，3级戒备已经意味着巨大的灾害，足以影响整座城市的运转。嘟嘟嘟，顾胜掏出手机接通电话。什么情况？不好了，教头，哥布林山岭发生暴动了，数以百万计的蓝色、绿色哥布林正在冲击城市边线，他们想要越界。电话那头传出一声激动但不慌乱的声音。方叶听到此话，神色微凝，他的努力鸭此刻可就在哥布林山岭边缘呢。方叶沉下心神，与远在那边的努力鸭进行意识链接，随后努力鸭的视野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过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狼藉，树木倾倒，泥土坍塌，一群群或蓝或绿的哥布林正在浩浩荡荡往江南市赶去。方叶瞳孔地震，这可是大灾厄啊！我现在就带人过去。顾胜这边回复道：我也去。方叶连忙举手。第45章哥布林暴动。自300年前游戏与现实融合后，现实的一切便都发生了改变。人类变成了职业者，其他绝大多数的生物也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异兽。除了本土的生物异兽化外，还有来自裂缝空间的充满着神秘与未知的域外异兽。月影森林里的异兽基本都是本土异兽，而且等级偏低，对蓝星原有的生态影响不大，单靠职业者们的日常刷野就可以完全维持住那里的平衡。但哥布林山岭不同，它是典型的域外异兽占领的领土。游戏与现实融合后，蓝星的表面积扩大了10倍不止，多出来的空间基本上都是通过神秘裂缝强行塞进来的。哥布林山岭便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无比浩大，横跨数个城市，强行嵌入当中，使得许多城市之间原有的通道直接被封闭。域外异兽的生存空间虽然很大很广，但仍然阻止不了域外异兽们的野心，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侵占人类的地盘。所以蓝星的空间看似扩大了10倍不止，但实际上人类的生存空间比原来更小了。而且当前还在持续的收缩中，人类的处境很艰难。域外异兽的繁殖力很强，哪怕是哥布林山岭这样浩大的地方，也根本不够异兽们消耗的。10年前有绝顶神级高手来此，灭除了这里的所有异兽，一个活口都没留下。然而没过多久，这里又出现了新的异兽，甚至在以十分恐怖的速度繁衍生息着。直到今天，哥布林山岭再次成为了兽满为患的可怕地界。哪怕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职业者在这里刷怪清扫，也仍然阻止不了哥布林们的日益膨胀。如今哥布林的数量终于突破了临界点了，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入侵人类世界。哥布林山岭某处，快跑！哥布林们疯了！一个青年人拼命大叫，让自己的同伴快跑。下一秒，浩浩荡荡的哥布林兽群冲了过来，直接将那青年人淹没。他恐怕连尸首都被碾成泥了。他的几位同伴一边流泪一边迅速奔跑，企图逃脱哥布林们的追赶。然而又一道哥布林洪流直接从另一个方向奔袭而来，与这边的哥布林洪流汇聚。几位同伴逃无可逃，
只能绝望地看着呈包夹之势的2道哥布林洪流。嘎嘎嘎！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大鸭子忽然出现，举着一条黑不溜秋的权杖，仰天长嘎嘎嘎嘎嘎！轰！巨大无比的黑色冲击波瞬间砸向哥布林兽群。隆隆隆！恐怖的黑暗力量直接让100米范围的空间瞬间坍塌，近1000只哥布林直接死于非命。邪龙异次元，恐怖如斯！这是鸭王！一个男子惊呼道：“真的是传说中的鸭王！”另一个人同样瞳孔大张：“是鸭王救了我们，他果然是我们人类阵营的。”第3个人一脸亢奋地叫喊道：“近来，哥布林山岭一直流传着鸭王的传说。据说这只大鸭子是某位御兽师大人物的御兽，每天都待在哥布林山岭里历练，无论早上、中午、下午、晚上、深夜，任何时刻都有人撞见过他。他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拿着一根黑漆漆的法杖，不停地清除着各座山岭的哥布林。现在，这只大鸭子终于也被他们遇上了，而且还救了他们。嘎嘎嘎！努力鸭冲3位青年叫唤，金黄色的鸭翅膀还指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摆动。鸭王大人，这是让我们从这里离开。嘎嘎嘎！努力鸭点头。那我们快走吧。好好，我们快走，不要耽误鸭王大人救其他人。很快，3位青年往山下跑去了。嘎嘎嘎！努力鸭继续在各座山岭中游荡，企图救助更多的人。另一边，江南市边缘，一大波或蓝或绿的哥布林手持狼牙棒，纷纷朝围墙边涌来，大有推倒城墙、进攻江南市的趋势。山河铁剑，荡青朱血！雄浑的声音响起，一道无与伦比的白色剑气如碧波海浪般荡出，接着便是一连串的密密麻麻的数字标起，成千上万的哥布林被直接拦腰斩断。好强！方叶被顾胜带到了这里，刚一下车便看到这无比帅气的一剑，还有更强的呢。顾胜示意方叶看向前方天际，太上无极，天地一剑。雄浑的声音再次响起，一道浩大如山的磅礴巨剑凭空凝聚而出，而后往地上猛地一扎。嗡！无穷无尽的剑气如飓风般摧毁大片区域，哥布林兽巢再次失去近万哥布林。此外，巨剑的正中间还正插着一头紫色的哥布林，这是一只罕见的50级哥布林 BOSS， 被一剑斩杀，好猛！方叶赞叹，他是驻守江南市的第一高手，巨剑屠夫齐彭商。顾胜郑重地说道。齐彭商，方叶暗暗点头，记住了这个名字。比你还厉害吗？方叶忽然瞟了一眼顾胜，问道。定位不一样，单挑我厉害，群攻他无敌。顾胜斜眼回道。我不信，除非你也上去表演表演。方叶激将道，他其实也很想看看顾胜的实力是怎样的。也好，让你见识见识。顾胜望了眼后方人群中被一众老师们围起来的周浩等超级天才，又看了看眼前的方叶。你自己小心一点。顾胜提醒了一声，便往城墙外冲去。小杂碎们，敢犯我人类边界，受死！吭！一道剑气如虹，向哥布林兽巢冲去。刷刷刷刷刷刷刷！哥布林兽巢如被直捣黄龙一般，近1000哥布林被撞飞，更有数百哥布林直接被一一贯穿。好强！方叶震惊。顾胜原来也是耍剑的，只不过他的剑似乎更适合单打独斗，而齐彭商使的明显是大开大合、大气磅礴的巨剑，更适合群攻。所有远程法师、远程射手以及其他远程攻击职业者，跟我们一起放技能！一位指挥官喊道。下一秒，一连串的五彩缤纷的技能被纷纷砸出或射出，攻向终于冲到近前的哥布林兽巢。轰轰轰轰轰轰！隆隆隆隆隆隆！哥布林兽巢瞬间被打得七零八落。第46章，爆炎圣地与洪荒之主。方叶不想暴露法师身份，没有跟着放远程魔法技能。一波轮番轰炸后，哥布林们死伤惨重，硬生生被逼退了一段距离。然而没过几秒，后方无穷无尽的哥布林们又压了上来，继续发起进攻。城墙上的远程职业者们只能再度发起进攻。然而远程职业者的数量终究太少，且释放技能后或多或少都有着冷却，而哥布林的数量数以百万计，仅凭他们根本就拦不住。很快，哥布林们来到了城墙面前，操着木梯子开始想要爬上来。哥布林大多都是人形，同样擅长使用工具，制造爬墙梯子什么的，根本难不倒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个体甚至同样具备着远程作战的能力。在兽巢的后方，近万的哥布林此时手持长弓，弯弓搭箭。吁！口哨声响起，数万支箭雨一同发射，向城墙这边射来，场面壮观无比。快躲开！指挥官大喊。几乎所有人都低头躲避箭雨的攻击。也就趁着这个时候，最前方的哥布林们开始了爬墙。
别让他们上来！一个人挥动大棒，狠狠砸向梯子，将梯子一端砸了个稀巴烂。其他人纷纷效仿，有的直接伸出长手将梯子推倒，有的释放技能攻击爬上来的目标，有的扔石头将哥布林们砸了下去。只是他们真的拦得住吗？10分钟后，第一只哥布林成功上岸，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哥布林终究还是爬上了城墙，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所有近战的兄弟姐妹，跟我杀！杀杀杀！方叶被周边的气氛感染，同样掏出自己的战刀，开始与哥布林们厮杀起来。然而他们根本杀不完，很快便有哥布林冲进了城中。城里生存着大量的未成年人和战斗能力极弱的生活职业者，面对手持狼牙大棒、凶厉无比的哥布林，他们根本无法反抗。上一秒或许还是欢声笑语的世界，下一秒便可能是生灵涂炭。不，一个大汉仰天长啸，往城内杀去。别自乱阵脚，先挡住外面的哥布林！指挥官大叫。只是又怎么可能不乱呢？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遭受迫害。城外的哥布林要拦住，城里的哥布林他们同样要杀。许多人不管不顾往回杀去，想先解决冲进城中的哥布林们。前线很快就少了大量的战斗职业者，压力陡增。这可咋整？方叶深深皱眉，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哥布林们莫名其妙就开始了暴动，连平常负责巡查山岭周边的官方人员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络的？如何组织的？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发动入侵？无人得知。异兽的可怕远远超过了方叶的想象。这一刻，他想变强的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吭！方叶提着邪魔歪刀杀向了兽巢。就拿你们来祭一下我的刀。虽然战场上到处都是哥布林尸体，但是邪魔歪刀只能吸收持有者击杀的异兽的血气和残魂，所以方叶想要让邪魔歪刀再进一步的话，必须自己大杀特杀才行。杀！方叶提着邪魔歪刀如一道长枪飙射而出。冲锋陷阵！轰！负9999，负9762，负9527，一连串的数字出现，数十只哥布林直接被贯穿击杀。而这方叶只用了30%实力。杀杀杀！旋风三连斩和冲锋陷阵连续用出，不停清怪，而专注单点爆杀的暗影突袭则用在了袭杀 BOSS 级怪物上。BOSS 和普通怪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体型和血量上，哪怕是同一种类同一等级 ，BOSS 级的体型和血量也远远大于普通怪物。暗影突袭加上武器和防具的加成，已经能够做到必定暴击，加上本身就高额的输出，基本都能做到一击必杀20级以下的 BOSS。此刻的战场十分混乱，每个在场的职业者都参与了战斗，就连本应该被保护起来的周浩和林燕也出手了。他们是整个江南市乃至整个南天行省除了神秘的夜神外，明面上最强的2个天才。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他们的力量。林燕 SS 级爆炎圣地，拥有2大天赋：异火吞噬和爆炸艺术。他身材高挑，面容俊朗，眼神坚毅，给人一种风神如玉的感觉。他一袭白衣，随风飘扬，一头长发如火燃烧。他站在战场上就犹如一尊火神。他威武，他气盛，他手持帛书，如神明将士。3重大火球术！林燕高高举起手中的火神帛书，无数的密文涌出，直接代替了法术的吟唱过程。空中3道大火球瞬间凝聚而出，随后朝3个方向砸去。轰轰轰！密密麻麻的数字出现，3个方位，100多只哥布林直接阵亡。而且技能效果并未完全结束，他们就犹如复古之躯，未被炸死的哥布林只要沾染到一丝火焰，就会在身上迅速蔓延，直至燃烧成灰。这是训练营诸位大佬让林燕融合了几种异火后获得的可怕的火焰附着能力。此外，在爆炸艺术被动的加成下，大火球术伤害直接爆表，几乎与施展超级火球术的效果差不多。一击造成100来只哥布林的身亡，这便是 SS 级职业者的强大。而另一边的表现则更夸张，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诡异。那是2个一模一样的小胖子，他们身上都背负着10口神秘莫测的大洞，每口洞中都蕴含着危险至极的气息。除了10大洞天，他们的手中还各拿着一把散发惊人光芒的圣剑，那2把剑一黑一白，相处时仿佛能造成阴阳倒转，时空泯灭。洪荒之主传承着古老洪荒之力的圣主，他掌握的是远古10大洪荒怪兽的神力，是与时空相关的终极剑道，是新分2用2身并行的自在之术。他来自洪荒，曾掌控诸天沉沦。他是周浩，也是夏国这一届的第1天才。嗡！一剑起，天地惊，周围100米内的空间剧烈晃动，随后好似被拦腰斩断了一般，
整片空间一分为二，而100米空间内的哥布林同样上下一分为二，一剑频频斩出，近300只哥布林夭折。第47章，齐彭商与哥布林皇帝。周浩 SSS 级洪荒之主，天赋十凶洞天，自在化身，剑断万骨。A 级校级天才， S 级市级天才， SS 级省级天才，而 SSS 级则是国服最强。在明面上，夏国这样地大物博且人口极多的国度，一年能诞生一个就已经很难得了。曾经的一些年份，可是一个都没有。而周浩便是夏国今年明面上唯一的 SSS 级。至于为什么是明面上，这就涉及到国家的底蕴问题了，日后再说。总之，在明面上，在亿万平民中，周浩是今年唯一的 SSS 级。S 级一种超强天赋能力， SS 级2种超强天赋能力， SSS 级3种超强天赋能力，且每一种都格外诡异与极端强大。可以说，今年的周浩就是所有平民玩家的信仰，是他们心中的唯一真神。夜神由于身份不明，默认除外，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无数人的心。而今天他的第一次表现没有让人失望，仅仅轻描淡写的一剑就腰斩了300哥布林。对此，逼神方叶表示好厉害，都有我5成功力了。他是真的欣慰。未觉醒职业前，他在学校的人气很高，人缘很好，朋友很多，但最铁最击的其实只有周浩一个。现在周浩成为了全民偶像，还是实力派，他很为其高兴。当然了，除了周浩和林燕4位 S 级天才的表现也不错，只比用了3成功力的方叶差一点点。能进训练营的，除了天赋足够好外，其实人品也差不到哪去。他们6个没有一个怕死的，全都冲在最前面大杀特杀。方叶看在眼里，暗自点头，以大佬的姿态表示欣赏。虽然之前被暗影狼群围攻时 ，S 级的李哥和那个憨厚少年没有选择搭救他，但这也是人之常情，方叶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帮了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没什么好说的。身为江南市第7位超级天才，我也得加把劲了。方叶看了眼正处在突破边缘的邪魔歪刀，再次杀向了哥布林兽巢中。现在他已经基本能肯定，邪魔歪刀能升级这么快，且从不影响他的心神，跟他的满分幸运值有不小的关系。要是搁别人用这把刀，别说能不能升级了，恐怕入魔就能把那人入死。方叶再次杀入兽群，一刀一个小朋友，但由于用力过猛，杀得过于尽兴，才杀了5分钟，方叶的耐力值便不够了，得把在哥布林山岭乱逛的鸭宝叫回来才行。方叶暗道，他在现实不方便用魔法技能，但努力鸭可以，大火球术和邪龙异次元的大范围 AOE 才是他清怪最快的技能。此时，哥布林山岭深处，一道身影横冲直撞，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路杀到了这里。哥布林领主，出来，给我一个解释。你是想挑起2族大战吗？信不信我请一位人类天花板过来，再灭绝你们一次？江南市第一强者兼守护者的齐彭商挥舞大宝剑，直指山岭下的地穴入口，怒吼道：别，你听我狡辩！一位佝偻着身体、汗流浃背的老哥布林撑着拐杖从地穴中颤悠悠地走了出来，进口吐人言道：这是一位老得不像样的哥布林，一身紫色的皮肤如同皱起来的老树皮，更有长长的胡子直接拖在地上。你怎么老了这么多？齐彭商皱眉，新一任的领主才来这里没几年，按理说不应该这么老才对。他是为了将我等渡过来，消耗了大量寿命才变成这样的。几位或金灿灿或银闪闪的小哥布林从地穴中走了出来，为首那个笑眯眯地说道。看到他们，齐彭商瞳孔骤缩，你们是哥布林皇族？哥布林山岭虽然说是面积浩大，但其实也就1/3个南天行省那么大，而哥布林这个种族的真实规模并不比整个蓝星的人类少多少。他们的真正祖地名为哥布林地穴世界，它位于如今蓝星的西方，而此处的哥布林山岭其实只是他们的遗弃之地，连他们哥布林祖地的1%大小都不到。没错，我们就是来自祖地的皇族。为首一位黄金哥布林傲然说道。齐彭商深深皱眉，不过当他发现对方都是小辈后，他心里一狠，有了想将对方抓住甚至直接杀掉的冲动。似乎洞察出他的想法，为首的黄金哥布林十分嚣张地骂道：老匹夫，你敢？有种你试试！其他哥布林皇族同样在叫嚣。齐彭商大怒，就要动手。老匹夫，请看头上！为首的黄金哥布林忽然指向高天。齐彭商抬头望去，只见高天之上一道巍峨无比的虚影突兀显现，而后渐渐的越发凝实。齐彭商瞳孔大地震，这是哥布林皇帝，这等人物竟然从遥远的西方渡来了这里。咚咚咚，那道恐怖身影头顶天，脚踏地，机遇撑破寰宇，恐怖至极。你叫齐彭商？震耳欲聋的声音传出，深深震慑着齐彭商。
你敢踏入夏国境内，是想找死吗？虽然内心震撼无比，但齐彭商还是让自己强行镇定了下来。面对极端战力的入侵，夏国每个行省都有各自的反制手段。若是对方敢来硬的，他势必会让对方知道夏国的底蕴到底有多深。我来这只是保护后辈罢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我，而是他们。哥布林皇帝指向了那10几位哥布林皇族子弟。什么意思啊？齐彭商沉声问道，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听说今年夏国的江南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天才大爆发，我们来这是为了进行一场年轻强者间的交流。哥布林皇帝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拒绝。齐彭商直接回应，我是今年的职业者，才刚觉醒1个月，而往届的天才职业者都在外地上学，这是一场不平等的较量。他是怕了吧？我看是怂了，夏国不过如此。哟，你看看他脸色青了。哈哈哈哈！洞穴出入口，那10数位哥布林皇族嬉笑怒骂，不停地嘲讽着齐彭商，很拙劣的激将法。齐彭商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我们族的孩子们也都不大，这样吧，我有一座平等战场，可以让他们压制在同一等级下进行战斗，你觉得如何？哥布林皇帝继续问道。第48章，江南市年轻强者们出列。我拒绝。齐彭商仍然拒绝代表超级天才们应战。确定吗？那我就让100万哥布林子民继续进攻江南市了。你敢？齐彭商横眉倒竖，握紧手中的铁剑。别想着去其他城市求外援，其他城市的域外秘境我都沟通过了，一旦致强者离城，立即发动暴乱。你也不想整个南天行省，甚至整个夏国都陷入动荡之中吧？哥布林皇帝冷笑。听此，齐彭商倒退一步，难以置信地望着他。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暴动。齐彭商反应了过来，定是有域外根源级强者察觉到了今年江南市的不凡，感应到了危机，为防患于未然，所以他们联合了起来，想对这一届的新生人类强者下手。哥布林皇帝很可能只是他们的先锋，甚至只是棋子。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这小小的江南市被盯上了，周浩、林燕，甚至是隐藏在暗处的夜神都被域外至强生灵们彻底盯上了。咚，看来你懂了。哥布林皇帝歪着嘴往前走了几步，他低下巨大的头颅，靠近齐彭商，继续说道：齐彭商，你在害怕什么？作为蓝星最强大的人类国度之一，同时与数大生灵种族对抗的夏国，难道还怕我们这小小的哥布林一族吗？再说了，只是切磋而已，输了就退场，有什么好怕的？哥布林皇帝循循善诱的模样，让齐彭商的拳头直接硬了起来。什么只是切磋？根本就是屁话！一旦上了擂台，双方绝对会分出生死的。对方要的就是杀死他们夏国今年最顶尖的天才，甚至还很有可能是彻底杀灭、毁尸灭迹、魂飞魄散，连复活都复活不了那种。你每多战1秒钟，江南市就得多死1个人。你也不想因为自己的耽误而害了整座城市吧？哥布林皇帝歪嘴笑道。齐彭商冷冷盯着哥布林皇帝，一语不发。他在权衡利弊，思虑对策，场面陷入了僵局。答应他吧。一道身影如风来时，十分诡异地出现在了齐彭商的身旁。来者是训练营的总教头顾胜。顾胜，封神弟子，疾风剑客，夏国10大剑圣之一。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哥布林皇帝颇有些意外。顾胜随意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切磋可以，先叫你们的杂碎滚出江南市。还有，平等战场由我出。哥布林皇帝皱眉，有些意外，对方竟然也带有平等战场。这是一种公平对战类的擂台道具，放置在固定的地方后，就可以让较量的双方站上擂台。随后，平等战场会根据自己的规则，使台上的双方压制在较低一方的同一等级上。例如，如果哥布林皇族这边是一名30级的高手，而江南市这边是一位15级的职业者，那么平等战场就会将30级的哥布林压制成他15级时的样子，而15级的人类职业者则维持原样。行，我答应了。哥布林皇帝瓮声瓮气地说道。长长的哨声响起。3分钟后，哥布林全部撤出了江南市，围拢在城市边缘，而江南市的战斗职业者们也聚在他们的对面，与他们对峙着。对不起，我替你们应下了这一战。顾胜对着训练营的6位天之骄子鞠了一躬。不，老师，我们受不起。周浩连忙上前将他扶起。对，老师，这一战我们接了，就算输了也绝无怨言。是啊，老师，我们怎么可能会怪你？就是，我们不会输的，等着验收我们的训练成果吧。艾希达气呼呼地冲着对面的哥布林兽群挥舞粉嫩的小拳头，大叫道：江南市必胜！江南市必胜！所有江南市的其他职业者都挥舞手中的武器或者拳头，跟着叫喊。他们有10几个，
我们只上6个。方叶疑惑地看着顾胜，顾胜冲他摇了摇头，暗示他不要报名参战。训练营的教官，我可以参战吗？来自2中的一位女生站出来，怯懦地说道。她是今年2中除楚梦瑶外的另一位 A 级职业者，她的名字叫做江山。我也参战。我也是。其他高中的几位 A 级职业者也都站了出来，就连1中的校霸刘询也报名了。报完名后，他还啐了一口，嫌弃地看向方叶，道：方叶，这种问题你也好意思问出口？身为江南市的一员，有能力当然要参战了，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怂了就跪下来当狗。刘询气愤地说道。方叶无语至极地看着他，这怕不是个傻子吧？这都能挑出刺来？刘询，每个人都有拒战的权利，而且我还没同意让你们参战呢。顾胜厉声道。刘询被吓得后退几步。顾教头，我也参战。方叶平静地举起了手。顾胜皱眉，眼神闪烁锐利的锋芒。你确定也要上？方叶点头，同时指向了另一边，还有他。所有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嘎嘎嘎，一只金黄色的大鸭子叼着一根黑棍，扑腾着翅膀一路飞到了这里。是鸭王，传说中的鸭王。许多人都指着那只大鸭子惊呼道。他是？顾胜疑惑。他是异兽，但却是我们人类阵营的，应该能参战吧？方叶期待地看着顾胜。你是指他不是被御兽师契约的御兽，也不是召唤师召唤出来的召唤物，就是单纯的异兽，属于一个个体。所以我的意思是，他也单独代表一个个体参战。方叶笑着解释道。嘎嘎嘎，努力鸭疯狂点头，并用翅膀指着方叶，表示他说的对。最终顾胜答应了。3分钟后，双方出战名单公布。哥布林方4只黄金哥布林和9只白银哥布林。江南市方 SSS 级周浩， SS 级林燕， S 级艾希达， S 级天海翼， S 级李哥， S 级张大牛， A 级刘询， A 级江山， D 级方叶，未知级鸭王。除了训练营6大超级天才和方叶以及努力鸭外，顾胜只在几位 A 级职业者中选了1中的刘询和2中的江山。第49章少年之伤。我们可是全员出动，你们确定不多派几个炮灰上来垫垫？一位白银哥布林对着顾胜用夏国语叫嚣道。身为哥布林中的皇族，黄金哥布林和白银哥布林的智商极高，学习简单的夏国口语只需要几天的时间。顾胜没理会他的激将法，多上一个就多一份风险。若不是怕寒了 A 级职业者们的心，他甚至连刘询和江山都不想派。毕竟对方是有备而来 A 级职业者，恐怕真的只能当炮灰。那白银哥布林见激将不成，倒也没有勉强，而是站到了擂台上，继续叫嚣道：我直说了，我是我们这边最弱的，你们随便派一个上来受死吧。他奈那个熊的，我去！刘询气不过他那么嚣张，直接就要走上擂台。顾胜拦住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小心点，自觉打不过就认输，如果对方不放过你，就想办法跑出擂台。刘询见顾胜那么严肃，内心也是谨慎了几分。放心吧，顾教头，我会努力打倒对方的。加油！顾胜拍了拍他的肩膀，将他放了上去。刘询走上擂台后，发现对方掏出了一副拳套。哦，这要巧，竟然也是拳师。刘询暗道，将自己的拳套也拿了出来，戴上。看来是场肉搏战。台下，方叶摸了摸下巴，饶有兴致地说道：我第一次竟然希望刘询能赢。艾希达站在他的旁边，嘟嘴道：难说，不死就算成功。方叶回了一句：哇，你就不能说句好的？艾希达瞪了他一眼：事实而已。说完，方叶忽然想起了什么，从空间背包里一阵捣鼓，摸出了一道纹身贴。这是什么？艾希达好奇。把手给我。方叶说道。艾希达疑惑地伸出手，只见方叶将他的玉手翻了过来，往他手背上一贴，随后一撕，一道诡异的如同深渊般的纹路便印在了上面。都这时候了，你还拿我开玩笑，玩非主流？艾希达无语。这是一位容貌仅次于我的忧郁帅哥送我的，说是贴在身上能保命，我给你试试。方叶笑道。对方帮助过他，他自然也要礼尚往来。别说，这东西还挺别致，而且跟轮回印有点像。艾希达仔细看了看那道纹路，嘀咕道。而场上战斗已经打响了。刘询如今才15级，所以对方的白银哥布林同样被平等战场压制到了他15级时候的属性面板。砰砰砰！一开始两者就互相揍了几拳，试了试对方的水平。两者的进攻都十分迅猛，拳拳到肉，不过都没打到对方的薄弱部位。砰！刘询忽然的一拳打在了那白银哥布林的腹肌上方。没吃饭？白银哥布林嘿嘿一笑，肩膀一顶，将刘询顶开。好强的物理防御力！刘询暗道，他这势大力猛的一拳，只给对方造成了300点的伤害。该我了。
白银哥布林快如闪电的一拳击出，轰！刘询反应不及时，直接被轰翻在地。负1667，算上防具、药剂和果实的加成，刘询的生命值足足有5000多点，而白银哥布林一拳打掉了他将近1/3的生命值。白银哥布林欺身而上，又是几番重拳出击。负524，负557，负546。刘询痛苦地举起手，砰！白银哥布林直接对着刘询的面上就是一拳，将他的话打了回去。他认输了。齐彭商怒吼，就要冲上擂台。缩小成常人大小的哥布林皇帝拦住了他，笑眯眯道：“他有认输吗？没有吧？让开！”不让！其他人同样愤怒地冲过去，也都被哥布林强者拦了下来。平等战场的规则已成，你们插手进去，是想被规则的力量抹杀吗？哥布林皇帝继续笑道。顾胜在不远处深深地看着哥布林皇帝，没有说话。砰砰砰！最终刘询命丧当场，饮河而终。他死了，我把他遗体接回来。齐彭商推开哥布林皇帝，冲到擂台上，连忙将刘询的尸体抢走了。只要死的时间不长，还有机会复活。放心，我们不虐尸。场上的白银哥布林充满邪性的笑道。看来他们真的只是想切磋。艾希达嘀咕道，只要不毁尸销魂，他们人族是有手段将死去的职业者复活的。别把他们想得太好，他们是怕我们反悔，不接下面的挑战，所以才不毁尸销魂的。等到他们想要杀的人真正站上擂台时，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方叶冷静地分析道。说完，他看向了就站在旁边的周浩和林燕，对方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这两人。周浩和林燕都望了过来，冲他点了点头，认可了他的分析。啊，那你不早说，早知道这样，就把这保命的东西给他们了。艾希达也反应了过来。没用的，我们能想到的，他们也能想到，他们肯定做足了准备，有足够的反制手段，所以我只能救救不怎么被哥布林皇族重视的你。方叶点了一下艾希达的额头，说道。哦，背点脑袋。艾希达皱起可爱的小穷鼻。接下来登场的是江山，这是一位含羞娇俏的怯懦少女，在二中虽然没有楚梦瑶那么受欢迎，但也是很多同学的梦中女神。加油！方叶鼓励道。加油哦！艾希达同样为他打气。江山像小鸡啄米一样怯懦地点了下头，走上了擂台。他的等级还没有刘询高，只有14级，职业是死亡5级。他的对手仍然是那名白银哥布林拳手。赢了一场后，赢者可以选择休息，也可以选择继续迎战。哥布林拳头劲头正起，且没消耗太多耐力，所以选择了再战。结果和第一局没有区别，江山的死亡之舞还没跳到一半，就被白银哥布林一拳打断了。哥布林拳手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甚至还羞辱了一番江山后才将他弄死。哥布林拳手的行为直接惹怒了江南市战斗职业者们，群情激愤，大有上擂台打他的冲动。而哥布林那边则一阵欢呼，恶臭的口气传来，引得方叶频频皱眉。让我去。 S 级憨厚少年张大牛也上场了。这回白银哥布林拳手下场了，上来的是一位手持双刃的白银哥布林杀手。今天注定是你们江南市的少年之伤。结！哥布林杀手刚一上场就阴狠地冷笑道。第50章扳回一局。好，Mo！ 虎啸牛鸣之声响起，张大牛全身肌肉球劲突出，如同一尊威猛的大鸡霸。这是张大牛的强力增幅型技能9牛2虎之力。砰砰砰！张大牛迈着是陈如山的步伐向哥布林杀手跑去。他是江南市出场的第一位 S 级职业者，他想做好表率，扳回一城。咚！砰砰砰！一拳轰出，音爆之声接连响起，恐怖一拳以极快的速度打向哥布林杀手。哥布林邪魅一笑，以更快的速度化作了一道道影分身，躲避了这致命一击。作为杀手刺客，他是高攻高敏低血量，张大牛这一拳确实是可以要他命的。只是若是打不到他，又有什么用呢？哥布林杀手一脸讽刺地看着张大牛的背后，趁着他的轰出一拳后的空档，快速举起双刃往那里扎去。张大牛一拳打了空，并没有慌张无措，反而一脸镇定地往后横摆一拳。训练营的训练不是白练的。咚！张大牛一个摆拳打中了白银哥布林杀手的侧脸，而哥布林杀手的双刃则扎在了张大牛的手臂上。负4657。噗！哥布林杀手被打出了10米开外，生命值直接下降一半。负1115。张大牛同样承受了不小的伤害，右手手臂不停喷血。然而张大牛忍住了疼痛，快速上前来了个跳肘做杀。轰！猛烈的一击轰得擂台都颤动了几分，只是他扑空了。哥布林杀手再次施展影分身，跳脱了。
张大牛眼神犀利地盯着那窜到擂台角落的哥布林杀手。喜欢躲是吧？看我的八极镜崩乱！张大牛的双手猛地按在地上，随后咚咚咚咚咚咚咚，整座擂台直接崩坏，恐怖的力量震荡八方。轰！最后一声响起，四处乱逃，连续施展影分身的哥布林杀手直接被无处不在的可怕劲气震得浑身碎裂。哥布林杀手血量即将清零，但是似乎有神秘道具护住了他的残躯，使他始终留存着最后一滴血。就在这时，张大牛以最后的力气冲了过来，给我死！轰！这是张大牛的终极一拳，那一拳直接贯穿了哥布林杀手的躯体，就连那护体道具都被一拳轰碎。哥布林杀手死！我赢了！张大牛半跪在地，笑呵呵地望向人类阵营。哗！好样的！江南市一方爆发雷鸣般的轰动，情绪前所未有的高亢起来。嗖！忽然，平等战场上一把隐藏在暗处的飞刀突兀出现。当心！有人反应了过来，连忙呼喊。张大牛汗毛倒竖，剧烈的危机意识让他本能往旁边一躲。然而，那把飞刀一个拐弯，还是扎中了张大牛的心脏。扑通！张大牛躺倒在地，生命值清零。哈哈哈哈！让你们笑，你们这也没赢啊！台下的哥布林皇族们一个个弯腰嚎啕大笑。江南市阵营，这把飞刀显然是哥布林杀手的后手，只是没想到，哪怕他的主人死去了，他竟然也能发动。没什么好说的，这一场平局，该我了。外号李哥的李哥一脸平静地走上了擂台。只是，他真的平静吗？那个曾经一声一声地叫着李哥的憨厚少年，那个无论在他处于低谷还是位于高峰，都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身边，相信着他的少年，如今就这样倒在他面前，他真的能无动于衷，什么都不做？不可能！他的手在颤抖，他的灵魂在苏醒，他有着滔天的怒意，隐藏在心底，需要发泄。报上名来！哥布林拳师又回到了赛场上，他休息了一场，现在可以再次上场了。鬼术戏弄师李哥，李哥平静如水。台下，方叶看着他，颇有些期待，因为据艾希达介绍，李哥的职业定位相当的罕见，他是刺客型法师，一种比战士型法师还要灵活的偏诡异类的法师。看到李哥的镇定自若，哥布林拳师也认真了起来。哼，装模作样，一会儿打趴你！哥布林拳师厉声道。今天是他难得一遇的可以扬名立万的机会，他要一穿三，创造属于他的哥布林传奇。喝呀！哥布林拳师摆出了架势，叮！而李哥则拿出了一副卡牌，闪！李哥翻转卡牌，随后身形瞬间移动，直接来到了哥布林拳师身前。哥布林拳师一拳轰出，李哥再次翻转卡牌，闪！这回李哥闪到了哥布林拳师的身后，炸！李哥将一张牌贴在了哥布林拳师的身后，回！李哥再次翻转卡牌，竟然瞬间回到了最初始的位置。下一秒，砰！炸牌发动了技能，黄暴的能量直接在哥布林拳师的背后开花。负1997！哇！哥布林拳师直接跌向前方，鲜血狂吐。还没完呢！闪！李哥再次来到拳师身前，又将一张牌贴了上去。哥布林拳师迅速反应，将牌扯掉，丢在地上。李哥勾起嘴角，不好意思，这张是空牌。哥布林拳师忽然惊悚地望着李哥，直觉告诉他，下一刻他会死。李哥含着笑意，再次翻转出一张牌，祭！李哥快速做出几个手势，点在祭之牌上，祭之牌光芒大盛，直接笼罩哥布林拳师。不！哥布林拳师大叫。与此同时，那张空牌同样传出诡异的波动，两张牌相互照应，最终合在了一起。哥布林拳师消失了，被封在了那张新合成的牌里。透过那张牌，可以看到二弟的哥布林拳师的惊悚表情。李哥拾起了那张牌，冲哥布林的阵营浅笑道：“你们输了。”随后，他走下了台。他赢了，可以选择休息一场，把它还回来，还回来！哥布林们大叫道：“等所有挑战都结束了，自然会归还你们。”李哥晃了晃手中的牌，镇静地走下了平等战场。笑话，这可是筹码，怎么可能现在就归还？卑鄙，卑鄙无耻！哥布林们继续大叫。最终，李哥走回到了己方阵营。江南市阵营扳回一局。第51章，诸如哥布林、艾希达与天海翼上场。李哥，李哥，李哥！众人为李哥欢呼之际，哥布林阵营一片森冷。真是废物！为首的那位黄金哥布林冷哼一声，随后回头看向其他7位白银哥布林。
三皇子说的是，他俩确实废物，他们简直是我白银皇族的耻辱。从此刻起，将他们2个剔除出我们白银皇族。7位白银哥布林纷纷发表意见，痛骂那哥布林杀手和哥布林拳师。要不下一场直接让我上得了，了结他们所有人。一位膀大腰圆的雄壮黄金哥布林站了出来，说道：别急，白银皇族的弟弟妹妹们还没玩够呢，你们说是吧？为首的那位黄金哥布林阴冷地看着那7位白银哥布林，说道。7位白银哥布林纷纷打了个寒战，这是在警告他们不许再说。哥布林虽然有黄金白银2大皇族，但黄金哥布林才是真正的正统，他们的血脉在哥布林中是最高贵的，也是最强大的。在黄金哥布林的眼里，白银哥布林其实和其他哥布林并没有太大区别。三皇子，下一场让我上吧。一道尖锐的声音传出，众白银哥布林看去，发现是他们中最矮小的那位在说话。那是一位侏儒身材的白银哥布林，浑圆的脑袋，浑圆的身体，一脸贼眉鼠眼相，还留着山羊胡，看起来既猥琐又阴邪。为首的三皇子看了他一眼，眉头微蹙，竟是有些忌惮。那就你去吧。三皇子摆了摆手，说道：好嘞，嘿嘿。那侏儒哥布林一蹦一跳，进入了平等战场。我去。看到对手，方叶跃跃欲试。不行，顾胜直接拒绝。让我去吧，对面这么矮，恐怕连我大腿都摸不到，让我去击败他。艾希达主动请缨。顾胜深深看了他一眼，最终点下了头。哎，你为什么让他去，不让我去？方叶一脸不服。艾希达哼的一声，撞了他一下。你是压轴的，跟我抢什么？那你小心点。方叶有些担忧地说道。那侏儒哥布林一看就不简单。安了。艾希达走上了擂台。嘿嘿嘿，是个小美女啊。刚一上场，侏儒哥布林便对着艾希达淫笑道：接招吧，丑八怪。艾希达直接取出了自己的雪白色长弓。训练营的 S 级职业者都已经17级，他也不例外。他的职业是寒冰射手，是一种可以物法双修的远程控制型射手。相比于单挑，其实他更适合与人配合打控制和远程 AOE， 所以他上场其实真没有什么胜算。但他想发挥点自己的作用，至少能逼出点东西。艾希达弯弓搭箭，对准了侏儒哥布林。冰雨连珠，一连串的冰箭射出，化作冰雨洒向侏儒哥布林。侏儒哥布林还是一脸淫笑。下一秒，冰雨命中了他，侏儒哥布林变成了冰雕。这么轻松就赢了？艾希达疑惑。小心！忽然，方叶等人大叫，提醒艾希达。艾希达条件反射的连忙往旁边扑去。然而，艾希达能逃得掉吗？答案是不能。就在刚刚，虚空中无声无息出现了一道黑色洞穴，一只巨大的异兽之手从当中探出。艾希达反应迅速，但仍然没有逃脱那深渊巨口的范围。恐怖的吸力几乎将艾希达定住，随后那可怕狰狞的异兽之手一口便将艾希达给吞了。吞掉艾希达，那巨兽又遁入了虚空。嘿嘿，礼尚往来，现在这小美女归我了。咔嚓咔嚓，冰雕突然碎裂，侏儒哥布林伸手直接震开了冰雕。召唤师，他们本身就是异兽，竟然也有召唤手段。方叶震惊莫名。有的，与其说他们也是异兽，倒不如说他们是异族。实际上，哥布林的许多习性都和人类挺像的。顾胜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恶，我上去把艾希达抢回来。周浩紧握着拳头，一副想要登场的样子。还是让我来吧。林燕也站了出来。艾希达是6大超级天才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整个训练营的开心果。如今她被抓走，很多人都急了。我来吧，你们不能太早登场。天海翼上前一步道。方叶看着来自2中的 S 级、SS 级、SSS 级职业者，有些无语。不愧是一个学校的，你们可真整齐。耗子，你们退下吧，接下来就让我上吧。方叶想了想，同样站了出来，并拍了拍周浩的肩膀。顾胜皱眉看着他，这神明月为什么还不来带走他？还有，他不是说有对付100万哥布林的办法，怎么还不出手？先前顾胜之所以让齐鹏商同意这场切磋赛，就是神明月授意的。他说他有办法解决这场危机，只需要拖住一段时间就行。可是如今就剩下方叶、周浩、林燕、李哥和天海翼了，难道还要再派他们上场？尤其是方叶和周浩，要是被对方以非常手段杀死，无法复活，那可就糟了。夏国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不对，还有只鸭子。顾胜忽然望向了那只来历神秘的鸭子。方叶连忙张开双臂挡在他面前。顾教头，他是底牌来的，不能现在上，就让我先上吧，我肯定不会有事的。方叶哀求道。你确定吗？确定以及肯定。好，那就天海翼先上吧。
顾胜说道。方叶，是，顾老师。天海翼向顾胜鞠了个躬，走向了擂台。天海翼，17级，职业千面修罗，定位刺客，天赋取死之道。嘿嘿，天海翼刚一进场，侏儒哥布林就向他扔了一枚炸弹。轰！烟尘四起，天海翼毫发无损地从当中走了出来。你还会爆破？天海翼疑惑，对方到底是什么路数？怎么感觉啥都会一点点？我呀，是全能选手。嘿嘿，侏儒哥布林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砰！嗖！千面修罗一个闪身，躲过子弹，并来到了侏儒哥布林的身前。唰！侏儒哥布林被千面修罗天海翼的3尖2刃刀劈成了2截。然而，奇怪的是，侏儒哥布林没有生命值的减少，甚至连切口处都没有鲜血流出。他吃了4分5裂果实。台下，顾胜沉声道：“第52章，千面修罗，鬼术戏弄师。4分5裂果实，顾名思义，可以让身体4分5裂而不死，几乎能免疫一切物理伤害。”砰砰砰！侏儒哥布林的上半身还在拿着手枪，不停地打着子弹。天海翼脚踏虚影，不停闪避。免疫物理伤害吗？天海翼心沉了下来。嘿嘿嘿，你输定了。侏儒哥布林又掏出了新的武器，这回同样是热武器——光能炮。现实与游戏融合后，所有武器，包括热武器，都拥有自己的属性面板。哪怕是使用手法较为简单的热武器，它的威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使用者挂钩的。威力太强的热武器，如核弹，只有等级足够高的人才能使用，就像其他的冷兵器装备一样，都有着评分和使用等级的限制。轰！一击光波轰出，天海翼提前预判，再次躲过。既然如此，那就……天海翼正欲说话，轰的一声，又一道光波轰了过来。这回天海翼没有躲过，直接被打了个正着。负1115。哈哈哈！草！侏儒哥布林拍了拍自己的小圆短手，一副笑掉大牙的表情。天海翼青筋暴起，眼神犀利了起来。只见他盯着侏儒哥布林，冷冷地说道：“你已有取死之道。取死之道：1. 死亡标记，给目标打上标记，不死不休。攻击被标记者可自带瞄准能力，且造成伤害正10%。2. 千人千面，启用该状态时，无论对手处于各种状态，你都将获得克制他的能力，攻击对手必定造成真实伤害。注：该状态对自身消耗巨大，一天仅能使用1次。随等级提升，可获得更多使用次数。”一道莫名的印记出现，直接打在了侏儒哥布林的身上。该死，这是什么鬼东西？侏儒哥布林尖叫。标记完侏儒哥布林，天海翼往脸上一抹，接着一道鬼神面具便出现在他的脸上。仔细一看，那面具竟然还有点像侏儒哥布林的脸。你的弱点已在我面前显现，束手就擒吧！天海翼挥动3尖2刃刀，化作道虚影，冲向侏儒哥布林。4分5裂，侏儒哥布林再度启用自己的神奇能力，企图规避对方的物理伤害。只是此时的天海翼打出的还是物理伤害吗？千人千面，修罗斩！天海翼连续挥出3道烈光波，刷刷刷！负2333，负3678，负4527。啊！躲在远处的侏儒哥布林的头颅凄厉惨叫，他的下半截身体和双腿都被斩灭了。侏儒哥布林生命值直接见底，他连忙驱动双手和上半截身体重新与自己的头颅组合起来。该死该死！侏儒哥布林一脸疯狂恼恨地看着天海翼，给我死！侏儒哥布林尖叫道。上空无声无息出现一口黑洞，一只恐怖生灵从当中探出，张开深渊巨口，可怕的吸力直接笼罩天海翼。天海翼皱眉，想要挣脱，却根本动不了分毫。这召唤物的可怕超乎想象。最终，天海翼也被吞进了那神秘怪物的口中。侏儒哥布林险胜！哇呀呀呀！哥布林阵营高举狼牙棒，大声欢呼；人类阵营则气势低迷。都这样了，竟然也赢不了。齐彭商皱眉，下一场可以让我上了吧？方叶再次提议，他是真的怕其他人都被对面吞掉，到时候吐不回来，他们人类阵营可就损失大了。不行，顾胜仍然拒绝。夜神绝不容有失。哎呀，你怎么回事？怎么就是不让我上？方叶急了，就连齐彭商也疑惑了，这方叶到底是太菜还是身份过于高贵？这顾胜怎么不舍得让他上？下一场你能上吗？顾胜看向李哥。可以。李哥点头，说着他将那张封印着哥布林全尸的卡牌拿了出来。这是筹码，他不想带上平等战场，免得被对方抢回去。周浩上前接过卡牌，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加油。李哥点头，再次走上了擂台。老朱，下来吧，别逞强了，换我上。一位瘦得像竹竿的哥布林对还站在擂台上的侏儒哥布林说道。侏儒哥布林狠狠咬了一口不知名的果实，恢复了些许生命值，扭头看向台下的竹竿老哥，冷冷地说道：不需要，我要全部吞了他们。李哥走进擂台，一言不发，手中捏着牌，静静地看着侏儒哥布林。小家伙，我玩牌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侏儒哥布林嘿嘿一笑，往裤子里一阵捣鼓，最后竟也掏出了一副牌。想玩牌是吧？我陪你玩。这是召唤卡牌。李哥瞳孔一缩。所谓召唤卡牌是召唤类手段的一种，召唤师可以通过卡牌封印召唤兽为自己所用，使用时再将它放出来。而侏儒哥布林显然是一名拥有召唤天赋的召唤师，刚刚的深渊巨口很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手段召唤出来的。李哥神情凝重起来，直到现在，侏儒哥布林才开始真正展现真正的能力。不过，李哥倒也没有太过紧张，他对自己的能力和手段还是很有自信的。他可是鬼术戏弄师。闪！李哥闪至侏儒哥布林前方不远。闪！李哥第二次闪至侏儒哥布林身后。侏儒哥布林匆忙转身，害怕李哥偷袭他。闪！李哥再次闪到侏儒哥布林身后。侏儒哥布林再次转身，这次李哥没有再闪，而是对着近在咫尺的侏儒哥布林发动了攻击。疾风暴！侏儒哥布林嗖地打出一张牌，随后一只黑色的猎豹便冲了出来，龇牙咧嘴扑向李哥。回！李哥放弃攻击，再次刷牌，身形回到了第二次闪的位置。疾风暴扑空了，而李哥这回则再次来到了侏儒哥布林的身后。炸！轰！侏儒哥布林反应不及时，匆忙应对，再次动用四分五裂。然而四分五裂只能免疫物理伤害，对于魔法伤害却没有太大的效果。李哥的炸牌仍然对他造成了巨额的伤害。侏儒哥布林本就不高的血量再次见底。该死！侏儒哥布林怒吼。李哥的来回闪现确实让人防不胜防。出来吧，吞天鳄！侏儒哥布林决定动用底牌。呱！黑洞再次出现，一只巨大无比的异兽从中探了出来。这回人们终于看清了它的样貌，竟然是一只极度狰狞的庞大鳄鱼。第53章，逼王方叶上场。呱！吞天鳄张开巨口，猛烈的吸力瞬间锁定李哥。不好！人类阵营这边紧张了起来。这只召唤兽实在是太八哥了，至今没有能破解的办法。闪！闪！闪！李哥连续动用闪牌，结果根本闪不出去。吞天鳄释放的吸力牢牢地将他吸住了，他就要葬身鳄口。见没有破解之法，李哥眼中展现异样光芒，只能这样了。他沉声道。只见他连续甩出3张牌，上面分别写着命、炼、炸。生命炼剑！命牌与炼牌同时亮起，一道奇异的丝线出现，瞬间将李哥和侏儒哥布林串联了起来。这是什么？侏儒哥布林惊惧地尖叫道。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炸！李哥冷声道。轰！炸之牌直接在李哥身旁爆炸，而后李哥死了，自己把自己炸死了，甚至还被吞天鳄吞进了腹中。只是在他死的同时，侏儒哥布林的血线同样跟着清空，仿佛他们是一体的一般。不！侏儒哥布林惊怒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扑通！下一秒，侏儒哥布林倒在了地上，死翘翘了。呱！吞天鳄愕然，他的主人没了，而他还没有被收回卡牌中。我自由了！吞天鳄歪头想到。糟了，快把吞天鳄抓回来！哥布林阵营传出响亮的声音。然而他们终究晚了一步，一只罪恶的大手突兀出现，直接扼住了吞天鳄命运的咽喉。是齐彭商动手了。轰！齐彭商用幻化的大手将他抓了回来，又将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接着他用大宝剑对着吞天鳄的头颅猛地一敲，竟然把他敲晕了。齐彭商，把他还回来！对面哥布林皇帝冷声道。哼，他已是无主之物，谁抓住就是谁的。齐彭商回以冷哼。这鳄鱼吞了他们几个宝贝学员，怎么可能还回去？你不还回来，我就让100万哥布林将士继续践踏你们的家园！哥布林皇帝威胁道。老东西，你自己提出的挑战赛，现在挑战赛还没结束你就出尔反尔，想要继续发兵，你到底有没有诚信？顾胜站出来直言道。哥布林皇帝皱眉，顾胜的话提醒了他，他这次确实有任务在身，周浩和林燕才是他的主要目标，应当以挑战赛为先。他必须要让那2人上场，到时候他有的是手段抓住，甚至弄死他们，连复活都复活不了那种。那就先打完挑战赛再说。哥布林想了想，回道。挑战赛继续。顾胜看了看己方仅剩的4个，方叶呢？
顾胜连忙扭头，结果竟然发现方叶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站上了擂台。嘿嘿，不让我上，我就自己上。方叶回头冲顾胜抛了个挑衅式的眼神，接着又摆了个耶的手势。该死！顾胜气呼。方叶走上擂台后，指着哥布林阵营，嚣张地说道：“我要打10个！”哗！现场听取哗声一片，两边都在哗，都在疑惑这小子何以这么嚣张。人类阵营最前方，顾胜拍了拍脑袋，一阵头疼。齐彭商看着他，小声问道：“他到底什么来头？”“没什么来头，就是一个整天不睡觉的夜猫子罢了。”顾胜强装淡定地回道。“方叶加油，你是我永远的哥！”周浩大声喊道，唯好基友加油鼓劲。方叶回头给他摆了个 OK 的手势，接着又看向哥布林阵营最前方的哥布林皇族那边。“你都给我上来！”方叶指着几个白银哥布林喊道。“太嚣张了！”哥布林阵营群情激愤，恨不得立马上去痛扁这个嚣张的家伙。“我去会会他。”那位瘦高的像竹竿一样的哥布林说道。“哥布林三皇子点头。很快，竹竿哥布林走上了擂台。“你是谁？报上名来！”方叶昂首挺胸，趾高气昂地问道。“你又是谁？你先说。”竹竿哥布林反问。“我叫叶叶。”方叶用鼻孔对着他说道。“叶叶？哎，乖孙。”方叶嘻嘻笑道。“你……”竹竿哥布林反应过来，指着方叶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的话。方叶听不懂，倒是觉得挺好听的，估计是什么赞美的话吧。方叶点了点头，摆了摆手：“哎，低调低调，谬赞了。乖孙嘴真甜，一会儿赏你2个大嘴巴子。”哥布林阵营，人类阵营则早已笑开了花。这方叶以前看上去斯斯文文、和蔼可亲的，没想到这么毒舌。一位二中同学笑道：“这叫腹黑。”“别说，还挺爽。”台上，竹竿哥布林已经气得拿出了看家本领——掷矛，或者说投射标枪。这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远程攻击手段，比弓箭的威力还要猛得多。嗖！铁矛飞出，精准地射向方叶。方叶定定站着，不为所动。他怎么不躲？所有人都疑惑且紧张地看着逼气十足的方叶。随后，大方叶伸手在铁矛即将刺到他的心脏时，将其接住了。现场寂静了下来。他玩这么花的吗？这是花不花的问题吗？他这力量太强了吧！徒手稳稳接住飙射而来的铁矛，他这是有多自信自己的力量啊！方叶轻描淡写地接住铁矛，引来一阵热议。就这，方叶嘴角勾起，而对面竹竿哥布林已经目瞪口呆，能这般接住他的铁矛，这说明在同一等级时，对方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他。等级，对了，我现在是20级，也就是说，对面也是。刚觉醒1个月就到达了20级，这人，竹竿哥布林瞳孔大睁，仿佛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就在他想要开口时，方叶举着铁矛瞄着他，用力一掷，嗖，噗，精准投射，负6888。竹竿哥布林血量瞬间少了大半。竹竿哥布林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心脏处的伤口。由于是身体关键部位，竹竿哥布林的血量仍然还在不断下降。就在竹竿哥布林恍神之时，方叶掠至他的身前，随后便是一刀999。竹竿哥布林直接命丧黄泉，秒杀！全场哗然一片，震撼莫名。他们居然在两族的天骄战场上看到了秒杀，这是实力差距巨大无比的体现。而实际上，方叶只用了3成力。第54章5连绝世。与此同时，邪魔歪刀正在吞噬竹竿哥布林的残魂与气血。不好，快阻止他！要是被他吸干，就无法复活了。哥布林阵营顿时慌乱了起来。不过几秒，竹竿哥布林便被吸成了一具干尸。你们可以吸，我们也可以，这叫礼尚往来。方叶往空中随意抛了抛邪魔歪刀，嘚瑟地说道。然而，哎呦！邪魔歪刀掉下来的时候，方叶一个没接稳，差点蹭到自家小老弟。还好。方叶拍了拍胸脯，松出一口气，道：“众人忍俊不禁。”而众哥布林们则一阵惋惜，怎么没割断？方叶眼神一瞥，又将刀往前一指，冷哼道：“下一个是谁？上来受死！”我去！那个膀大腰圆的肉山黄金哥布林怒目圆睁，瓮声瓮气地说道。三皇子点头：“哎，等等，你一个小黄金上来干嘛？有你的事吗？”方叶指着他叫道：“我们都是按照从弱到强的顺序来的，你们白银的都还没上来玩呢，一个小黄金闹妈呢？”肉山黄金哥布林上台的脚步顿了顿，回头看向三皇子：“你们的小白银该不会是怕了吧？这么怂，也好意思来挑战我们？”方叶继续嘲讽：“
谁怕你啊？来就来，我上，我来，怕他个毛线！我来，我来！小白银们瞬间被激起了怒意，就连三皇子也目光森冷地盯着方叶。阿来，你上吧。三皇子示意一位绑着蝎子辫的雌性哥布林上去挑战。是。阿来点头，听从命令。据说在异域的远古时代，哥布林是被神明诅咒过的丑陋种族，是只有雄性没有雌性的，繁衍都需要靠掠夺其他类人种族的雌性才能得以延续。后来，哥布林中罕见地出现了一位跨时代的智者，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刻苦研究，虽然仍没有破解神明的诅咒，但借助各种惨无人道的邪恶实验，他最终还是创造出了一种与哥布林种族相似的雌性生物。哥布林世界也正是因为这雌性哥布林的出现，而因此大兴成为了异域的大族之一。你叫蝎子来了？方叶看着站上擂台的雌性哥布林，问道。阿来。阿来冷冷地回道：这是一只沉默寡言的哥布林。方叶转了转手中的刀，好，我叫方叶，记住，因为这是你此生最后知道的名字了。反派，死于话多。阿来冷声道。接着，数道利刃从他身后急速飙出。嗖嗖嗖嗖嗖！我可是主角，你才是反派！方叶用力一跺，猛烈的气劲竟直接震开了飞射而来的利刃。这是对力量的掌控达到登峰造极的体现。实际上，在前世的蓝星，方叶也是一名武学爱好者，师承太极形意八卦门，是学过两手的。而这也是他觉醒职业后敢独闯新手秘境的底气所在。因此，哪怕没有经过训练营的特训，他的身手和身体素质也远远超过了常人。看好了，这一刀会很帅！方叶烧气四射的大声喊道。下一秒，他身化暗影，消失了。方叶使用了暗影突袭的化影阶段，让自己的行动速度达到了极为可怕的地步。阿来眯眼，他看不到方叶了。所有准备好的手段，在这一刻都没有任何意义。下一秒，阿来瞳孔骤缩，一抹血线在阿来的脖子处出现，随后他的脑袋滑落，掉在了地上。-25579，100%暴击暗影突袭，阿来生命值清空。方叶，再次一招秒杀。就这啊？我还以为他能有什么新奇的手法呢。暗影凝聚，重新变成了方叶，一脸轻松地擦拭着手中的斜刀。下一个。擦完刀，方叶盯着台下，冷言道。与此同时，散发乌紫邪光的邪魔歪刀再次吸收残魂与气血，他已经临近饱满的状态，只要再杀1-2只哥布林，就能升级了。哥布林阵营不信邪，再度派出一位白银哥布林。然而，这位不配拥有任何描述的哥布林，在刚步入擂台，正接受平等战场的规则为他修改等级时，就被突如其来的一刀给爆杀了。再度秒杀！卧槽，无耻！这小子不讲武德，还没开始呢就出手，有这么玩的吗？哥布林们纷纷怒骂，指责方叶这个老六。就连人类阵营都有不少人捂起了脸，实在是干得漂亮。对此，方叶毫不在意，继续挑衅道：下一位是谁？上来！邪魔歪刀距离升级就差最后一点点了，我忍不了了。膀大腰圆的肉山哥布林怒发冲冠，如山般的威势气冲斗牛。怎么又想上来？我说你们这些小白银怎么一个比一个怂，这么菜就别来这里丢人现眼啊！在方叶连续激将下，又有一位白银哥布林上来送死。这回方叶放了点水，多耗费了点功夫，足足花了1分多钟才将他杀死。我去，怎么还差一点？方叶盯着幽芒不断的邪魔歪刀，无语至极。不过一想到他下一个等级是 A 级，他又释怀了。A 级已经是很稀有很高级的了。来，白银菜鸡们！方叶继续叫嚣，看他状态好像有点累了，要不要叫他下来休息一下？一位教官对顾胜说道。而哥布林阵营这边同样发现了端倪，他花了1分多钟才杀死阿兰，他的耐力肯定不足了。那肉山哥布林喊道：小心有诈！三皇子眸光中闪动异样的光芒。三皇子殿下，让我去试他一试，我擅长隐匿空间，保证他抓不到我，只要我不停骚扰他，耗尽他耐力，他必死。一位长得十分瘦小的哥布林主动请缨道，他是一名专注刺杀之道的刺客。三皇子最终点头了。方叶，行不行的，可别逞强。台下，齐彭商喊道，好像是有些累了。方叶作势欲走，等一下，我已经进场了，挑战已经开始，下台就代表输了。那名本来还有些忐忑的哥布林刺客见方叶想下台，料想他恐怕真的耐力不足了，于是眼睛一亮，连忙窜进擂台，大声叫道。方叶嘴脸一勾，就等着你呢。收！哥布林刺客引入虚空中，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方叶对着虚空耍出一套空拳。在与游戏融合的世界里，战力才是王道，任何的花里胡哨
在绝对实力面前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轰！虚空震荡，哥布林刺客被轰了出来，鲜血狂飙。唰！方叶一刀斩过，人头落地。方叶五连绝世。第55章 A 级邪魔歪刀，肉山哥布林。杀完哥布林刺客后，邪魔歪刀的蓝紫色幽芒大盛，一股至邪至恶的气息瞬间弥漫全场。武器：邪魔歪刀 LV20。评分 A 级，可成长。属性：攻击力加1000，暴击率正 30%， 爆伤正 50%。效果：一，第一次攻击可附加重伤状态，下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正 39%， 并使目标持续性掉血，每次掉血伤害为上一次攻击的 9%。二，邪魔领域，施展一个范围为方圆30米的可影响星神的至邪至恶的领域，己方双攻正 10%， 领域内的其他目标双攻负 10%， 双防负 10%， 一定几率使敌人陷入混乱状态。混乱状态，星神受阻，敌我不分。邪魔歪刀成功升级。升级完毕，方叶细细感受一番后，眼神一亮。邪魔歪刀多了一种效果，邪魔领域。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领域，增强己方双攻，削弱敌方双攻双防。值得一提的是，邪魔歪刀一直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士武器，因为邪魔歪刀的主词条从来都是攻击力，而不是物理攻击力。这是因为邪魔歪刀理论上是可以打出魔法伤害的，只是方叶暂时没找到拥有魔法伤害的刀技罢了。他那个刀看起来好邪性，他不会走火入魔了吧？不对吧？那个刀似乎是在升级，可成长性武器。有没有觉得他好像一个反派？邪魔歪刀升级后释放的诡异光芒，让人类阵营的人既担忧又惊叹。惊叹的是方叶似乎变强了，担忧的是那刀似乎有些古怪，哪怕隔着平等战场，他们也能感受到那至邪至恶的气息。那种感觉很奇怪，仿佛下一刻就能将他们的心神侵袭。这把刀他们把握不住，而哥布林阵营这边则是已经开始害怕起来。方叶连杀他们5人后更强了，不能再上他的逼档了，这回我上！肉山哥布林大声吼道。三皇子皱眉，似是对肉山哥布林的放肆有些不满，但是他也不好发作，只能说道：去吧，赢不了就别回来了。放心，我一定请他回来做人质。肉山哥布林迈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擂台。我还没决定我要不要继续打呢。你上来干嘛？方叶瞪着那一颤一颤的肉山哥布林说道。砰！肉山哥布林踏进了擂台中。我已经上场了，你必须应战。说完，他感受了下自身的实力变化，他被平等战场的规则降到了20级。原来你级别这么高。肉山哥布林铜铃大的眼睛露出些许讶异之色，不过他并没有声张，他向来不可一世，自觉人类中没有他的对手，关于人类的情报很多都不知道，所以他并不知道刚觉醒1个月就能达到20级意味着什么。而对面的方叶则神色凝重了起来，武器升级带来的喜悦瞬间被冲刷了大半。对方既然敢派黄金哥布林来擒杀周浩和林燕，这说明他们至少都是 SS 级别的，甚至还可能准备了许多可压制天才的特殊手段。而他现在只有3成实力，真不一定打得过。咦，打不过就打不过呗，这不正是虐粉的好机会吗？方叶忽然歪起嘴来想到，把肉山哥布林吓了一跳。你想干嘛？肉山哥布林挡住自己袒露的胸口，抱住弱小的自己，警惕地说道。这小子的眼神太怪太邪性了，很容易让人怀疑他的癖好。我对你没兴趣。方叶无语，转了转手中的刀，指向他。你要战，那便战吧。我3分钟内解决你。方叶的话让人类阵营气势大增，他们纷纷为方叶欢呼。大言不惭！肉山哥布林大吼一声，把方叶耳膜都快要震裂了。你吼那么大声干嘛？接着，肉山哥布林从屁股后面掏出了哥布林的标准武器狼牙棒。不过他的狼牙棒有点大也有点长，配上他那本就高达3米的体型，看上去相当骇人。你力量很强是吧？来跟我碰碰！砰！肉山哥布林右脚用力一跺，恐怖的气劲瞬间震碎了擂台地板。呵！肉山哥布林浑身发力，一棒挥向方叶。傻子才跟你硬碰硬！方叶一边翻白眼，一边灵敏一躲，闪到了一边。有种别躲！肉山哥布林怒道，继续挥舞狼牙棒。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方叶嘲讽一声，继续躲避。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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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山哥布林一连5击都没有打到方叶，气得直喘。来啊来啊，来打我呀！方叶转身拍了拍屁股，贱兮兮地挑衅道。哇呀呀！肉山哥布林调动全身气血，顿时一股无名的气势开始上涌。砰！猛烈的气劲
震荡四野，重力压制，轰！恐怖的力量从天而降，全方位无死角的狠狠压制住方叶。糟了！方叶大骇，他动不了了。我让你跑！肉山哥布林像猩猩一样捶自己的胸口，哒哒叽，嗡！重力再度陡增，恐怖的重压差点让方叶跪在地上。噗！方叶吐出一口老血。完了！场下观战的人们顿时紧张了起来，只有顾胜、齐彭商等高手神色古怪，嘴角抽搐。他这是在干什么？齐彭商轻声问道。不知道，而且这演技也太差了些。顾胜无奈道。若是神明月在此，定会淡然一笑，并说道：他呀，在虐粉呢。果不其然，在方叶连续吐出几口血，一脸颓势的时候，失望值加一，失望值加一，失望值加一。看着体内失望值的暴增，方叶嘿嘿一笑，拿出了一张纸巾，将嘴角的番茄酱擦了擦。在场观战的人很多，方叶的失望值很快就满了。方叶一口气全部兑换，将它们兑换成了150点自由属性点，加上今天掠劫之手偷来的20点，共170点，全部加在了敏捷上。他的敏捷点数来到了1870，即使消了70%，他的速度也比原来快了不少。方叶无视重力，挺直身体，而后化作一道暗影。暗影。下一刻，方叶来到了肉山哥布林的身后，突袭，吭，负21557。第56章，封印解除，夜神身份曝光。随着邪魔歪刀刺条的上涨，邪魔领域的增幅，方叶的暗影突袭所能造成的伤害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哪怕肉山哥布林的护甲值、物理防御力很高，抵御了很多伤害，但仍然造成了2万出头的伤害。肉山哥布林的血量直接下降了1/5。没错，1/5。黄金哥布林作为哥布林的顶尖皇族，其生命值本就远远超过白银哥布林，加上其本身是肉盾类的定位，生命值和护甲直接就拉到了同级的上限。啊！肉山哥布林气血澎湃，将方叶震开。人类，你激怒了我！肉山哥布林回身，眼睛盯住方叶，一股无名的气机瞬间锁定方叶。方叶神色一凛，他能感觉到他身上多出了一道诡异的标记。哒哒叽！肉山哥布林又捶了捶自己的胸口，一股滔天的气势顿时在他的体内孕育，他变得更强了。砰！地板崩碎，空气震荡，无名的波动传遍四野。肉山哥布林的肥肉瞬间隆起，变成一块块鹅卵石般的肌肉，更有青筋化作一条条黑线，弥漫全身，疯狂颤动与暴跳，看起来骇人至极。他的气势越来越强，似乎已经突破了20级的上限。方叶皱眉，暗道：这家伙嗑药了吧？尿里全是兴奋剂。好！肉山哥布林突破极限后，大吼一声，接着对着空气就是一拳。崩拳！轰！空气震荡，传出阵阵音爆之声。方叶暗道不妙，连忙躲避。然而他仿佛被锁定了一般，那崩拳破碎虚空，直接就命中了他。负6666。方叶生命值下降了将近1/10。你的生命值怎么可能这么高？肉山哥布林吃惊道。虽然看不到具体数值，但只要精神集中，是可以看见对手血条的。肉山哥布林极为恐怖的一拳打在方叶的身上，只造成6000伤害也就算了，关键的是他的血条也没什么太大变化，就连场外的哥布林和人们也都看到了方叶血条的变化，他的生命值同样超出了常理。对此，方叶只能苦笑，压制金箍只能压制其他属性，生命值却是压制不了的，该多少就是多少。看来要暴露实力了呀。方叶苦着脸说道。现在的肉山哥布林太诡异了，不仅能莫名锁定他，所有技能都能直接打在他身上，而且实力暴增，已经不是3成实力的他能打得过的了。要认输吗？方叶先是这般想到，而后又摇了摇头。不行，我是要无敌世间的人，明明能打得过他，为什么要认输？算了，我要摊牌了。方叶做下了决定。就在这时，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传进了方叶的耳朵里。暴露实力也无妨，这一役过后，还能记住你在这里大发神威的人不多，所以请尽情战斗吧。这是一道充满磁性的温柔声音，方叶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拥有如此完美的声线，神明月。他一直在，他躲在暗处做什么？方叶疑惑。不过既然他都开口了，那么方叶也没什么好隐藏的了。神明月说的话还是值得信赖的，什么哥布林皇帝，估计在神明月面前就是个弟弟罢了。方叶可不信对方真的能在神明月的手中毁掉江南市。哼，大家伙，可不是只有你才能变身，看我的超级变换形态！方叶10分中2的大喊一声，随即在无数人与哥布林的注视下，一道强盛无比的金光在他体内绽放。封印解除！哐当，
压制金箍被方叶取了下来，方叶气势如虹，战斗力瞬间爆表 Pro Max。方叶夜神，齐彭商大惊，终于反应了过来，你果然藏在江南市里。哥布林皇帝同样讶异。1个月前，异域各族不少智者通过占卜、观星、推演等手段，得知东方夏国人族诞生了一位了不得的神才，他的存在很有可能颠覆未来的世界格局。为了灭除隐患，继续蚕食蓝星，异域各族决定派哥布林族为急先锋，先行查探江南市。因为今年的江南市实在太过不平凡了，不仅有 SS 级的天才横空出世，更有举世罕见的 SSS 级神子诞生。他们怀疑那位命运之子很有可能也在此处，甚至有可能就是那位 SSS 级神子。于是哥布林皇帝来到了这里，联合曾被他祖先抛弃的哥布林分支，攻击江南市，并发起天才挑战赛。他其实并不太抱希望，这种能改变人族命运的神才很有可能被夏国的至高存在保护起来了，外人恐怕连见都见不到。然而他没想到，他竟然就在这里，就在擂台上。在看到方叶变身后，他确信这就是他以及他背后的那些究极巨佬所要找的人。而场上，方叶则一脸淡定，享受着场下诸位大佬的震惊。你在隐藏实力？肉山哥布林恼怒地问道。面对他这样强大的黄金哥布林，对方竟然还在隐藏实力，这是赤果果的羞辱。是啊，不像你，药神。方叶讽刺肉山哥布林嗑药。我不是药神。肉山哥布林吼道。现在的他确实有些神志不清了，也不知是真的嗑了药，还是原本性格就如此。只见他对着空气连轰崩拳，崩拳通过定位印记直接打向方叶。能让技能100%命中的标记吗？既然避无可避，那么就只能硬刚了。比力量是吧？来！方叶同样轰出一拳，这是朴实无华的一拳，但却石破天惊。轰！方叶的拳头与崩拳轰在一起，掀起阵阵音浪。势均力敌。下一刻，方叶身化暗影，再度消失。暗影突袭实在是太好用了。重力压制。肉山哥布林企图用强化后的重力压制镇住方叶，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方叶如入无人之境，快速靠近肉山哥布林。邪魔领域和夜幕降临同样漆黑的领域张开，直接笼罩肉山哥布林。肉山哥布林的双防双攻被减弱了10%。掠劫之手发动。方叶来到肉山哥布林身边，幕后黑手回手一掏，又临时剥夺了肉山哥布林的100点物理防御。这是升级后的掠劫之手带来的新能力，可临时剥夺敌方的任意一项属性点。暗影突袭，崩拳。肉山哥布林敏捷劣势太大，避不过方叶的突袭，只能硬接。唰！砰！两者剧烈碰撞在一起。第57章100万献祭，通天塔之谜。负6127，负114514。肉山哥布林的伤害被削弱，只打出了6000出头的伤害，而方叶的全力一击则打出10万以上的恐怖伤害。肉山哥布林的血量直接清零，秒杀！面对同级的哥布林顶尖皇族，方叶照样完成了秒杀。现场双方阵营的观众们先是寂静一片，而后纷纷倒吸冷气，为全球变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方叶的真正实力竟恐怖如斯。好基友周浩难以置信地捂住了嘴巴，忍不住来了一段口技。我 SSS 级算什么？方叶摸鱼都能摸到无敌。周浩神情复杂了起来，既为方叶高兴，又为自己感到悲哀。他堂堂一个 SSS 级，在诸多大佬的训练和培养下，竟然还不如单身寡佬的方叶，在面对这种足以影响整座城市的危机时，甚至还不能站出来为人类争光。一时间，周浩陷入了某种奇异的思想漩涡中。另一边，小畜生，你竟敢杀我们哥布林的顶尖皇族，给我下来受死！你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以死谢罪！哥布林阵营最前方的哥布林皇族子弟们纷纷叫喊道。黄金哥布林是哥布林一族中最顶尖高贵的皇族，数量极少，每一位都极为尊贵，失去任何一位都是巨大无比的损失。而如今，就在他们面前，一位黄金哥布林永久地失去了生命，连复活都复活不了那种。只因方叶已经用邪魔歪刀把他死后的残魂和气血精华给吸收了，一点都没剩。很快，平等战场上又多了一具干尸。没想到成为干尸后，他倒是挺苗条的。方叶没有理会哥布林们的谩骂，反而踢了踢肉山哥布林的尸体，笑道：哔哔哔哔哔哔，吸干了人家就算，竟然还要辱尸！哥布林们纷纷破口大骂，将所有播不了的垃圾话和脏话都说了个遍。顾胜，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哥布林皇帝见奈何不了台上的方叶，只好看着对面的顾胜，沉声道：交代？你有吗？给他一捆。顾胜扭头看向齐彭商，打趣道：没有。齐彭商摇了摇头：我说的是交代。
你难道还想继续开战吗？想看我的100万哥布林踏平你江南市？哥布林皇帝威胁道。你敢？齐彭商顿时怒道。终于摊牌了，就允许你们杀我的人，不允许我们杀你的。这么霸道，恐怕你们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我们江南市吧？无论你们赢没赢，最终都会继续发动受朝进攻，是也不是？顾胜冷哼道。顾胜话语一揭露，人们纷纷紧张了起来。他们还要继续进攻？呵呵，我确实没打算放过你们。既然你们的天命之子已经曝光，那我们也该收网了。轰！哥布林皇帝释放摄人的气势，恐怖绝伦的力量汹涌澎湃，瞬间袭向周浩和林燕。他要先将这2位超级天才抓住。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心惊。安敢！齐彭商眉毛倒竖，一把山河大剑凝聚而出，劈向哥布林皇帝。顾胜同样出手，化作道道虚影，袭击哥布林皇帝。咚！吭！轰！可怕的余波席卷四野，场面瞬间就混乱了起来。大战再度爆发。哥布林领主佝偻着身子，迈着颤巍巍的步伐向平等战场走去。这种掌握着规则的秘宝，一旦安置在地上，外力是很难破坏的。但哥布林领主恰巧有破解之法。老东西，不安享晚年，还跑出去鬼混！方叶骂道。嘿嘿，小天才，快到我的葫芦里来！哥布林领主从怀里掏出一只紫黑色的葫芦，笼罩整片平等战场。一股可怕的吸力瞬间透出，将整座平等战场牢牢锁住。平等战场正在脱离地面，即将被吸入葫芦中。哎呦，你干嘛？方叶大叫。这葫芦明显不是什么凡物，能对抗规则之物的只有规则之物。神明月，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远处顾胜见方叶有危险，连忙边吐血边喊道。哥布林皇帝很强，至少他和齐彭商2个人目前还不是他的对手。他是99级的超级大 boss， 而顾胜只有91级，齐彭商甚至只有89级。想解决掉哥布林皇帝和100万受潮，只能靠神明月，一个以分身之躯比肩神的存在。好了，请看天上。一道平淡如水却又好听到极致的声音在天空中响起，传遍着一整片地狱。所以人和哥布林都下意识地抬头望天，什么也没有。神明月，他怎么在这里？哥布林皇帝心里一咯噔。夏国有3大至高神和12大主神，除了这15尊大神外，最让异域忌惮的便是神明月了。他创造过无数的奇迹，或者说他就是奇迹本身。就在哥布林皇帝胡思乱想之时，天空中终于出现了变化。轰隆隆隆隆，嗡！仿佛太阳落地，无穷无尽的光芒投射而下，笼罩整片战场。接着一尊至高至大的虚幻神塔出现，降临在这片世间。这是通天塔。刺啦刺啦，嗡！无名的规则化作无穷无尽的雷电，与虚幻的神塔对抗。这片天地在排斥这座神塔，因为它僭越了规则，来到了真实的世界。大地上无论哥布林还是人类，看到这一幕尽皆骇然。这就是通天塔的真实样子吗？方叶呢喃，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欢迎来到神的领域。一道被光包围的男子从天而降，如神临尘，站在了通天塔的旁边。神明月！哥布林皇帝怒目圆睁，看着天上那神一般的男子。哥布林皇帝，你被卖了。神明月看着哥布林皇帝，淡淡的说道。什么？哥布林瞳孔地震，他瞬间想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派你做急先锋，只是想利用你来试探一下我们对这些天才的重视程度罢了。你能不能安全回去，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你只是抛针引线的可笑诱饵。神明月无比威严的声音传出。哥布林倒退几步，眉头紧锁。他真的被耍了。虽然只是诱饵，但我们还是决定上钩了。只是这么大的鱼，你们确定能钓得起来吗？神明月金黄的瞳孔中透出无比摄人的目光，接着他的手往下轻轻一按，就拿你们这100万哥布林为我们献祭吧。嗡！无穷无尽的圣光从通天塔中射出，穿透大地上的每一个哥布林。不！无数的凄厉惨叫传出。下一刻，包括哥布林皇帝以及哥布林皇族在内的所有哥布林消失了。100万哥布林被神明月献祭给了通天塔。第58章移花接木和被3整除。100万哥布林顷刻间消失，这样的手段震慑了所有人。你怎么做到的？就连顾胜都愣住了。先这样，再这样，然后那样。神明月微微一笑，道：4国1。神明月 YYDS。方叶在平等战场内招手，大呼小叫道：好了，接下来该收一下尾了。空中的神明月伸出手，再度往下一按。众人心头一跳，他想把我们也献祭掉。只见金光再度大盛，不过这一回
金光是从神明月的体内透出，暖洋洋的光芒照射大地，人们沐浴在圣光之中，一阵舒服与享受。他们徜徉在温暖之中，仿佛忘记了一切。当他们再度睁开眼睛时，这片世界恢复了原貌，所有死去的人都复活了，就连被毁坏的建筑都回到了最初的样子。时间仿佛倒流了，只是时间真的倒流了吗？并没有，所有人的记忆都被凭空截取了一段，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然而哥布林山岭内几乎所有的哥布林却都真的消失了，只剩下小猫小狗3、2只。第二天，有消息传出，哥布林山岭异兽泛滥成灾，夏国派出了至强者对哥布林山岭进行了秘密清理，所以哥布林山岭的哥布林们才会消失。没有人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因为在这个奇幻世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整个江南市没有被消除记忆的只有5个人：方叶、顾胜、齐彭商、周浩、林燕。事后，齐彭商回到了坐镇江南市的地方，而顾胜则和神明月聊了好一会儿，才悻悻然带着周浩和林燕离开，回到训练营。只剩下方叶留了下来。来秘密花园，我有好东西给你。神明月留下一句话，便控制通天塔回到了虚幻空间。方叶连忙回到家，意识沉入黑暗中，来到了通天塔的秘密花园内。你也太强了吧！一进来，方叶就对神明月夸赞道：献祭100万哥布林，让整个江南市所有人凭空失去一段记忆，再将一切被毁坏的东西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种手段简直匪夷所思，骇人听闻。这是时间的力量，还是空间的力量，亦或者光明的力量？方叶好奇地问道。都有，准确地说，这是奇迹的力量。神明月坐在石桌前，为方叶倒了一杯快乐水，淡然一笑道：以后你也能做到的，甚至比我更强。真的吗？方叶瞬间期待了起来。当然，你得活到那一天。神明月又说道。这话什么意思啊？提醒我最近会有危险找上门。方叶疑惑。你已经被盯上了，即使哥布林皇帝没来得及将你的信息传回去，但我在这里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他们肯定认为夜神就在江南市了。往后的江南市恐怕不会太宁静了。神明月抿了一口快乐水，说道：那我走。一旦被发现你出城，你只会更加危险。那咋整？方叶歪头。慌什么？我不是在这吗？你的成长速度很快，我保护你半年，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半年后，你应该就能独挡一切了。而那时候也差不多到高考了。神明月一脸淡定。还有，我坑杀了100万哥布林，献祭给了通天塔，得到了巨额的积分。我用这积分给你换了2个很好用的技能，有了它们，你面对敌人时战斗起来会更轻松一些。积分兑换的东西还能转让？方叶疑惑，通天塔积分以及通天塔积分所兑换的东西不都是专属的，不可转让的吗？别人不行，我可以。神明月又抿了一口快乐水。好吧，忘了你是通天塔亲儿子了。方叶尬笑了一声，随后又问道：是什么技能啊？神明月点了点桌面，2本技能书凭空出现。天阶特殊技被3整除和移花接木。技能被3整除，天阶。效果被施法的目标在战斗时，除体之外的其他基础属性点，每一点都只能转化为3点战力值。该技能效果的持续时间为3分钟，自身等级提升，可增加效果持续时间。施展该技能后1天内无法再次使用。技能移花接木，天阶。效果将除体之外的所有其他基础属性临时转为任意基础属性，包括体质。该技能效果的持续时间为5分钟，自身等级提升，可增加效果持续时间。注：临时偷来的属性以及通过丹药而临时增幅来的属性同样在转化范围内。施展该技能后1天内无法再次使用。竟是2种特殊的辅助类技能。被3整除，所有属性只能转化成3点战力值，这可是极为可怕的削弱能力。除体之外的其他属性点，正常来说1点能转化成3到5点基础战力值，例如1点力量能转化为3到5点物理攻击力。这种转化是根据个人当时的状态来转化的，如果状态好的话，1点力量可以转化为4至5点物理攻击力，状态不好，可能就只能转化为3至4点物理攻击力。而被3整除的效果便是把人削弱到最差的状态，1点属性点只能转化3点战力值，凭空让人削减3到4成战斗力。这样恐怖的技能，说是神技恐怕都不为过。而移花接木同样厉害，它相当把其他的属性全部集中在一起，发挥出超长的效果。例如将精神、物抗、法抗、敏捷全部转化为力量，在这5分钟内，它的力量将会成倍增加，达到相当可怕的程度。也许1拳就相当于原本的3到4拳。当然，其他属性被转化为力量或者精神后，它自身就会变得很脆弱和缓慢，很容易被人偷袭，这倒是一个弊端，但也相当给力了，值得天阶这个评价。
这2本都给我吗？方叶嘴上这般问着，手却很不老实的直接将2本技能书拿走。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他一下子拥有了2本天阶技能。都给你。神明月微笑回应。哎，等一下，你是不是要说但是了？方叶警惕的看着他。神明月点了点头，但是有条件。第59章南天门。我就知道，说吧，什么条件？方叶撇嘴问道。半个月后跟我去一个地方。神明月依旧一副神色淡然的样子。什么地方？到时候再说。行。方叶点头答应了。不一会儿，他又看向了神明月。对了，我还有个问题。问。那些哥布林去哪了？方叶好奇地问道。我把他们放在了通天塔的某一层，等你爬到那一层时就能遇到他们了。那里有一块区域和一个黄金哥布林副本，都属于他们。通天塔里的异兽都是这样来的吗？方叶眨眼，他觉得他已经接近真相了。通天塔或许真的是真实世界的投影，并不都是，这是关通天塔的起源之谜，就连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吧。方叶瞬间蔫了，事情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吗？和神明月畅饮完一大瓶快乐水后，方叶便派出努力鸭在通天塔内开始了新的征程。第1层的探索度已经达到了100%，方叶便把努力鸭传送去了第2层。第2层及往上的塔层需要等级20级以上才能进入，如今方叶刚好20级，20级后可以服用2级属性果实和药剂了，还有传说中的丹药。把这些东西都喂满，我的实力还能再上一个层次。方叶算是发现了，他根本就闲不下来。好在有努力鸭，很多东西都可以靠他去完成，得想办法赚点钱了。方叶想到。半个小时后，算了，不想了，我可是立志要摸鱼变强的人，怎么能操心这么多事情？努力鸭，赚钱的事就拜托你了。方叶将努力鸭召唤了回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嘎嘎。方叶没听懂他说啥，但料想应该大概也许可能是在说没问题吧。日子又恢复了平常。努力鸭白天在城郊刷野怪卖材料赚钱，晚上在通天塔里探索赚积分兑换奖励，而方叶则是一如既往的摸鱼摆烂，白天在课桌上睡觉，晚上则熬夜通宵打豆豆，日子过得贼滋润。很快1周过去了，在又一次收割失望值后，方叶的属性又有了提高，再加上掠劫之手每天掠夺的属性点，用金钱买的属性药剂和属性果实所带来的属性增长，方叶的属性面板已经达到了足以与30级强者比肩的程度。职业摆烂达人，等级23，经验值23456150000，体质7500，力量2700，精神2700，物抗1700，法抗1700，敏捷2300，自由属性点0，天赋摸鱼地级，建议重开地级，掠劫之手地级，努力鸭地级，技能旋风3连斩玄阶，暗影袭杀玄阶，冲锋陷阵玄阶，大火球术玄阶，邪龙异次元地阶，被3整除天阶，移花接木天阶，指数爆炸通天指神阶。装备邪魔歪刀 A 级 LV20， 永夜权杖 SS 级 LV20， 青云3件套 A 级 LV20。 特殊道具压制金箍饕餮葫芦。除了属性面板各属性大增外，方叶的防具也成功换到了 LV20 的 A 级青云3件套。此外，上次与哥布林大战时，哥布林领主寄出的紫黑色葫芦饕餮葫芦最后归于了方叶所有。装备青云裤 LV15。 评分 A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700，魔法攻击力加700，物理防御力加700，魔法防御力加700。效果无。装备青云靴 LV15。 评分 A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700，魔法攻击力加700，速度加700。效果无。特殊效果青云3件套暴击正 35%。 现在的方叶虽然只有23级，但即使是放在30至39级的职业者中，那也是极为拔尖的存在了。而天赋在 C 以下的大部分普通人，他们的等级也就是固定在这个区间而已。受天赋限制，他们想再往上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很难的了。也就是说，如今的方叶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世间至少2/3的人类了。嘟嘟嘟，手机铃声响起，方叶接通了电话。喂，顾教头，咋了？江南市的训练营正式结束了，我们准备带着6个天才去省级训练营报道，进行更深层次的训练。你要不要也跟着去？可以长长见识，顺便还能看看来自其他城市的天才实力如何。电话那头传来顾胜的声音。离开江南市吗？可神明月告诉我，我一旦离开江南市，就会受到致命威胁。
方叶回道：“他其实还真想去看看。”不至于吧？你再问问他。行，我问问。不用问，我不干涉你的成长。你想去做什么就去做吧。神秘花园内，方叶还没开口，神明月就直接回复了他。好吧。对于神明月可以读心的能力，方叶已经见怪不怪了。第二天，方叶来到了训练营，跟周浩他们会合。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也会来。周浩揽住他的胳膊，笑道：“这种可以装逼的地方，我当然要去了。”方叶同样笑呵呵：“你越来越瘦了，还壮了不少。”方叶捏了捏他隆起的肌肉，说道：“短短1个月多，周浩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方叶甚至都有些觉得他陌生了，因为我也想像你一样，做一个真正的猛士，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周浩认真的说道：“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方叶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的说道：“下次一定。”南天行省的省城就叫南天城，这里有一个极为宏伟的景观——南天门。南天行省和南天城就是因此而得名。这是一道无比巨大的石门，比大山还要高得多。而在其门口位置的正中间，每时每刻都有奇异的光芒在当中流转。相传门内住着一位神明，他默默地守护着南天城。每当南天城遭遇恐怖天灾和受潮攻城时，这位神明便会出现，清除灾祸。住在门里的神明，我看是保安队长还差不多。江南市上空，暗中保护方叶的百无聊赖的神明月忍不住吐槽道：“第60章，惊天一拳。”宝宝日记，2333年12月25日，星期天，天气晴。近来总有人让我帮他砍一刀，我不明所以，但想来或许是新时代人们的一种幽默方式吧。但我通通都拒绝了。一来我并不随身携带武器，二来我是文明人，怎么可能做这种影响自己名声的事情？但他们居然愤恨我，恨我为什么没有携带武器，为什么不帮他们砍一刀？对此我只能说，中间忘了，后面忘了，就这样吧，编不下去了。不过今天其实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今天在城际列车上，我遇到了一队旅游团，我数了数，共有8人，带头的是一位看上去十分高冷的中年大叔，说实话，他好帅啊。而后便是6男1女7个年轻人了，他们每个都是气质帅哥气质美女，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当然最好看的当属那个睡眼惺忪的黑发少年，他不高不矮，身材匀称，仿佛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但他的脸蛋实在是太完美了。我从未见过如此赏心悦目的脸庞，就连睡觉的样子都好迷人。对了，说到睡觉，他好像真的好困啊。其他小伙伴都是一副兴奋的模样，就只有他一上来就睡着了，真是个小睡猪呢。我好喜欢他，只可惜他应该不会喜欢我，毕竟我是个带把的。城际列车上，一位面容阴柔有着中性美风格的男子正在日记本上刷刷刷地写着。忽然方叶睁开了眼睛，把那人吓了一个哆嗦。方叶奇怪地看向坐在他不远处对面的那男子，应该是男的吧。虽然他长得有些女相，但他那里实在是太平了，而且某个部位还有些隆起，这2个地方和女孩子正好相反，所以他应该是男的没错了。但是他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惊慌失措就算了，毕竟被他这么帅的男子突然一盯，有这种反应很正常。但为什么他好像还有些羞涩？他又低头看向那人的手，哦，是日记本，看来不是个正经人啊。毕竟正经人谁写日记啊？方叶，你盯着对面的美女看干嘛？旁边艾希达笑嘻嘻地问道。没什么。对了，我们还有多久到？方叶回问。久着呢，你看现在还在郊外的大山中。艾希达看也没看，直接指了指窗外。方叶往窗外看去，随后瞳孔地震。艾希达疑惑，也往窗外看去，同样瞳孔地震。受游戏与现实世界融合的影响，各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变得宽广无比，除了各种各样的秘境外，还有许多荒无人烟、鸟兽稀少的大山。这些荒山同样是从空间裂缝中过渡而来的，曾属于异域的贫瘠地带。也因此，江南市与南天市之间虽然属于邻里关系，但却隔着极为遥远的距离。好在城际列车穿越的都是些没有什么异兽生存的贫瘠之地，平常遭遇危险的可能性不会太大。然而就在此时，列车之外，一群庞大如山般的恐怖蜘蛛正在翻山越岭，一蹦一跳地朝列车赶来。这些大蜘蛛的长相都极为怪异，它们最前面的2只脚很粗大，尤其是末端几乎形成了一枚盾牌的形状，跑动间就像举着盾牌的士兵在攻杀一般。是盾山蜘蛛！方叶大惊，这是一种在南天行省极为有名的异兽，只因这种异兽只生活在一个超高危的灾厄及秘境里，那个秘境名为迷梦泽，就在南天门之下。迷梦泽里全是高阶异兽，动辄就是60、70级，强大的甚至有80、90级，是对南天行省乃至整个夏国威胁最大的恐怖秘境之一。
而盾山蜘蛛是迷梦泽中比较常见的存在，属于那里的食物链底层，但即使如此，它们也都有60-70级。现在他们从遥远的迷梦泽跑了出来，他们为何而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当中又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迷梦泽领主派出来的斥候，亦或者先锋，还是意外逃出了那里，正好被他们撞见？但无论哪种原因，后果都十分严重。听到方叶和艾希达的惊呼，众人纷纷向窗外看去。救命啊！是异兽！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异兽？还这么大！快打电话叫救援！列车内人们顿时慌乱了起来。60-70级的异兽，如山般的体型，那可是绝大多数见都没见过的恐怖之物。即使还没冲到这里，就已经可以让他们心惊胆寒了。顾教头，你怎么这么淡定？方叶疑惑地看向顾胜。放心，我既然敢带你们出来，自然是做足了准备，看好戏就行了。顾胜看在座椅上，悠然自得地说道。好戏？戚鹏商肯定在坐守着江南城，神明月又不至于欺负60-70级的小怪，顾胜则就坐在列车里，哪里来的好戏？难道还有高手？轰！果不其然，有高手出手了。一道惊天之声炸响，在天地中轰鸣，好似虚空都要碎裂了一般。一道仿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意志出现在天地间，出现在所有人的心田里。接着，天空中乌云汇聚之地，一只恐怖至极的巨手探了出来。那只神明般的巨手攥紧成拳，随后轰落大地。轰隆隆，仿佛发生了9级大地震般，大地震颤撕裂，天空轰鸣震荡，活脱脱一副末日场景。盾山蜘蛛们面对从天而降的一拳，避无可避，直接被阴影笼罩。而后，咚！仿佛天地崩碎，一切的一切尽皆毁灭。这是颠覆认知的一拳，拳头轰击之地形成了一道可怕的深坑，而深坑之中，所有的盾山蜘蛛都葬送在了里面，身首异处，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如此恐怖绝伦的场景，直接震撼人们100年。多年以后，面对根源级怪物，夜神方叶将会回想起这无与伦比、君临天下的一拳。那时的他掌握着世上毁灭性最强的技能，那一招技能的奥义，便是在今天初步领悟萌芽并深深扎根的。第61章造化素描师，那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方叶看着那惊天的一拳，愣神道：他呀，是南天门的门神，也是整个南天城的守护者，我们通常称呼他为武夫。顾胜师释然说道。武夫，方叶呢喃，记下了这个名字。既然是南天门的门神，那他为何出现在这里？他不怕南天门失守吗？艾希达好奇地问道。像戚鹏商作为江南市的守护者，正常情况下他是不能离开江南市的，必须得坐镇在那里，防止有异兽或者其他邪恶势力袭击城市。而全副的责任显然还要更加重大，他既要坐镇南天门，镇压灾厄及秘境迷梦泽，又要守护南天城，防止其他势力的侵害。按理说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才对。谁跟你说他在这了？顾胜瞥向艾希达说道。那一拳是他隔着千里虚空打过来的。方叶等人瞪大眼睛，震撼莫名，隔着千里虚空打过来的一拳，居然还有如此强的威力。他本人到底是有多强？盾山蜘蛛在他眼皮底下溜了出来，还向我们发动攻击，他自然的几处里，别说隔着千里虚空了，就算是万里，他也能打过来。顾胜解释道。那他多少级了？方叶好奇。在正常人的认知中，100级便是满级，但方叶知道，蓝星最强的那一批人和异兽，绝不只是100级那么简单，至少神明月就不止100级。他啊，作为仅次于3大至高神和12大主神的强者，等级为149级。顾胜说道。方叶眼睛一亮，顾入清圣竟然真的知道全副的等级。他又连忙问道：那所谓的3大至高神和12大主神呢？他们又是什么级别？这我就不太清楚了。99级以上是一个层次，149级以上又是一个层次，那估计是我这辈子都触及不到的层次吧。顾胜说道。他们的对话都是被顾胜用特殊手段屏蔽了的，外人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当然，其他人的注意力基本都在列车外，也没人会管他们说什么。除了那个扮相比较中性化的少年。你们就是江南市的那几位天才职业者？那个少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站起身，惊讶地问道。顾胜回以微笑，他是故意将那少年囊括进对话空间中的，因为他认出了那少年，南天城训练营的 S 级天才苗人峰。苗人峰，苗家独子，不出意外的继承了家族的 S 级职业造化素描师。其实我很好奇，你怎么会在这列车上？你什么时候来江南市玩的？顾胜脸含笑意地问道。见顾胜认出了他，苗人峰竟羞涩了起来。我听说江南市是南天行省内风景最美的城市，我是来写生的。
这个理由挺合理，毕竟有首词写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而苗人峰的职业也确实与写生有关，造画素描师，一种特殊辅助职业。事实上，生活类职业和辅助类职业的评级通常都不会太高。像生活类职业，它的上限是 C 级，所以觉醒了生活职业的大部分普通人其实战力等级都不会太高。而辅助类职业要稍好一些，它的上限是 A 级。当然，有一些复合型的特殊类的辅助职业会超过这个上限，达到 S 级。造画素描师便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类辅助职业。这类职业极为少见，拥有许多特殊能力，基本上走到哪里都会是香饽饽。很快，苗人峰融入了团队中，他的能力很快就被大家所了解了。什么？你能够画票票，还能把它变成真的？原来有些技能书是通过你们的临摹，将骨块上的密文给复刻到书上的呀。你还能刻画异兽，将其召唤出来战斗。训练营学员一顿咔咔乱问，直接问出了关于这个职业的不少秘辛。而方叶则有另外的关注点，你能刻画出刚刚列车外那一拳的奥义吗？方叶眼含期待地问道。我画的东西一般都会形神兼备，但刚刚那惊天一拳的拳意过于深奥，我估计画不全。苗人峰认真地回道。那你可以帮我画一幅吗？尽你最大能力帮我画一幅，我可以给你报酬。方叶继续问道。看着方叶渴望的眼神，苗人峰俏脸一红，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可以的，但是需要酝酿酝酿，在这里不太方便直接画，我回家后再给你画吧，大概明天就能画好了。好，谢谢你。方叶微笑道。他们直接添加了联系方式。列车继续前行，路途上他们又看到了几波来自弥梦泽的可怕异兽，但都被一只突如其来的大手给镇压和杀死了。而有了多次的观摩经验，苗人峰已经将那惊天神拳的奥义在脑海中临摹的七七八八了。若是刻画出来，效果恐怕会比先前保证的要好不少。又是半个小时后，南天市终于到了。刚下列车，方叶等人便看到了被几个壮汉拉开的一条横幅，上面写道：热烈欢迎江南市训练营优秀学员前来南天市接受培训。此外，还有一个管家室的人正站在那群壮汉的旁边，举起手来边挥边喊道：少爷少爷，这里这里。众人疑惑，接着队伍中的苗人峰走上前，满头黑线的轻声说道：都说了不用特意来接我，那哪行？少爷乃千金之躯，及早接到少爷，确保少爷此行的安全归来，是我的责任和义务。管家义正言辞地说道。行吧。苗人峰回头看了看训练营队伍，邀请道：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坐坐？我们家离训练营挺近的，也方便过去。不用，我们跟他们走吧。顾胜指了指那群壮汉，微笑回应。那群壮汉自然是省级训练营里的官方人员，拥有类似教官的职责。而后他们便分开了。方叶等人上了一辆看着厚重但安全性能极好的大巴，接着大巴便嘟嘟嘟的往距离弥梦泽不远的省级训练营开去。省级训练营其实就是南天市的市级天才训练营，不过它要在此基础上多开放了一些区域，这些都背靠弥梦泽，拥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只有每年省级训练营开始培训的时候才会开放。第62章省级训练营。蔚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山林和原野，这里云雾缭绕，水域密布，河流溪流纵横交错，形成了一片类似沼泽的湿地。弥梦泽是对这片地域的称呼。这里看似宁静，实际上危机四伏。300年前，游戏与现实融合，无数裂缝空间随之而来，大片大片的异域秘境通过裂缝出现在蓝星上，与蓝星本土融合，形成了新的蓝星。而在弥梦泽出现之前，这里原本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野草地。弥梦泽出现后，这里扩充了不知多少平方公里，直接把南天市的郊区扩大到了原来南天市面积的10倍大小。直到如今，面对这个深入夏国腹地的灾厄及秘境，职业觉醒者们仍然只敢在外围区域活动和刷怪。而弥梦泽最里面那片被云雾彻底包裹着的地带，至今没有人进去过，当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有着什么样恐怖的异族异兽，无人得知。按理说，如此可怕的秘境当中的异兽应该很快就能冲破南天市的边缘防线，占领城市的。事实上，在世界巨变的头几年，他们曾经也确实这样试过了。只是绝望中往往孕育着新的希望。在南天市人类生死存亡之际，南天门以一种人们无法获悉的缘由及方式降临了世间，镇压在了弥梦泽的上空。同时，他命定一个天才少年为他的执掌者，永生永世坐镇在这里，镇压弥梦泽。这个人便是武夫，他活了300年，并获得了南天门赐予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弥梦泽边缘防线之内有一片被厚重铁墙围起来的训练基地，这里面积广大，各种设备一应俱全。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庞大的武器库，里面全都是用以应对突发事故，
如异兽来袭，得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嘟嘟嘟，一辆厚皮大巴从城里行驶而来。到喽到喽，未来好几月要待的地方。艾希达在车内欢呼雀跃，其他人也是期待了起来。至于方叶，他只是来凑凑热闹的。进了这种地方，其实就相当于省掉了高考和未来的大学生活，只要在各大训练营顺利毕业，直接就能一步到位进入前线上阵对抗异兽。这样天天特训的生活其实也挺无聊的，看着风光，实际上远不如在学校里快活。而前线是无比危险的地方，无论你天赋有多高，实力有多强，在那里都有殒命的可能。前线可不是秘境，有轮回之主的轮回印祝福，那里是真真正正的异兽横行的地狱，一个个异兽国度及区域连成一片，相当于是灾厄及秘境的无限放大版。前线一旦崩溃，迎接的将是真正的国破家亡。这也是城市里人类强者并不多的原因，因为大多数的强者都去前线抵御异兽大军了。这便是当前世界所有人类国度的现状，并且这种现状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是因为有人在远方为你遮风挡雨。大巴在训练营的住宿区停下后，方叶等人陆续从车上走了下来。这里就是省级训练营啊！艾希达张开双臂，拥抱天空，深深呼吸着这里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怎么腥腥的？艾希达皱眉，捂住鼻子道。方叶鼻头耸动，也闻了闻，确实有种甜甜的类似铁锈的味道。这是血腥味。千面修罗天海一说道，他作为一名杀手职业者，对这类味道很敏感。这里怎么会有这么浓重的血腥味？憨厚少年张大牛问那几个壮汉教官。最近迷梦泽内的异兽比较活跃，不少都趁着门神大人被根源级生物牵制，偷偷跑了出来。为了帮门神大人分担压力，我们也帮了下忙，在附近杀了几头偷跑出来的异兽。他们的尸体虽然被运走了，但是血腥味还没有散尽。此外，我们这里还有斗兽场，只是现在还没有开放罢了。若是到时候开放，这里的血腥味只会更加的浓。这也是为了让你们提前适应前线的生活，在前线，血腥味、硝烟味是无处不在的。壮汉教官说道。众人点了点头，在训练营中逛了起来。省级训练营和江南市的训练营区别不大，只是要宽广一些，设施齐全一些，以及多了一个斗兽场和一个武器库。看那！逛着逛着，艾希达忽然指着天边叫道。众人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东方天际透过迷蒙的云雾，隐约可见当中一座浩大的石门。那石门古朴而简约，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凡之处，但它却格外巍峨，犹如两根擎天巨柱般耸立云天。柱子之间是两扇石质门户，门户上刻画着两个人，一个模糊不清，看不真切，而另一个则是大家所熟识的门神武夫。南天门，这便是南天门吗？方叶呢喃。好壮观！传说南天门和通天塔一样，虽不知来历，却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瑰宝和武器。他们为人类的崛起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如今的可和异域勉强抗衡的新人类。大家默默拜了拜南天门，便继续逛了起来。这一会儿，来到省级训练营的，除了省会南天市本地的超级天才外，其他城市训练营的超级天才都还没来。江南市训练营算是最早的一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虽说今年江南市的超级天才格外的多，甚至还出现了 SSS 级和 SS 级职业者，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都没有见过，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差到哪去。于是乎，当方叶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在某条大道上行走之时，几位同龄人忽然出现，拦住了他们。你们是什么的干活？一位穿着打扮都十分贵气的年轻公子哥站在最前方，揶揄道。他本来是想以开玩笑的形式跟方叶等人打个招呼，并互相了解各自的能力的，结果艾希达还以为对方在挑衅，撅嘴道：好狗不挡道。场面瞬间尴尬了下来。你怎么说话呢？南天市的超级天才中同样有一名女生，见艾希达说他们是狗，暴脾气的她直接就不乐意。抛开事实不谈，不算上那位 SSS 神级职业者，你们江南市可不如我们，这里还是我们的主场，你们说话放尊重些。那女生怒声道。哟，我们不如你们？这么说你是想打架喽？艾希达也是经不起刺激的主，回怼道。打就打。第63章斗兽。那我们派出方叶跟你们打。艾希达怒道。方叶？那女生愣了愣，不应该你自己上吗？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不过既然对方没有派出传说中的周浩和灵燕，那么他这边也就不足为惧了。我们派出曾毅。曾毅正是那位贵气公子哥。艾希达冷哼，不管派谁都得输。他问道，去哪打？斗兽场。你们这没有了擂台吗？还要去斗兽场打架？艾希达疑惑。谁说要人跟人打架了？我们去斗兽场斗兽。那女生说道。这样啊，行，那就斗兽场吧。
艾希达点头，大家都心照不宣，任两女争执。他们都只是想切磋，互相了解一下对方的实力而已，不可能真的起冲突。良性竞争可以，真结仇就没必要了。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来自异域的异族和异兽。很快，他们结队来到斗兽场，向教官们申请后，教官同意为他们提前开放斗兽场。我们只能提供19级的古冥元给你们，你们俩一人一只，谁先打倒古冥元就算胜利。一位壮汉教官说道。进入斗兽场后，方叶和曾毅分别站在了两边，其他人则在观众席旁观战。接下来便是热身环节和嘴炮环节了。方叶是吧？做好被我血虐的准备了吗？站定位置后，曾毅歪嘴挑衅道。方叶知道他在开玩笑，也没太在意，而是竖起来一根手指头。1分钟。曾毅愣了愣，他现在正好19级，打一只同级别的古冥元虽然不至于太过困难，但也不会太过轻松，怎么也得刮个3分钟才能把古冥元刮死。对方觉得1分钟就能解决战斗，会不会太过拖大了？还是说对方没怎么打过异兽，纯粹是在吹牛？实际上，方叶竖的那根手指头是中指。观战区最上方，顾胜正和一位穿着军装的大佬有说有笑。听说周浩和林燕都已经达到20级以上了，可喜可贺呀！说实话，我是真羡慕今年的江南市。军装大佬、省级训练营的总负责人乔峰豪迈地笑道：“今年江南市的超级天才确实是呈井喷之势。”顾胜微微一笑，他脑海首先想到的其实并不是周浩和林燕，而是方叶。在他眼里，那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一个有望成就主神之位甚至至高之位的究极天才。只是为了让他顺利成长起来，暂时还不能暴露他的身份，因此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其实并不多。你们的人草率了啊！曾毅是我们这边数一数二的优秀学员，除了正在闭关的珍妮和较为特殊的苗人峰，就属他最强了。你们的学员派出一个连我都没印象的人，可是会输得很惨的。乔峰看着下方的人笑道：“那你要不要猜一手？猜谁能赢？”顾胜似笑非笑地看着乔峰：“行啊，来点马子，我出一套属性真丹。”乔峰心思一转，说道。显然他对曾毅很是自信。那我也出一套属性真丹。顾胜回道：“你这么看好那小子，我印象中你们训练营的学员中好像没他吧？”乔峰疑惑，作为未来的省级训练营总负责人，各个城市训练营的学员的资料他可都是看过的。我也没说他是我们训练营的呀。顾胜神秘地笑道。乔峰大意了。省级训练营的斗兽场很大，大到足以同时容纳10万人。此时斗兽场被分为了2个区域，每块区域都被防护罩围了起来。方叶和曾毅分别位于其中一个区域中。轰动，2只巨大的牢笼被拉了出来，出现在斗兽场上。牢笼内分别是一只长相凶狠的黑色巨猿、古冥猿，一种很全能很强的异族，同等级的异兽中，在单挑的情况下几乎找不到对手。这也是曾毅认为至少要打3分钟才能把对方打死的原因。坑大，牢笼同时被打开。吼吼吼，2只古冥猿凶性大发，一下子就从牢笼中冲了出来。曾毅手持长枪，严阵以待。大大大，古冥猿冲了过来，蒲扇大的巴掌呼啸而过。呵呀，霸王枪！曾毅甩动长枪，随后枪出如龙，刺向古冥猿的巴掌。当！古冥猿快速变换手势，直接拍开了那迅猛的龙枪。接着，一人一猿开始相互刮痧，大战了起来。而另一边，方叶站在原地，什么也没做，只是打了个哈欠。他的对面，另一只古冥猿正警惕地看着他。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人类如此淡定，想必很强。作为类人猿，他的智商还是在线的。然而，足足等了10秒，方叶还是没动，甚至又打了一个哈欠。古冥猿开始疑惑了，对方到底是在装还是在装？你打不打呀？小马捞！方叶瞥了他一眼。古冥猿受到挑衅，当即就怒了起来。这人竟然敢骂他妈了，这是赤果果的侮辱！嗷嗷！古冥猿动了，动如雷霆。嗖的一下，很快啊，他直接冲到了方叶的面前，来了一个直达面门的直拳。在拳头即将摧毁方叶英俊的面庞时，方叶终于动了。方叶急忙向后躲去，然而他预判错误，反应慢了一丢丢，结果还是被猴拳给打到了。砰！哎呀，我去！方叶痛呼，而后便是一阵鸡蛙乱叫。早知道不装这个笔了，怎么跟电视上演的完全不一样？江南市的学员们纷纷捂脸，太丢人了。而南天市本地的学员表情则各有不同，又是憋笑，又是疑惑。虽然被打了一拳，但他好像没什么事。场上，方叶装笔失败，开始怒目圆睁。打人不打脸，你竟然试图毁我容颜，不可饶恕！轰！
方叶一身气血流动，剧烈的压迫感瞬间充斥全场。那只古鸣猿直接被方叶突如其来的气势给镇住了。接着，方叶一拳轰去，惊天动地霸王拳。方叶佯装在使用技能，大声喊道：“动！”27177。方叶10成力量的一发普攻意外触发了暴击，一拳打在了古鸣猿的脑门上，令其生命值当场清零。全场震惊，蓝天市的学员更是倒吸一口冷气。原来他竖一根手指头指的是一招秒杀。曾毅错愕地说道。第64章属性真丹。好啊，顾胜，你竟然把大学生带来训练营？乔峰瞪着顾胜，感觉受到了欺骗。什么大学生？顾胜没反应过来。不是大学生那人怎么这么厉害？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使用技能，普攻一击2万多，这不是大学生难道还是街溜子吗？乔峰瞪眼道。这顾胜真是太不厚道了，为了几颗属性真丹连我都骗。谁骗你了？他就是普普通通高中生。顾胜无语，原来对方竟以为方叶是大学生。你管这叫普普通通高中生？乔峰指着下方的方叶叫道。此时斗兽场内，方叶越过了半场线，来到曾毅这边。西老，你行不行的？方叶叉腰嘲笑道。曾毅涨红了脸，但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依旧在刮着他那只古鸣猿。毕竟一停下来，古鸣猿就会抓住机会暴打他的。曾师傅，别刮了。方叶掏出邪魔歪刀，唰的一下像飞刀一样扎在了古鸣猿的身上。然后古鸣猿暴毙了。我帮你解决了，不用谢。方叶笑道。啊这！曾毅彻底服了。他转过身看向观赛的学员们，发现他们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方叶。还好不止我一个人觉得方叶变态，就连已经习惯了方叶的强大的江南市训练营学员也都在吃惊。方叶似乎越来越强了，到达了一种他们遥不可及的地步。哈哈，其实我是留级生，别看我这么厉害，其实我已经19岁了。方叶决定为自己解释一波。你看，我就说他不是普通高中生吧。乔峰继续瞪着顾胜，不想给属性真丹就算了，不用找补这么多。顾胜瞥了他一眼。你……最终乔峰愿赌服输，还是给了顾胜一套属性真丹。傍晚，顾胜单独找到方叶，将2套属性真丹都给了他。这就是属性真丹吗？方叶看着手里的黑不溜秋的丹药，惊讶道。20至50级剑，每种属性真丹只能吃10颗，一颗能长100点属性点。顾胜点头。一套100点，2套就是200点，这可都是有价无市的东西。方叶感恩似的看着顾胜。顾教头，好人啊。你的2级属性药剂和果实喂满了没？顾胜问道。每种属性都喂了大半了，就还差一点点。那我帮你补齐吧。最终方叶的每项属性几乎都上涨了250左右。职业摆烂达人，等级25，经验值23456200000，体质8001，力量3033，精神3033，物抗2023，法抗2024，敏捷2536，自由属性点0。方叶的生命值正式突破了8000，力量和精神也突破到了令人震惊的3000，就连其他属性也都突破了2000大关。顾教头，你真是对我太好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方叶突然腼腆地说道。既然觉得不好意思，那就帮我一个忙吧。顾胜没好气地说道。什么忙？1周后再跟你说。啊！方叶忽然想起神明月1周后同样有事要叫他帮忙，他们的事该不会是同一件事吧？方叶只能摊牌说出了实情。原来他已经叫了吗？那就没事了，应该都是同一件事。顾胜说道。到底什么事啊？整这么神秘？1周后你就知道了，一个能让你快速成长的地方。第二天，苗人峰来到了训练营，给方叶送来了惊天一拳的画像。方叶打开一看，果然栩栩如生，恍若昨天的场景再现。定神一看，还能感悟到当中蕴含的玄妙权意，当真是神奇至极。你光看这个，应该也学不到那个技能吧？周浩疑惑，不是很懂方叶为何这么想要这幅画。虽然无法领域技能，但可以借鉴啊。方叶笑道。借鉴？你想自创技能？周浩大惊。目前职业者们除了天赋能力外，大多数技能都是通过异兽骨片和通天塔奖励这2种方式获得的，能自创技能的少之又少。而且自创技能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最终创造出来的技能也很可能不尽人意，甚至不如最低级的黄阶技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少会有人去做。有这个想法，现在就当做积累吧，慢慢学习，多多体悟和借鉴。我觉得自创的技能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技能，这种事我必须要尝试一下。方叶回答道。
反正他有大把摸鱼时间，没事就可以研究研究如何自创技能。他有一种预感，未来的世界会变得十分残酷，很多东西都会失去效用，唯有自己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助自己力挽狂澜，挽救危局。话题扯远了，回到当下。苗人峰回到训练营后，其他城市的训练营学员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人一多，切磋在所难免。不过这次方叶没有上场，而是选择观战。看得差不多后，方叶也准备跟随顾胜离开了，将学员们送到南天市。那么江南市的训练营场地也算是要暂时关闭了。但顾胜在江南市还有事需要回去处理，而方叶没参加训练营，也要回去上学。于是他们便结伴回江南市。回去的途中，城际列车上，他们又遇到了几波异兽想袭击列车，但都被武夫及时处理了。最近怎么这么多异兽从迷梦泽跑出来？以前应该没有这种情况吧？方叶轻声问道。当然没有，因为他们是为你来的。顾胜回道。因为我……虽然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手段，总之只要你离开城市，强大的根源级怪物都能感知到，或许无法准确判断究竟哪个是你，但也应该能感知大致的位置。所以他们会不停地派一些小鱼小虾出来袭击你所途径的地方，直至成功击杀你。这么诡异，方叶暗暗一惊，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被盯上了。不要慌，说到底你还没有成长起来，他们不至于兴师动众，而且我们夏国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完全保得住你。顾胜淡定地望了天上一眼，说道。方叶随着他的视线往天上看去，什么也没有看到。第65章封神。5天后清晨，方叶睁开眼，抹开窗上迷蒙的水雾，往外面看。外面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回南天算是南方地区人们最讨厌的气候了，地板、窗户、墙壁、玻璃、瓷砖到处都是水，格外潮湿。衣物也因水汽得不到挥发而根本晾不干，洗了跟没洗一样，甚至变得更臭了。还好方叶现在不怎么缺钱了，也懂得享受了，直接购了几台除湿机，1台自用，另外几台则让他发往天使孤儿院。有了除湿机，房间里总算没那么潮湿了。方叶见天色灰蒙蒙，正欲躺回床上继续睡觉，嘟嘟嘟的电话声便响了起来。喂，老李啊。啥事啊？方叶十分慵懒地问道。方叶，你还上不上学了？你这1个月都缺课多少天了？对面传来班主任愤怒的声音。啊，我前天不刚去上了学吗？而且今天是周末啊。方叶愣了愣，回道。周个屁末，今天是周一，前天是周六，那才是周末。你上个鬼的学，现在都10点了，你有事就请假呀。你直接不来，我怎么跟领导解释？啊，是吗？我看看。方叶嫌老李吼得太大声，将耳边的手机放下，看了看上面显示的时间，还真是睡迷糊了，嘿嘿。方叶尴尬地笑了笑。方叶，你到底还想不想毕业？还想不想高考了？想，我马上就来。方叶连忙在1分钟内完成了刷牙洗脸小号3件套，随后飞奔出门。啪！外面地板由于回南天的原因变得格外丝滑，方叶冲得太猛，直接滑倒在地，衣服直接脏透。女马白勺。方叶又开门回到自己的小破屋，换了身新衣服，重新出门。真奇怪，这天怎么这么黑？方叶抬头看了眼天色，都已经10点多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样子，不看时间的话，还真会以为现在是晚上。轰隆隆，一道雷霆炸响，吓了方叶一跳。不对啊，回南天怎么会有打雷？方叶越来越不解了。此时街上没有什么行人，就算有，也都是来去匆匆，不一会儿就没影了，气氛有些诡异。就在方叶即将到达学校时，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什么鬼？今天不是这么倒霉吧？方叶连忙脱下外套遮住头部，向学校冲去。就在这时，他的视线一阵模糊，仿佛闯进了未知之地。当他再次获得视野时，眼前的场景变了，他来到了一片昏暗的荒地中。这是哪？方叶怀疑自己该不会还在梦中吧？不然怎么这么魔幻？一会儿雨天，一会儿来到荒地的，太古怪了。然而他的潜意识一直在提醒他，这不是梦。世事无常，鬼神所命，一道诡异的话语忽然从虚空中传出。方叶皱眉，竟判断不出声音的来处。他取出永夜权杖，张开了夜幕领域。在夜幕领域中，他将获得绝对视野，勘破一切虚妄。现在的夜幕领域的最大范围是方圆50米，就算有人突袭他，也足够他反应了。他此时已明白过来，他应该是进入了某个幻境中。虎胆鼠辈，藏头露尾，给爸爸出来！方叶喊道。在江南市里，他倒也不害怕有人杀他，估计是谁在恶作剧吧。方叶是这般认为的。呼，一阵清风吹来，很舒服，但也很诡异。
方叶一手持杖，一手执刀，严阵以待。我没藏啊，就在你面前。一道声音在方叶耳边响起，方叶直接被吓得跳向了一旁，一阵乱刺。到底是谁？方叶大声叫道。这人实在是太诡异了，看不到，摸不着，就像风一样，连夜幕领域都不管用了。等一下，风！方叶四处观望，问道：是哪位前辈在戏弄我？赶紧出来吧，再不出来就不礼貌了。方叶说完，又一阵风吹了过来。当他回过身时，一道身影突兀出现在他身前。哇啊！方叶又是一个倒退。嘿嘿，小朋友真是不惊吓。一位身形模糊、看不真切的青年男子嘲笑道。这是一位看起来十分瘦弱且有些病态的青年人，脸色苍白若青霜，嘴唇细薄无润色，一副短命的样子。不过配上剑眉星目和高挑的鼻梁，倒也显得他颇为英俊。你是谁？方叶看着那虚浮的身影，也是明白了，对方应该只是一道投影，并不是真身。你可以叫我天气之主，也可以叫我风神。那青年翘起嘴巴笑道。风神！方叶瞳孔骤缩，最诡异最难以捉摸的12主神之一，风神。没错，风神就是我，我就是风神。风神大拇指翘起，指向自己，十分自恋地说道。风神大人，找我有事？方叶小心翼翼地问道。据神秘月所说，12大主神都有着各自的重要职务，基本上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忙得紧，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即使有事要外出，也都是分身出行。可以说，12大主神就是整个夏国最忙碌的那群人了。例如轮回之主，执掌轮回之道，夏国每个秘境里的轮回印都是他制造出来的，为保障职业者们顺利成长，做出了巨大无比的贡献。而风神，天气之主，看似执掌天气之道，但他真正的职能其实一直没有人知晓，就连身处高层的神明月也都不知道，是12大主神最神秘与诡异的存在。我是来给你送温暖的。风神仍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方叶不解，之前因为你的出现，我们内部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参加那场会议的每个人都为你献上了一份礼，而我因为有事提前离场了，没有送你礼物，现在算是来补偿你吧。风神解释道。每个人都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收到？方叶更加疑惑了。没收到？怎么可能？风神眨了眨眼睛，他想了想，想到了一种可能。不是吧？难道神明月把你的东西给贪了？风神瞪大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弱弱问一句，那些究极大佬们都送了什么东西给我？方叶小声问道。风神回忆了一下，说道：轮回之主送了可复生9次的至真轮回印，炼金之主送了可抵挡9次致命伤害的9道免死金牌，河洛之主送了可回补状态、增强耐力的太医真水，光明之主送了 SSS 级装备圣光盾。好像就是这几个吧。卧槽，神明月贪了这么多。方叶哀嚎。第66章真实之境。未知荒地中，风神靠近方叶，仔细打量。你干嘛？方叶缩了下脖子，紧张地问道。说实话，你跟他们确实挺像的。风神说了句让方叶不明所以的话。像谁？方叶看着风神问道。曾经最有望成为第4、第5之高的2个人，可惜他们后来都死了。风神忽然有些悲伤地说道。你说的该不会是一男一女吧？方叶想起了自己那不知所踪的便宜父母。以后你就会慢慢了解的。风神没有多说。那你要送我什么？方叶又问。虽然不明不白被神明月贪下了很多宝贝，但眼前还有一样呢，这回总该能到他手上了吧？我给你的东西可跟他们的不一样，需要你自己去取。风神笑道。方叶眨了眨眼，去哪里取？喏，就在那。风神指向荒地深处。方叶向那里望去，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到。这片地方不是幻境来的吗？方叶疑惑。谁说这里是幻境？这里才是世上最真实的地方。风神神色古怪地笑道。取那东西需要多久啊？我过2天可还有大事要做的。方叶没忘记答应神明月和顾胜的事。什么大事啊？风神问道。我也不懂，神明月和顾教头不肯说，神神秘秘的，都跟你一副德行。方叶埋怨道。顾教头？啊，是顾胜吧？我都忘记了他在这里了。说起来他还是我的便宜小徒弟呢。风神一副刚得知某个震撼消息的惊讶样子。这都能忘记，那他确实够便宜的。方叶无语了。你很多徒弟吗？方叶问道。不多，我数数，1、2、3。风神竟掰开手指数了起来，震惊方叶100年。5、6，哎，对，6个，就6个，算上你，就算他7个吧。风神认真的说道。算上我？我什么时候成你徒弟了？
方叶已经被封神给整不会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别人想当还没机会呢。封神扭头冷哼道：“我不需要这个机会。”方叶同样翻了个白眼：“别急，以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先去找那东西吧。”封神催促道：“为啥还要我自己找啊？我可是摸鱼王啊！赶紧去！”封神速地来到方叶身后，一脚将他踹向了远方。“哎，别用强啊！”方叶感受到身后传来一股轻柔却持久的推力，将他推向了荒地边缘。那里看似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实际上在靠近时却能看到昏暗的地表从荒地中延伸出来，一直通向了未知深处。方叶落在这像是被烤得焦裂的土地后，继续往前行走。一股莫名古怪的意志正在指引着他，也不知这是封神的手段，还是某样东西在召唤他。走了很久很久，方叶都没有走到尽头，仿佛在原地踏步一般，但是周围的景象却变了，从焦裂的土地变成了干黄但皲裂的硬土，就连原本昏暗的世界主题也变得黄灿灿起来。而在他的前方极远处，一股硝烟升腾而起，颇有一种大漠孤烟直的意味。他觉得自己就像漫步在洪荒的战场上一样，既荒凉又孤寂。他又走了很久，大漠孤烟直也消失了，他来到了一片冰雪秘境，过眼望去，尽是白皑皑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最适合形容此时方叶的心境。方叶回首遥望自己来时的路，却发现身后竟是一片虚无。我该不会已经走了2天了吧？顾胜和神明月都等我等着急了吧？封神大人！方叶冲着天空大喊，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他只能继续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踏过了多少奇境，他终于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星空。他莫名就踏进了一条星空古路中，周围是漫天的繁星，是星河，是星云，是庞大无边的星海宇宙。方叶沿着星空古路一直前进，直至意识模糊。随后，他陷入了沉睡中。他沉睡在了黑暗虚无的深渊之中，他感知不到一切，一切也感知不到他。他仿佛消失在了世上，任何人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任何人，就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他甚至查到不到时间的流逝，似乎是永恒，又似乎是一瞬，总之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直到他再次睁开了双眼，获得意识和感知，那是一双历经了无尽岁月的、蕴含着沧海桑田、无穷变化的眼眸。同时，他又不失真诚、善良、勇敢，一切美好的品质。这是一双神之眼。方叶感知着身体的变化，属性面板没有任何改变，但他感觉自己比曾经强大了数十上百倍。那不仅仅是战斗意识的暴涨，诸多手段的融会贯通，还有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总之，他现在变得很强。他觉得现在的他能暴打10个神明月，100个顾胜。实际上，这是方叶飘了。以后他会知道，他的战斗力暴涨并没有那么恐怖，顶多只是从一个小萌新变成了老油条罢了。跟着真正的大佬比起来，还差得远呢。感觉怎么样？封神期待地问道。方叶此时已经回到了荒地中。我感觉我老了很多岁。方叶忧愁地说道。正常啊，我当时也觉得我垂垂老矣，活不久了。不过我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封神笑了起来。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方叶疑惑。真实之境，我封神的传承之地。封神正色道。啊，那我岂不是真成了你徒弟了？方叶大呼被骗。那你当不当吧？封神撇嘴。就勉为其难的认你这个便宜师傅吧。方叶思索了下，勉强的点了点头。呵，可千万别勉强。对了，我刚刚离开多久了？方叶转移话题。2天而已，别慌，你答应他们的事赶得上。随后，封神将方叶带出了未知荒地。话说，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回到现实世界，方叶问道。不可说，不可说，以后慢慢体会吧，好处多着呢。封神神神秘秘地说道。方叶没注意到的是，封神漆黑如墨的长发下多了几根白丝。第67章小游戏。喂，老李，方叶，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身为学生，放老师鸽子，还1周不来上学，你真的是够飘的呀！我干脆叫你阿飘得了。班主任愤怒的声音差点就将方叶的耳膜震裂。方叶连忙把手机拉远。不要以为在第一次副本试炼上取得好成绩就能为所欲为，高校和官方更看重的是人品，很多双眼睛都盯着你呢。你要是做得不好，我怎么保都保不住你。班主任继续骂道。安啦安啦，老李，我大大低良民，人品上没得说，官方的大佬们都知道的。方叶看向身旁的封神，嘻嘻笑道。开玩笑，官方最牛掰的大人物之一就在我面前，他一声令下，我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封神在旁边看着方叶被骂，一阵好笑。谁能想到堂堂夜神竟然会为了高中毕业和考大学而担忧。不过这样也挺好，
最起码敌方绝对猜不出来夜神会留在学校这种地方虚度光阴。哼，最好是这样。你还知道打电话过来，说明你还有得救。这样吧，明天你早点过来，我带你去校长室说道，让他们撤了你的警告处分。班主任老李自顾自地说道。老李，其实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跟你说，后面几天我想继续请。嘟嘟嘟，方叶假字还没说出口，电话就被挂了。方叶尴尬地看向风神，而风神早已开启了爆笑模式。他其实是个很严肃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不会笑的，除非忍不住。风神直接蹲在地上捧腹大笑。原来你是这样的风神。方叶白了他一眼后，又将眼睛瞥过一边，懒得看他了。这时神明月终于现身，从不远处缓步走来，走到了方叶的近前。怎么样，请假顺利吧？神明月微笑问道。方叶无语。你故意的吧？你明明会读心，还需要问我吗？他唯一认识的两尊神明般的存在，怎么都这么恶趣味。另一边，风神看到神明月后停止了爆笑，站了起来。好久不见，月。风神如翻书般，脸色瞬间转变，冷淡地说道。不是很久没见，而是你根本就没脸见我。神明月同样冷冷地回道。这俩有故事。方叶眨了眨眼，直接从瓜主变成了吃瓜群众。哼，当年那件事也不能完全怪我吧？你自己不也没在？风神冷哼道。多争无益，先解决当下的问题吧。神明月懒得鬼扯，将话题转回到方叶的身上。哎，你们继续说啊。方叶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把瓜子，边嗑边说道。风神直接就敲了他一个脑瓜崩。哎呦，你干嘛？方叶吃痛。我只是一道虚影，无法停留太长时间，等看你进入那里，我就离开了。风神强行解释道。到底去哪啊？搞得这么隆重与神秘。方叶看向两人，这件事已经困惑他很久了，到底是什么地方，有这么神秘吗？一个类似副本的地方，我让你进入真实之境，就是为了去那里做准备。你越强，在那里生存下来的可能就越大。风神继续解释道。生存？那个地方很危险吗？方叶一脸奇怪。看样子不是什么好地方啊。我送你2本天阶技能书，固肾为你凑属性丹药，果实和药剂也都是为了增加你的生存能力。神明月同样在当谜语人。我们这个世界本就是一个大型生存游戏，而在这大型游戏之中还划分出了多个小游戏。现在一个临时小游戏开启了，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地区，包括异域，都必须派出代表参加。因为这是天道布置的棋局，所有棋盘内的棋子都得参与进来。赢得最后胜利的个体代表将获得终极奖励，所在国家或地区也会得到大量好处。而输了的个体代表，不仅个体会遭受厄难，所代表的国家或地区也将损失惨重。神明月继续说道。小游戏？那是什么样类型的小游戏？方叶总算是弄明白了一些。感情是叫他代表夏国去参加某种游戏啊。这种临时出现的小游戏每一次都不一样，不过其实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基本上都是些闯关游戏。神明月回答。方叶点头表示理解了。忽然他想起了什么，指着神明月大叫道。神明月，你是不是独吞了我的宝贝？风神大大可是跟我说了。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大宝贝们，方叶果断选择与风神站在了统一战线。那些东西你不需要。神明月淡定地说道。我不理，反正你至少得分1半给我。上次你送我的那个免死金牌，就是炼金之主打算送我的吧？听说有9道金牌呢，你至少得再给我5个。方叶理直气壮地叫道。轮回印和免死金牌以及圣光盾没得商量，倒是太乙真水可以给你。神明月从个人背包里掏出了一只玉净瓶，当中装着的便是传说中能增加持久战斗力的太乙真水。方叶连忙将玉净瓶接过并收了起来。其他的呢？方卫继续问道。我送你去小游戏里吧。神明月直接动用了转移话题大法。很快方叶被带到了一处别墅内，这是神明月打算在江南市常住时买的新房子。别墅内有一座新构建的繁复传送法阵，可以将参赛的代表传送去小游戏里。方叶刚走进别墅没多久，还未来得及欣赏一番房子的内里构置，便被2尊神明推到了法阵上。神明月和风神往法阵中置入大量资源与神力，终于将方叶送走了。值得吗？方叶被传送走后，神明月看向风神头上多出来的几根白发，神色平淡地问道。也就10几年寿命而已。风神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他在真实之境中走到了哪里？神明月好奇地问道。星空古路末端，即将抵达真实的地方，比我的6个徒弟加起来的距离都要高。第68章，汗流浃背了兄弟们。光影变幻，一阵头晕目眩后，
方叶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是一片类似村落的地方，但是却让方叶感到莫名的熟悉。他第一次进入通天塔，走到那些人们齐聚的城镇时，便是这种感觉。这也是一个聚集地，有不少少男少女、青男青女都待在这里，正在激烈的讨论着什么。哎，又有一个人来了。有人看到方叶从传送阵走出，连忙将他拉到了讨论组中。帅哥，你来评评理，你说这夜神不过才觉醒天赋1个多月，他凭什么代表夏国参加这什么万族初检？那人激愤地说道。旁边一堆人就跟着应和，就是，他凭什么？不过是在通天塔破了几个记录罢了，哪个 SSS 级在通天塔历练时没破过？这次万族初阶的上限标准是39级，夜神觉醒不过1个多月，顶破天也就20来级，差了将近一半的等级，战力恐怕更是差了好几倍。这样的他怎么可能代表夏国夺得前10？有一个人不满地说道。方叶无语，原来这群人也是夏国人啊，可是他们怎么也在这里？听他们的话说，确实是只有我一个人代表夏国参战，可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方叶抬头四望，发现这里的天空确实与通天塔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给人一种梦幻玄奇的感觉。难道这里也在通天塔内？方叶疑惑不解，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从背包中拿出了个镜子，照了照自己，发现他现在的模样竟然是在通天塔中易容后的模样。所以这里真的在通天塔内，不然怎么解释我才刚进来就自动易容了？为了解开疑惑，方叶拉着一个人的衣服问道：兄弟，我现在有点迷惑，我是被家长骗来这里的，不太清楚这里是什么情况，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那人狐疑地看了他一会儿，见他长得格外的帅后，便勉强地跟他简单介绍了起来。毕竟颜值即是正义嘛。这里是通天塔的原始之地，在通天塔的第5层。第5层是一个节点，在某个时刻，所有的通天塔原始之地都可以通过这个节点相连在一起。除了通天塔外，异域各族的虚妄深渊第5层同样会连接在一起。在那一刻，整个蓝星的人族和异族会形成前所未有的大聚集，这便是万族战场。万族战场每30年出现一次，如今是第10届了。每届万族战场的第1轮争锋叫做万族初节，也就是当前即将开始的这场竞赛。你家长送你过来都不跟你介绍清楚的吗？那人解释完后问道。原来30年才有一次啊，难怪他没听说过呢。没有啊，那我们这群人呢？是来干嘛的？也是来参加那个什么万族初节的吗？方叶继续问道。我们是来给我们夏国的参战代表助威的，由于名额有限，基本上只有 S 级天赋以上的年轻人才能来这里助威。方叶扫了扫周边，发现确实人不算太多，大概几千人吧，应该都是这几年新诞生的 S 级或以上级别的职业者。只听那人继续说道，但是这回夏国的参战代表我们很不满意。历史上参战的代表都是30几级接近40级的 SSS 级强者，而这回却派出了今年刚觉醒天赋没多久的夜神，他现在才20多级啊，就算再牛逼，能牛到哪去？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对夜神不满，他毕竟是我们夏国新诞生的神级天才，我们主要是不满选择让夜神出战的那帮所谓大人物，真不知道他们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方叶嘴里不自觉弯了起来，竟然骂风神和神明月脑子被驴踢，真有你们的，干得漂亮。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些过分了，一群自以为是的大人物，夜神还这么弱小，他们是怎么舍得让他去参加这种危险的竞技的？方叶加入了讨伐大人物的争论。这位新来的兄弟说得好，那人叫道。其他人也都纷纷赞同。很快方叶便融入了进去，他一边打着嘴炮大骂官方的大佬们，一边在人群晃悠，一直晃到了核心圈。然后他意外地看到了周浩和林燕，作为今年国内最出彩的新人之一，他们自然也是被南天行省的大人物们安排到了这里。然而这里的氛围似乎与其他区域有所不同，我觉得大家言过其实了，官方选择夜神作为夏国代表，自然有官方的考量，而且夜神真的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差劲吗？不见得吧。周浩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哼，前不久方叶贯穿通天塔所有巨龙 BOSS 的时候，个个都把他夸上了天，现在却又开始唱衰他，这分明是他们嫉妒官方对方叶的重视。周浩心中冷哼，作为少数知道方叶即是夜神的人，夜神有多厉害，他还是知道一些的。就方叶的表现，完全不输30几级的职业者，而且在万族初阶的时间跨度不算短，在战场中是可以成长的。以方叶的进步速度，就算现在不是那些39级 SSS 职业者的对手，以后也必定是，甚至远远超出。周兄弟这么帮夜神说话，是与他认识吗？一位穿着西装革履、绅士般的英俊男子问道。不认识。周浩矢口否认。方叶就是夜神的身份，可不能轻易暴露。他若是承认认识夜神的话，一旦调查起来，很容易就能让人联想到方叶。那你还这么推崇他？
要知道，你才是我们新一届的唯一 SSS 级职业者呀！他只是被官方捧起来了，真要说，你才应该是那个万人之上的人。那位绅士男子说道：“就是你的实力绝不弱于他，如今你只是等级低，后期一旦起来，根本没有对手。就连你这样的神才都无法参加这等光荣之战，他凭什么？”又一个人说道。周浩微微蹙眉，还想再说些什么。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一个人看到了方叶，他刚刚就是从方叶那边过来的，正好听到过方叶大骂官方的话语。他眼神一亮，大声道：“这位兄弟，你也来说两句。刚刚你说的那么慷慨激昂，肯定还有很多部分。在这里的有不少都是 SS 级的顶级天才，你将刚刚的话再说一遍，让大家伙听听。”方叶，周浩听到动静，顺着视线看过来，这人的眼神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方叶先是无语的看着说话那人，随后又紧张的看着周浩，生怕周浩不明所以，而后叫出他的名字。汗流浃背了，兄弟们！第69章万族战场。还好周浩虽然疑惑，但并没有认出并喊出他的名字。嗨嗨，其实吧，我也只是听了一面之词，现在想想，也许官方真的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呢。方叶斟酌了一番，说道。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揪出搞事的人。他代表夏国参加万族出劫这种事情，根本不至于引来这么多的不满。毕竟他之前在通天塔引起的轰动可不是假的，就算没成为全民偶像，也不可能仅仅等级低而惹来如此多人的讨伐。背后必定有人在主导舆论，而这人很有可能就是有资格代表夏国参与万族出劫的候选人之一。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动用舆论的力量，抹黑官方和他，其心可诛。哎，你这个墙头草，刚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刚刚那人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方叶，震惊于他的变脸速度。我觉得这位兄弟和周兄说的都不错，官方这样做肯定有他的考量。如果不是夜神的话，那应该派谁呢？林燕站出来赞同周浩和方叶的说法。神助攻！方叶心中欣喜，不愧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就是有默契。那当然是赤阳魔神、庆丰、北冥邪神、雪明了。他们都是去年的神级职业者，为了这次的万族出劫，强行将等级压制在了39级。如今官方却另派其人，这不是寒了2位神级职业者的心吗？那个人说道。对，庆丰大人和雪明大人才是原本的参赛候选人，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夜神。凭他们的天赋，4个月前就可以冲击40级了，但他们为了夏国的未来，停止了冲关，硬生生压制等级，结果却……周围的几人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官方的不公，听上去让人感觉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但事实的真相真是如此吗？最起码官方没有逼他们压制等级吧？在成长的黄金阶段去卡等级，官方没痛斥他们浪费宝贵的升级时间，已经算是好的了。没被选上，怪得了谁？方叶活出第2世，加上在真实之境度过漫长的岁月，早已成为了一个十足的老油条。这种小伎俩根本骗不了他。这几个人，方叶用屁股想都知道，肯定是背地里收了好处，受了人指使的。等一下，方叶直接打断了他们的话语，问道：“我记得上一年我们夏国并没有觉醒出 SSS 级职业者呀，你们说的什么风什么雪的？是谁啊？”“对啊，谁啊？你听说过吗？”“没有，我就记得有几个 SS 级。”周围不少人和方叶一样，都没有听说过这2个名字。你们没听过很正常，庆丰大人和雪明大人是古族传人，属于夏国的底蕴之一，轻易不会失于人前。我们通常听到的 SSS 级职业觉醒者，一般都是没有背景的高中生，属于明面。而在身处暗处的古族中，还有一些 SSS 级是不被记录在案的，庆丰和雪明大人便是这样的伟大存在。有人解释道：“是啊，是啊，在我们京都的圈子里，庆丰大人和雪明大人还是很有名的。那他们2位今天有出现在这里吗？”周浩问道。说实话，他还真想见见其他的 SSS 级，看看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等战场开启，夜神出发上场时，2位大人才会过来。届时，他们将亲自检验夜神的能力，看看他是否真的有能力代表夏国参赛。有知情者回道。方叶蹙眉，这是想搞事情啊！他最讨厌麻烦了。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来了这里，也只能见机行事了。话说，那个夜神怎么还没来这里？有人疑惑。你怎么知道他没来？他也许已经来了，只是隐藏在我们当中。对啊，说到底，我们连夜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一群人议论纷纷。方叶没再过多说话，而是在原始之地闲逛了起来。2个半小时后，那2个古族传人庆丰和雪明终于来了。庆丰是一位高大威武的雄壮男子，雪明则是一位冷艳娇媚的冰山美人，2人的气质都有着些许的清冷感。夜神何在？庆丰来到这里后，直接喊道。不知动用了什么能力，
他的声音一下子就传遍了夏国所在的整片原始之地。只是方叶并没有回应他，让他尬在了当场。叶神，我知道你肯定来了，为什么不出来露个面？庆丰继续喊道。方叶还是没有理他。庆丰又喊了几句，都没有得到回应。他不肯现身，看来我们是彻底没戏了。雪明朝庆丰压低声音，冷冷地说道。又是十几分钟过后，原始之地终于传出了不一样的动静。当，那是一道相当奇妙的钟声，悠扬而激昂，婉转而厚重。一道声波涟漪随之传遍整个原始之地。就在他穿过方叶之时，方叶的体内忽然亮起了一道绚丽的光芒。是夜神，夜神在这里！有人指着光源大声喊道。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里的动静，纷纷朝这边看来。被钟声选中的人就是参赛者，而这人显然就是传说中的夜神。夜神！庆丰和雪明从不远处赶来，正欲留下他。然而天上降下来一道光柱，笼罩住了被彩光包裹的方叶。那道光柱好似一道传送阵般，带着方叶一下子便离开了原始之地。庆丰和雪明来到方叶近前时，方叶已经消失不见，还是被他走掉了。雪明冷声说道：哼，不过20几级的小灯，我看他怎么在万族战场上存活到最后。庆丰同样毫不掩饰地哼声道。另一边，周浩和林燕看着消失的光柱，一阵愣神。希望他一切顺利。林燕默默祝福道。我相信他一定会从万族之中脱颖而出的。周浩则淡淡地笑着。另一边，方叶进入了一片彩色的世界，他的周围全是五彩斑斓的柔和光芒，给人一种很舒适的奇妙感。不知过了多久，方叶周围的景象不断变换，最终定格在了一处荒地上。这是一片浩大无比，如同远古洪荒般的古老战场。这里便是万族战场吗？怎么有点像封神的真实之境里的未知荒地？第70章万族出劫。方叶在荒地中逛了一圈，既没看到其他人，也没看到怪物之类的存在，除了没有灵智的花草树木、石头大山，啥都没有。这里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方叶挠了挠头。正在方叶疑惑之际，天空中突然传出了一道亢长低沉的声音：万族出劫正式开始。本次大劫由天道独家冠名播出，播放媒介为个原始之地正中心的立体投影仪，欢迎原始之地在场的所有人进行收看。接下来是对万族出劫的介绍。本次大劫共分5关，第一关为期1个月，具体规则如下：每位国家及地区的参赛者代表在万族战场中进行生存挑战。在万族战场，每隔30分钟会有野生怪物从地底钻出，发起攻击，更随时面临各种天降灾害的威胁。各位参赛者的任务便是在战场上存活下去，直至1个月后关卡正式结束，才算是完成挑战。在此过程中，天道将赠送每位参赛者5道轮回印，5道轮回印代表着5条命，所有轮回印耗尽，参赛者将自动被传送出万族战场，结束挑战。注意，轮回印可以交换和抢夺，但上限不可超过10。完成挑战的所有参赛者将进行积分排名，排名越高，获得的天道奖励越丰厚。积分获取方式：每击杀一只怪物获得1积分，每度过一次天灾获得5积分。同时，每一道轮回印代表着10积分。此外，还有更多其他获取积分的隐藏方式，需要参赛者自己去发现。万族战场很大，当中蕴藏着诸多天才地宝、盛景奇地。参赛者可在万族战场中努力活下来的同时，认真探寻各地，收获属于自己的机缘。最后，祝各位都能取得好成绩，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及地区争光，收获最终的天道奖励。1分钟后，天空中的声音终于消失了。这也意味着万族出劫第1关正式开始了。生存游戏在这里生活吗？那岂不是要建个房子？方叶思索，刚好这附近大树、石头、河流都有，正适合他建造房子。说做便做，有了想法就应该行动。于是方叶很快便开始了他的建房大业。当别人都在想着怎么击杀怪物、躲避天灾、寻找机缘的时候，方叶直接选择了最舒服的方式：建房子、睡大觉，杀怪寻机缘什么的交给努力鸭就好了。丫丫日记。时间：被方叶压迫的第 N 天。天气格外阴冷，总之感受不到半点温暖。今天好不容易得到的3天小长假彻底结束，方叶又将我派了出来，进行着各种惨无压道的艰苦工作。我忍他很久了，他仗着我不会说话，实际上之所以不会说话，完全是因为某位姓骆的不让我说，所以我只好写日记吐槽了，一直在疯狂压迫我的时间。他比华尔街之狼还要狠，比狼面还要多出10个点。他是世上最可怕的奴隶主和剥削者。若是将我的经历讲出，恐怕资本家听了都得落泪，犹太人看了都要惭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当他提出要我建房子的时候，我装作听不懂，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
对我说道：“你站在此地不要动，我去就回。”随后他便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向山上走去。我以为他终于理解了我的辛苦，觉得自己应该动手一次。我看着他父亲般的背影，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然而他没一会儿就回来了，只搬回来一根木头。我刚刚演示的砍树和搬木头应该挺清楚了吧？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完全是能理解的，就按照我刚刚的做法，多去搬些木头回来，其他的我一样一样教你做。也是我疏忽了，高估了你的智商，只知道命令你，却没有想到你可能无法理解一些相对复杂的指令。下次我会注意的，放心吧，丫丫。方叶拍了拍努力鸭的肩膀，笑嘻嘻地说道。这笑容在努力鸭眼里比魔鬼的哭脸还要可怕。神特么无法理解，我明明是不想动啊，我也想像你一样摸鱼啊！努力鸭在心中愤怒的尖叫，但是却无法表露出来。方叶看着他激动且兴奋的神情，一阵欣慰，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让我安排你干活了。说完，方叶拍了拍努力鸭的鸭屁股，指着山上喊道：“去吧，皮卡鸭！”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在努力鸭的辛勤劳作下，终于搬到了足够多的木材。接下来挖地基，方叶准备继续指挥努力鸭做事。轰隆隆！忽然，天空中一声炸响。天灾吗？方叶抬头望天，一只浑身缭绕闪电的鹰隼从天而降。看来不是天灾，而是怪物，每半小时刷新一次的怪物。丫丫，灭了他！方叶指挥道，而他自己则坐在了一把他刚刚抽空做出来的木椅子上。努力鸭凌厉的双眼顿时瞪住天上的闪电隼。大火球兽！努力鸭高举永夜权杖，一道比人还大的炽热火球飞出，冲向闪电隼。闪电隼凭借速度优势，快速躲避。永夜领域，夜幕降临，关灯，拉闸。漆黑的领域瞬间笼罩周边，将闪电隼也囊括了进去。闪电隼失去了视野，而努力鸭通过夜幕降临的被动，获得了锁定能力。只见被躲掉的大火球一个拐弯回旋，追上了失去视野、扑腾乱飞一通的闪电隼。轰！火云升腾。-66666， 30级的闪电隼瞬间没了半管血。暗影突袭，努力鸭快速切换武器，举着邪魔歪刀朝重伤掉落的闪电隼刺去。-88888，暗影突袭100%触发暴击，闪电隼直接陨落当场。随后，一股经验导入了努力鸭的体内，再传向方叶。加1000000，夸张的经验值直接让方叶浑身发光，他升到了26级。第71章，执掌摆烂的神。万族战场，恐怖如斯，随便击杀一只怪物便是10万经验值，怪不得神秘月他们说这里能让我快速成长呢。升级后，方叶一阵心花怒放，他看了看天际，除了刚刚那只闪电隼外，不再有其他怪物。一轮只来一只吗？方叶疑惑，那这也太轻松了吧。来参加这场生存游戏的人和异族基本都是30多级的存在，在属性面板上绝不差他多少，甚至比现在的他高的都有不少。这种程度的怪物袭击根本难不倒任何参赛者。还是说第一轮只是让我们感受感受，适应适应，后面出现的怪物会越来越恐怖？方叶思索道。算了，不管那么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继续建房子吧。方叶又开始了他的建房子大业。很快2个半小时过去了，地基和房子的基础架构终于搞完了，接下来便是钉上墙板和盖个屋顶就好了。期间又来了几波异兽，都被努力鸭轻松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怪物确实一次比一次强了，最后来的那一只怪物，努力鸭便足足花了3分钟才将对方打死。装修的细活自然得方叶亲自完成，他一直忙碌到天黑，房子才终于建好。他甚至还在里面安置了一张木板床。方叶从空间背包掏出了各种生活用品，并将床席和被子铺好后，便开始了睡大觉。1个月的时间呢，方叶根本不慌。努力鸭，看好了，我先去睡觉了。在真实之境中待了2天，在这里又待了半天时间，可谓很久没有休息了，把方叶都给困坏了。原始之地中心处，所有人都在观看着己方的代表的表现。有趣的是，天道虽然将现场的画面转播出来了，但是却采用了漫画小人的形式。也就是说，原始之地的观众看到的是2次元化的 Q 版方叶和 Q 版努力鸭，很萌很可爱。再看看他们的表现，就更可爱了。一只静静站在木屋外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了的大头萌鸭子，和一位躺在木屋床上同样一动不动且真的在酣睡的大头娃子。夜神在干嘛？他竟然在睡觉。他怎么睡得着的？这是在万族战场啊喂！他是古希腊执掌摆烂的神吗？观众们难以置信地盯着大屏幕，夜神的操作实在是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我就知道不该让他进去的。赤阳魔神庆风捂脸说道。一旁周浩则露出古怪的笑容，这就是他的风格。
你认识他？庆丰转头问道。不认识，但听我的总教官说过。周浩回道。总教官？顾大剑圣吗？凭他的实力和封神弟子的身份，确实有可能知道关于夜神的一些事情。庆丰点了点头，没有怀疑。由于万族出劫的赛程很长，超级天才们并不会一直都待在这里。看到夜神如此摆烂，不少人看了一会儿便走了。原始之地的位置有限，有人离场后才有其他人进来。能进来的除了超级天才外，就是一些拥有特权的官方大人物了。暂时没有事做的顾胜和一直没有事做的神明月便得到了通天塔的认可，进入了这里。他的天赋跟睡觉有关。顾胜站在角落，看向一旁的神明月，问道。跟方叶也接触了不短的时间，但他却一直不知道方叶的职业评级和具体天赋，如今也不过是有了一点猜测。关系挺大的，但具体的我不能多说。神明月一脸神秘地说道。该不会全世界只有你和他自己知道吧？顾胜又问。以他对神明月的了解，神明月完全有可能对谁都没透露过方叶的天赋，包括神明月的直属上级三大至高，因为这才是他神秘、孤僻、强大、自信、运筹帷幄。神明月笑了笑，没有说话。如果他一直不动，那些机缘他可就错过了。顾胜看着看着，有些担心地说道。方叶的真实实力本就不如同样在万族战场中的一些佼佼者，若是不努力寻找机缘，快速进步的话，到后面被其他人遭遇，可是会有大危险的。不用担心，慢慢看好戏吧。在让人失望这件事上，他从来不让人失望。神明月淡淡的说道。顾胜，很快一天的时间过去了，而万族战场中第一次天灾也终于降临。轰隆隆，剧烈的声响直接将方叶吵醒。方叶出门抬头望天，发现天上乌云密布，天雷滚滚，犹如千万条蛇挤在一个巢穴中游走爬动。呀，这雷这么凶，恐怕能把我的房子劈烂啊！方叶先是皱眉，然后在空间背包中一顿翻找，还好我早有准备。嘻嘻，最终方叶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根粗大的钢枪，他将大钢枪狠狠插在不远处的大地上，满意的拍了拍手。避雷针，这大钢枪是方叶特意在万老板那里买的，因为他有个以一当十的贯穿类技能冲锋陷阵，这个技能特别适合搭配枪戟一类的大型重型武器使用，所以他花大价钱准备了一把。大钢枪的属性方面自然不虚，也就比现阶段的邪魔歪刀低一些，是一把 B 级的 LV25 兵器。不过冲锋陷阵这个技能方叶用的实在太少了，所以大钢枪一直都被丢在了空间仓库中。此时方叶将它作为了避雷针使用。轰！一道天雷劈下，在即将冲向方叶的时候，突然拐了个弯，打在了大钢枪上。轰轰轰！一道道粗大的天雷劈来，纷纷落在了大钢枪上，半点没影响到方叶和木屋。不错不错，起码也算是发挥了大钢枪的用处。方叶欣慰地点了点头。第72章人言否？看着四处乱劈的雷霆，方叶忽然有了个想法。丫丫，要不你去试试天雷的威力？我还挺好奇的。方叶看向努力鸭，说道。你们听听，这是人话吗？努力鸭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一脸鄙视地看着方叶。咦，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丫丫，你还有点斗鸡眼啊？这可不行，你是鸭啊，不是鸡。方叶拍了拍努力鸭的脑袋，试图将他斜视的眼珠子纠正过来。之所以让他试试雷霆的威力，是因为努力鸭虽然只继承了方叶 70% 的生命值，同样会死亡，但他死亡后只需要等待半小时，等冷却结束后，努力鸭是可以重新复活的。见努力鸭久久未动，方叶以为他无法理解这道指令，倒是也没有勉强。对了，天上的雷霆是有规律的劈下的，而劈下的地方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有雷落下的地方其实都有一只异域生灵或者一位其他国家的人类。方叶认真扫视周围，发现离他最近的一个雷击地点就在2-3公里外。睡饱了，也该找个人唠嗑唠嗑了。方叶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朝最近的方向跑去。然而当他离开避雷针100米以后，一道闪电突然转变方向，直冲他而来。轰隆！闪电的速度虽然不比光速，但仍然不是现在的方叶能躲开的。于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方叶被正在劈了一击。呲了！-11451。我特么！被电得焦麻的方叶连忙一颤一颤地跑回避雷针附近。大意了，闪电是锁定人的，只要离开避雷针足够远，闪电就会重新锁定我。方叶哀嚎，一击就是1万出头的生命值，而他现在生命值不过8万多，根本挨不了几下的。出去找人的事情只能作罢，等天灾停了再说吧。方叶回到木屋，拿出了一个玉净瓶，玉净瓶里装的是河洛之主送给他的太乙真水，拥有恢复状态、增加耐力的作用。通俗点说，就是回血、回蓝、回体力的。
这东西对于持续长久作战来说，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有了它，一口气跑个马拉松都是轻轻松松的。趁现在有空，方叶将其拿出使用，炼化至体内。太乙真水属于道具的一种，但是它可以融入体内，不容易被外人发现和剥夺。除了太乙真水外，方叶还有3个道具：压制金箍、饕餮葫芦、平等战场。平等战场本是神明月借给顾胜使用的100万哥布林献祭事件后，方叶捡到了哥布林领主的饕餮葫芦，又用葫芦将平等战场收了起来。顾胜和神明月后面都没有找方叶要回，于是他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方叶的东西。这3样道具都是对敌方具有极强限制作用的东西，方叶一直将它们带在身上，放在自己的专属空间背包里。半小时后，太乙真水彻底融入了方叶体内，成为了方叶体内的一部分。也就在这时，第一轮天灾终于宣告结束，乌云消散，雷电消失，只剩下大地一片苍夷。走，丫丫，去打劫，不，打猎。天灾一停，方叶便带着努力鸭往最近的对手方向跑去。在万族战场上，所有参赛者都是对手，都是敌人，能打肯定是要打的。如果只是方叶一个人，这里能打赢他的人很多。只可惜方叶并不是一个人，或者说他是一个人，但他还有一只鸭。他和努力鸭是可以协同作战的，也就是说，在万族战场上，能以单人之力挑战他们双人组合的人几乎没有。这才是他敢在这里毫无顾忌睡大觉的原因。方叶和努力鸭连续翻过数座小山丘，终于临近目的地。而位于那个位置的生灵防备意识可谓相当差劲，天灾结束后不转移位置也就算了，竟然还大摇大摆地翘着屁股挖土，简直是不来个千年杀都对不起这大翘臀。处在这个位置的生灵并不是其他国度的人类代表，而是一只鸡。方叶认出了它的种类，鲲王鸡。游戏融合现实后，蓝星原有的家养鸡几乎都发生了变异，变成了一种名为走鲲鸡的鸡，而鲲王鸡则是走鲲鸡的进化型，可谓是鸡中的霸王。方叶没有小觑它，但他那翘起的屁股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乎，方叶偷偷来到他的近前，而后发动了暗影突袭。唰！邪魔歪刀深深捅进了他的皮燕子。咕咕咕！鲲王鸡瞬间爆发凄厉的惨叫，他的生命值瞬间消失一半，比天道派出的怪物都不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怪物袭击和恐怖雷灾的。结，鲲束手就擒吧！方叶和努力鸭将鲲王鸡围住，一阵扑腾，最后终于将他给擒拿了。这时，方叶终于发现他挺过怪物袭击和雷灾的原因，他竟然没了2道轮回印，暴殄天物啊！方叶痛呼。天道赠予的轮回印是直接与灵魂锁定的，鲲王鸡要么被抢了2道轮回印，要么就是死了2次。方叶更倾向于后者。鲲王鸡除了肉质好吃以外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方叶也不打算放过它，而是剥夺了他的轮回印，转折到了自己的身上。加上原来的5枚，方叶现在已经有8枚轮回印，8条命，随便玩。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突然暴毙了。鲲王鸡没有了轮回印后，便被天道判定为闯关失败，直接就被传送走了，一点肉都没有留下。真可惜，还以为能吃什么大餐呢。方叶一脸郁闷。夜已深，解决掉鲲王鸡后，方叶没有继续搜寻其他生灵，而是回到了家中继续睡大觉。只是你不找别人，不代表别人不来找你。进入万族战场的第2天，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木屋前。嘎嘎嘎！少走几十年弯路的保安努力鸭疯狂大叫。听到动静，方叶快速起身，看向门外那可怖的身影，竟然是一只长着2只牛角的牛魔。牛魔，异域兽人族中最为出名的一种兽人，他的身高足有3米，形体十分健硕，仿佛一拳就能打倒一片小朋友。方叶走出木屋，疑惑地看向他，说道：“你是来挑战我的吗？只是很抱歉，我不吃牛肉。”第73章暴打牛魔。嗡！可怕的气劲激荡四野，仿佛下一刻就能将木屋冲塌。方叶身上同样气血澎湃，抵消掉了那股来自牛魔的气劲。呀呀，干掉他！嘎嘎嘎！努力压闪至牛魔身前，化身一尊大鸡霸，顿时一身肌肉遒劲有力，硬得像铁。轰！努力压以翅带手，一拳轰出，直接将牛魔轰退。牛魔退后10数米，吃惊地望着那只鸭子，显然没想到它这么强。召唤兽，亦或者契约的御兽？牛魔看向方叶，果然，能来万族战场的每一位都不简单啊。不过，万族战场就是天道提供给蓝星本土势力和异族势力的年轻一代的战斗平台，遇到了自然要打上一场。风！牛魔从身后掏出2把大斧子，向一人一鸭挥舞而去。努力鸭则持着邪魔歪刀迎了上去。邪魔领域，一个黑紫色的领域张开，瞬间笼罩一鸭一牛。邪魔领域，
一个影响星神的制血领域，己方攻击力正 10%， 领域内的其他目标双攻负 10%， 双防负 10%， 并有一定几率使敌人陷入混乱状态。混乱状态，星神受阻，敌我不分。这是邪魔歪刀品质升为 A 级后获得的领域能力，一个可以此消彼长的领域。努力压手持魔刀与牛魔战了起来。牛魔确实很强，他作为牛头人的代表，力量属性简直拉满，即使被削弱，也比努力压还要高上几分，几乎与方叶持平。一牛一压你一斧我一刀，疯狂拉扯厮杀，各种招数齐出，周围瞬间烟尘四起，能量激荡，就差把大道都磨灭了。可谓战天战地，战至癫狂。木屋在各种狂暴的能量冲击下摇摇欲塌，还好有方叶一直护着，不然早就崩坏了。打了整整10分钟，双方都没有要输的节奏，但是他们的耐力值明显都下降了很多。好，就是现在。方叶嘿嘿一笑，举着永夜权杖释放夜幕领域。夜幕领域撑开一个方圆50米的夜幕领域，在领域内战斗时，目标的视野和判断力将受到影响，压缩领域攻击目标，甚至能使目标致盲。夜幕领域看似没什么增幅，实际上同样是个此消彼长的强力领域，它会极大的削弱对方的视野，而自己则不受影响。再加上永夜权杖的减冷却及施法追踪能力，等待牛魔的只有挨揍。大火球术，一道大火球于黑暗中隐没，悄无声息地砸在牛魔的身上。轰！负145008。自从走过真实之境后，方叶就觉得自己的战斗技术已经登峰造极，哪怕天天摸鱼摆烂懈怠锻炼，但只要战斗起来，他的身体本能、反应能力、技巧思路都是最顶级的。猫，2打1，不讲武德。牛魔的生命值没了一半，直接在黑暗中怒吼，实在是太憋屈了，趁我打累了才出手，而且还是偷袭。人类果然都是些阴险狡诈之徒。呀，干他！趁你病要你命！一人一鸭在夜幕领域中持着刀和杖，对着牛魔的脸上就是一顿招呼，敲敲打打，疯狂输出。3分钟后，牛魔的脸肿得像一头牛，当然他本来就是牛。咚！方叶把法杖当作棍子使用，狠狠一敲，牛魔直接死于非命。他死得很憋屈，当然更憋屈的还在后面。按理说他死后天道赐予的轮回印会生效，那时候他的灵魂会回归肉身，重新契合，虽然不能马上恢复实力，但会获得一段时间内的无敌状态和急速逃生能力。但是在轮回印刚要生效的时候，方叶直接就取出了饕餮葫芦，将牛魔的尸体装了进去。于是乎牛魔复活了，但无法逃出升天。饕餮葫芦内的空间看起来无穷无尽一般，牛魔根本就找不到尽头，哪怕顶着无敌状态能撞破一切壁垒，但如果连壁垒都没有，你怎么撞？很快无敌状态和急速逃生能力的效果过去，牛魔彻底折在了方叶手里。给我3道轮回印，我放你一条生路。方叶比了3根手指，笑嘻嘻地说道。猫，想得美！被五花大绑的牛魔怒吼道。寻常的绳子自然困不住牛魔，但此时的牛魔已经被方叶套上了压制金箍，并将其实力压制到了1成。方叶在万金油那里买来的鞭子武器完全能将他绑住。当然了，之所以买鞭子，仅仅只是因为方叶想试试各种武器的妙用，绝不是方叶有什么特殊癖好。就比如现在，方叶又掏出了一根鞭子，一脸邪笑，不怀好意地看着牛魔。不从事吧？啪！方叶一鞭子抽在了牛魔身上。牛魔痛得大叫，眼神中尽是屈辱。见牛魔还是不从，方叶继续鞭挞。啪！打到后面，方叶直接用出了在前世学过的鞭子神技闪电5连鞭。牛魔痛的眼泪鼻涕一起不争气的流了下来。我不是还给你留了一枚吗？再不从我就用强了。方叶急声厉色的威胁。最终牛魔从了。很快，没超过30秒，方叶就办完了事。当然指的是取轮回印。在牛魔不反抗的情况下，轮回印还是很好取的。呀，我的轮回印这么快就到上限了，这也太快了吧！方叶一脸嘚瑟的说道，气得牛魔差点咬舌自尽。最后方叶遵守承诺，放掉了牛魔。万族战场就是另类的通天塔，所有参赛者在这里都死不了，所以再杀他一条命也没用，还不如让他去祸害其他人类或者异族。反正整片战场就他一个夏国人，其他的说实话跟他关系不大，甚至都是他的竞争者。他要做的是强大己身，同时为夏国谋取更多的天道奖励。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奖励，但能直接奖励给一个国度的，想必是可以影响国运的好东西。异域异族带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天道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无从得知，但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方叶就不会放弃壮大己身、壮大国运的机会。第74章独角兽座驾第3次涅槃。3天后，在历经一系列的空降怪物和天灾后，方叶顺利达到了29级的满经验状态。职业摆烂达人地级，等级29，经验值999999999999，体质8888，力量3500，精神3500，物抗2100，法抗2100，敏捷2797，自由属性点0。由于天赋的限制，他目前无法进入30级，必须要经过再一次涅槃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得找个安全的时间捏个盘才行。方叶摸了摸下巴并不存在的胡子，嘀咕道：在他和努力鸭的努力下，周围方圆3公里的地方都已经被探索个遍。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机缘，但他也有了2样大收获。首先，他找到了一种抗性极高的紫色雷击木，这种木头硬到爆炸，方叶花了好大力气才用邪魔歪刀将其伐倒。紫色雷击木不多，只能打造茅厕大小的房子，方叶拉的都是野屎和野尿，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安全性极高的茅厕，所以他打算将其做成一辆马车。至于为什么是马车，那就要说到第2个收获了。不知为何，在他附近活动的都是异域的异兽一族，根本看不到其他人类国度的代表。就在昨天，他意外地碰到了独角兽一族的代表，一只圣洁的、雪白的、头顶水晶、螺旋独角的神马。作为有名的神兽，方叶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恶战，谁知在方叶的一番骚操作下，独角马竟然选择臣服于他。当时方叶好奇心太重，强行跳到了独角兽的背上，骑上了它。因为按照神话所说，独角兽神圣不可玷污，只有纯洁的小女孩才能接近它。方叶想看看，若是他这种不纯洁的男孩子骑了它会怎么样。结果出乎意料，独角兽竟然不反抗，任他骑乘，甚至还允许方叶触摸它敏感的耳朵和独角。敏感部位被触碰，独角兽竟然还低头羞涩了起来。于是方叶又分辨了下独角兽的性别，是只母马。原来独角兽也分公母的啊，没想到我帅气的面容竟然还能令独角兽心动，真是意外啊。方叶不由得拍了拍独角兽的屁股，独角兽的脸更红了。听说有些异族是中立的、友善的，甚至爱好和平的，看来是真的。方叶思索道，在人类的职业定位中是有御兽师和召唤师的存在的。御兽师与异兽一族签订契约，关系紧密，在理论上平等共存。召唤师和召唤生物之间虽然没有那么牢固的契约关系，但对召唤生物也同样拥有不小的控制权、驱使权。这2种职业定位的存在，便是人类其实可以和异兽一族和谐共处的证明。只可惜，无论是异族还是人类，欲望总是高于理性的，他们的野心之火不可能因为小部分的和谐而停止燃烧。有了独角兽后，方叶便打定主意做一辆马车，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用自己行走就能探索其他区域了。方叶耗费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做好了那辆马车。找个偏僻的角落，完成涅槃吧。方叶坐在马车内，驱使着独角兽，开始了真正的探索之旅。万族战场很大，仅仅是这片荒地就蔓延到了看不到的未知深处。方叶一行且战且走，由于多了一只独角兽，所以他们实际上面临的是2份的怪物袭击和天灾之祸。简单来说，就是双倍快乐。此外，还有来自战场上其他竞争者的威胁。当然，作为当事者的方叶和独角兽并不需要面对这些，他们只需要赶路和看风景就好了。打架和对抗天灾什么的，交给努力鸭就好了。对此，努力鸭只能在心中骂了一堆很脏的乱码。我可能不是人，但你们是真的狗。又是3天过去，方叶终于找到了一处没有任何生物来往迹象的地方。这是一口深邃的洞穴，他将一块巨石堵在了洞口，让努力鸭守在里面，独角兽守在外面，然后便开始了涅槃。外面的人会看到我的涅槃过程吗？自刎前，方叶嘀咕道。虽然只有夏国人所在的原始之地才能看到他的视角，但谁知道当中有没有别国甚至是投靠了异域的叛徒呢？而且涅槃是他变强的关键，是他最大的秘密，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算了，反正在这里是通天塔的面容，被发现就被发现吧，只要在现实中不暴露就行。方叶心道。接着他拿着邪魔歪刀开始了自宫，不是切腹自尽。不对，若是邪魔歪刀将我的气血和灵魂给吸收了，那我会不会无法复活啊？方叶忽然想到了这种可能。而且在万族战场上，他还有轮回印这种东西，他不知道是剑意重开的优先级高，还是天道轮回印的优先级高。只是他想这些的时候，刀已经捅进胸口了，若是突然中断拔出来，恐怕会非常的痛。草率了呀！方叶心中大叫。而且即使没拔出来，他其实也很痛，因为太乙真水的关系，他现在几乎是一边掉血一边回血，虽然回的没有掉得快，但重要的是过程很痛苦啊。
本来一刀就能自我解决的事，他需要等好几分钟。终于，他的生命值下降到了最低点。涅槃开始。邪魔歪刀并没有吸收他的气血，反而释放无穷的紫黑色迷雾，笼罩着他，为他保驾护航。一旁的永夜权杖同样如此，他自动张开了夜幕降临，而方叶的气血则化成血痂和能量洪流，包裹住了他的躯体。嗡！大道之音响起，无穷的光亮从虚空穿透而出，照耀着方叶。就连守在外面的独角兽都看到了隐隐透出的光芒。他很好奇，但他没有窥探。他知道这是属于方叶的秘密。他之所以选择成为他的坐骑，是因为他有一双神圣之眸。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其他任何生物没有的光环，一种名为时代主角的光环。这是他的时代，任何与他对抗的人或者怪物都不会有好下场。跟着他才有肉吃。第75章年兽大作战。通天塔第5层，原始之地，众人望着黑漆漆的大屏幕，意兴阑珊。本来方叶和独角兽交好，观众们还是很高兴的。先不说能不能获得独角兽一族的友谊，至少那独角兽释放出来的善意，表明了独角兽一族不会对夏国有什么恶意，是有一定战略意义的。但方叶居然拿他当座驾，还使唤他拉车，一拉就是拉几天，随后还把他丢在了洞口外，自己则不知道跟一只鸭子躲在石洞里，不知道干什么。观众们那叫一个气啊！独角兽如此娇贵的物种，怎能驱使他、奴役他？这屏幕怎么黑了？他在跟他的鸭子御兽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顾胜百无聊赖地问道。天道会有选择性的屏蔽一些东西，这可能涉及到了方叶的终极秘密，所以不能将画面放出来。神明月神秘地笑道。行行行，就你知道的多。顾胜瞥了他一眼，他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觉得你还是回江南帮帮老齐吧。神明月微微一笑，而后忽然说道。老齐？他怎么了？顾胜疑惑。你猜最近什么日子？新年。顾胜反应了过来。他一个人搞不定。顾胜又问道。往年可以，今年不同，有大只的要来。神明月提醒道。有多大？95级吧。卧槽，那你还不快跟我回去？顾胜瞪大眼睛。老齐正在闭关冲刺90级，到时候你们2个9阶职业者还怕打不过一只9阶年兽？神明淡定地说道。游戏与现实融合后，异域降临，除了本土的生物进行了简单的异化后，人们还发现从异域跑出来的异兽和异族，许多都与蓝星原有的各种神话传说相关。尤其是夏国这个受诸多神话体系影响及杂糅的国度，神话生物尤其之多。例如临近春节之际，也就是除夕之时，年兽便会从各种山林窜出，危害人间。届时，夏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至少会遭遇一只年兽袭击。年兽的等级很高，通常都有80级以上，几乎都要各城市的守护者或者最强者出手才能赶跑和灭杀。往年江南市出现的都是80多级的年兽，齐彭商一个人就能搞得定。但今年不同，江南市罕见的出现天才井喷，异域各族包括一些敌外势力都对江南市虎视眈眈，年兽一族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今年的年兽一族整整派出了2只年兽袭击江南，一只是正常的80多级，另一只则高达95级。这通常是省会城市和一些大城市才会出现的恐怖年兽，今年却要在江南出现了。顾胜得到消息，连忙回城与江南高层们碰面。你得到消息了？一位高层见顾胜紧张兮兮地跑来，猜测他大概知道了年兽的事情。顾胜点头。你们打算怎么应对？等老齐冲关成功吧，他天赋这么高，冲关成功是板上钉钉的事。在此之前，我们先撑住。傍晚，除夕夜，无尽黑雾从城外滚滚而来，远远望去，当中挂着4只红色的灯笼，看上去颇为恐怖。家家户户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城市防控人员守在城边。近了，他们走到了城边，防控人员看到了他们的面容，青面獠牙，独角立于额上，体格威猛，兽爪锋利，魔焰绕体，看起来分外狰狞凶恶。年，2只巨兽齐声高吼，砰砰砰，噼里啪啦，无数烟花爆竹声响起，绚烂的光焰瞬间照亮了整座城市。年兽一时间被吓得倒退。年兽一族久居黑暗，一年到头都待在深山黑渊之中，只有新春到来之际才会出现。因此，光、火、热、响是他们最怕的东西，但也仅此而已。这些东西终究无法将年兽彻底吓回去。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至少年兽受到惊吓后，战斗力会下降半成到1成之间，算是相当不错了。2只年兽再次高喊，向江南市发起进攻。剑来！刷刷刷！无数黑色剑雨凝成，化作剑气长龙，向2只年兽攻去。
这是顾胜少有的群攻手段。风，两只年兽来去如风，全身搅动滚滚黑雾，化作一道道坚冰，打向剑气长龙。轰轰轰！剑气长龙被瞬间冲散，但当中却急速穿出一道剑影。人剑合一，势不可挡。轰！顾胜与宝剑相融，发动至强的一击，直接穿进了那只80多级的年兽的体内。年八阶年兽惊呼：“剑碎人亡！”轰！无数裂缝蔓延8阶年兽全身，接着无数剑气从他体内冲了出来，将8阶年兽割裂成了无数碎片。噗！一道身影从碎块中飞出，口吐鲜血，正是顾胜。这是一招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式，8阶年兽直接被他秒杀，但他也陷入了重伤状态。剩下的9阶年兽暴怒，眼前之人竟然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伙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年兽滚动黑雾，卷向顾胜。孽畜，休要伤人！一道豪迈的声音自天空中炸响。轰！大河之剑，天上来！神山巨剑，横扫八荒。2道浩大的剑芒，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攻向9阶年兽。齐彭商，出关！咚！黑雾中血肉纷飞，怒吼之声震天动地。吸！年兽仰天咆哮，随后一只凶兽头颅从年兽的脖子处长出，2个头的年兽，9阶年兽的暴怒形态。吸！管你叫什么，叫年我就过年，叫吸我便除夕。齐彭商的声音响亮程度完全不输9阶年兽，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江南。随后整个江南市的灯都打开了，一盏盏灯亮起，更有手电筒远远照来，一束束光仿佛在应援他们的守护者。齐彭商顿时振奋了起来，这就是他守护江南、守护人类的意义。顾胜，他高声喊道。来了！顾胜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你兴奋就兴奋啊，喊我干嘛？我现在很虚暗。不过他还是和齐彭商站在了一起。年兽，受死吧！2位9阶剑圣2剑交击在了一起，他们打算给予年兽最后一击。双头年兽浑身气血澎湃，卷动魔焰洪流冲向江南市。双剑合璧，山河大剑和疾风引剑融合，化作一道绚丽的剑龙，直接贯穿魔焰洪流，冲入了年兽体内。轰！9阶年兽亡！过年了！顾胜和齐彭商相视一笑。原始之地内，神明月的视线穿透屏幕里的黑暗，望向即将涅槃成功的方叶，微微一笑。新年快乐！第76章摆烂之王。万族战场，荒地。某个角落，某个时刻，一道彩色光芒直冲天际。荒地上，所有参赛者都看到了那道光芒，这是一宝出世的征兆。嗷呜！高山之巅，一只威武不凡的笑月神狼仰天长啸，化作疾影朝光芒绽放处冲去。吼！一只样貌狰狞、长着翅膀、穷凶极恶的虎类猛兽以扑天之势飞向高空，它的目标同样是那道七彩光柱。这是夏国最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凶兽之一——穷奇。虽然这不是那只根源级的穷奇之王，只是一只还处于成长期的小兽，但即便如此，它也比绝大多数的同级异兽要可怕得多。烈！嘹亮的声音响起，一只格外健壮的巨大公鸡竟发出了凤鸣。这是上古传说中的怪力神兽仲鸣鸟。咚！仲鸣鸟用力一踏，直接震碎了大片的石板岩路。它蹦得老高，同样在往七彩光柱的方向冲去。轰隆隆！一位浑身缠绕雷电的人类，身负雷翼，高举拳头从远方冲来。他身材高大，没有头发，他迅疾如雷，雷霆嘎巴。这是来自灯塔国的代表狂雷队长。除了这些，还有更多的异兽和他国人族都被那里的光芒吸引。如此惊人的光芒异象，定是本次关卡的最大机缘之一，他们绝不能错过。而光芒绽放处，石洞之外，独角兽紧张兮兮地盯着那从石缝中穿透而出的七彩光芒。他的人类主人已到了关键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可是他通过神圣之眸明显看到，四面八方正有许许多多的强者正在赶来。他们误以为他的主人是即将出世的异宝，这里很可能会掀起一场巨大的争端。石洞内有2道被光彩包裹着的身影，一道是盘坐着人影，一道则是呆呆的鸦影。方叶在涅槃的同时，努力鸦同样在涅槃。忽然光芒停止绽放，内敛牺牲。下一刻，如同天地压地凌尘般，两者同时睁开了眼睛。他们完成了蜕变。职业摆烂之王 C 级，等级20，经验值0.75000，体质25200，力量7012，精神7012，物抗4396，法抗
4396，敏捷5888，自由属性点100，天赋摸鱼 C 级，建议重开 C 级，掠劫之手 C 级，努力压 C 级，百变抱枕 C 级，技能旋风三连斩玄阶，暗影袭杀玄阶，冲锋陷阵玄阶，大火球术玄阶，邪龙异次元地阶，被三整除天阶，移花接木天阶，指数爆炸通天指神阶。装备邪魔歪刀 A 级 LV20， 永夜权杖 SS 级 LV20， 青云三件套 A 级 LV15。特殊道具压制金箍，平等战场，饕餮葫芦，太乙真水。摸鱼 C 级。1. 生命在于静止，当本体进入睡眠、假寐、发呆、划水、摆烂、躺平、摸鱼等状态时，每分钟将获得1点摸鱼值，每10点摸鱼值可兑换成1点自由属性点，当前摸鱼值为1，一天最多获得1000点摸鱼值。2. 开启自动挂机能力，每小时可自动获得1500经验值，建议重开 C 级。本体死亡后进入涅槃状态，涅槃成功，本体将获得重生并开启新的天赋，而原有的天赋也将变得更强。当前冷却中不可触发效果，将在100天后重新刷新该天赋。掠劫之手 C 级。1. 通过攻击、触碰等手段，无声无息夺取对方属性点，并将该属性点转化为自身的自由属性点。同一个目标一天只能进行3次夺取，每次可夺取1至10点任意属性点，每天最多只能夺取50点自由属性点。2. 获得麒麟臂状态，使用该状态时将拥有3倍手速，并增强自身 35% 的额外力量和精神。3. 可临时夺取敌方的属性点，使敌方战斗力临时下降，一次最多临时夺取300点。分身努力压 C 级，继承本体 75% 战斗力的压型分身，可替代本体升级打怪，是既勤奋又努力、不知疲倦的热血战斗压。百变抱枕 C 级，可随意变换各种形状，抱着此物将更容易进入睡眠。在本体睡着时，若本体遭遇袭击，抱枕可为本体分担 99% 的伤害，包括真伤。蜕变后，方叶的等级回荡回到了20级，但是属性暴涨，体质3倍，其他属性2倍。方叶的体质突破了25000大关，力量和精神顺利达到了7000，敏捷超越5000大关，破近6000，双防也达到4000加。他的基础面板几乎超越了整个蓝星40级以下的所有人。一拳一个顾胜，神明月不再是梦。再看天赋，所有天赋都升到了 C 级，效果大幅提升，还多了一个百变抱枕，可以变化任何形态。他上次许下过的愿望竟然又一次实现了。他难道还有一个隐藏天赋言出法随不成？努力压继承的战力从 70% 变成了 75%。 别看不高，可随着方叶的属性暴涨，努力压的战力其实也是在暴涨的。到后期，努力压继承的战力完成有可能达到 100%， 这等于凭空多出了个方叶。还有掠劫之手大蜕变，同一个目标能掠夺3次，一次最高10点，加上临时掠夺的300点，若是用在单挑，它能极大的削弱敌人。而且麒麟臂状态不再只是增加攻速和力量，连精神也能增幅了。虽然魔法类的拳技不多，但不是没有。而且他本身就想自创一招惊天动地的拳法，掠劫之手的存在给他提供了一定条件。最后也是他最关注的摸鱼天赋，他几乎变了个模样，不再需要通过别人产生失望值，而是通过自己躺出摸鱼值。而且一天上限为1000摸鱼值，也就是100自由属性点，一天涨100自由属性点，不需要任何付出，只需要舒舒服服的躺着。这要是说出去，谁敢信啊？怕是想都不敢想。而在他这里，竟然成为了现实。摆烂就能成王，这就是摆烂之王。第77章，无中生有大作战。轰！山洞外传来巨响，夺宝大战开始了。方叶刚刚苏醒，就在洞内听到动静，一愣。外面守在山洞外的圣洁独角兽早已满身伤痕，他们都以为独角兽是最先发现异宝的生灵，想独吞异宝，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独角兽发起了攻击。淅沥沥，独角兽疯狂躲避，但还是免不了挨了几下。听到独角兽凄惨的叫声，方叶终于反应过来，丫丫，快！方叶拉着努力鸭冲出了石洞。轰！巨石炸开，方叶和努力鸭冲了出来。绿！独角兽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方叶，小珍珠不由得掉了下来。痛，实在是太痛了。作为独角兽一族的宝贝疙瘩，他何时受过这种伤？不过一想到他是为了他选择的主人而受伤，他又觉得没那么痛了。方叶轻轻摸了一下他的脸，轻声说道：谢谢你。直到现在，
方叶才终于确定独角兽对他真的没有任何恶意，他就是来投靠他的。喂，这位兄弟，你在里面拿到了什么宝贝？拿出来看看。雷霆队长用蹩脚的夏国语问道。不会说就别说，还不如我来呢。人类，你是不是得到了异宝？快交出来！奶凶奶凶的小穷奇龇牙咧嘴的质问道。宝贝确实有，就看你们有没有胆拿了。方叶神情冷冽的回应。都有谁伤了你？方叶看向独角兽，独角兽小蹄子撅起，一连指了好几只异兽以及那位来自灯塔国的雷霆队长。喂，别乱指，我只是踩了地面一下，有小石子不小心崩到了你而已。一只巨大的公鸡口吐人言道，正是2只眼睛都有2只眼珠的仲明鸟。虽然他自诩强大，不怕眼前的小帅逼，但一码归一码，没欺负独角兽就是没欺负。行，那你那边凉快待哪去？你们几个给我过来受死！方叶掏出漆黑智障，指着那几只出手伤害的异兽以及雷霆队长叫道：小子，别太猖狂！小穷奇张开血盆大口怒吼。轰！一座方形擂台突兀出现，撑开了地面，正是方叶的特殊道具平等战场。作为特殊道具，它是可以放大缩小的，平常不用的时候，方叶会把它变成一个小方块收在仓库，使用的时候就拿出来摆在地上，然后放大。在闭关前，方叶就将它埋在了洞口处，算是防止有人暗害他的后手之一。若是有人在他涅槃时攻击洞口，那么平等战场就会自动展开，盖住洞口。如果没有收服类的特殊道具，寻常人根本就搬不动它，也就无法进入洞口伤害它。还好，直到方叶涅槃结束，平等战场都没有真正触发。如今他想要挑战猪熊，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它。由于是在地下撑开，所以地上的方叶和努力鸭、独角兽直接就出现在了擂台上。刚才点到名的过来受死，没点到名的在后面排队。方叶继续叫道：谁要听你的？一只同样会说人话的古鸣猿大吼一声，直接冲了进来。冲进平等战场后，原本39级的古鸣猿的瞬间降至20级。你们只有20级？古鸣猿看着方叶和努力鸭，愣了一下。平等战场会根据场上等级最低的生物来调整所有参战者的等级，独角兽的等级在35级以上，他们刚刚已经知道了。那么就只剩下方叶和那只奇怪的是鸭子了，他们中的一位甚至2位只有20级。不过虽然讶异，但作为古鸣猿一族的代表，他向来自信他的属性面板能超越绝大多数的同级生灵，就算让他降至20级又怎样？20级的他同样强大无比。死！古鸣猿手持铁棍向方叶砸去。方叶嘴角一勾，让你见识见识史上最强20级。轰！方叶一拳轰出，负45808，伤害高达45000的一拳，直接将20级古鸣猿秒杀。古鸣猿直接失去了一道轮回印，进入了复活的无敌状态。全场惊呼：这是什么技能？伤害这么爆炸？实际上，方叶并没有使用技能，或者说他使用的并不是完整的技能。得到苗人峰素描出来的权益图后，方叶一有空就在研究。在荒地木屋摆烂时，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看图揣摩权益。经过与前世所学的一些散手以及今世掠劫之手的融会贯通，如今他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拳道精髓，打出的拳法不再算是普攻，但也没有到达成型技能的地步。他的增幅大概是 50% 的样子，于是方叶暂时将其称为 1.5 倍普攻拳。而仅仅只是这 1.5 倍的拳法，方叶就打爆了号称同级称尊的古鸣猿。下一个！方叶仰头指了一圈，最后视线停在雷霆队长的身上，过来受死。在当世，灯塔国的神话体系极少，这也导致了灯塔国周边的高危级别秘境的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大国。它几乎成为了当今发展最好的人类国度之一。好在灯塔国的存在也同样吸引了异域的诸多目光，受到了异域的特殊关照，所以灯塔国的人们过得其实也并没有比其他国度好到哪去。雷霆队长是去年开始崛起的灯塔国神才，他的一手雷电魔法玩得贼溜，而且他还是罕见的近战法师，他的法器是带有魔法攻击增幅的拳套。哼，怕你不成？雷霆队长冲进了平等战场。在万族战场这里，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当地最优秀的神才之一，自诩无敌天下。就算古鸣猿被秒杀，他们也只会觉得是古鸣猿不行，而不是方叶太强。而且在这里也死不了，最多就是浪费一条命罢了。有了轮回印的存在，所有的天骄在这里才能暴露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最野性、最血性的一面。雷霆葬礼，雷霆队长手握雷霆，化作一条雷电巨龙向方叶冲去。呀，解决他！方叶示意努力压干掉雷霆队长。嘎嘎嘎！邪魔领域，紫黑色的领域瞬间笼罩一人一鸭。可怕的战斗
正在漆黑之境中展开。第78章爽杀局。夜神出来了！天呐，他一招秒掉古明源，他真的得到了什么异宝？夏国的原始之地中，寥寥无几的留守在这里的超级天才们看着突然出现并大发神威的方叶，一阵惊呼。随后短短10分钟，夏国原始之地的位置再次爆满。万族战场内，谁都没有料到第一场猪熊大战竟然是在一个鸟不拉屎的角落展开。轰！不到2分半钟，雷霆队长被努力鸭从邪魔领域中轰了出来，重重地砸在了擂台的地面上。努力鸭收起邪魔领域，冲了过来，一脚踩在了雷霆队长的身上，使劲蹂躏。来自灯塔国的雷霆队长竟毫无还手之力。作为蓝星人类阵营中最强的国度之一，灯塔国派出来的代表肯定也是个人类国度派出的代表中最强的几位之一。可如今他却被疑似另一位人类的战宠虐杀。叮！又是半分钟后，一抹光亮闪动，雷霆队长很快便血量清零，进入了复活无敌阶段。见努力鸭如此暴力与可怕，周围不少异族和人类都一阵胆寒。崽种们，异宝就在我身上，有本事的就进来拿！方叶站在擂台中，冲着四面八方的各路高手嚣张地叫道：“这是平等战场！”一位看装束显然是来自樱花国的卡哇伊小姐姐认出了这古怪的擂台。平等战场，一种规则类的特殊道具，可以强制令双方的等级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是检验同级战力孰高孰低的最佳比试台。全世界的平等战场都不超过100座，他竟然有1座。他什么身份？有人惊呼：“这难道就是刚刚释放无穷光亮的异宝？”仲明鸟转动滴溜溜的大虫瞳，嘀咕：“若是平等战场这种具有法则之力的特殊道具，倒也说得过去。”笑月郎认同了仲明鸟的说法，就算不是那件异宝，而是另有其物，这件特殊道具也足够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要知道，方叶虽然是从通天塔的原始之地传送过来的，但实际上他和原始之地的其他人不一样，他当时是肉身和灵魂一起进入的原始之地，这也是他通过神明月豪宅处的传送阵进入原始之地的原因，也只有那里可以让他肉身灵魂双重穿越去到原始之地，并进入万族战场中。这也就意味着他身上的所有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被交易和抢夺的。只是能抢是一回事，能不能抢到又是一回事。方叶身上的特殊道具多达4种，每一种都是无价之宝，按理说不该轻易示于人前。但是现在的方叶根本就不在乎。经过第3次涅槃后，他已经彻底超脱了出来。他突破了极境，就凭他现在的属性面板，20级中绝无对手。擂台上，方叶不断的叫嚣着，有几只异兽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嚣张气焰，但又怕被秒，于是他们联合了起来，一起进入平等战场，准备一群单挑方叶一个。你怎么才20级？当中一只异兽惊呼，他感受到了自身等级的急剧下降，而各大属性更是没了大半。场外其他的异兽和人类听到了那只异兽的呐喊，纷纷骇然。刚刚古明源和雷霆队长都打得匆忙，并没有将方叶和努力鸭的等级告知场外，如今他们才算是知道方叶使用平等战场的真正目的。他的等级很低，但是战力很强。嘿嘿嘿，进来了就别出去了。方叶歪嘴一笑，高举永夜权杖，周围瞬间漆黑一片。这是永夜权杖的领域技能夜幕降临，打算群殴方叶的那几只异兽直接失去了视野。接下来便是盛大的烟花绽放时刻，大火球术！轰！方叶将夜幕降临收起，让大火球术的威力直观地表现了出来。那几只异兽避无可避，全部被恐怖的火云覆盖，死于非命，进入了复活状态。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爽杀局！继续！我要打10个！谁怂谁是狗！方叶看着周围的异兽和人类，继续放狠话。哦，这里真的有一只狗。方叶忽然看到那只威武不凡的笑月狼，挑衅道：“汪！”笑月狼怒吼，只是他的声音不知不觉竟真的变成了狗叫。你看，我就说你是2哈吧！汪！笑月狼气不顺，冲进了平等战场。咚！方叶一拳轰出，将笑月狼砸在了地上，随后又扼住了他命运的咽喉。我还缺个看门的，我看你挺不错的，考虑考虑。方叶按住他，低声询问道：“汪汪汪！”笑月狼使劲挣扎，我怎么就头脑一热，直愣愣地冲了进来。笑月狼心中悔恨与懊恼，别学狗叫装迷糊了，我刚刚都听到你说人话了，快抉择，答应还是不答应？方叶颇有威胁意味地继续问道。我不。笑月狼终于口吐人言，跟着我有肉吃。你看这鸭子，它原本只是一只丑小鸭，做成烤鸭都能被嫌弃那种，可现在它多强！还有那小独角兽，它为什么愿意跟随我？因为它身怀慧眼，看出了我有大本事，跟着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方叶见笑月郎不吃硬的这一套，便开始来软的。果然，笑月郎竟然真听了进去。你不骗我？当然，夏国人不骗夏国人。狗子也不骗。跟着你可以，但我要平等对待，我绝不做苦力，也不当奴隶。笑月郎想了想，说道：当然，我肯定不会亏待你，更不会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你就躺在我家门前晒太阳就行。方叶回道：那行吧，这么说你同意了？方叶眼睛一亮，这就忽悠成功了。笑月郎点头，接着方叶掏出了压制金箍，套在了笑月郎的脖子上。这是什么？笑月郎尖叫，他感受到自己实力的急剧下降。没什么，我们那遛狗必须拴绳和套环，当然这也是怕你骗取我的信任，而后趁我不注意偷袭我。等这一役结束，我肯定恢复你的实力，你就先待在一边乖乖看戏吧。方叶保证道。第79章二阶至尊。万族战场中，继续，那边的重统者还有插翅小脑斧，你们刚刚不是叫得很凶吗？这会儿怎么不敢上来了？方叶一边摸着笑月郎的狗头，一边点名虫鸣鸟和小穷奇。哼，众统本是无敌路，何须上场阵无双？众鸣鸟高傲地说道。就是，有本事出来跟我们打，20级的战斗就是在过家家，没什么参考价值。小穷奇同样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哟，你们该不会是怂了吧？方叶激将道。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不敢上就不敢上，找什么借口啊？众鸣鸟和小穷奇仍然昂着头，鼻孔朝天，傲娇到了极点。只要我们不上场，就不会输，不输，那我们就是无敌的。哼，平等战场罢了，让我收了他。一道声音突兀响起，天空中忽然风雨大作，乌云压顶。方叶抬头望去，那并不是真正的风雨，而是一只遮天蔽日的大布袋正张开大口，当中吹出了风雨雪。是乾坤袋！有人大叫。乾坤袋，一种比平等战场还要稀有的道具，可吞噬万物，包容一切，既可当作储物袋使用，也可以作为战斗手段来驱使。乾坤袋喷出风雨雪后，内部空荡了起来，随后一股吸力猛地往回收缩。平等战场竟有拔地而起的征兆，有人想用乾坤袋将平等战场给吞噬掉。方叶见状，连忙把平等战场收了起来。他和努力鸭、独角兽、笑月郎则站回到了地面上。他出来了，我们上！众鸣鸟和穷奇抓住机会，出手围攻方叶。呀，干他们！方叶毫不畏惧，招呼努力鸭一起迎战两大异兽。与此同时，乾坤袋的主人也出手了，他收起了乾坤袋，取出一根大棍子朝方叶打来。原来是棒子国的崽种！方叶神色冷冽，分明都是人类阵营的，灯塔国和棒子国竟然轮流出手搞事情。看来他想的果然没错，万族战场上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灵都是对手，能杀则杀。方叶高举永夜权杖，将他们拉入了夜幕领域。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夜神。夜神，果然是他，那个预言中的祸乱之源。干掉他！更多的异兽和人族加入了战局，他们全部冲进了夜幕领域中。进来了，那就别走了。隐藏在黑暗中的方叶果断开启大招邪龙异次元。方叶启用永夜权杖，每天只能使用2次的鸣唱时进入无敌状态的效果。与此同时，他还动用了掠劫之手的临时劫掠和麒麟臂效果。他的魔法攻击力疯狂暴涨。蓄力片刻，恐怖的暗元素能量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领域中无声无息的爆炸。顿时，一连串的夸张数据升起，方圆30米内的几个目标瞬间泯灭，生命值清零。此外，爆炸导致的暗元素能量迅速扩散，直至扩散到100米的空间。对意识到不妙，企图逃离这里的其他目标造成了可怕的建设伤害。但哪怕只是建设伤害，倍率也高达 325%， 伤害数值同样有10万以上。于是乎，围攻方叶的所有异族和人类，在不到3秒的时间内，全部人间蒸发，死于非命，进入了复活状态。这一幕直接震撼夏国等国度的原始之地100年，就连异域许多区域的虚妄深渊，类似人族通天塔的存在，也都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与此同时，夏国境内的30座通天塔中，包括原始之地在内的所有地点的上空，在这一刻都发出了一条全服通告：恭喜夜神达成成就，2阶至尊。2阶至尊，在0至29级范围内的所有职业者和异族中，成就绝对至尊之位。至尊成就达成，奖励：个人背包永久扩容至27000立方米，长宽高皆为30米的立方体空间，永夜权杖升级至 SSS 级。全服轰动。或许现在的通天塔内的许多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只要有原始之地的人出来，那关于方叶秒杀群雄的消息肯定会很快传遍全国。万族战场内同样有通告传来，但只有方叶一个人收到了。
这里果然和通天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叶嘀咕，在这里同样能完成通天塔的成就，获得奖励。坑杀了一众超级天才后，方叶也没有停留，拾取了一些从他们身上掉落下来的宝物后，便带着早已震撼的无以复加、面容呆滞的独角兽和笑月狼离开了这块区域。经过这一役，方叶收获颇丰，除了成就奖励，他还拾取到了棒子国超级天才的乾坤袋。乾坤袋以前看过新闻，我们夏国的专属秘宝乾坤袋被其他国度的人给偷了，应该便是这只了吧？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方叶掂量了一下手中的布袋，收进了空间背包中。当然，最大的收获其实还是永夜权杖的升级。武器：永夜权杖 LV25， 评分 SSS 级，通天塔定制的夜神专属武器，达成新成就可继续成长。属性：魔法攻击力加7000，魔法穿透率正 20%， 暗元素伤害正 20%。效果：一、自带领域夜幕降临。夜幕降临，撑开一个方圆100米的夜幕领域，在领域内战斗时，全属性上涨 10%， 目标的视野和判断力受到极大影响，压缩领域攻击目标，甚至能使目标致盲。二、加快魔法技能的吟唱速度，缩短1/3施法时间，并使魔法技能获得追踪效果，提升技能命中率。三、自带技能无敌状态，施法吟唱时进入无敌状态，不可被打断施法，直至施法结束，只能在施法时使用，且一天只能使用3次。SSS 级，魔法攻击力高达7000，其他效果也都有所上升。最重要的是，夜幕领域多了个全属性上涨 10% 的新效果。还能再升级吗？现在升到了 SSS 级，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方叶看到了评分中的说明，一脸期待道。第80章界王权。踏踏踏，昏沉的天空之下，广袤无垠的荒地中，一只神骏非常的独角宝驹拉着一辆香车快速奔行，旁边还跟着一只英武不凡的神狼。香车中，一只威猛强壮的鸭子正在守护一位睡美男。该美男睡姿放浪，洒脱怡然，怀中还抱着某个不知名动漫女角色形状的抱枕。他们正是方叶一行人。呼呼呼，阵阵刮骨寒风从远处急速掠过，途中一只来自异域桃花源的桃花女妖被寒风刮中，瞬间折花凋零，进入重生状态。这是天灾中的大风灾，一旦防护不当，就有陨落的风险。叮叮叮叮，寒风吹来，想要侵袭方叶一行人，却被一道圆形的透明护罩挡住，发出打铁般的声音，却无法侵入一分一毫。这道护罩并不是技能，而是物理防御力和魔法防御力的具象化。各种属性到达1000以后，就已经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能力具象化了。例如，以力量为基础，隔空打出一道拳印；以力量为基础，利用宝剑甩出一道剑气；以精神为基础，燃起一簇火花等。它们本质上都算是普攻，造成的伤害和寻常普攻造成的伤害基本一致，只是表现形式与寻常的普攻不太一样罢了。魔抗和物抗同样能够具象化，例如现在努力压撑起的这道圆形护罩，它不算技能，也没有任何加成，它所能抵挡的伤害完全跟自己的魔抗和物抗相关。所以哪怕自身所掌握的技能并不多，但属性足够高的话，同样是能完成很多事情的。哪怕是御空而行，也并非做不到。在大能的世界里，甚至还有力量化翼、精神化翼的说法。当然，属性的具象化需要细腻的掌控力，越复杂越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并不是说光堆属性就完事了。只是具象化对于方叶来说，掌控起来确实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无师自通。而这一切都是真实之境带来的。他在真实之境中，虽然表面上只走了2天，实际上却远远不止2天，那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那段岁月里，方叶不知经历了几生几世。所以从那里出来后，方叶表面上没有任何属性方面的变化，实际上他却已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妖怪了。他的思维、学识、悟性、基础、理解力、战斗经验、本能、感知、眼界等等各种虚无缥缈的能力，都已经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境界。可以说，他的内在已经拉满了，现在只需要修炼外在就足够了。当知道了这些后，方叶总算明白风神为什么敢说认他当师傅绝对不亏了。这手笔简直比任何机缘给他带来的提升都要大。哪怕他从此天天睡大觉，他那刻在灵魂里的战斗本能和经验也绝不会有半分退化。这就是真实之境带来的强大变化，而它的作用甚至还远远不止这些。良久，风灾过去，而方叶也终于被烦人的声音吵醒。轰！在睁开眼的那一刻，方叶忽然进入了一种迷糊的状态中，然后他随意打出了一拳，砰！尘土飞扬，干硬的地面上直接被打出了一个近10米的深坑。方叶倏地睁开眼睛，这一击威力至少达到2倍普攻了吧？他惊喜地说道。这一拳不单单是物理普攻，
而是同时拥有物理、魔法伤害的双重攻击，甚至穿透力还极强。方叶的技能方向其实是打出带有真伤的拳技。所谓真伤，是无视属性、无视防御，100%穿透的伤害，就像指数爆炸、通天指一样。虽然他现在还没做到，但物法双修且极具穿透力的一拳，已然出具真伤之拳的雏形。虽然还没彻底创造出来，不过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不如先取个名字吧。方叶摸了摸下巴处不存在的胡子，思索片刻，说道：等我后期各种属性彻底成长起来，加上这一拳自身的加成，威力定然毁天灭地，就叫界王拳吧。又是2个小时后，独角兽拉着马车跑出了荒地的一角，来到了此前没来过的荒地中心。这里才是真正的群英汇聚之处。万族初劫第1关大多数的特殊机缘都在这里。先帮你们俩的轮回印凑到10道吧。方叶对独角兽和笑月狼说道。既然选择了跟随他，他自然不能亏待他们。他们来这里也是带着自己所在种族的期望在身的，不可能让他们两手空空回去。至少要让他们的积分位于万族的前列。当今的蓝星，除了近200个大大小小的人类国度和地区外，其他地域基本上都是异族异兽占领的。若是算起来，各片地区的数量确实不少于1万。好在异域内部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纷争，否则人类世界早就覆灭殆尽了。那里有蜘蛛，快镇压它！嘘嘘嘘！一只如同小山般的山猪看到来势汹汹的人兽组合，先是紧张的乱叫一通，随后慌忙跑路。佩奇休走！方叶抓住一旁的努力鸭，朝着那山猪用力一掷。努力鸭！轰！一脸懵逼的努力鸭砸在山猪身上，直接将山猪撞得七荤八素。丫丫，镇压他！方叶叫道。无语的努力鸭无伤站起，一脚踩住山猪，以庞大的力量镇住了他。交出2道轮回印，就放过你如何？方叶站在车厢外询问道。嘘嘘嘘！想得美！山猪在地上疯狂晃动，企图挣脱努力鸭的束缚。可惜在努力鸭爆表的属性面前，他压根就连努力鸭的鸭腿都抬不起来。不屈服是吧？方叶从马车一跃而出，掏出大鞭子，啪的一下打在他的身上。吁！山猪惨叫。啪啪啪啪啪！方叶用5连鞭不断鞭挞，把山猪打得浑身通红，皮开肉绽。嘘嘘嘘！别折磨我了，我给！最终山猪屈服，含泪交出了2道轮回印。方叶将他们分别送给了独角兽和笑月狼。方叶遵守承诺，暂时放过了山猪。下次再见。他拍了拍猪屁股，笑道。山猪一个踉跄，迅速逃窜。再见个鬼！方叶一行哈哈大笑。接着方叶又大手一挥，豪气万丈地喊道：继续前进，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于是乎，一场关于恶霸与悍匪的征途就此展开了。第81章分宝牙。时光匆匆，转眼间万族初劫第1关已经开启了10天。这段时间里，万族战场内发生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事端。其中一支由人类带头的小队在荒地的中心区域所向披靡，几乎没有对手，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他们就是方叶小队。他们在荒地中心征战了许久，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拥有了10道轮回印。此外，他们还获知了一些关于其他地域的消息。万族战场很大，荒地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地域，而且还是较为贫瘠的地域，更多强大的异族其实都在其他区域成长与搏杀。而且哪怕是在荒地中，也有很多高手并没有露面过。他们在进入万族战场的第一时间，就在寻找可以突破等级的藏身之所。万族战场的入场条件是40级以下的异族或者人类强者，但进了万族战场后便不再有等级的限制了。哪怕你刚进来就原地突破到100级，万族战场也不会将你排斥出去。不过想从39级突破至40级可并不容易，无论是异兽还是人类，升到39级后便很难再进一步了。3阶往上，每突破1阶都是一道大坎。哪怕是超级天才，要想从39级突破到40级也不容易，他们需要不断持续的冲击壁垒，直至打破桎梏，迈向更高的层次。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因此在进入万族战场的前10天，方叶几乎没有遇到过39级的强者，因为他们基本都躲起来冲关了。而像雷霆队长、虫鸣鸟之类的存在，其实都是35至38之间的强者，还没到冲击4阶的时候。所以在第1关的前期阶段，他们基本上是最强的那一列了。他们本来都想好了，趁头10天4阶强者还未出现之时，先疯狂搜刮一波积分，寻找一波机缘，以免4阶强者出现后不再有足够的蛋糕给他们分了。只可惜半路杀出了个方叶，带着一狼一鸭一马，四处厮杀，侵占各地资源，收集积分。关键方叶自己还不出手，天天睡大觉，
如今，荒地中心的那片机缘宝地已经成为了他的私人道场。那是一个名为分宝崖的地方，它是荒地区域最大的机缘宝地。在分宝崖的最上方有3个蒲团，虽然对提升实力没有什么功效，但却能增加积分。每盘坐1小时就能加1点积分。方叶来到这里后，当即就把这3张蒲团上端坐的异族给赶了下来，而他和异独角兽以及笑月狼则各自占领了1张。除了获取积分，分宝崖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武器和装备，甚至秘宝。它们从山口中喷涌而出，或悬浮在空中，或似龙似凤般到处乱飞。要想拿到它们并不简单。方叶边盘坐蒲团上，边收取那些飞来飞去的宝贝。他足足花了3天时间，才成功拦截下了10几件武器和装备。他选择了其中的3件防具，替换下了青云3件套。装备：猎魔铠甲 LV30， 评分 S 级，属性：生命值加50000，物理防御力加3000，魔法防御力加3000。效果：被攻击时反弹 15% 的伤害。装备：猎魔护膝 LV30， 评分 S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000，魔法攻击力加5000，速度加5000。效果：躲避敌方技能时提高闪避概率。装备：猎魔战靴 LV30， 评分 S 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000，魔法攻击力加5000，速度加5000。效果：躲避敌方技能时提高闪避概率。特殊效果：猎魔3件套，暴击症 35%， 已激活；猎魔5件套，暴伤症 70%， 未激活，当前进度3%。虽然换上了新装备，不过装备的属性并没有真正生效，因为方叶现在还没有达到猎魔套装的使用等级30级，穿了和没穿一样。不过方叶并不在乎，他离30级其实也不远了。职业：摆烂之王 C 级，等级29，经验值2333999999，体质28700，力量8888，精神8888，物抗5000，法抗5000，敏捷6666，自由属性点79。经过击杀各种天降异兽以及被动的挂机和探索一些机缘宝地获得的经验奖励，他的等级很快就回到了29级。如今他占据着整个荒地区域奖励最丰厚的地方，若是一直待到第1关结束，他的排名绝对名列前茅。只是他真的能一帆风顺的一直在这里待到最后吗？随着第10天的来临，万族战场基本稳定的局势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变化。那些闭关突破的天才强者开始陆陆续续出来了。荒地的某个角落，隆隆隆，大地震颤，裂缝蔓延。随后，轰！石破天惊，一道浑身缭绕黑岩的身影冲出了地表，直达300米高的天际。它就如同一轮黑色的太阳，悬浮在空中，释放无穷炽热能量，看上去妖异而可怕。黑加仑，你终于出来了！大地上，一道周身闪动雷电的身影惊喜地叫道：“正是灯塔国的雷霆队长。”阿雷，你怎么这么狼狈？那位名为黑加仑的高大青年看到穿着破烂衣服的雷霆队长，有些疑惑。难道异兽阵营在针对人类阵营？是夏国，夏国那个小卡拉米，据说叫做夜神，他的实力极强，4阶之下根本没有对手。无论是异族还是我们人族，在他的黑暗统治下，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他现在占领着分宝崖，不许任何其他生灵入内，有时候还叫手下出来搜刮民脂民膏。他手下有只鸭子，同样强大无比，根本无人是对手。你们要是再不出来，整个荒地的机缘和积分就被他们掠夺完了。雷霆队长一脸凄惨的诉苦道：“竟然有这种事！”黑加仑蹙眉：“你们一起上也不行吗？”“不行，他实在是太强了，而且他的等级甚至连30级都没到，特别假。”雷霆队长回道：“不可能啊，低等级不该有这么大的差距才对，他肯定有什么特殊手段才能这么强。”黑加仑思索了片刻，找不到答案，索性道：“算了，不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都无所谓，我会出手。40级下无敌，那就40级以上的人来教训他。”第82章大结局。咔！荒芜的大地上，一座石山碎裂，一只粗壮的手掌从中探了出来，随后是一颗只长着一只眼睛的脑袋，一副雄伟的身躯，2条具有夸张线条的大腿。啪！他一脚踩在地上，从巨山中彻底走出。这是一尊独眼巨人，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泰坦。泰坦巨人族是异域最可怕与强大的种族之一，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拥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掌握着各种诡异的能力，是人类阵营最不想遭遇的异族之一。巨人族有着不少的分支，而眼前的这一位便是独眼巨人分支的参赛代表。隆隆隆，这场闹剧该结束了。独眼巨人瓮声瓮气地说道。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向荒地中心走去。另一边，
送！一只金色大鸟从不知名地方冲出，遮天蔽日，压盖寰宇。这是一只金翅大鹏，它是夏国古代神话中的神鸟。随着异域与蓝星交汇融合，这种神鸟便从虚幻照进了现实。和神话传说一样，金翅大鹏体型巨大，能力非凡，其族群在夏国许多高级秘境都有分布，而其祖地迦楼罗圣山就位于夏国西南部，与南天行省毗邻。鸟之巅，傲世间，有我金轮便是天。立！金翅大鹏扬起高贵的鹏首，朝荒地中心分宝崖飞去。此时，分宝崖，一颗漆黑的流星从崖中飞出，冲向天际。坐在蒲团上打着单机游戏的方叶忽然注意到了他，他定睛一看，发现那竟然是一颗恶魔果实。分宝崖怎么啥都有？方叶眼睛一挑，恶魔果实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就算有副作用，也同样是人类和异族趋之若鹜的宝贝圣物。直觉告诉我，这东西极度适合我。方叶觉得他的满分幸运值又在起作用了，这东西保不准就是为他准备的。方叶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从蒲团上站起来，朝着流星追去。他身形敏捷，如鬼魅一般穿梭在山林之间。与此同时，已然靠近分宝崖的独眼巨人也看到了空中的流星，他心中一惊，立刻意识到这颗流星的不凡。他迈开大步，速度惊人，试图拦截方叶。金翅大鹏远方急速冲来，他也察觉到了前方的动静，翅膀一挥，他化作一道金色闪电，朝着流星的方向疾驰而去。三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谁都想得到这颗神秘的恶魔果实。方叶凭借着灵活的身手，在山林间快速穿梭，他犹如幻影般逼近流星，眼看就要够到他了。就在这时，独眼巨人发出一声怒吼，一股强大的气流席卷而来。方叶侧身一闪，惊险地避开了攻击。金翅大鹏趁机俯冲而下，犀利的爪子朝着方叶抓去。方叶腾空而起，险之又险地躲开了袭击。互不相让的三方使这场争夺变得更加激烈，而流星似乎并不想停下，它径直朝远方飞去。方叶决定改变策略，他朝着流星飞行的方向全力奔去。独眼巨人与金翅大鹏紧随其后，三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方叶目光坚定，他深知这颗恶魔果实的重要性。他集中精力，使出浑身解数，速度陡然提升。渐渐的，他与流星的距离越来越近。然而，独眼巨人与金翅大鹏也不甘示弱，他们紧紧跟在方叶身后，寸步不让。在关键时刻，方叶纵身一跃，伸手向前，试图抓住流星。但就在他即将碰到流星的瞬间，金翅大鹏呼啸而过，抢先一步，一口咬住流星，夺得了恶魔果实。方叶心中一沉，但他并未放弃。他迅速转身，朝着金翅大鹏冲去，同时施展出自己的暗影突袭。嗖！方叶一刀斩来，金翅大鹏险之又险地避过，同时舞动身体与方叶交击在一起。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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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分宝崖上风云变色，大地震动。方叶与金翅大鹏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方叶身形灵活地躲避着金翅大鹏的攻击，他瞅准时机，一脚踢向金翅大鹏的腹部。金翅大鹏吃痛，口中吐出了恶魔果实。方叶见状，迅速伸手去接，但独眼巨人却横插一手，忽然而至，将恶魔果实抢了过去。方叶眼神一冷，他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他飞身扑向独眼巨人，与他展开了近身搏斗。独眼巨人体型巨大，力大无穷，具有超标属性面板的方叶竟然也难以正面抗衡。他灵机一动，利用自己的敏捷和周围的环境不断地制造干扰，让独眼巨人疲于应对。不一会儿，趁独眼巨人不备，方叶发动偷袭，成功夺回了恶魔果实。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金翅大鹏又杀了回来。方叶陷入了两面包夹之中。轰！就在这时，一抹黑色的太阳从远处撞来。方叶眯眼，看来这万族战场第一轮的终极一战要提前打响了。